紫霄宗，青云峰。大师姐步无双闭目盘腿，坐在阁中修炼。忽然，步无双感受到一阵空间波动，猛然睁开眼睛看向前方。啪嗒一声，一道黑色的梳状物从空中掉落在眼前。什么人？步无双娇声喝道。旋即立马腾身而起，并迅速从修炼状态转为防御状态。步无双神识探查着四周，却毫无发现。周围静悄悄的，除了先前那本书落地的声响之外，再无动静。步无双确认周围无人，没有危险后，小心翼翼地上前检查一番。李银川的日记副本，步无双专属。李银川，此人是谁？他的日记为何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而且还有我的名字？步无双十分不解。原本沉迷修炼的他，对这种窥探别人隐私的事并不感兴趣，但上面既然有自己的名字，就不得不检查一下，万一对方对自己不利怎么办？步无双轻轻翻开日记本，顿时一个个龙飞凤舞的字迹出现在他眼前。家人们，谁懂啊？整整5年了，5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自从小爷我穿到玄黄大陆，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一个废柴，5年时间才修炼到炼气3层，真的太废了。还好洛天依，老天爷帮我啊！爷的金手指终于到了。哈哈，有了这个写日记就变强系统，小爷我必将成为年轻一辈顶尖强者。哈哈哈，低调低调，暂时爷还是个炼气期的废物，得苟起来，最起码苟到元婴境再嚣张一点。有了外挂到账，半年时间应该够了吧？顺便再找找那些被主角收进后宫的美女，嘿嘿嘿，要是能截胡几个就更好了，娶上10个、8个老婆不过分吧？看到日记上所写的内容，步无双有些不知所语。半年时间从炼气境修炼到元婴境，口气未免也太大了。紫霄宗的宗主修炼100多年才堪元婴境界，这还是天赋不错的情况下，普通的修仙者一辈子都可能无法修炼到元婴。你丫半年就想修成，做梦都没这么做的。话说起来，这个世界里的女主角可真惨啊，几乎每一个跟男主角有关系的人，结果貌似都不怎么样。好一点的成为男主的附属工具人，差一点的不是替主角挡刀而死，就是主动献祭给主角。妈的，作者可真不是个人啊！当年皇家3鬼也只献祭了1个，你倒好，随随便便献祭了几10个。所以为了那群嗷嗷待拯救的女主，我李银川义不容辞。嘿嘿嘿，等小爷我突破元婴，有了自保之力后，再慢慢来泡，不对，拯救他们。不知道剧情发展到哪一步了，男主貌似还没有拜入宗门，等他拜入紫霄后，不到1年时间，宗门就覆灭了。男主光环太可怕了，跟他牵扯上的不是死就是残，所以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小爷可不想1年后成为炮灰，挂在灭宗之战中。步无双看到这一部分内容，眉头微微皱起，里面的什么男主光环、工具人、皇家3鬼他都看不懂什么意思，但后面的紫霄宗覆灭这几个字让他有些恼怒。紫霄宗作为大昆王朝的4大一流宗门之一，虽然比不上顶级宗门，但地位也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剑宗已经好几百年，和各方势力交好，好端端的怎么会覆灭呢？此人纯属是在胡说八道。一个炼气期的弟子，竟然在日记中如此编排自己的宗门，定要找到此人好好教训一顿才是。李银川是吧？罚你再撕过牙面壁3个月，常常记醒，让你胡写。步无双哼道：垃圾，真是垃圾！你爷爷的麻花的，新手大礼包奖励的100年修为，竟然只让我从炼气3层突破到炼气9层。刚开始还让我兴奋一下，原来小爷修炼到死都没有突破筑基的潜力。归根到底还是资质天赋太差，功法也很垃圾，连黄阶初级功法都算不上，这就是杂役弟子的悲哀吗？果然还是比不了男主女主，个个身怀顶级体质，随随便便修炼就金丹元婴了。比如大师姐步无双，拥有剑道至尊天赋，都还没有彻底觉醒，20岁出头就已经元丹境圆满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金丹了。这速度让其他弟子看了都要流泪啊！ NPC 的命不是命啊！步无双看到这里，瞳孔猛然一缩。日记上面的内容不仅提到了他，还说了他竟然是剑道至尊天赋。入宗测试的时候，宗门长老就检查出他的天赋不一般，但具体是什么并没有检测出来。他自己也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修炼速度飞快，知道自己的修炼天赋应该不弱，但没想到竟然是顶尖的剑道至尊天赋。看日记内容，剑道至尊天赋竟然还未彻底觉醒，那要是觉醒了该有多恐怖。步无双暗压心中震惊，同时心里有些自豪。20岁的他已经到了元丹9层巅峰境界，算得上大昆王朝年轻一辈的顶尖存在了。除了自己的天赋外，和他自身努力修炼也脱不开关系，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有朝一日能替家族报仇。虽然大师姐的实力很强，但结局也是真的惨。小时候
家族被仇家所灭，孤苦伶仃来到紫霄宗，努力修炼20年，只为报仇。结果到头来被男主一顿忽悠，放下仇恨，并且觉醒见到至尊天赋之日，被仇家撞到，觉醒到一半，男主突然出现，将自己的天赋转移给男主，希望男主帮他报仇。对，你没听错，天赋这玩意竟然能和至尊骨一样，能转移狗作者为了帮男主提升实力，真是离了大谱。原文好像就是说，顶级的天赋具有自我意识，受到主人的意识指挥后，能脱离原主转移到另一个人，不过必须是原主心甘情愿，并且代价是原主会当场身亡。当时看到这个结局就很蛋疼，明明是紫霄宗最强最漂亮的大师姐，结局却这么悲惨。大仇未报，至尊天赋也被男主夺去，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男主的嫁衣，简直太惨了。看到这里，步无双的眼睛中布满了怒意。自己没日没夜的修炼，20年来连觉都几乎没有睡过，为的就是帮家族报仇。没想到竟然因为一个男人放下了仇恨，太可笑了。我步无双绝不可能是这种人。步无双捏紧了拳头，仔细看起日记。这该死的男主到底是谁？等我见到他，第一时间就废了他。只能说男主光环太过强大，靠近久了容易降智。除了大师姐步无双，还有小师妹骆雨玲，宗主的女儿徐范儿，他俩一个落水之体，一个火凤之体，最后都成了男主的顶炉，还都心甘情愿，可谓是悲惨三姐妹啊。主角获得他们的血脉天赋后，修炼速度一日千里，比开挂还猛。紫霄宗宗门比斗场，从比斗场走出来的徐范儿看到日记的内容，咬牙切齿，怒气腾腾，手上的饮水葫芦差点被他捏爆。这个日记本是刚刚他在地上捡到的，上面还写着徐范儿专属几个字，于是便拿起来看了看。原本就因为自己体质的原因，火气有点大，来比斗场发泄发泄。看完内容后，徐范儿更是气到不行。先是看到了紫霄宗会被覆灭，然后又看到了他自己会成为某个男人的顶炉，这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周围的弟子看到徐范儿快要爆炸的样子，纷纷躲到一边，生怕触了这位大小姐的眉头。至于步无双的事，他也看到了。虽然两人的交情并不深，平时都是各自修炼，但同是紫霄宗的弟子，对方身上还有见到至尊天赋。徐范儿本想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亲，也就是紫霄宗的宗主徐东流，帮步无双提前觉醒天赋，这样就不用被仇家发现了。男主在觉醒一半的时候突然出现，谁知道是碰巧的还是有预谋的。现在看到他自己成了男主的顶炉后，瞬间无法淡定了。这该死的男主，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老娘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还有这日记本的主人李银川，不管你写的是真是假，敢这么写我，等我抽死你。徐范儿看得恼怒，想把手中的日记本撕了，结果却发现日记本根本撕不动，即使他用上了筑基巅峰的全部力量，日记本依旧纹丝未动。下一刻，日记本突然变成一道流光，射进他的眉心，日记本上的内容全部都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什么东西？给我出来！徐范儿大惊，催动着心神想要将日记本逼出来，却发现没有一点效果。好在日记本似乎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只是安静地躺在他的脑海中，用尽手段也无法剥离日记本，徐范儿只能作罢。与此同时，紫霄宗山脚下附近的一座小镇中，一个身上穿着破旧衣服、身上脏兮兮的小乞丐坐在无人的巷子里，手上拿着一本别人无法看见的日记本。如果将小乞丐身上的污泥清洗掉，就会发现这小乞丐还是一个水灵灵的可爱小女孩。咦，这上面竟然有我的名字，难不成紫霄宗也有一位叫骆雨玲的弟子吗？小乞丐名叫骆雨玲，自记事起他就只记得自己的名字，从小就流浪在外，没有见过父母亲人，经常挨饿，有时候为了一口吃的要饿上10天半个月，还要被许多其他乞丐欺负，好不容易乞讨来的食物会被抢走。好在后来遇到另一个小乞丐，对方对他很好，把骆雨玲当妹妹照顾，获得的食物都会分给他。但好景不长，一次外出讨食的时候，骆雨玲碰到了一个魔修，魔修抓走了许多长得不错的小女孩。骆雨玲看到这一幕，立马将自己的脸上涂抹上泥土，逃过一劫。回去后发现自己的乞丐哥哥竟然也被抓走了，于是骆雨玲又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人，一路磕磕碰碰，受尽人世间的冷漠。后来流浪到一片树林里，因为半个月没有吃饭了，实在饿得不行，看到其中一棵树上长着一枚通红的果子，没有在乎是否有毒，便直接吃了下去。没想到竟然误打误撞成了修仙者，直接从最普通的凡人晋升成为炼气2层的修士，教训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小混混简直是轻而易举。但骆雨玲没有那么做，他的心里始终保持一颗善良之心，即便吃尽了苦难，也没有以怨报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果子的原因，每到半夜，骆雨玲身体感到一阵剧痛。有人建议他前往修炼宗门，那里或许有解决他问题的办法。于是
骆雨林便不远万里地赶到紫霄宗来。听说过2天就是紫霄宗1年1度收弟子的日子，他要试试是否能加入。没想到在宗门山脚下的镇子上，意外捡到一本日记本。看完上面的内容后，骆雨林十分惊讶。上面说1年后紫霄宗会被覆灭，还有紫霄宗很厉害的大师姐会被这个什么男主夺走天赋。最后上面还提到了小师妹骆雨林。骆雨林微微一愣，她就叫这个名字啊？难不成紫霄宗还有个同名同姓的弟子？那可真是太巧了。不过这位骆雨林和大师姐一样都很惨，成了男主的顶炉。自己要是能加入紫霄宗的话，一定要找到他们提醒一下。不过自己实力只有炼气2层，能不能通过入宗考验还不知道呢。正想着，骆雨林手上的日记本变成一道流光进入他的脑海中。骆雨林惊讶地叫了一声，好在周围没人注意。没等他反应过来，日记本上的内容又更新了起来。刚问了下干活的李大牛，没想到后天就是宗门收弟子的日子了。看来剧情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可得做好准备。记得小师妹骆雨林这时候应该快到了宗门山脚下的镇子上。这时候她还只是个炼气2层的小乞丐，因为穿得破烂会被人欺负，男主叶凡便出手救下了她，让小师妹对她心生好感，因为除了他的乞丐哥哥，再也没人对她好过。本来叶凡都不打算管她的，但他戒指中的老爷爷告诉他，骆雨林是罕见的落水之体。这落水之体可是好东西啊，不仅修炼速度飞快，而且还能够提高炼丹的成功几率，是无数炼丹师梦寐以求的特殊体质。就拿普通的一品丹药来说，普通的一品炼药师能有5成的成丹几率，落水之体拿来炼则是9成。炼制5品丹药的成丹几率也能从2成提升到5成。这种体质对所有炼丹师来说简直恐怖如斯。所以老爷爷告诉叶凡，出手帮他一把，不仅能得到对方的好感，以后还有机会想办法剥夺对方的体质为己所用。于是叶凡便在一旁看着骆雨林被那些富家子弟欺负，等被打了10几分钟后，才假装义正言辞地站出来，宛如救世主般救下了骆雨林。虽然男主的方式很恶心，但不得不承认效果很好，直接让骆雨林成为男主的第一个小迷妹。在男主的花言巧语之下，在他心中的分量甚至超越了乞丐哥哥。后来加入紫霄宗后，骆雨林被宁雪长老收为亲传弟子。宁雪长老为了帮助徒弟提升修为，炼制了许多丹药给他，结果大部分丹药大都被男主哄骗拿走了。宁雪长老好不容易找来的化灵草可以解决骆雨林误食红果的问题，结果也被叶凡给偷走，送给骆雨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他自己找的，简直太不要脸了。这一波操作也彻底让小师妹对他死心塌地，后面更是直接献祭自己。操，那么可爱，那么善良的小师妹，你是怎么忍心让她献祭的？可恶的狗作者！老子这就下山找到小师妹，直接截胡叶凡。紫霄宗某个杂役弟子的柴火房里，李银川用意念写下最后日记的最后一笔后，便站起身来。5年前，他穿越到这个玄黄大陆，成为紫霄宗的一名杂役弟子。辛辛苦苦修炼5年时间，从炼气1层突破到炼气3层，原本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想到在剧情开始之前觉醒了系统。再不觉醒系统，李银川都要跑路了。毕竟熟知剧情的他，知道1年后紫霄宗将会迎来一场灭宗之战，不跑等着当炮灰呢。李银川穿越到的是一本名叫《最强燕少登大帝》的小说中，书中的男主角叫叶凡，在戒指中老爷爷的指点下，还有神秘父母的帮助下，一路打怪升级，斩获无数机缘，最终登临大帝。为了让男主境界提升快一点，作者前前后后写了几十个女主，他们的作用没有别的，全部都是帮助男主提升修为的工具人。什么剑道至尊体质，什么落水之体、火凤之体，统统拿来吧你。男主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有一个女主陨落。这剧情让李银川看得头皮发麻，怎么会有如此之狗的狗作者呢？现在既然让他有了实力，那就必须多少拯救几个女主出来，不能让这狗比男主得逞了。大牛，我出宗一趟，这2天的活你帮我干。李银川说道。同屋子内一个面容憨憨的大个子杂役弟子说道。好啊，你下山帮我带点烤鸡上来。李银川看了眼他有些胖的身材，道：少吃点吧，不然被人打到家跑都跑不动。话虽这么说，李银川也没拒绝。NPC 没有修炼的天赋，总不能连吃东西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吧。李大牛嘿嘿一笑，他就好这一口。李银川做好准备后便轻装下山了。紫霄宗的宗门占地可不小，从山上到山下，即便李银川已经达到了炼气9层，都要好几个时辰才能走完。落水之体，竟然是天生成为炼丹师的落水之体，这日记本中写的是真是假？待我一查便知。截胡，我也会。紫霄宗的美女炼丹长老宁雪看完日记本中的内容，若有所思。先不管1年后的紫霄宗是否真的会覆灭，眼下的落水之体按日记内容所说，
应当已经到了镇子上，去探查一番便知道真假了。宁雪的修为是金丹9层，并且拥有飞行法宝穿云梭，催动法宝后，从宗门抵达山脚的镇子上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骆雨林看到最新的日记内容后，眼睛都瞪大了几分。这上面写的人好像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炼气2层，破烂小乞丐，达到小镇，加入宗门，这几条他全都符合啊。这个小师妹是我吗？骆雨林喃喃道。他自己还拥有所有炼丹师梦寐以求的落水之体，自己这么厉害的吗？接着看到后面的内容，骆雨林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这男主叶凡出手救他，原来是看中了他的体质，根本就不是真心的，还会骗自己，拿宁长老的功劳安在自己身上，确实和日记本的主人说的一样，太不要脸了。我最后还会献祭给这种人吗？骆雨林脸色一白，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情愿不要加入宗门，即便每天忍受疼痛都无所谓。正当骆雨林想着到底要不要参加紫霄宗的招收弟子大典，忽然一道流星从空中划过，仔细看去，原来是有大能修士从头顶飞过。看着看着，骆雨林发现对方的速度好像慢了下来，怎么貌似是朝着自己飞来的？炼气2层，小乞丐，来人自语道：“你叫什么名字？”骆雨林一惊，对方竟然真的是来找自己的。我叫骆雨林。骆雨林小声说道。看对方的相貌是一位绝美的女子，身穿一袭白色长袍，飘飘欲仙，并且对她并无恶意，让骆雨林放松几分。来人正是宁雪。检查了一圈镇子上的人，大部分都是炼气1层到炼气3层的，极少数炼气4层到6层的，基本上都是来参加后天紫霄宗的招收大典。今天所有的酒楼都已经住满了人，明天人应该会更多。宁雪是在最后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蜷缩在地上的骆雨林，查看装扮和气息后，总算看到一个符合条件的，便下来询问一番。骆雨林听到名字后，宁雪有些惊喜，没想到日记本的内容竟然是真的。你把手伸出来，我瞧瞧。宁雪说道。骆雨林怯怯地伸出脏兮兮的手臂，宁雪也不在乎，两指搭在手臂上探查起来。落水之体，果真是落水之体。宁雪脸上的笑容浮现出来，她本身就是炼丹师，岂能不知道落水之体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出来骆雨林体内的隐患应该是误食了红云果导致的。红云果虽然有增进修为的功效，但会损害修士的经脉，严重一点的直接导致全身瘫痪。好在骆雨林拥有落水之体，大大降低了红云果的副作用，但还是会有疼痛之感，经脉也有崩溃的风险。你可愿成为我的亲传弟子？宁雪微笑着问道。骆雨林愣了一下，轻轻问道：请问你是？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宁雪，是紫霄宗的长老。你若是成了我的亲传弟子，我会治好你的症状，还能教你成为炼丹大师。宁雪笑眯眯地说道。宁雪长老？骆雨林惊讶道。原来他就是日记里提到的宁雪长老呀，看起来这么年轻，没想到就已经当上了长老，好厉害啊。我愿意。骆雨林没有丝毫犹豫，立马点头同意。好，你这就随我回宗门。境界：炼气、筑基、元丹、金丹、元婴、出窍、化神、合体、反虚、渡劫、大成。丹药1至10品，10品最高。武技功法：天地玄黄，天阶最高。宁长老，我能等一天再去吗？骆雨林小声问道。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宁雪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还收了他做亲传弟子，但他还是想留在镇上，想验证一下日记本里的内容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1年后紫霄宗有危险的事，就可以提前告诉宁雪，做好预防的准备了，同时还能避免未见面的大师姐还有宗主的女儿成为那个主角的顶炉之事。叫我师尊吧。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宁雪问道。他来这里就是要截胡骆雨林，可不能让这宝贝弟子给那个所谓的主角叶凡给迷惑了。还有日记本的主人林川，张口就是娶10个8个老婆，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好人。师尊，我还有些事没有处理，等明天处理完就去找您。骆雨林低下头，不敢直视宁雪。宁雪沉默了片刻，取出2张符纸和1瓶丹药，还有一本秘籍。这是护身符和隐息符，护身符能够抵挡元丹修士以下的所有攻击，隐息符可以遮住你的修为气息。这瓶丹药是1品聚气丹，加快你炼气修为的速度。这本秘籍是黄阶高级指法清灵指。既然骆雨林不愿此时跟他走，宁雪也不好强求，拿出这些东西来交给骆雨林。护身符自然是保护骆雨林的安全，日记中提到他的小徒弟明天会被人给欺负，有了护身符就能免受伤害了。隐息符嘛，是为了防止李银川找到骆雨林，还有避免被人发现徒弟的特殊体质。目前弟子没什么危险，暂时不需要给别的东西。好东西给多了，反而会引来一些人的觊觎。
剩下的东西等进了宗门再给也不迟。谢谢师尊。看到宁雪拿出这么多东西摆在面前，骆雨林感动得差点哭了出来。这还是出生以来第二个对他这么好的人，当即便在地上跪下，磕了3个响头。宁雪笑了笑，如此懂得感恩的小徒弟，自己必须好好保护起来。要是有不长眼的家伙胆欺骗他的弟子，可别怪他下手狠了。东西收好了，你这身衣服我带你去买身心的吧。你有住的地方吗？我去给你找间客栈住下。宁雪说道。谢谢师尊，不用了，我习惯了，等进了宗门再换衣服吧。骆雨林拒绝了宁雪的提议，他要保持日记本中最大的相同程度，看看明天是否真的像里面说的那样发展，看看这个所谓的男主是否在最后时刻才站出来帮自己。好吧，那我先走了。我跟宗门的守门弟子说过了，你到了宗门口直接报我名字，就有人带你进来。宁雪说完便催动穿云梭离开小镇，弟子已经收入囊中，不急这一刻了。宁雪离开后，骆雨林望着老师离开的背影，有些恍惚。他真的成为了紫霄宗长老的亲传弟子。看了看手上的丹药秘籍，还有2张符纸，一切都是真的。谢谢老师，谢谢李师兄。骆雨林喃喃道。骆雨林觉得李银川在日记本里写到了自己的事，能够让自己提前避免男主的欺骗，那他就是个好人。而且他还是紫霄宗的弟子，虽然只是杂役弟子，那也是弟子比自己入宗早，叫一声李师兄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便找了个无人的地方，服下一枚聚气丹开始修炼。因为落水之体的缘故，骆雨林吸收聚气丹的速度非常快，不到1个时辰便彻底消化完1颗丹药。骆雨林便服用下第2颗聚气丹，继续修炼。2个时辰后，骆雨林从修炼中睁开双眼，他突破了，成功突破到炼气3层。与此同时，天色也已经暗淡下来。李银川终于从宗门内抵达了山脚，朝着小镇出发。这紫霄宗真特么大，下山一趟太费劲了，以后就安心窝在宗门里苟着发育就好了。等到了金丹期，学会飞行之术，再出来逛逛。半个小时后，李银川看到了小镇，便收敛气息，进入其中。小镇名为紫霄镇，虽然名义上是锁镇子，但实际面积却比一些中等城池还要大上几分。镇上的人鱼龙混杂，普通人和修士都有，是俗世和修真界的交界点之一。银两和灵石在这里都能流通。比例方面，1枚灵石可以兑换1万两银子。不过有些东西用灵石购买会便宜，用银子则是贵点，毕竟灵石才是修真界的硬通货。因为后天是紫霄宗收徒的原因，此时的镇上已经人很多了。李银川一边闲逛买东西，一边找人。在紫霄宗当杂役弟子，李银川每个月的月俸有1块灵石，加上接取一些低级任务的奖励，5年一共存了10块灵石。其他灵石基本上都是被宗门里那些老油条敲诈去了，不给他们是真打啊！杂役弟子人微言轻，是真低惨。李银川原本计划存到100灵石购买1颗聚气丹，增加修为。按照这个进度，估计到死都买不起1颗。幸好觉醒了系统后，获得的新手大礼包中直接赠送5000枚灵石，让他可以挥霍，而且还附带1枚低级空间戒指进行储物。这空间戒指可是好东西啊，即便是最低级的也要售卖1万灵石以上，根本是普通的杂役弟子想都不敢想的。李银川也知道这点，十分低调的没有显露出来，而是等没人的时候再将东西放进戒指中。平时在山上吃的东西十分清淡，李银川决定这次下山除了找人，还要将喜欢吃的东西通通买一遍，其中便包含了大牛爱吃的烤鸡。买完一圈后，李银川并没有发现骆雨林的踪迹。镇上乞丐不少，但基本上都是没有灵气的普通人。小师妹是炼气2层，所以这些人直接被排除在外。找了差不多3个小时，李银川都没有发现骆雨林的身影。奇怪，难道剧情还没开始，主角就不出现？李银川念叨一句。算了算了，找不到就不找了，反正明天剧情开始，我就在这守株待兔，抢先男主救下小师妹也可以。李银川做好打算，当下先找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再说。可是镇上的客栈都已经被住满了，难不成要发动超能力？小子，你给我站住！正思索着，李银川身后传来一道嚣张跋扈的声音。李银川转头一看，一个穿着锦衣华长、大腹便便的胖子正不屑地看着他，身旁还有2个狗腿子扇扇子。这副模样的打扮，李银川似乎有些熟悉。你是不是姓王？李银川问道。哼，别跟我套近乎，赶快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王胖子哼道。李银川突然笑出了声，他记起来对方是谁了。这王胖子正是书中第一个欺负女主的小反派，之后被叶凡揍得生活不能自理。好家伙，人家男女主都没出现，你一个小反派提前出现了。王胖子是炼气5层的修为，身旁2狗腿子是炼气4层，在这小镇中算得上比较强一批的修士了。
在原本的剧情中，正是王胖子带着俩小弟欺负小乞丐骆雨林，然后被看戏的男主叶凡救下。欺负炼气2层的小师妹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来敲诈炼气9层的李银川可就老大，他好像瞧不起你啊。他就是瞧不起老大。见李银川笑了，俩狗腿子一人一句说道：“滚开！”王胖子踹了2人一脚，对李银川伸手道：“刚才我盯你很久了，你身上应该有个储物戒指吧？赶紧交出来，不然小爷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李银川一听乐了：“你既然知道我有储物戒指，应该清楚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吧？”王胖子迟疑了一下，但看到李银川身上的衣着，一身灰色粗布大衣，一看就是个没钱没背景的货色。真正有势力的人会穿成这样。哼，我看你就是哪家的奴仆吧？这戒指估计也是你偷来的。今天我要替你的主子教训你一顿。王胖子直接招呼2个小弟冲上去。等一下，打人是不对的。这时，李银川身后箱子里传来一道弱弱的声音，几人转头看去，原来是那个不起眼的小乞丐发出的。听声音还是个女乞丐，哪里来的臭乞丐，管本大爷的闲事。王胖子嗤笑一声，继续叫小弟动手。李银川看着2个狗腿子冲过来，眼皮子都没动，一人一脚直接踹得老远。小子，有2下啊！王胖子一看，对方竟然能将自己小弟打败，有点能耐在身上。不过王胖子依旧没有将李银川放在眼里，只是将对方当成会点功夫的普通人而已。毕竟李银川连炼气的气息都没有释放出来。花拳绣腿，遇到你王爷爷就躺好吧，吃我一招王氏重拳。王胖子凝聚炼气5层的力量汇集在拳头上，朝着李银川砸去。这一招是他的看家本领，炼气4层以下的修士被打中，不死也是重伤。无语。李银川十分无语，反派就是反派，不知道对方实力的情况下，还这么直冲冲的打过来。不愧是男主的经验包，要是都猥琐起来了，男主还怎么装叉？李银川直接释放炼气9层的气息。基础掌法。李银川打出紫霄宗所有弟子都会的入门基础掌法，轻轻一推便将王胖子的攻势化解，还让其摔了个屁股蹲。炼气9层。王胖子感受到气息后直接震惊，不是，炼气9层的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穿着的衣服还如此破旧，没道理啊！大哥，我是凌城王家的人，别打我啊！王胖子当即开启求饶模式。李银川当然知道这王胖子的背景，而且这王胖子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姐姐，加入了与紫霄宗同为一流宗门的玄女宗。按照剧情，王胖子说出自己的背景后，男主并没有理会，而是执意打断了他的双手双腿，导致王胖子4肢残废，生活不能自理。然后他姐姐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为王胖子报仇。结果嘛，不用多说，男主后宫加1，亲弟弟被打成残废，姐姐成了人家后宫，很合理吧？李银川可不觉得自己身上有男主那么强的主角光环，打废了对方的弟弟还能得到齐芳心。凌城王家，我知道，我曾经路过王家一趟，王家家主王如海还把他女儿许配给我，只不过当时我修为太低，没有同意。李银川张嘴就来，王如海确实因为有人救过他一命，许诺将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当然，这人肯定不是李银川啊！王胖子听到这消息有些吃惊，王如海正是他老爹啊，他老爹只有他和他姐姐这么一儿一女，这么说对方还差点成了自己姐夫。大哥，自己人啊！王胖子立马拍拍屁股，兴冲冲地朝着李银川跑去。我叫王德发，王如海是我爹，你是我姐夫啊！王胖子哇哇说道。李银川心里暗喜，要得就是这个效果，但表面还是装作淡定。谁是你姐夫？别乱说，你刚才打我储物戒指的主意，我还没跟你算账呢。李银川脸色一板。实际上，王胖子身为王家家主王如海的唯一儿子，可以算得上锦衣玉食了。这次也是他老爹让他来加入紫霄镇，提升下修为，方便将来接手王家产业。这么一个公子哥还会做出调戏乞丐、拦路抢劫的事，李银川是想不通的。虽然储物戒指比较稀有，但以王家的财力要搞一个也不难，怎么会就动手抢劫呢？李银川搞不懂。后来想了想，这应该是所谓的主角效应。主角出现的时候，其他小反派、路人就会自动降智，做出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事情，以此来达到让主角装叉的目的。不过男主也没出现啊，这王胖子怎么还如此降智呢？大哥，我糊涂了，刚才我一时鬼迷心窍，不知道怎的就跟过来了，对不起。王胖子一边道歉一边扇着自己嘴巴，期间还回头看了俩小弟，老子都扇自己了，你们就看着都给我扇起来。李银川看着3人自顾自扇了几分钟，才抬手叫停。看在你们诚心认错的份上，这件事就算了，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才行。王胖子顶着被扇到红肿的腮瓣走过来。姐夫，
有啥事你就尽管吩咐我吧。李银川对他懂事的反应感到很欣慰。你们明天要是想欺负人的话，必须叫我到场，知道了吗？李银川的话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我们为什么明天要欺负人呢？不过既然姐夫发话了，照做就是了。知道了，姐夫，保证喊你一起。姐夫，你住哪里？到时候我们去哪找你？王胖子一口一个姐夫，喊得贼亲热。暂时还没落脚的地方，正准备找呢。李银川道：太好了，我在镇上客栈订了3间房，刚好姐夫你跟我们一起住，我让他们俩腾个房间给你。王胖子说道。李银川想了想，也行，刚好明天可以跟着他们找到女主小师妹，提前截胡一波。对了，小乞丐，谢谢你啊。临走前，李银川回头冲刚才为他发声，毫无修为的普通小乞丐道声谢。不客气。骆雨林看着4人离去，总觉得有些奇怪的感觉。那个穿着布衣的男生看起来好像有些小帅啊。回到客栈，把热情的王胖子撵走后，李银川躺在床上开始写日记。嚯，紫霄宗的地盘可真大，足足花了我4个时辰才到山脚，估计得上千里的路程了，差点把我的脚跑废。本来想着下山找一找小师妹的，结果找遍了整个镇子的乞丐都没发现，看来得等明天剧情开始才能找到小师妹了。原以为今晚没地方休息，结果临走时竟然提前遇到了明天调戏女主的小反派。小反派一如既往的没有智商，见我身上有一枚储物戒指就过来打劫。你丫的，我又不是主角，要打劫去打劫叶凡啊！还好老子技高一筹，轻轻松松打趴了3个小反派，还成功忽悠了他们。王胖子原来叫王德发，是临城王家的人，记得原文里没有写他的名字，一直用王胖子代替。也是调戏完女主后，被男主叶凡打成了残废，后面完全沦为了路人。路人是不配有名字的。王德发有个姐姐名叫王芷嫣，是玄女宗的弟子，目前应该是炼气巅峰的修为。1个月后，得知自己弟弟被男主废掉后，便直接提剑到紫霄宗找叶凡为弟弟报仇。结果嘛，理所当然的被男主打败，还被指点了剑法上的问题，之后就直接对男主产生好感了，最后更是成了男主的后宫之一。虽然听上去很扯淡，但事实就是这么发展的。不过我现在成功忽悠王德发，成为了他的姐夫，以后再遇到王芷嫣，有小胖子在他耳边吹风，应该会好很多吧。嗨，扯远了，回到小师妹身上。王德发今晚被我教训一顿，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突然鬼上身欺负小师妹，别到时候我说话不好使。反正明天我就跟着王德发了，有了这个反派雷达，找到小师妹不是轻而易举，到时候把小师妹直接拐跑。嘿。经过和王德发这一架后，我发现这个世界的人动不动就会出现降智等操作，以后我可得小心一点，别被叶凡给牵连了。不说了，马上到凌晨了，看看系统能奖励啥东西，期待。JPG 搓手。李银川写完日记后，便躺在床上等着0点到来。系统每天会根据李银川写的日记内容来进行奖励发放，具体是什么东西，李银川还不清楚。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有些其他女主看到日记内容后不淡定了。玄女宗王芷嫣看到日记最新的内容，脸色一变。原以为这日记里写的东西和自己无关，是紫霄宗那一个杂役弟子的 YY 日记罢了，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到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自己的弟弟还成了作者口中的反派。欺负女主后，被所谓的男主打断双腿，打成残废，自己替弟弟报仇，反倒成了对方的后宫之一。日记本上的每一个字，王芷嫣都能看懂，但连在一起，王芷嫣看得脑袋懵懵的。自己是这么一个没脑子的女人，竟然和残害弟弟的仇人在一起了。我王芷嫣绝不会是这种人。王芷嫣拔出床头宝剑，一剑将房间里的桌子劈成了2半。王芷嫣虽然没有不无双的剑道至尊天赋，但拥有一颗7窍玲珑心，领悟性极高，学习任何东西都飞快，剑道上同样不弱。玄女宗到紫霄宗距离太远，即便我现在赶过去，1晚的时间完全来不及。该死的叶凡，你要是敢动我弟弟一根毫毛，我一剑劈了你。王芷嫣在房间里心急如焚，却什么事都做不了，最后不得不将希望放在了这本日记本的主人身上了。李银川，你都成了德发的姐夫，希望你能救一下他吧。王芷嫣自语道，脸色不由得红了一下。紫霄小镇巷口，骆雨林看完日记的最新内容，瞪大了眼睛。这上面写的东西，我刚刚是不是在现场看过？难道那个胖子就是日记里写的王胖子？这么说，那位帅帅的布衣青年就是自己未谋面的李银川师兄？这也太巧了吧！李银川师兄主动下山是来找我的吗？是为了避免我被人欺负，避免我被叶凡带走欺骗，所以提前来找我吗？骆雨林看到这里，心里不禁划过一道暖流。李师兄，谢谢你，我保证不会被叶凡给骗了。骆雨林攥紧小拳头，没想到自己和师兄第一次面见得如此草率，
双方都没认出彼此。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超额完成字数，内容评价为 SS。 恭喜宿主获得黄金大礼包1份。终于来了，李银川高兴地从床上翻了个身。系统爸爸给力点，开点好东西，我愿意拿叶凡30年寿命交换。黄金大礼包开。恭喜宿主获得3品丹药筑基丹、3品丹药聚气丹、6品丹药复原子丹。50年修为，玄阶高级剑法如意剑法，地阶初级身法瞬息步，玄阶中级宝物荆棘之甲5万灵石，3阶妖兽宠物蛋1枚。哇，礼包里爆出来一大堆东西，让李银川不由得狂喜。这黄金大礼包比新手大礼包好太多了。新手礼包就给了3样东西，5000灵石，1枚低级储物戒指，还有100年修为。黄金大礼包先不说别的，就单说这5万灵石就足够李银川花一阵子了。毕竟灵石在宗门内也是硬通货。筑基丹可以让炼气圆满修士100%进入筑基期的筑基丹，修士修炼到炼气境圆满进行突破是有一定概率失败的。失败后不仅会造成修为倒退，而且下次突破筑基时难度更大。若是有筑基丹的辅助，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问题了。聚气丹还是3品的，3品聚气丹的价格通常在1万灵石1枚，是1品聚气丹的100倍，当然效果也是1品聚气丹的100倍，可以大幅增加修士修炼的速度。这2种丹药并不是1枚，而是1瓶，1瓶整整20枚。1枚筑基丹拿出去售卖是1万灵石，20枚就是20万灵石。卧槽，系统爸爸你真给力，下次开礼包我拿叶凡50年寿命换啊！除了筑基丹和聚气丹外，还有1枚6品的复原子丹。复原子丹虽然是6品丹药，但只有一个效果，就是可以治疗任何植物系生物造成的伤害。用处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有些高等级的植物化妖后，实力不比人类修士弱，如果被对方造成了重伤，只需要服用这么1枚复原子丹，就可以治疗好所有伤势。某些情况下，比7品治疗丹还要好使。李银川心里已经想好该怎么使用这枚复原子丹了。还有本玄阶高级剑法，我都不用剑啊，给我剑法有鸡毛用。虽然说御剑飞行很帅，但李银川现在连把铁剑都没有，先留着吧。还有本身法地阶初级瞬息步，看到第2本身法，李银川眼前一亮，竟然是地阶品质的身法。目前紫霄宗内只有宗主和贡献很高的长老才有资格学习地阶的功法，大部分的长老和弟子修炼的都是玄阶功法，外门弟子更是只能学习黄阶的一些武技。至于杂役弟子都能修炼的基础掌法，连黄阶都算不上。666，系统爸爸太给力了，这瞬息步学会了，以后就算打不过也能跑得掉啊！李银川看向系统奖励的唯一一件宝物荆棘之甲，这东西他熟啊，某个游戏里的装备，没想到竟然都能作为奖励出现。李银川看了眼这件甲衣的效果，可以反弹原阴气以下50%所有受到的伤害，穿在身上直接隐去，并不会显露出来，不会妨碍正常穿衣，也不会妨碍那啥时会戳着对方。嗨嗨，好东西！李银川果断穿上荆棘之甲。最后还有1枚3阶灵兽蛋和50年修为。灵兽蛋直接放在系统空间，等待其慢慢孵化即可。要说系统有一点缺点的话，那就是不能储物，只能存放系统本身奖励的东西，不然的话李银川都不需要储物戒指，直接全丢系统空间就行了。50年修为不知道能让我提升多少境界，估计没多少。李银川对自己的根骨天赋没有一点信心。新手礼包奖励的100年修为才让他从炼气3层提升到炼气9层，这50年能干啥啊？如果把不无双的剑道至尊天赋评级为金色传说，那李银川的废柴根骨就是最低级的白色垃圾。随着系统修为灌顶，李银川渐渐感到自己的修为在往上攀升，虽然很慢，但体内的灵气还是一点一点凝实。你大爷的，好歹让我到筑基吧！李银川吐槽一句，要不是有系统开挂，估计给他修炼1000年都赶不上主角。终于1刻钟后，李银川达到了炼气巅峰，还有多余的年份修为继续灌输，只不过李银川没有突破，境界无法显示。半个时辰后，50年的修为全部灌输完成。李银川深吸一口气，放松好心情，取出1枚筑基丹放进嘴里，开始突破。筑基丹进入李银川的身体内，开始慢慢发挥药力。这股药力不断冲击着李银川体内的经脉并扩张，以此让修士能容纳和运转更多的灵气。当然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李银川紧咬着牙，额头冷汗直冒，体内的经脉被筑基丹持续扩张，又不断重塑加固。当灵气吸纳到足够多的时候，灵气开始被提纯炼化，将松散的灵气压缩成紧密的状态，最后冲击筑基的壁垒。突然李银川感受到体内的筑基丹药效已经没有了，旋即立马又塞了1颗筑基丹吃掉。同时李银川在心里吐槽，
自己的天赋真是差到没边了。别人1颗筑基丹就搞定的事，自己竟然需要2颗，或许还不够系统，下次能不能奖励点提升天赋的东西？就算是普通的5行丹灵根都行啊。自己这天赋真不愧是修仙界的炮灰路人小杂役，稍微有点资质的都去当外门弟子了。服用下第2枚筑基丹后，李银川终于突破筑基的瓶颈了，并且系统奖励的修为让他直接达到了筑基1层巅峰。爽！李银川睁开双眼，不由得大吼一声。隔壁的王胖子听到喊声，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敲门问咋回事。李银川让他麻溜的滚回去睡觉。50年修为让我从炼气9层突破到筑基1层，还消耗了我2颗筑基丹，真是够垃圾的天赋。麻烦系统爸爸喜爱次奖励我一些牛逼的天赋体质，谢谢。李银川祈愿。次日，李银川从睡梦中醒来，便听到客栈外已经有小贩叫卖声了。明天就是紫霄宗招收弟子的日子，今天镇上这人数比昨天至少翻了3倍。咚咚咚，门外响起敲门声。姐夫，你醒了吗？王胖子在门外问道。李银川从床上起来，打开门，看到笑得一脸灿烂的王胖子，身后跟着俩小弟。你们仨起得挺早啊。王胖子嘿嘿一笑，跟我出去逛逛。李银川道，今天还要靠他们找人呢。好的，姐夫。王胖子十分高兴，看来姐夫不记仇，昨晚的事他都忘了。4人在客栈里简单吃了顿早饭，然后便在镇子上逛了起来。王胖子不时地询问李银川有什么兴趣爱好，想来讨好姐夫。李银川摆手说没有，让他们加快脚步，找到人才是正事。你们仨别看我，多看看周围，有什么让你们看得不顺眼的人，直接给我上去揍他。李银川道。王胖子，俩小弟。4人又走了一阵，李银川不时地回头看看王胖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呢？难不成要等到下午？这时，李银川在远处的人群中忽然看到一个人，他肩膀上扛着一根黑木棍，双手搭在棍子上，走起路来痞里痞气，脸上挂着狂傲不屑的神情，不急不慢地缓缓走来，一看就不是普通角色，跟周围那些 NPC 完全不同。男主。李银川心里一惊，肩膀上扛着的黑木棍就是书中男主叶凡前妻身份的醒目标志。这根黑木棍可不简单，看起来是一根普普通通的烧火棍，实际上是由一根万年铁树的树心经过红莲业火7期49天煅烧，并加入许多稀有金属材料制作而成。光论品质，足以匹配一些弱点的地阶宝物。黑木棍其貌不扬的外表，给叶凡扮猪吃老虎提供了许多帮助。叶凡扛着棍子一路走来，周围的人仿佛都心有灵犀地给他让路。这或许就是主角的气场吧。就在李银川打量叶凡的时候，转头发现身后空荡荡的。卧槽，王胖子仨人呢？李银川转身往回去找王胖子他们，这么几秒钟的时间，人就不见了，真是见鬼。李银川突然折返的动作让叶凡瞥了一眼，旋即没有理会，继续闲逛了起来。小凡，那个人不简单，是个筑基修士。叶凡手上的戒指里传来老爷爷秦老的声音。筑基。叶凡听到这话有些惊讶，小镇上的修士大多都是炼气6层以下的，怎么会冒出一个筑基期的家伙？看样子似乎还挺年轻。没错，而且这人似乎没有灵根，真是奇怪，没有灵根也能修炼到筑基吗？老爷爷有些疑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来参加紫霄宗的收徒大典，如果是的话，老师我能打过他吗？叶凡询问。叶凡目前是炼气7层的修为，还学了一本玄阶中级的棍法。本来觉得前来参加大典的都是只有炼气6层以下的修士，自己可以稳稳拿下魁首，到时候进入宗门就能得到更多资源照顾，说不定还能结识几个姿色不错的师姐做道侣。没想到现在突然冒出个筑基期的家伙，到时候风头被抢了怎么办？小凡放心，虽然对方是筑基期，但只有筑基1层，凭借你的黑木棍和黑蛇棍法，对付他应该不难。秦老安慰道。叶凡眼中满是自信的光芒。前不久刚杀了一个想打劫他的炼气期9层强盗，这让叶凡自信心膨胀，对筑基期也没那么在意。刚没走几步，秦老突然传音道：我感应到附近似乎有个特殊体质的人，你去寻找一下，说不定能夺来为己所用。秦老生前是渡劫期大能，只差一步就能登顶大陆最高境界大成期。在一次探险中不慎遭到仇家暗算，陨落成为一道灵魂体，躲藏在叶凡手上的戒指中。虽然实力大不如前，但灵魂感知力还是非常强的。好，叶凡一口答应，按着秦老的感知方向寻去，很快叶凡便来到一伙人围观的巷口处。原来是一个胖子带人准备欺负一个脏兮兮的乞丐。叶凡眉头一皱，顿感无趣，同时心里有些不耐烦，原来是个乞丐，又不是美女被欺负，他还能出手来个英雄救美。正准备走的时候，秦老声音再次响起：小凡别走，特殊体质就是这小乞丐身上的，
具体是什么感应不出来，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阻隔了探查。这乞丐也配有特殊体质？叶凡有些不爽，似乎还是个女娃。秦老道，女的。叶凡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秦老先前说过，他曾经获得过一本阴阳夺体秘法，通过那种方式就可以掠夺对方的体质为己所用，不过需要双方真心实意的融合一体。但想到对方是个乞丐，叶凡有些犯恶心。要是对方是个什么大美人就好了。除此之外，要想掠夺体质，就是让对方献祭自己，通过献祭的方式转移天赋体质。不过这种方式比第一种还要难。最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最残忍的手段，直接让人变成炉鼎，强行炼化成人丹。这种方式天理难容，一旦使用后被人发现，将会成为修仙界所有修士的诛杀目标。同时炼制方法也十分罕见，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人成功过。落水之体，竟然是落水之体！此时秦老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他凝视自己的灵魂力量，打破了引西符的效果，查看到了对方身上的特殊体质落水之体。听到这话，叶凡眼睛一亮，他自然知道这种体质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有了落水之体，就算是头猪也能成为炼丹大师。必须拿下，还不出手帮忙吗？秦老问道。叶凡淡定一笑，先不急，等这小乞丐被打成重伤，我再出手也不迟，那时他会更加感谢我。那好吧。秦老无奈，但下一刻场中的画面却出乎了众人的意料。只见王胖子三人围打上去，对小乞丐未造成分毫伤害，反而被小乞丐一人一指，直接点中痛穴，纷纷倒在地上嗷嗷叫疼。恰好此时李银川终于赶到现场，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幕，直接呆愣3秒。这尼玛刚刚发生了什么情况？倒在地上的怎么是王胖子他们啊？这么猛的小乞丐，他真的是小师妹？似乎和我看的剧情有些不太一样。骆雨玲经过1晚的修炼，服用完宁雪给的所有聚气丹后，成功突破到炼气5层，并且还有时间修炼了5技清灵指，加上身上有护身符，王胖子三人根本不是骆雨玲的对手。骆雨玲都没怎么用力，王胖子他们就倒下了。李银川和叶凡两人都有些意外，这种情况下自己还要不要上去帮忙呢？姐夫，救我！哀嚎着的王胖子看到人群里的李银川，伸手喊道。李银川捂脸，很想说不认识他。这倒霉催的，出场2次被打2次，真够惨的。让你们刚才离开不叫我，该。听到这话的叶凡眼前一亮，终于让他找到出手的理由了，当即便蹦了出来。原来你还有同伙，今天就让我替天行道。叶凡大义凛然地说道。李银川看到对方装逼的样子，微微摇了摇头。low，真 low， 也不知道原文女主们是怎么看上他的。是你？叶凡看清李银川的样子后有些意外，没想到这胖子同伙竟然是先前看到的那个筑基期修士。不过就算对方是筑基又如何，自己根本没在怕的。嗨嗨，小乞丐，你没事吧？李银川没有理会狗叫的叶凡，转而看向骆雨玲。骆雨玲看到李银川出现，脸上浮现一抹甜甜的笑容。终于又见到师兄了呀，真好。我没事。骆雨玲轻声说道。没事就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紫霄宗的弟子，今日见你有缘，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宗门吗？好，好啊。看着近在咫尺的师兄帅气脸庞，骆雨玲不禁脸色红了几分。好在脸上因为有灰，脏兮兮的，并不明显。李银川有些意外，这么轻松就同意了，自己还准备了好些话没说呢。见骆雨玲和李银川都没有理会自己，叶凡气炸了。他何时受人这样冷落过？小乞丐别怕，就算他是紫霄宗的人，我叶凡也会替你出头的。紫霄宗的弟子也不能随意欺负人吧？叶凡抓住李银川的身份，故意大声说道，想让周围的人帮他一起发声。骆雨玲看向大叫的叶凡，露出一抹厌恶的眼神。原来他就是叶凡啊，那个所谓的男主吗？要不是他知道师兄和那个胖子并无多大关系，他差点就信了。还有刚刚他明明已经在场了，并没有站出来，而是想等自己被打后才假意出来，果然和师兄日记中写的一样。和你有什么关系？请你离开这里。骆雨玲气嘟嘟道，以他的素质也只能说出如此严厉的话语了。叶凡眉毛一拧，不可置信，我刚刚在帮你说话，你 TM 让我不要插手。好好，要不是这里人多，我第一个就先教训你个该死的臭乞丐。其他还想出声的围观群众直接闭嘴，他们都是来参加明天紫霄宗弟子选拔的，可不想还没进门就得罪一位未来的师兄。这件事和我当然有关系，他能欺负你就能欺负别人，我要替所有被他欺负的人讨个说法。叶凡义正言辞道，小子别躲在女人后面，有种和我单挑。李银川看着小丑般的叶凡有些无语，你丫的就只会打打杀杀，胆小鬼，
我先废了你这3个狗腿子。见李银川不动，叶凡讥笑道，漫步走向王胖子，准备先解决王胖子3人，再对付李银川。姐夫，王胖子传来求助的声音。李银川一脸黑线，自己要是不出手，王胖子今天必废不可。这剧情的力量这么强大的吗？虽然看出叶凡这种低级的激将法，但李银川还是决定出手救下王胖子。这时忽然一声娇喝在人群中传来，什么人敢辱我紫霄宗的名声？众人散开，一名穿着火红色长裙的少女出现，身后还跟着3位紫霄宗的执法队弟子。少女的面容娇美中带着一股不容忽视的英气，眉宇间透露出一股骄傲，周身散发的气场让不少人都不敢直视。一头红色的长发披散肩头，眼神犀利地盯着叶凡。叶凡直接看呆了，这么漂亮的女孩他一定要拿下。他一直在看我，不会对我有意思吧？李银川看清来人，略微思索一番，很快便认出这少女是谁了，顿时心里卧槽一声。这一头火红色的长发，除了宗主那位脾气火爆的女儿，还能是谁？徐范儿，身怀火凤之体的紫霄宗宗主之女，她怎么会出现这儿？有这段剧情吗？原书中并没有提到啊。李银川百思不得其解，你刚刚是不是辱我紫霄宗之名？徐范儿厉声质问叶凡。为了验证李银川日记本内容的真实性，他以巡查紫霄镇之名，带着3名执法队的弟子下山查看，没想到和日记本中写的东西相差不大。这个穿着灰色布衣的，应该就是日记本的主人，紫霄镇的杂役弟子李银川。而那个拿着棍子的装逼犯，就是可恶的男主叶凡。此刻见到2人后，徐范儿很想将2人都教训一顿，先将叶凡揍一顿，最好把他赶出紫霄镇，然后回宗门内再好好惩治李银川。哼，此人纵容紫霄宗弟子随意伤人，我只是在替天行道。叶凡冷哼一声，见徐范儿的语气不善，叶凡也没有好气。小婆娘，等我拿下你，让你哭着叫爸爸。徐范儿冷声询问李银川，他说的是真是假？李银川乐了一声，假的。叶凡嗤笑道，敢做不敢当是吧？这么多人可都看到了。李银川一字一句解释，首先他们并没有伤人，而是被伤。其次他们不是紫霄宗的弟子，是来参加入宗大典的，只不过我刚好认识他们而已。一旁的骆雨玲弱弱道，我可以证明。听完2人的话后，徐范儿冷眼看向叶凡，你还有什么话说？叶凡有些气急败坏，我不信，你故意包庇同门弟子，伤及无辜，紫霄宗就是这么对人的吗？徐范儿冷笑一声，招手道，第2次侮辱紫霄宗，给我将他抓起来，将嘴打烂。是。3名筑基期的执法队弟子同时向叶凡出手。叶凡脸色一变，连忙将黑木棍拿在手里，心里暗骂，狗东西竟然敢抓我，紫霄宗所有人已有取死之道。当当当，宝剑与黑木棍撞击在一起，叶凡一边后撤一边应付3名执法队员，一套行云流水的棍法将他牢牢护住。李银川看到此景，心里不由感叹，这主角果然牛逼，炼气7层就能迎战3名筑基修士，并且气势上不落下风，这就是男主的待遇吗？越阶挑战家常便饭，刚才自己要是真跟对方1对1，还真不一定能打过。离火！徐范儿右手食指轻轻一点，一道赤红色火焰从指尖浮现，飞向叶凡。叶凡看到火焰朝自己飞来，瞳孔一缩。应付3个筑基的执法队员已经很吃力了，还有人偷袭，他根本来不及躲避。火焰落入叶凡的裤子上，瞬间燃烧起来。不到1秒钟的功夫，叶凡身上的衣服都被烧光，整个人的皮肤即将裸露出来。该死！该死！该死！叶凡大骂3声，举棍迎头用力一顶，将执法队员击退后，慌不择路地向后逃窜离开。幸好身体受过药液浸泡强化，要不然这离火就直接给他烤熟了。周围一群散修看到徐范儿的气势后，就知道他绝对是紫霄宗内有背景的人，要是能搞好关系，那铁定能加入宗门啊。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抱得美人归。于是都纷纷上前。仙子做得好啊，像这种口无遮拦的家伙就应该直接剁嘴。是啊，我一看不义师兄就是善良之人，怎么会欺负别人呢？仙子惩治这种恶人实在大快人心。我早看那家伙不爽了，要不是刚才我没带剑，我就上去揍他了。众人一言一语道。徐范儿没有理会他们，看了眼李银川和骆雨玲，你们2个跟我回宗门。是，师姐。李银川老老实实道。这小辣椒李银川可不敢得罪，对方的实力背景都比自己强，就算是杀了自己也啥事没有，可千万不能触了他的眉头。徐范儿带着2人很快离开紫霄镇，返回宗门。一路上，徐范儿在脑海里想着找什么样的理由惩罚李银川。李银川的胡言乱语毕竟是写在日记里的，现实中人家又没犯什么错。
突然，徐凤儿灵机一动：“你叫什么名字？”徐凤儿装模作样问道，尽管早已经知道了。回师姐，我叫李银川。跟在身后的骆雨玲大气不敢喘一声。这位师姐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李银川，看你身上的衣服还是杂役弟子，但你的修为已经是炼气9，不对，筑基了。徐凤儿有些吃惊，这家伙不是在日记本上写他的修为是炼气9层吗？怎么现在却感应到他已经筑基了？难道是徐凤儿想到了昨晚李银川最后写的东西？什么系统奖励？应该就是那个搞的鬼吧？运气好，最近才突破的。李银川挠着头，嘿嘿一笑。筑基了。骆雨玲听到这消息，内心一时十分惊讶。师兄好厉害啊！2天的时间就从炼气3层晋升到筑基，自己1晚上才提升了3个小境界，可真是废物。好，既然你已经突破筑基，继续做杂役就不适合了。明天的收徒大典你也参加吧，成为外门弟子对你来说应该轻而易举，再晋升内门弟子也没问题。徐凤儿说道。徐凤儿想的是，等你成为内门弟子后，我就可以在比斗场中正大光明的教训教训你了。哼哼哼，我可真聪明。为了防止李银川不答应，徐凤儿又补了一句，内门弟子的福利比杂役弟子好100倍，还能学习玄阶功法，对你的修炼会很有帮助的。谢谢师姐，我会参加的。李银川道。就算徐凤儿不说，李银川也准备参加明天的收徒大典，因为在原书中就提到，入宗比试中的第3关是在后山中进行的，叶凡就是在那里获得了一件宝贝墨神石。这墨神石不仅可以提升修士神识强度，还能加速修炼，并且对晋升元婴境界也有很大的帮助。既然已经得罪了男主，那这件宝贝必须截胡喽。谈话间，3人已经来到了宗门口。看门弟子是认识徐凤儿的，纷纷喊道：“师姐好。”徐凤儿摆摆手，准备带李银川2人进去。骆雨玲想到宁雪的话，停了下来。怎么不走了？李银川问道。骆雨玲说道：“师兄师姐，你们先进去吧，师尊已经安排人在总门口接我了。”师尊？李银川疑惑。你师尊是？徐凤儿也不知道。骆雨玲道：“是宁学长老。”徐凤儿有些好奇，宁学长老什么时候成了骆雨玲的师尊了？按照李银川的日记所写，骆雨玲加入紫霄宗之后才成为宁雪长老的弟子，怎么现在就是了？还有之前镇上发生的事，骆雨玲非但没有被王胖子欺负，反而将对方打倒在地，这些都跟日记本上的内容有所出入。这家伙写的日记到底是不是真的啊？看来以后这日记内容不能全信。徐凤儿不着痕迹地看了眼李银川。李银川此刻脑海里还在想着明天的收徒比试，那块墨神石好像是埋在一个长得很丑的树下。原书中叶凡就是在秦老的感应下发现了那块石头。啧，身上有个寻宝老爷爷就是好啊。思索间，宁雪长老的一名弟子来到宗门口，确认好身份后，准备带着骆雨玲回去。走吧，师兄师姐再见。骆雨玲向李银川和徐凤儿告别，随后和对方离开了。李银川反应过来，骆雨玲已经走远了。本想着把复原子丹拿给小师妹呢，没想到跑这么快。算了，下次见面再给吧。你也回去吧，记得参加明天的收徒大典。徐凤儿道。知道了师姐。李银川和徐凤儿分开后，便回到了杂役弟子的住所，将答应李大牛的烤鸡取出来，让其大快朵颐。李银川坐在椅子上开始写起日记。奇了怪了，奇了怪了，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不对，是2件，也不对，是3件。第一件就是小师妹，我找到她时，小师妹竟然已经炼气5层了。我明明记得原书中写的是炼气2层啊，这多余的3层是哪来的？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炼气5层的小师妹竟然直接将王胖子他们反杀了。原来想出手救一手的，可惜没帮上忙。不过没关系，小师妹没跟叶凡走就行。说到叶凡我就想笑，这个装逼犯还想踩我立威，结果被火烧屁屁，笑死我。装逼的时候你是桀骜不驯，逃跑的时候你是慌不择路。第2件就是徐凤儿，没想到她竟然也出现在镇子上了。印象中有这一段剧情吗？记不清了，但总感觉怪怪的。话说回来，徐凤儿虽然脾气火爆，但这颜值确实是杠杠低，作为女主那绝对没毛病。身材没得挑，该瘦的地方瘦，不该瘦的地方绝对不瘦，相当有料啊。嗨嗨，就是这随时散发的火焰我有点怕，万一那啥时兄弟变成烤鸡咋办？想多了，想多了。第3件事还是关于小师妹的。离开时她说自己已经成了宁雪长老的弟子，真是奇怪，小师妹啥时候和宁雪长老见过面了？他俩第一次见面不还是收徒大典之后吗？真令人摸不着头脑。难道剧情提前了？算了，不管了，反正这段剧情跟我没啥关系。对了，今天忘了把复原子丹送给小师妹了，这丹药比宁雪长老找的化灵草效果更好，化灵草只是能将小师妹受到的伤势治好，
但复原子丹不仅能治好伤，还能提升对草木的亲和度，以后小师妹炼丹就更轻松了。不急，等明天通过测试，进了内门再找小师妹也不迟。让我想想，明天的入门测试有哪些？第一关是压力测试，通过宗门的大门即可。第二关是毅力测试，在临阵中坚持半炷香的时间就行了。最后一关是找旗子，地点就在后山，没神时就埋藏在那里。明天到了那里，第一件事便是找石头，旗子多的是，慢慢找也不迟。测试应该差不多了，现在出去练练瞬息步，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写完日记后，李银川起身来到院子里，开始修炼瞬息步。玄女宗，王芷嫣一上午都有些心神不宁，一想到弟弟的遭遇，内心就静不下来，心急如焚。更新了，终于等到李银川更新日记内容，王芷嫣连忙查看起来。看完全部内容，王芷嫣瞪大眼睛，十分震惊，弟弟被反杀了，他死了，被一个刚到炼气5层的人给杀了。怎么可能？王芷嫣不知道日记本内容的真实性，只是觉得胸闷。不行，我要去紫霄宗看看，如果得发真的遭遇不测，我一定要让凶手付出代价。有意思，看来拥有日记本的不止我一个，少宗主手里肯定也有一本。炼丹堂内，宁雪看到最新的日记内容，立马做出猜测。平时徐范儿基本没出过宗门，怎么恰好今天出去了呢？还碰到了李银川和骆雨玲，就是不知道自己这宝贝徒弟是否也有日记本，不然他怎么会想留在镇子上呢？宁雪思索片刻，找来骆雨玲。师尊。身穿一袭蓝色长袍的骆雨玲来到炼丹堂。来到宗门后，一番洗漱完毕，骆雨玲原本灰溜溜的小脸变得白皙光滑，带着一点婴儿肥，看起来可可爱爱，和原先的乞丐形象完全是天壤之别。雨玲，你身上有？宁雪开口准备询问，但这个念头刚产生出来，日记本3个字挂在嘴边之际，宁雪感受到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瞬间锁定了她。宁雪确信自己只要将那3个字说出来，必将灰飞烟灭。好恐怖的感觉，宁雪额头冒出冷汗，似乎触犯了无上的禁忌一般。师尊，怎么了？骆雨玲不明所以。师尊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没什么。过了几分钟，宁雪稳定心神，确认自己还是没事的。看来自己只要不透露出日记本的内容，就应该没什么事。对了，你今天有遇到什么事吗？宁雪问道。骆雨玲想了想，道：有的，今天在小镇上遇到一个不像好人的家伙，他叫叶凡，很让人讨厌。他应该是来参加宗门的收徒大典，如果可以的话，师尊能不能别让他入宗？宁雪心中沉思，按照李银川日记中所写，自己这小徒弟应该对那个叶凡无比爱慕才是，现在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看来宝贝徒弟身上8成应该也有日记本了。宁雪并不在乎其他人是否拥有日记本，只要小徒弟不受到伤害就行。我知道了，不过我只是一个长老，这件事可能决定不了，我尽量去做吧。你先下去休息，明天开始我教你炼丹。宁雪道。好的，师尊。骆雨玲行礼后便回去了。6品复原子丹，李银川竟然有这么高级的丹药，还要送给雨玲，这人看起来也不像那么坏嘛。宁雪喃喃道。徐范儿房间，看到日记本的最新内容，徐范儿皱着眉头哼了一声，里面有关于他的内容，什么颜值、考级啥的，有些看不懂，但说他脾气火爆，还调侃他的身材，这徐范儿能忍吗？等你成了内院弟子，看老娘天天教训你。徐范儿攥起拳头。时间晃眼一过，便来到半夜0点。李银川修炼瞬息步修炼了一下午，结果连个皮毛都没学会。不知道是地阶身法本身太难，还是他资质悟性太差，内容理解不了一点。好难啊，能不能让我直接修炼到圆满境界啊？系统爸爸。李银川躺在床上哀嚎。叮，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字数不足，内容不充实，评价为 B。 宿主获得黑铁大礼包1份。啊，听到系统的声音，李银川的心都要碎了。自己写的日记竟然被系统评判内容不充实，只获得了 B 级评价，太过分了。看来明天的多水，多写一些东西了，起码字数的达标。打开礼包吧。打开黑铁大礼包，宿主获得5年修为1000灵石。我去，只有5年修为。李银川无比郁闷，50年对他来说都不一定管用，更别提5年了。1000灵石更是聊胜于无。5年的系统修为灌顶，李银川的修为没有变化，依旧还是筑基1层巅峰。不行，明天不能偷懒了，一定要好好写。李银川下定决心。无话则短。次日上午，紫霄宗宗门口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粗略估算至少有上万人，他们全部都是来参加紫霄宗的收徒大典。李银川也早早来到这里。姐夫，姐夫。人群中，李银川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王胖子他们。
王胖子穿过人群，挤到李银川跟前，嘿嘿一笑：“姐夫，又见到你了，怎么就你一个？你那2个狗小跟班呢？”李银川问道。他俩是陪我来的，不进宗门，已经回去了。王胖子道。你没事吧？李银川瞅了一眼王胖子。没事没事，我皮糙肉厚。昨天要不是姐夫出马，我肯定被揍。王胖子嘿嘿一笑。对了，姐夫，你在这里干嘛？跟你一样参加入宗测试了。啊！王胖子惊讶道。姐夫，你不是已经是紫霄宗弟子了吗？怎么也要参加测试？之前我是杂役弟子，现在参加比试，成为正式的外门弟子。王胖子震惊，紫霄宗的杂役弟子都这么强了吗？虐他跟虐小鸡仔一样。那外门弟子的多强啊？这岂不是说入宗测试会非常之难？本来王胖子觉得自己练气5层挺有信心的，现在没那么自信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只听得紫霄宗内咚的一响，众人齐刷刷看去，只见10几道人影从远处飞来，为首的是紫霄宗的副宗主莫贤，身后跟着4位长老，还有数十位弟子。在场的道友们，你们好。莫贤声音在灵力的加持下，声如洪钟，响彻云霄，在场数万修士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众人听到这话，都涨红了脸，无比激动。莫贤作为紫霄宗的副宗主，同时又是元阴境大能，是位身份实力都很深厚的前辈，却对他们如此客气，还称呼为道友，这让所有人心里都莫感荣幸。怪不得紫霄宗在修仙界的名声不错，这份胸怀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今日是我紫霄宗3年1次的收徒大典，祥云宁瑞，喜气临门。莫贤开口讲了几分钟的关于紫霄宗的历史，以及光荣战绩、宗门内的资源、弟子的宗门荣誉感等等，这让李银川听得昏昏欲睡，和他当年上学时校长演讲的内容差不多。周围其他人听得确实兴奋沸腾，一个个跟得了甲亢似的。不多时，莫贤说完开场白后便离开了，现场的测试环节便交给了几位长老和弟子。入宗一共有3个测试，全部通过者就可成为紫霄宗的弟子。一位长老喊道：“下面进行第1关测试，进入你们面前的这扇门即可，我们在门后等你们。”听到这话，很多人都有些不解，通过这门就可以了？那也太简单了吧，这不是有腿就行？大家都一窝蜂地朝大门跑去，但下一刻只听砰砰砰的声音，那些跑在最前面的人都倒在了地上，像是撞到了墙壁被弹了回来。这门不对劲。王胖子惊讶道：“门上有一道无形的重力施压，得慢慢走过去才行。”李银川道：“第1个测试其实不难，只要慢慢走，基本上都能过去。冲得越快，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但总有头铁的喜欢一遍遍硬闯。”半个时辰后，大部分人都通过了第1道门的考验，只有少数修为极低的人没有通过，他们连炼气1层都没到，就算是慢慢走也抵抗不了门的压力。李银川和王胖子自然也是轻松过关，然后不经意在人群中看到一道身影，是叶凡。他果然来了。昨天光着身子逃走了，今天又换了身新衣服。叶凡似乎察觉到李银川的视线，也看了过来，随后眼神死死地盯着李银川，脸上泛起怒意：“你妹的，似乎被主角记恨上了。”李银川低语一句，他并不怕被男主记仇，毕竟自己还要抢几个、10几个、几十个女主，所以跟男主发生冲突是迟早的必然事件。况且自己还有系统呢，还能怕你不成？姐夫，是他。王胖子也看到叶凡了，对方快要吃人的眼神，看得王胖子有些害怕。别怂，这是在宗门内，他不敢拿你怎样。李银川道。听到李银川发话，王胖子点点头，重新挺起胸膛，还向叶凡竖起了中指，挤眉弄眼地露出挑衅的笑容。哼，有姐夫给我撑腰，你算个鸡毛。李银川注意到王胖子的笑容，好欠揍的表情啊，怪不得你会被对方打断腿脚，真是一点都不冤啊。叶凡看到这一幕，自然气得牙痒痒，想分分钟捏死这个死胖子。第2关测试毅力，请所有人选择进入其中一个法阵，坚持半炷香即可。通关长老发出话语。众人看到门后不远处有2座大阵，左边的大阵冒着通红的火焰，右边的大阵泛着湛蓝的冰光。很显然，一个是考验他们的耐热，一个考验耐寒。我有火属性灵根，必须选择左边这个呀。呵呵，我身上穿了3层棉衣，选右边寒冰阵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只穿了一条裤衩子，能选寒冰阵吗？你只要不怕冻伤就来。大家一边讨论一边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阵。李银川瞄到叶凡，果断选择了右边的寒冰阵。看来昨天徐凤儿的火焰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在原书中叶凡是选择火焰阵法的。姐夫，我们去哪边？王胖子问道。都行，这关不难，这俩都是一阶阵法，到了炼气5层去哪边都可以。李银川道。我们去左边吧。王胖子决定还是去左边，
不想和叶凡在同一个阵法中。不少炼气5层以下的修士经受不住火焰的炙烤和严寒的冷冻，进去不过几十个呼吸便退了出来，他们也失去了继续测试的资格。不过可以选择成为紫霄宗的杂役弟子，等下一次收徒大典继续参加。当年李银川就是在第2关失败的，现在不同了，筑基期的李银川对付这一阶阵法自然是手到擒来，都没啥感觉就通过了测试。王胖子热得满头大汗，但也通过了测试。通过第2关后，现场就剩下了1000多人，其他人都被淘汰了，大多都是炼气5层及以上的，少数炼气3层和炼气4层也是坚持了下来。很好，恭喜你们完成第2项测试，现在进行最后一项测试。最后一项测试地点在后山，里面只有500面旗帜，获得旗帜的人抵达山头，便可正式成为紫霄宗弟子。另外说一句，拿到的旗帜越多，获得资源就越多。通关长老宣布完规则后，大手一挥，1000余人都被带到了后山山脚。众人惊呼，这就是元婴大能的实力吗？简直恐怖如斯。愣神间，已经有人冲入了后山之中，其他人见状纷纷冲了进去。姐夫，我们快点！王胖子道。他们足足有1000多人，而旗子只有500面，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半人会被淘汰。若是有人拿了好几面旗子，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淘汰。不慌，这里离山顶很远，至少3个时辰才能上山，等其他人找到了旗子，我们抢他们的就是。在那之前，我还要找另一个东西。李银川缓缓道。什么东西？一棵很丑的歪脖子树。啊！王胖子抬头看了眼后山，这漫山遍野都是树，要找其中一棵树，还是很丑的树。有多丑？原书中叶凡进入第3关1个时辰之后，他戒指里的老爷爷感应到宝物的存在，然后根据指引成功找到墨神石，所以李银川只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必须先叶凡一步找到。姐夫，给你。王胖子从兜里拿出2张符箓递给李银川，这是神行符，能增加2成速度，持续半个时辰。见李银川有些急切的样子，王胖子依依不舍地掏出符箓来。这2张神行符价值200枚灵石，是他老爹买来给他保命用的。你还有这东西？李银川惊讶，旋即收下了神行符，自己刚好需要这玩意。这给你。李银川拿出1枚筑基丹甩给王胖子，然后便催动神行符开始搜寻那棵歪脖子丑树了。王胖子定睛看清手上的丹药，顿时瞪大了眼睛。卧槽！3品筑基丹，这筑基丹可价值足足1万灵石，只要我拿到超过250面旗子，这次的入宗测试我就能稳拿第1。短短1炷香的时间，叶凡身上已经有了30面旗子，其中20面是他从其他人手里抢来的。对于抢夺旗子这件事，叶凡没有丝毫觉得不妥，有本事你就抢回去嘛。他有自信能够力压其他所有人，即便是已经筑基了的李银川。区区一个杂役弟子，他叶凡根本没放在眼里。要是能碰到对方更好，将其手脚打断，死在后山最好。还有那个挑衅他的胖子，在叶凡眼里，对方已经是个死人了。师尊，你能感应到那2个家伙的气息吗？叶凡问道。没有。秦老有些无语。小凡，你要把眼界放宽一点，追求的是无上大道，这种小人物没必要放在心上。好的师尊，不过他们出现的话，还是请告诉我一声。叶凡道。有恩可以不报，有仇那必须得报，这是叶凡的做事准则。第2张神行符的效果快要消失之际，李银川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歪脖子树。眼看着时间要到了，李银川突然收到王胖子通讯时发来的消息，这通讯时自然也是王胖子给的，催入灵气，可以在一定距离内进行传音。姐夫，姐夫，我好像找到了你说的那棵丑树。你找到了？长什么样？李银川惊讶，自己的气运连个小反派都比不过吗？怎么形容呢？他就像我家隔壁满是皱纹的老奶奶闻到了肮脏的臭鞋子露出的呕吐表情。王胖子道。不错的比喻，让我有种回家的感觉。李银川道。你现在在哪？我来找你。王胖子。我在歪脖子丑树跟前。李银川。经过耐心交流后，李银川确认了王胖子方位，并急速朝那里赶去，心里祈祷在这之前叶凡还没有发现墨神石的位置。10分钟后，李银川成功找到王胖子。看到王胖子身后的歪脖子树，老远一看，果然丑极了。李银川心里一喜，没错，就是这里。姐夫，你来了。王胖子十分开心。别废话，快跟我一起挖。李银川二话不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铲子，甩给王胖子一把，在丑丑的歪脖树下挖呀挖呀挖。这树下有宝贝，王胖子猜测，跟着一块挖了起来。李银川挖掘的速度非常快，务必赶在叶凡到来之前将墨神石找到。短短2分钟的时间，歪脖子树下被挖出一个大大的深坑，地底的枝干都差点被李银川给全部切掉，就差没把树给砍了。
姐夫，有东西！王胖子眼尖的看到土里果然埋着一个东西。李银川用铲子将它挖出来，清理掉覆盖在表面的泥土，露出其本来的面貌，是一块通体墨绿、毫无杂质的椭圆形石头，约有拳头般大小，看起来光滑透明，比之翡翠还要纯净。哇，好漂亮的石头！姐夫，你要找的就是它吗？王胖子好奇，他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石头。李银川点点头，将墨神石放入储物戒中，悉悉索索。刚放好石头，两人身后的树林里传来一阵动静。王胖子扭头一看，瞳孔睁大，颤颤巍巍道：“姐夫，是他来了。”李银川没有多想，估计是叶凡来了。回头一看，果然是他。哼，运气真好，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两个狗东西。叶凡冷哼一声，提着棍子朝两人走来。走得近了，看到李银川身后有一个个大大的坑洞，瞬间想到了什么。你们把宝物给拿走了。叶凡在秦老感应到宝物气息的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没想到却已经被人给抢先一步拿走了。不过这样也好，等我好好教训你一顿，再取宝物也不迟。他脸上挂着冷笑，昨日火烧衣服之仇，今日夺宝之仇一并报了。王胖子紧张的后退几步，昨天叶凡迎战3个筑基不落下风的战绩，他可是看在眼里的。自己一个小小炼气5层，肯定打不过对方的，那就让我来试试你这个主角到底有多厉害。李银川扔掉铲子，跃跃欲试，自己身上还有荆棘之甲保命，无需担心对方秒了自己。嘘嘘，忽然又有一道动静在附近响起，几人扭头一看，又来了一个人。对方脸上戴着面纱，看不清面容，但身上穿着一袭火红色长裙，加上前凸后翘的身材，李银川一眼就认了出来。徐师姐。李银川打了声招呼。切，没意思，被认了出来。徐范儿听到李银川叫出了自己，干脆不装了，索性摘下面纱，露出无趣的表情。李银川一脸黑线，大姐，你这身打扮和昨天一模一样，你要是不想露出真实身份，请换套造型认真点好吗？是你？叶凡看到来人，瞳孔一缩，昨日就是这个臭女人放火烧的自己，没想到今天又碰到她了。我叶凡不打女人，不想和你动手，把那小子还有胖子交出来就行了。叶凡说道。徐范儿呵呵一笑，你先打得过我再说。为了阻止叶凡成为紫霄宗弟子，徐范儿决定亲自出手，将叶凡直接打成残废，让他一面旗子都拿不到，这样就直接杜绝了以后的事情。徐范儿释放出修为气息，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杆赤色的红缨枪，枪口还冒着火焰，朝叶凡刺去。小心，这女娃已经筑基巅峰了。秦老的声音在叶凡的脑海中响起。可恶！叶凡脸色一凝，连忙拔出黑木棍抵挡。徐范儿一枪被挡，接着又是一枪。他的火凤枪法已经练到了大成，每一枪都带着炽热的火焰气息。叶凡不断施展着黑蛇棍法防守，但无比吃力，几枪下来他就快没灵气了。炼气7层的修为还是太弱了。可恶，你到底为什么要针对我？不到10个回合，叶凡被徐范儿一枪打倒在地，厉声询问。哼，我揍你还要理由吗？就是看你不爽。徐范儿不屑道，就凭你也配让老娘给你献计？老师，帮我！叶凡狠狠地看着徐范儿，心中向秦老求救。哎，好吧，你放松心神。秦老道。秦老目前还是灵魂体状态，轻易不会附身叶凡，这样会极大消耗他的灵魂力，除非生死关头或是很紧急的事情。眼下若是叶凡倒在这里，再想进入紫霄宗就难了。进入不了紫霄宗，那日后的只见叶凡眼神一变，整个人的气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修为气息也是迅速攀升，很快从炼气7层上升到元丹境巅峰。正在吃瓜看戏的李银川脸色一变，大声喊道：师姐小心，这小子鬼上身了！鬼上身！徐范儿停下攻击，仔细打量了下叶凡的气息，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法，竟然提升到了元丹境巅峰，比他足足高了一个大境界。叶凡听到李银川的叫声，朝着他眼神一凝，这小子是碰巧胡喊的，还是他能看出来？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此子必不可留。要是他还存活的消息传了出去，肯定活不过7日。师姐，我们走吧。李银川道。李银川知道，只要自己不主动攻击对方，这秦老头一般不会轻易出手。哼，元丹巅峰而已，我可不怕。徐范儿哼了一声，耍了个枪花，重新向叶凡呲了过去。叶凡站着不动，红缨枪刺过来一瞬间，右手伸出2根手指将枪头夹住，任凭徐范儿使出多大力气，红缨枪纹丝不动。小女娃，这么点力气可不够。叶凡轻笑一声，随后指尖轻轻一弹，将徐范儿弹了回去，红缨枪也掉落在旁。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秦老不打算继续出手，那样会消耗他更多的灵魂力量。至于报仇，还是交给叶凡去做。他看过了叶凡的命相，那可是天命之子，迟早会站在整个大陆之巅。对付一个区区住激进的蝼蚁，还不是易如反掌。休想！倒地的徐凤儿重新抬起头，眼中泛起丝丝火焰，整个人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卧槽！燃起来了！一旁的李银川瞪大眼睛，现场观看男女主大战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M 字面意义上的大战。4，这女娃有些不对劲。秦老打量着徐凤儿的状态，她的体内似乎有股力量被封印住了，但眼下她正在挣脱这道束缚，释放全部的力量。锵锵，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在森林中响起，无数鸟都飞舞起来。火凤之体，这女娃竟是火凤之体！秦老脸色大喜，昨天遇到了一个身怀落水之体的女娃，今天又碰到了火凤之体。要是小凡能获得这2种体质，对他的修炼将会是极大的提升。自己必须想办法替小凡拿下他们。不对，秦老脸色突变，他发现眼前这女娃似乎有些失控，他控制不了她的火凤之体，怪不得这女娃火凤之体的力量一直被封印着。快走！秦老立马做出反应，准备离开这里。宝物什么的留着下次再取。狗贼，别跑！徐凤儿火红着眼，气息同样飙升到元丹境巅峰，眼神中只有叶凡一人。紫霄宗是他爹爹的宗门，无论是何人想毁了他都不可以。要命的家伙！秦老十分郁闷，自己的徒弟跟这女娃也没什么过节，为啥人家要追着叶凡呢？难道是喜欢叶凡？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吗？不过这似乎有些亲过头了吧。坏了，师姐暴走了！李银川见徐凤儿情况不对，立马追了上去。快跟着他，免得出什么意外。原书中徐凤儿就曾失控暴走过一次，当时是和叶凡、步无双一起参加秘境，遭遇其他宗门弟子围攻。为了保护男主，徐凤儿当场暴走。暴走后的徐凤儿身体无比虚弱，便给了叶凡趁机而入的机会，没想到今天却是因为和男主对打而暴走。真是人生无常啊！哦，王胖子一脸懵逼地跟了上去，但因为修为太低，不到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看不到李银川等人的身影了。算了，我还是去山顶等他们吧。王胖子挠挠头，干脆不追了。该死，你为什么一直追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秦老一边逃窜一边询问。这女娃的眼神可不是想和他亲亲，而是想置他于死地。辱我宗门者，死！徐凤儿扬声道。秦老无比郁闷，这小女娃还真是记仇啊。徐凤儿一路追去，枪尖的火焰点燃了周围的树木，他一丝都没有注意到，眼中只有叶凡一人。不知不觉，火焰开始如潮水般在后山席卷开来。不知从哪刮来一道风，大火随着风势燃烧得更加猛烈。顷刻间，阵阵黑色浓烟从后山冒出，紧随其后的李银川沿着着火路线向前，心中震惊。不是吧？按照这势头烧下去，紫霄宗后山马上就光秃秃一片了。与此同时，在山顶负责测试的几个长老察觉到不对劲，这后山怎么冒烟了？你们有谁知道？一个长老问道。我母鸡啊，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另一长老道。火，是火，后山都他妈烧成这样了，你俩还在这看戏，快去灭火救人。通关长老说完，立马找人去处理此事。不一会儿，3位长老飞到后山上空，从戒指中取出一个玉净瓶，朝着火势凶猛的地方倒水。这玉净瓶是玄阶法宝，里面能容纳数条江河之水，水流从空中倒下，接触到火焰的瞬间却化为蒸汽消散了。倒了好几分钟，火势依然汹涌，没有半点被遏制住的意思。这火不对劲，它不是普通的火，快去叫副宗主。3位长老立马做出决策。不用叫了，我已经来了。副宗主莫贤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眼前。这是凤凰离火，普通的江河之水对其无效。莫贤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一个鼎状物的法宝。莫贤催入灵气到鼎中，小鼎开始在手心转动，随后翻转过来。玄火鼎收。下一刻，原本还在森林中肆虐咆哮的大火不断凝聚到一起，化作一条火龙被收进鼎中。下去调查一下，查看一下伤亡情况。莫贤道。是。3名长老迅速飞了下去。你还跑不跑了？徐凤儿追上了叶凡。秦老在莫贤来到后山的时候，立马缩回了戒指中，不然以莫贤的实力，肯定能发现他。所以剩下叶凡逃跑，肯定是跑不过徐凤儿的。不过此时徐凤儿的状态也不太好，暴走状态消耗了他极大的力量，又追逐了这么长的时间，身体快要油尽灯枯了。叶凡看出徐凤儿的端倪，哼笑一声：你现在的样子能打得过我？去死！徐凤儿人狠话不多，直接一枪挑去。叶凡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扑通一声，徐凤儿倒在了地上，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全身虚弱无比。哼哼，小娘皮，刚才追我追得那么凶，现在还不是乖乖倒在了我的脚下？叶凡大笑一声，自己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这个臭婆娘。师姐，一道声音从叶凡身后传来，正是狂奔赶来的李银川。李银川一看情形，就知道徐凤儿过了暴走的时间，此刻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有人来了！李银川抬头一看，有道人影正缓缓飞来。李银川对叶凡大声吼道：“住手！你个奸贼，不许趁人之危轻薄徐师姐！”叶凡皱了下眉，他只是想出手教训一下徐凤儿，并没有那个想法。就算是想轻薄，也要找个好点的地方吧。就凭你也想跟我作对？叶凡哼了一声：“你个畜生！徐师姐那么好的人，你为什么要欺负她？还要把她腿打断带回去做小妾？”李银川痛心疾首地骂道：“有我李银川在，就算死了也不会让你动徐师姐一根毫毛。”叶凡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说要打断她的腿了？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哼，今天你们俩谁也别想逃，我先教训你，再教训他。叶凡不管那么多，拿起黑木棍准备开打。忽然，叶凡感觉到身后有人拍他肩膀。你想教训谁啊？叶凡一回头便看到满脸严肃的通关长老，顿时脸色白了一下。还没进宗门就欺负同门师兄弟，可是大忌。你要打断他的腿？通关长老声音不喜。没有。叶凡咽了下口水，忽然想到什么，怪不得那小子说些奇怪的话，原来他早就知道长老来了，都是他在陷害栽赃我。叶凡指着李银川道。通关长老冷冷地看着叶凡，满脸无语，似乎在说：“你看我信吗？”李银川表面凝重，内心窃喜，不由得在识海里写起了日记。哈哈哈，让你这老小子跟我嘚瑟，越阶挑战了不起啊！拽啊，你再拽一个给我瞅瞅，看你那司马脸我就想笑，老子就是陷害你咋样？有本事吃了我呀！刚写下去没多久，只听系统叮的一声，叮，宿主解锁想写就写成就，想写就写，不局限于休息时间，就算是战斗中、修炼中、停车2月花中都可以写。恭喜宿主获得成就奖励：随机灵根1，火焰灵果1，随机技能熟练度满级1。李银川听到系统声音，眼前一亮，卧槽，这都可以！没想到自己随笔一写，竟然还能触发成就奖励，妙啊！那自己以后可得多写写。叶凡很轻松地被通关长老制服了，然后交给另一名赶来的长老带走审讯。要不是长老不能擅自惩罚弟子，通关长老都想宰了叶凡的狗腿。倒地的徐凤儿突然发出一声哼，李银川和通关长老连忙上前查看。徐凤儿脸色涨红，似要滴血，手臂上经脉暴起，仿佛有火苗破体而出，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口中吐出的气息都携带着炙热的高温。坏了，少宗主情况很危险，必须立马救治。通关长老眼神露出担忧，掏出一粒选品疗伤丹药喂给徐凤儿，但丹药刚入口就化为飞烟消散。这是什么情况？通关长老一呆，想抱起徐凤儿前往宁长老那里求救，但刚触碰到徐凤儿的身体，就感受到极高的温度，不能轻易挪动，否则定然会让他爆体而亡。你在这照顾一下，我去找宁长老。通关长老吩咐道。哦。李银川点点头。通关长老一走，李银川轻轻碰了碰徐凤儿的额头，好烫，这温度都能融铁了吧？不愧是火凤之体，真牛逼！李银川惊讶道。似乎听到李银川的吐槽，徐凤儿勉强睁开眼，好热，我好像要死了。李银川安慰道。师姐坚持住，长老请人来救你了。我坚持不住了，李银川，你要帮我爹爹。徐凤儿眼角滑落一滴眼泪，泪水迅速化作蒸汽消散。没能再见爹爹一面，他心里充满了遗憾。说完，徐凤儿缓缓闭上了眼睛。不是吧，师姐，醒醒，你可是女主，不会死的。大姐姐们，好兄弟，快醒醒！看着徐凤儿奄奄一息的样子，李银川忍着烫伤的温度拍打她的脸庞，轻轻呼唤徐凤儿拥有火凤之体，要是觉醒了之后拥有涅槃之力，想死都难，但这觉醒之前死了，那可就真嘎了。李银川急得团团转，这剧情才刚开始，娘子就少一个，这谁能顶得住啊？系统，这个果子不知道有没有用。李银川拿出刚获得的火焰灵果，塞进徐凤儿嘴巴里。这果子名字带个火字，徐凤儿目前就是发烧上火状态，应该有点效果吧。李银川目前也没其他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橙色的火焰灵果入口即化，李银川仔细观察徐凤儿的状态，求系统保佑我，凤儿娘子不要死，我愿意拿叶凡100年寿命，不，500年寿命交换。凤儿娘子加油啊，撑过这一关。可惜我不是主角，
要不然一定能救活凤儿娘子的。这通关长老怎么还没回来啊？请个长老怎么这么慢？都元阴境了，还如此磨叽，等你回来，花都谢了。都怪叶凡那狗日的小兔崽子，惹得我凤儿这么生气，要不然他至于暴走吗？麻蛋的，原剧情中凤儿2次暴走，好像都是为了这狗日的。第一次导致昏迷，让叶凡趁人之危失了清白丢了身子；第2次就直接燃烧经脉，导致修为停滞不前。宗门大难时，凤儿娘子不得不选择献祭给叶凡，让他保护宗门，那是他爹爹的一生心血。殊不知紫霄宗的灭宗之难就是叶凡导致的，可悲啊，可悲！李银川默默祈祷。哼。徐凤儿轻哼了一声，嘴巴轻轻张开，一口灼热的气息散出，通红的面庞逐渐恢复至白皙，皱紧的眉头松开，睫毛轻颤，缓缓睁开了眼睛。我没死。徐凤儿刚才都感觉到自己灵魂离开了身体，即将烟消云散的时候，又被人给扯回了身体。没死，没死。李银川听到徐凤儿的声音，立马回应，尽管很小，但还是听到了。徐凤儿嘴唇干裂泛白，失去了太多的水分。可徐凤儿声音软糯，如同一个小女孩般可怜兮兮的，让人心生怜爱，和之前对峙叶凡的样子完全是2个样子。我身上没水啊！李银川无奈，你再坚持一下，马上长老就回来了。此时徐凤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李银川就放心了不少。正说着，李银川看到远处天边飞来2道身影，通关长老总算是回来了，身边还站着一位穿着白色长袍的绝美女子。女子看了眼李银川后，立马对徐凤儿进行救治。少宗主并无生命之忧，只是身体虚弱缺水，休养几日便可。女子诊查一番道：宁长老当真？通关长老惊讶，刚才他可看到徐凤儿差点就炸了，这才多久的功夫就没事了？这段期间难道发生了什么？通关长老看向李银川，难不成是他救了少宗主？小友，你可曾对我家少宗主做过什么？通关长老问道。并没有。李银川摇摇头，决定不暴露自己。那少宗主怎么突然没事了？通关长老不解，可能因为师姐吉人自有天相吧。李银川笑道，哼哼，要不是我出手，凤儿娘子早就香消玉殒了。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哼哼哼，我可真帅。李银川偷摸在日记上写上2笔。宁雪看到日记本上的内容，不露痕迹的抿嘴一笑，这小家伙做好事了还不说，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这2句诗还真不错。宁雪心道。徐凤儿看向李银川的眼神中带了一抹温柔，原来是他救的我。不管如何，少宗主没事就好。通关长老松了一口气，宁长老，你还是带少宗主回去仔细检查一下，避免情况复发。好的，萧长老。宁雪应了一句，突然对话李银川，你应该就是救了我徒弟的李银川吧？李银川愣了一下，我徒弟是骆雨林。宁雪补充，啊，不是我，是徐师姐救了骆师姐的。李银川抓头，现在他还没入门成为外门弟子，而骆雨林已经成了宁雪的亲传弟子，辈分上稍微矮了一截。不用谦虚。宁雪呵呵一笑，雨林很想见你一面，要不要和我走一趟？这李银川有些意外，小师妹要见自己。李银川想了一下，点点头，和小师妹见上一面，刚好可以把丹药交给她，不然自己还真没什么机会主动找人。那我们走吧。宁雪拿出飞行法器穿云梭，带上徐凤儿一起回去。等下。李银川从空间戒指中取出50面旗帜，拿给通关长老。长老，这是我找到的旗帜，我应该通过入门测试了吧？通关长老取出一块玉制牌子。这个给你，你有空了拿着牌子去库房那边登记一下，然后领取外门弟子的物品就行了。李银川收好牌子，便和宁雪一起前往炼丹阁了。通关长老还要处理剩下的事，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不知道烧了多少旗子和人，可能明天要重新测试一次。李银川乘坐穿云梭中，在宁雪身后打量着对方，原来她就是紫霄宗的美女炼丹长老宁雪，长得可真漂亮啊！这一袭白衣仿若仙子一般，刚才差点看呆了。就这背影都足以秒杀99%的人了，这身材也没得说，比凤儿娘子还要丰满几分，棒极了。性格气质也好温柔，我都不敢想有这么一位美女长老做娘子是种什么样的感受。可惜美女长老最后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好像和她妹妹都……凤儿娘子是不是踹了我一脚？李银川写着写着，突然感受到有人踹自己的样子，扭头一看，徐凤儿有些幽怨地看着他。李银川顿时有些懵，自己哪儿得罪他了吗？随后突然穿云梭强烈抖动了一下。不好意思，刚才走神了。宁雪道。李银川有些无语，宁雪长老都已经快金丹巅峰境界的人了，怎么连个飞行法宝还控制不好呢？到了，下来吧。转瞬间，3人已然来到炼丹阁，
也是宁雪平时居住的地方。宁雪在前面带路，李银川搀着徐凤儿进屋。这小子，宁雪心中有些郁闷。本来看着李银川对自己评价，宁雪还能忍住，直到最后一句说他命运悲惨，还有他妹妹的事。关于他妹妹的事，宁雪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宁雪有个妹妹叫宁冰，小时候被人拐走，姐妹俩再也没见过面。来到紫霄宗后，宁雪担任了炼丹长老，就是为了努力修炼，炼制高级丹药，早日突破元阴境，可以去寻找妹妹。但现在没想到李银川竟然知道他妹妹的事，偏偏写到一半的时候被徐凤儿给打断了，这让宁雪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心神不稳，连飞行法器差点都失控了。宁雪非常想开口询问李银川关于他妹妹的事，但又害怕日记本那恐怖的惩罚，只能忍住焦急的心情。徐凤儿搭在李银川肩膀上，轻哼一声：“宁长老好看吗？”“还不错，没你好看。”李银川立马改口。这小姑奶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总感觉她有点不对劲。哼！徐凤儿娇哼一声：“臭男人，见了美女就走不动道，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对，他还没吃到碗里。老师你回来了。阁屋内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正是骆雨玲。咦，徐师姐，还有李师兄也来了。看到李银川，骆雨玲十分开心，没想到这么快又看到李师兄了。师姐好。李银川打招呼。嘻嘻，师兄你比我大，叫我师妹就行了。骆雨玲笑道。那好，我就喊你小师妹了。李银川顺水推舟。刚说完，李银川又感觉到腰间一阵吃痛，身边这小姑奶奶又作妖了。可徐凤儿说道：“雨玲，快去取点灵水来给少宗主饮用。”宁雪吩咐道：“好的，师尊。”骆雨玲乖乖地跑出去取水了。接着，宁雪带着徐凤儿坐到阁中蒲团上，开始仔细检查身体。徐凤儿喝完水，闭眼休息，看到了李银川之前写的日记。我竟然为了叶凡2次暴走，紫霄宗的灭宗竟然是叶凡导致的。该死的叶凡，不知道有没有弄死他。徐凤儿心里气愤极了，连带着手都颤抖起来。少宗主，你怎么了？宁雪问道。正检查着，突然感觉到徐凤儿情绪波动似乎很大。没事。徐凤儿缓了口气，不再去想。以后他就算献祭，也只献祭给李银川，绝不会让叶凡那种狗贼得逞。宁雪仔细检查了半个时辰，结果什么毛病都没查出来。要不是他通过日记知道徐凤儿经过一次暴走，还以为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经脉没任何问题，身体素质好的不能再好了。少宗主，你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你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元丹境。宁雪道：“我突破了。”徐凤儿很惊讶。为了克制体内邪火，他已经连续2个月都没有修为进展了，一直卡在筑基巅峰。没想到今天竟然突破了，而且隐约察觉不到体内邪火的暴动了。他好像能彻底掌控那团邪火，不，应该叫凤火。若如此，他就再也不用每天承受凤火的炙烤了，终于可像正常人一样修炼了。徐凤儿有些激动地看向门口正在和小师妹侃侃而谈的李银川。他真的，我哭死，以后对你不那么凶了。师尊，徐师姐没事吧？见宁雪和徐凤儿都起身，骆雨玲停止聊天，上前询问。不用担心，没事。宁雪微微一笑，她眼神一瞥，看到了小徒弟手上攥着一枚紫色的丹药。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就是6品丹药复原子丹了。李银川这小子对小徒弟还真不错，6品丹药都舍得拿出来送人。他身为炼丹长老，炼丹20年，也才堪堪能够炼制低阶5品丹药，6品丹药不知何年才能炼制出来。见徐凤儿身体已无大碍，丹药又已经送了出去，李银川决定离开这里。徐师姐没事就好，既然如此，宁长老我也不打扰了，就先走了。李银川笑着朝小师妹挥挥手，便走出了炼丹阁。宁雪很想问一问李银川关于他妹妹的事，但又无从下口，十分为难。唉，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李银川，等等我！徐凤儿喊道。李银川离开后，徐凤儿紧跟其后。卧槽，小姑奶奶又要干啥？听不到，听不到！死腿，你跑快点啊！李银川快速跑动起来，但李银川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已经突破到元丹境的徐凤儿。李银川，你跑那么快干嘛？怕我吃了你啊？徐凤儿气呼呼道。没有啊，我要去库房领下东西，还要找外门弟子的宿舍，不然天黑之前没地方住。李银川无奈道。小事，我知道库房还有宿舍的位置，我带你去。徐凤儿笑嘻嘻道。师姐受伤刚好，还是去休息吧，这些小事就不劳烦师姐了。李银川有些头痛，虽然徐凤儿已经被他内定为未来的娘子，但这小脾气目前还承受不起，等自己突破到金丹就不用怕了。师弟帮了我这么大忙，还跟我客气什么？徐凤儿直接牵住李银川的左手，拉着朝库房走去。李银川受宠若惊，想要挣脱却挣脱不了。嘿，别说，
凤儿娘子的小手真软。很快，两人来到库房。库房管事看到徐凤儿牵着一个陌生男弟子的手，眼睛差点瞪了出来。妈呀，这位大哥真牛逼，竟然把这朵暴躁之花给摘了下来，属实无辈楷模啊！徐凤儿长得是漂亮，但因为脾气暴躁，许多师兄弟都被她揍过，还因为人家老爹是宗主，那真是敢怒不敢言，更别说有其他想法了。给他找一间最好的宿舍。徐凤儿将李银川的牌子拍在桌上。好的，少宗主。管事懂事的办理手续，问了下李银川的一些基本信息，将这些录入到玉牌中。随后将外门弟子的服饰、简易通讯器、弟子手册以及钥匙都交给了李银川。外门弟子月俸是10块零食，从下个月可以过来领取。每个月至少从任务大厅接取一个任务，任务完成有额外奖励，记得去做。功法武技什么的可以去藏书阁挑选适合自己的，记得带上玉牌。宗门有长老讲课时会通过通讯器传达给所有弟子，可以前去听讲。还有一些基本信息都在手册上，没事多看看。管事说了一大堆。谢谢师兄。李银川笑道。不客气，你的宿舍在东边竹林最大的那间，需不要我带你去？管事热情道。不用了，我带他去。徐凤儿道。好的，少宗主，慢走。管事很有眼力见，这兄弟真牛逼，刚入宗门就拿下了少宗主，以后这福气是享不完喽。徐凤儿带着李银川很快来到外门弟子宿舍区，很多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有的2人一间，有的4人一间，而李银川的则是独栋大院，建在竹林中，附近只有他这一间，可谓独享豪华。很显然，这都是徐凤儿带来的，要不然那管事根本不会开这间宿舍给他。这么大的屋子，我一个人住有点浪费啊。李银川道。你是想让本小姐过来陪你一起住？徐凤儿傲娇说道。知道是李银川救了他，是他的救命恩人后，徐凤儿已然没有了先前的讨厌。而且李银川还知道紫霄宗灭宗的事，跟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就能避免这件事的发生。不是。李银川摇摇头，我当杂役时有个不错的兄弟，能让他过来和我一起住吗？外门弟子是没有这样的权利，但徐凤儿可以。随你吧。徐凤儿无趣地离开了这里。李银川搞不懂徐凤儿的想法，一会儿咋咋呼呼，一会儿扭扭捏捏，难道暴走时把他脑子给烧坏了？将主房简单收拾一番后，李银川去往杂役弟子那里找到了李大牛，然后将李大牛带到了他现在的地方，每个月让他打扫院子房间什么的就行，其余时间努力修炼，争取早日当上外门弟子。李银川对大牛很不错，每个月还额外给他5块零食，都是本家人嘛。宗主大殿，通关长老统计了后山失火的结果，幸运的是并无弟子在这场意外中死亡，除了少部分人受了严重的伤，但是这伤并不是因为失火导致的，而是被人给打的。综合这些受伤人员的口述，最后矛头都指向同一个人，叶凡。他们全都是被叶凡给打的，还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旗子。副宗主莫贤听着长老的汇报，一脸平静。失火原因查到了吗？莫贤问道。可能是因为少宗主。通关长老道。少宗主怎么了？通关长老将发现徐凤儿倒地到被宁雪接走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莫贤沉思了一会儿，这件事就不要往外说了，后山失火是场意外，这叶凡伤了那么多人，还出言伤害少宗主，品行不正，废了修为，将他逐出紫霄宗。通关长老点点头。是，副宗主。正式成为外门弟子后，李银川开始研究起今天系统奖励的东西，随机灵根和随机技能满级熟练度。目前李银川是空灵根，比废灵根还废，全靠系统修为灌顶才突破的筑基1层。技能的话，除了基础掌法外都没学会，身法练了一下午，连皮毛都没摸到。别踏马现在使用了满级熟练度技能后，直接把基础掌法强化到满级，那就笑了。还是先等等再说，等等党永远不亏。系统使用随机灵根，给我来个牛逼一点的。恭喜宿主获得5行灵根木灵根。5行木灵根。李银川略感欣喜，虽然木灵根相比较那些稀有灵根来说弱了一点，但跟废灵根、无灵根相比，那就好太多了。李银川不贪心，有了木灵根，他的修炼资质可谓提升一大截。灵根入体，李银川感到一阵舒爽，原本停滞不前的修为隐约都松动了几分。周围空气中的木属性元素也会被动吸收进李银川体内，加上李银川的宿舍在竹林之中，周围的木属性元素更加浓厚了，感觉修炼半个月就能突破到筑基2层。相比于原先的无灵根突破遥遥无期，这次总算能看到希望了。不过还是没有系统直接给我修为灌体来得快，正经人谁一天到晚修炼啊？为了早点习得身法瞬息步，李银川又辛苦练习了一个下午，可惜还是毫无进展。时间一晃而过，就快要到半夜12点了。李银川无比期待今天的奖励有什么。与此同时，
拥有日记副本的女主们同时收到一条信息：日记副本第3天开放日记新功能。1. 所有日记副本持有者的角色出现在当日日记本上超过5次，可获得1次随机奖励，次数越多，奖励越好。2. 日记本每天半夜12点会随机选取一位日记副本拥有者，此人拥有当天定制日记主题权利。3. 日记本所有相关信息不得透露其他人，违反规则立马灰飞烟灭。还未休息的宁雪看到这条最新消息，微微有些惊讶。果然和他猜的一样，不止他一人拥有日记副本，他的宝贝徒弟骆雨玲，还有少宗主徐凤和他自己。目前宁雪只知道他们3个都有，剩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持有日记副本。这新功能除了第3条是不得透露日记本的消息外，另外2条应该算作奖励，被提到的名字超过5次就可以获得奖励，就是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奖励。徐凤闺房看到日记本的最新内容，徐凤瞪大了眼睛。什么？原来不止他一人拥有日记副本，那岂不是说别人也能看到李银川写的日记？那李银川在日记本里叫了他那么多次凤儿娘子的事，岂不是也被其他人都看到了？想到这儿，徐凤儿的俏脸顿时染上了一层火云。步无双、骆雨玲、王芷嫣等所有拥有日记副本的女主看到最新消息都无比惊讶，没想到日记本还有这种功能。很快12点到了，拥有日记副本的女主们再次听到消息，昨日日记本出现角色次数统计：徐凤儿10次，宁雪3次，其余0次。恭喜徐凤儿提名次数超过5次，获得随机奖励：7品丹药涅槃丹，受到致命伤害时保持不死。闺房中的徐凤儿听到最新消息后，从床上猛地跃起，一颗散发着沁人香味的火红色丹药出现在她面前，眼药圆润无瑕，能感受到上面蕴含着极大的生命力。这赫然就是日记本送给她的奖励，7品丹药涅槃丹。服用下去后，在受到致命伤害时保证不会死亡，相当于拥有2条命。徐凤儿满脸欣喜，情绪激动万分，一把将涅槃丹抓在手心。爹爹正在闭关渡元英劫，若是有了这枚丹药，一定能顺利渡过去的。徐凤儿想着。其余女主看到徐凤儿获得的奖励是7品丹药后，顿时都有些不太淡定了。那可是7品丹药啊，还是7品丹药中的顶级丹药涅槃丹，在市场上都属于有价无市的那种，拿出去卖至少价值几千万灵石，就这么直接当做奖励送给徐凤儿了。眼红、羡慕、嫉妒，彻底疯狂。我也要这样香喷喷的奖励啊！宁雪看到徐凤儿的奖励后，同样无比羡慕。这可是7品丹药，她连6品丹药都炼制不出来，更别说7品了。少宗主有了7品丹药，生命安全有了保证，挺好的。宁雪自言自语。哎，可惜我差一点也能获得奖励了，要不是少宗主踹了林川一脚。宁雪说着说着叹了一口气，若不是那一脚，说不定她也能获得一枚高阶丹药，还能打听到她妹妹的消息。正在选取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选取成功，南宫瑶。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众女眼前，这是李银川日记本尚未出现过的名字，很多人都不认识这南宫瑶是何人，但是少部分人还是知道一些的，其中就包括宁雪在内。南宫瑶，南宫这个姓氏不是大昆王朝皇室的姓氏吗？难道这南宫瑶是皇室中人？宁雪猜测。大昆皇室公主府，南宫瑶兴奋地叫喊着：姐姐姐姐，这日记本抽到我了耶！看着已经年满18岁长得如花似玉的妹妹，却还跟11、2岁的女娃般，南宫碧玉有些无奈，这妹妹就是被保护得太好了，心性还跟孩童般天真。日记本都明确说了不得告知其他任何人，还这么大吼大叫，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嘘，瑶瑶，以后关于日记本的内容只能在我面前说，在父皇、母后面前都不要透露一点，知道了吗？南宫碧玉认真地嘱咐道。妹妹这一顿操作让南宫碧玉意识到，日记本上的其他人可能只带非日记副本拥有者，所以他们同时拥有日记副本的人是可以相互交流的。知道了，姐姐，你看这日记本抽中我了耶，我要定制什么日记主题呢？南宫瑶问道。这我想想。南宫碧玉思考了一会儿，自从3天前得到日记副本开始，南宫碧玉养成了开始每日吃瓜的习惯，每天吃瓜还能打听到紫霄宗的内部消息，挺好的。没想到现在吃瓜还能吃出意外之喜，被提到的名字次数超过5次就有奖励。有了，就让他写我们南宫家族吧。南宫碧玉道。这样他和妹妹说不定还有其他南宫家人也能被提起到。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字数达标，内容一般，综合评价为 A 加。宿主获得青铜礼包1份。内容一般吗？系统我都不知道你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了，除了第1天的 SS 到底写什么才算质量不错呢？李银川有些不解。
算了，给我打开青铜礼包。打开青铜礼包，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一品炼丹师经验大全，隐身符箓3，奖励还不错，又来了10年修为冠体，不知道这次能提升多少境界。李银川十分期待，使用了这10年修为的奖励。好爽。1刻钟后，李银川身上的修为气息赫然已经达到了筑基6层，一口气提升了整整5阶。这仅仅只是拥有木灵根的效果，要是李银川拥有更好的灵根或天赋，提升幅度更大，真不错。即便我现在遇到叶凡，至少能全身而退了。李银川计算着，叶凡再牛逼，能越阶挑战9个境界，还有这一品炼丹师经验大全是什么鬼？这是要我成为炼丹师？李银川表示，我需要吗？有系统爸爸的开挂，需要自己亲自出手炼丹。系统使用一品炼丹师经验大全。不过既然是系统奖励的，不学白不学。况且成为炼丹师后还能出去装逼。书中叶凡中后期就是靠着炼丹师的身份炼得一手好丹，吸引了不少妹子对他刮目相看，甚至主动投怀送抱，也仗着他自己的炼丹水平高超，让好几个女主为了一枚丹药屈服于他。现在小爷成了炼丹师，还不分分钟直接拿下。5分钟后，一品炼丹师的所有经验都灌输进李银川的脑海中。李银川感觉自己真的已经练过了10年丹药一般，即便他连丹鼎都没摸过，现在只要有一品丹药的药材和丹鼎放在李银川眼前，他就能熟练的将丹药给炼制出来。牛，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啊！还有最后一件东西，3张隐身符箓。隐身符箓，隐匿自身行踪，无视化神器以下所有修士探查，持续10分钟。无视化神器以下所有人，这个好。目前大坤王朝最高也才出窍境，那我岂不是可以在大坤王朝内横着走了？先用一张符箓试试效果，去偷看范儿娘子洗澡。嗨，算了，我可是正人君子，符箓只有3张，得省着点用。看完所有奖励后，李银川听到系统叮的一声。为避免宿主不知道日记内容写什么，日记系统新增每日主题功能，按照每日主题所写奖励将会得到提升。今日主题：南宫家族。哇，系统竟然这么良心！刚说了不知道系统对日记内容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立马给我准备了每日主题，真不错啊！你可真是一个好系统。李银川大赞，谢谢宿主夸奖。李银川惊讶了一下，这系统竟然还会感谢，总感觉哪里怪怪的。难道这是还有蹊跷？管他呢，反正有奖励拿就行。南宫家族，李银川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书中关于这个南宫家族的信息，开始在日记里写了起来。今天的日记内容主题是南宫家族，我记得没错的话，前期就只有大坤王朝的皇室是南宫家族，200多章才出来的南宫氏，不到100章就被主角叶凡给直接灭了，整个大坤王朝连同南宫家族都不复存在。其中除了3个南宫家族的人，南宫碧玉、南宫瑶、南宫晴，为什么他们仨活着呢？因为他们都是女主。不过虽然他们都被叶凡收进了后宫，没有被杀，但结果也好不到哪去。南宫碧玉和南宫瑶还是一对姐妹，姐姐南宫碧玉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精通贸易和营销手段，掌握着整个大坤王朝40%的贸易额。妹妹南宫瑶是个肤白貌美的小公主，一身武艺绝伦，不知迷倒了多少皇宫贵族的公子哥。听起来还不错吧？然而这都是表面，实际上的是南宫碧玉是个十足的恋爱脑，看到叶凡后就直接犯花痴，一眼动情，3眼现身，大坤王朝的葬送跟他至少有50%关系。南宫瑶呢，整个一傻白甜，天天黏着他姐姐，毫无主见，也不修炼，18岁了才炼气2层，比狗还废。被叶凡稍微忽悠一下，就送出了手里全部的资源。这丫头手里好像有个什么破镜丹，元婴期之下服用，能无视境界，直接提升2个等级。破镜丹也被叶凡忽悠走吃掉了，还一口一个叶凡，真是蠢到家了。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大傻子呢？气死我了！算了算了，刚获得了隐身符箓，到时候直接隐身过去，提前把破镜丹偷过来，嘿嘿嘿。还有这最后一位南宫晴，他算是比较悲催的角色了，目前他应该不在大坤王朝，好像改名换姓后被哪个顶级宗门收为亲传弟子了。虽然他姓南宫，流淌着南宫家族的血，却跟南宫皇室有着极大的仇恨，这一点也刚好被主角给利用，成为灭掉大坤王朝的一个原因。因为他的出生有些悲叹，母亲原本只是一个宫中的宫女，被醉酒的皇帝给强行袭击了，结果一发入魂，宫女怀孕后，皇帝也没封为妃子，只是随意打发了一下，后宫有些嫔妃还出手针对她，差点被活生生打死，最后还是在几个太监的帮助下生下了南宫晴。宫女诞子后身体虚弱，得不到营养补充，在南宫晴不到3岁时便去世了。为了避免南宫晴暴露，她在6岁时被心善的太监送出宫去。后来
南宫晴的日子便和小师妹差不多了，吃尽了苦头，不是乞丐胜似乞丐。在他10岁那年，遇到了他的师傅，被带回宗门，从此隐姓埋名立志，以后杀回大昆王朝。南宫晴现在的名字叫啥来着？想不起来了。算了，时间不早了，先睡觉吧。李银川在脑海里写日记，写得有些发困，便直接睡觉了。这边李银川是睡得香甜，但有些人可睡不着了。比如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恋爱脑和傻白甜。大昆王朝公主府，南宫碧玉和南宫瑶两人满怀期待地看到最新的日记内容。姐姐，他写了页。南宫瑶叫了一声。嘘。南宫碧玉竖起拇指，示意妹妹安静些。两人笑着同时阅读起日记本上的东西。这不看不要紧，一看两人心里一凉，顿时脸上的神情从嘻嘻变成不嘻嘻。开篇就是王炸，大昆王朝竟然被叶凡给灭了。姐姐，这个李银川在胡说。南宫瑶气呼呼道，我大昆王朝这么强大，100万士兵，爹爹还是出鞘境强者，手底下元阴境大将军也有10数位，怎么可能会灭亡呢？就算是大前王朝和大元王朝联合进攻，也丝毫不惧。南宫碧玉一脸凝重，妹妹说的话固然不错，但日记本的内容也不得不防。目前来看，这日记本是一件品阶非常之高的宝物，连7品丹药都能随意赐人，那预言未来的事也没有什么稀奇。瑶瑶，安静点，先看完再说。南宫瑶嘟着嘴，继续往下看。上面写着南宫家族被灭，只活下来3人，南宫碧玉、南宫瑶和南宫晴。还说了他们能活下来的原因，因为他们3个都是女主。姐妹俩相视一眼，他们竟然都成了叶凡的后宫，才免于一死的。还有，南宫晴又是何人？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继续往下看，两人神色稍微缓和一些。日记上的内容夸起了他们，说姐姐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妹妹是个肤白貌美的小公主，姐妹俩心情慢慢阴转多云。但刚夸完他们，看到下面2段的内容后，表情又瞬间气愤起来，直接多云转雷阵雨，心情那叫一个起伏跌宕。我是个十足的恋爱脑，看到叶凡就犯花痴。南宫碧玉不可置信，陷入自我怀疑。这些年他看过无数位公子王孙，对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连皇帝赐婚都被他给推脱了，以至于南宫碧玉都以为自己根本不喜欢男人，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是个恋爱脑。一眼动情，3眼现身，大昆王朝的葬送跟我至少有50%关系。南宫碧玉整个人都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南宫碧玉怎会是如此下贱之人？对一个陌生男人一眼动情，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南宫碧玉看着日记内容，直接陷入自闭状态。一边的南宫瑶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双大眼睛瞪得鼓鼓的，看着日记本对自己的描写，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股子闷气憋在胸口，想跟李银川对喷吧，还看不到他人，只能单方面的接受对方的火力输出，因为上面写的东西不是虚构，而是事实，这才是最气人的。他自幼不喜欢练功习武，只喜欢唱歌跳舞，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多好。反正有父皇母后疼爱，还有哥哥姐姐保护他，完全不需要努力，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以至于他今年18岁了，才堪堪炼气2层，这还是吃了不少珍贵丹药才堆砌而成。换成一个稍微有点资质的人服用，人家早就上筑基了，比狗还废。李银川竟然拿狗和我比，本公主要杀了他。姐姐你替我揍他，打死这个臭杂役。南宫瑶撅着小嘴看向姐姐，没想到南宫碧玉已经是自闭状态，根本没听到她在说什么。姐姐瑶瑶你刚才说什么？南宫碧玉稍微从自闭中恢复一点，没什么。南宫瑶努努小嘴，没有再说。南宫碧玉看完李银川对妹妹的评价，眉头紧锁。若是大昆王朝不倒，自有他们保护妹妹，但如果大昆王朝一旦倒下，妹妹只有炼气2层的修为，注定活不长久。瑶瑶，从今天起你要抽出点时间修炼。南宫碧玉一脸严肃。我不想修炼。南宫瑶有些不愿意，修炼实在太枯燥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感悟天地灵气，一坐就是一整天，也太无聊了。不行。南宫碧玉沉声道，若是未来真如这李银川所写，南宫家族被灭，你这小小的炼气2层能打得过谁？到时候只有沦为玩物的份。南宫瑶张大嘴巴，他可不想落得这个下场，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南宫碧玉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就禀报父皇，让他送你去紫霄宗修炼，你顺便去接近一下这个李银川，打听一下我们家族未来是怎么被灭的。如果事情办成了，你上次提到的那件碎星流光裙就买给你。南宫瑶一听，顿时喜笑颜开。真的吗？姐姐你可不许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那好，保证完成任务。南宫瑶十分开心。
姐妹俩商定好决策后，继续看向后半部分日记内容。看完关于南宫晴的介绍后，两人都有些惊讶，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件事。如果我是南宫晴的话，我肯定也会报仇的。南宫瑶认真的说道。报你个头啊，他报仇的对象可是父皇，到时候可能我们都得受牵连。南宫碧玉觉得一阵头痛，叶凡的事情还没解决，又来个南宫晴。不知道这南宫晴的修为如何，被顶级宗门收为亲传弟子，修炼个几十年，想想都觉得可怕。关键是人家还改名了，想找他都找不到，更别说进行道歉补偿了。就算找到，人家也不一定接受。这样一把悬挂在头上的剑，让南宫碧玉觉得头大。父皇啊父皇！南宫碧玉叹了口气，作为女儿是没有立场指责父亲的，偏偏这事又是他父亲做出来的。南宫瑶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反而想着多一个超级厉害的姐姐可太好了。若是我提前派人杀了叶凡的话，也许南宫氏就不会被灭了。南宫碧玉在脑海里想着。大前王朝正义宗，一名紫发冷酷少女缓缓睁开眼睛，不带一丝感情。她正是当年皇帝最后意外产下的那名女婴南宫晴，不过现在她已经改名叫宋建玉，意为宋南宫家族所有人去见地狱。几天前，宋建玉意外获得一本日记本，上面的内容是一个紫霄宗的杂役弟子胡思乱想。宋建玉并未在意，丝毫不感兴趣。直到1刻钟前，日记本传来的通告声开启了他的新功能。看完3条新功能后，宋建玉还是并不在意，即使有人获得了7品丹药，他只想用全部的时间全部投入到修炼中，早日突破到更高境界，杀回大昆皇室，灭了南宫氏。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天的日记本上竟然提到了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南宫晴3个字出现在日记本上，一向面色平静，对任何事都不关心的宋建玉脸上还是出现了一点波动。南宫晴，好遥远的名字啊！据一个太监所说，那个名字中的晴字就是取自于他母亲的晴字。看完整篇日记内容后，宋建玉毫无波澜，淡淡道：所以南宫氏还是被我灭了吗？还是那个叶凡？仅仅思索片刻，宋建玉便不再关心此事，继续修炼。从进入正义宗宗门后，他就每天都在修炼，晚上也是用打坐修炼的方式代替睡觉。短短10年时间，宋建玉就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修炼到成为元婴期的大能20岁出头的元婴，年轻一代几乎无人能敌。但是还不够，因为那个人早已经突破到出窍境了。他不想依靠任何宗门和师傅，不想依靠任何人，所以他必须更加努力。次日清晨，李银川的通讯器中收到今日有长老讲学的消息，于是便匆匆起床，早点过去占个好位置。老一辈的经验对李银川来讲还是比较宝贵的，这样的讲学机会可不多。李银川打开房门，发现院子里有个人正坐在石凳上。徐师姐，你大清早的怎么在这里？李银川纳闷。我来找你，我来感谢你的。徐范儿轻声说道。昨夜获得涅槃丹后，徐范儿高兴的基本上没睡着觉。不过他已经突破到元丹境，不用睡觉也能保持精神饱满。感谢？这有啥好谢的？难道他发现是我救的他？李银川摇摇头，当时徐范儿可都已经昏迷不醒了，不可能发现的。嘿嘿，紫霄宗是我的地盘，我对这里可熟悉了。你想去哪儿，我陪你一块去。徐范儿笑道。李银川眨眨眼，总觉得徐范儿有些不对劲，相较于昨天似乎多了一点温柔。不对，这可是内院弟子人人害怕的暴躁王，我应该是没睡醒。嗨嗨，师姐，我待会要去听长老讲座。李银川话未说完，徐范儿就接道：我跟你一起。好吧。李银川点点头，虽然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有个漂亮师姐作伴还是令人心情舒适的。正说着，李银川看到院外又来一人，来人轻叩院门口，缓步走了进来。李银川向对方看去，不由得张大眼睛。来人是位女子，身上穿着一袭白色如雪的长裙，裙袂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飘动，修身的上半部分衬托她的腰肢纤细，腰间裙摆如繁华盛放，灵动温婉。白皙明艳的面庞带着一抹笑容，眼神清澈有神，眸光流转，唇红齿白，绝美无比。一双素手仿若羊脂玉雕琢般莹润细腻，吹弹可破，这让李银川差点看得挪不开眼。不无双。徐范儿率先喊出对方的名字。李银川对女子的身份略有猜测，果然和他猜的一样，这么漂亮的女子，只有可能是他还未见过面的大师姐不无双了。少宗主。不无双轻轻点头一笑，走近两人。你好，李银川，我叫不无双。不无双说道。李银川稳定心神，微微一笑，对方身上好像有股淡淡的清香，让人闻起来很舒服。奇怪，大师姐怎么突然出现在我的院子里，还主动跟我打招呼？她认识我吗？李银川突然写出的日记
让步无双、徐凤儿都有些意外。徐凤儿也是看向步无双，眼神疑惑，难道他也有日记副本？不然为何会来找李银川呢？一定是这样了。昨日萧长老让我照顾一下新入门的李银川师弟，顺便带他熟悉一下宗门所有事务。步无双道。实际上是步无双找到萧长老，也就是通关长老主动请缨的，目的自然是接近李银川，希望知道一些关于自己的事。宁雪长老的事他知道，南宫家族的未来他也知道，那关于自己的事李银川肯定也知道。李银川暗中打量了一眼步无双，思绪飞向远方。大师姐长得可真漂亮，性格还那么温柔，不愧是众弟子心目中的女神，找娘子一定要找大师姐这样的。凤儿娘子虽然也很漂亮，身材也很好，但师兄弟都那么怕你，请你在身上找找自己的原因。当然，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选择题，我直接全都要。还有可爱的小师妹，养成计划也不能少。写着写着，李银川回过神来，发现两女都盯着他看，面色微红。哦，我要去听长老讲学了。李银川说道。我跟你一起。两女同时开口。三人走出竹林，穿过外门弟子的宿舍区，所有的外门弟子都瞪大了眼睛。卧槽，那小子是谁？身边竟然有两个如天仙般的女子，让他们羡慕得直流口水。美女，你好，加个通讯好友。一个刚进宗门不久的弟子上前对徐凤儿搭讪，不料连一句话都没说完，就被徐凤儿一脚踹倒在地，然后指着他道：你被逐出紫霄宗了。倒地弟子啊！走在前面的李银川心里流了把汗，我刚刚果然没睡醒，竟然觉得凤儿娘子有一丝温柔，是我大意了。有个认识徐凤儿的外门弟子等李银川他们走后站出来说道：兄弟，那个红衣师姐是宗主的女儿，你得罪谁不好非要得罪她，这下好了，长老来了都保不了你了。倒地弟子一脸悲愤，我就上前搭个话就被逐出宗门了，这他妈找谁说理去啊？三人结伴来到长老讲学地点，一路走来，李银川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周围同门投来的目光，这些目光主要还是看步无双的，也有少部分女弟子看向李银川的。至于徐凤儿，看他是想被揍吗？多看一眼就让你当场爆炸。距离长老讲学还有一段时间，场地已经坐了不少人，毕竟这种机会每个月就那么几次。李银川看着场地中央的坐台，想起了原书中的剧情。叶凡第一次听讲座好像就是这里，当时恰好大师姐路过这里，被叶凡看到后忍不住上台装逼，直接跟讲学长老论起道来，让大师姐觉得叶凡有两把刷子。可惜这个刷子没毛，叶凡讲的东西都是他戒指中的老爷爷说给他的，让他复述一遍而已。讲学结束后，不仅大师姐觉得他有些本事，师兄弟都很敬佩他，连讲学长老也对他刮目相看。不过马上就要讲学了，叶凡在哪呢？怎么没看见他出来装逼呢？李银川扭头环视了一圈，也没看见叶凡的身影，因为此时的叶凡正被绑在刑罚处的铁棒上，怕是没有机会过来装逼了。刑罚处，叶凡被粗厚的铁链捆绑着，身上的灵气全都被封印住，使用不了一点。他已经被捆了一天一夜，此刻感觉到又饿又渴。吱呀一声，大门打开，叶凡看清来人，正是抓他过来的通关长老萧长老，身边还站着刑罚长老关长老。叶凡，昨日在入宗测试最后一项测试中，你对多名参与者出手，打伤他们并抢夺他们的旗帜，这件事你可承认？萧长老厉声问道。叶凡眼中闪过一丝阴翳，弱肉强食，技不如人，活该被打，自己又没杀了他们。旋即叶凡又低下头，轻轻点了点。这件事他既然做了，就会承认，即便是错的。好，刑罚长老在纸上添上一笔，接着问道：叶凡，你将少宗主打晕在地，试图轻薄于他，还扬言打断其腿，这件事你可承认？听到这事，叶凡双眼就红了起来，一想到对方那个贱兮兮的笑容，叶凡就气上头来。我没有，是那个狗杂碎要陷害于我，我叶凡从未说过此话。萧长老一巴掌甩在叶凡脸上，给我老实点，我亲眼所见，你还想抵赖？这巴掌多少带了点情绪进去。就因为叶凡和徐凤儿起冲突的原因，导致后山起火，萧长老被罚了3个月的月俸，担任通关长老的奖励全赔进去还不够。我没有。叶凡咬着牙，红着眼，一字一句说道。他发誓，出去之后必定要林川好看。老关，写上拒不认罪，罪加一等。萧长老道。刑罚长老刷刷刷在纸上记录下来。叶凡看着两人的行动，内心已将他们列入必杀名单。等自己修炼到元婴境后，第一个杀的就是你们两个。叶凡，鉴于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紫霄宗拒绝接收你各种品行不正、残害同门之人，所以你被驱逐出宗门了，并且为了防止你再次伤害他人，我们要废除你的丹田和修为。刑罚长老说道。
叶凡一听处罚结果，青筋暴起，奋力挣扎起来。你们凭什么废我修为？你们哪只眼看到我残害同门了？刑罚长老微微摇头，不用狡辩了，这件事副宗主也已知晓，你还是乖乖受罚吧。那个死秃子是吧？他凭什么这样说我？叶凡大叫。刑罚长老老脸一搭，这叶凡还真不知所谓，竟然骂副宗主死秃子。莫贤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提他头发的事了，因为练的功法原因，头上的毛发比一般人要少，但也远没到秃子的地步。你这话要是被副宗主听到了，可就不是废你修为的问题了。刑罚长老刚说完，只听门口传来一道声音，我已经听到了。莫贤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副宗主萧关长老向莫贤行礼，莫贤摆摆手，看向叶凡，你年龄不大，口气却是不小，不知是何底气让你在紫霄宗放肆。哼，我叶凡乃是天命之子，整个玄黄大陆未来都会臣服在我脚下。叶凡不屑说道。呵呵呵。莫贤和两位长老听到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青年。爱幻想是件好事，但幻想过头就是傻帽了。可惜你这个天命之子马上就要陨落了。莫贤准备亲自出手废了叶凡的修为。小凡，用那个东西吧。叶凡脑海里传来秦老的声音。老师，你是说那个令牌？但你之前不是说以后要用到的吗？你马上都要被逐出宗门了，还管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秦老无语。那好吧。两人的交流在一瞬间便完成。等等，叶凡叫出声来，我有紫霄令。一枚紫色的古朴令牌从叶凡的储物戒中缓缓飞出来。莫贤拿起紫霄令看了起来，里面蕴含着一股让他十分熟悉的气息。紫霄令是什么东西？萧长老不解，这名字似乎与他们紫霄宗有所关联，但从未见过。关长老隐约想起了什么，紫霄宗秘典中记载过，800年前紫霄宗建立之初曾受到过魔教围攻，关键时刻有3位化神期的散修挺身而出，帮助紫霄宗度过这次劫难。第一任宗主为了感谢3人，便定制了3枚紫霄令，并向他们承诺，拥有紫霄令牌者来到紫霄宗可无条件向宗主请求帮忙，紫霄宗必不会推辞。几百年来，紫霄宗已经收回2枚紫霄令，还剩1枚在外。没想到这最后1枚竟然在这小子手里。莫贤将紫霄令攥在手里，沉思片刻。这枚令牌是真的，你有什么条件？说吧。叶凡冷笑一声，给我放开，然后杀了这2个狗东西。莫贤冷冷看他一眼，这不可能。紫霄宗的规矩，难道你都忘了？就算是我想当宗主，你都得答应。叶凡一脸傲气，哼，答应你是宗主的事，我是副宗主，我不答应。莫贤面色平静，紫霄令只能要求做我能做到的事，这件事恕我无能为力。叶凡满脸错愕，我连紫霄令都拿出来了，这个死秃子竟然不听我的话，这可是他来紫霄宗的最大底牌之一。原本打算在之后的那个行动中使用，没有办法现在提前用了，然而却没有效果。换李银川的话来说，就是你装逼装歪了，人家根本不买你的账。该死的秃子！叶凡心里暗骂一句。叶凡被捆绑的难受，只能退而求其次。给我松开，我要成为紫霄宗弟子，并且不许再找我任何麻烦。莫贤思索片刻，收下紫霄令，放了他吧，若再有欺负同门行为，绝不轻饶。莫贤说完便拂袖而去。叶凡趾高气昂地看着2长老道，听见没有，你们2个快给我松绑。萧关2人有些不愿的，还是给他松了绑。紫霄宗有没有好看的美女长老？我要当他的亲传弟子。叶凡道。亲传弟子？萧长老一个白眼甩过去，你连外门弟子考核都没通过，当个锤子的亲传弟子，最多当个外门弟子。叶凡还想争辩几句，但秦老告诉他先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只得作罢。外门就外门，哼，凭借我的天赋，到时候希望你们不要求着我当你们亲传弟子。叶凡放下狠话，离开刑罚处。肚子传来咕咕声，他已经1天1夜没有进食了，还被绑了那么长时间，感觉到身心俱疲。此刻叶凡只想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好好睡一觉，养养精神。讲学广场，李银川感到无趣的坐在那里，不时的偷瞄一下步无双和徐凤。蒋学长老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如何在炼气期加速修炼速度，李银川已经都筑基了，这些内容对他来说自然无用。要是讲如何迎敌对战的话，李银川还能认真听听。步无双和徐凤2人对讲学内容自然也是没有在意，都在想着如何了解到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光靠日记本的随机抽取，那太慢了，连副本持有者有多少人都不知道。好无聊啊，不知道这白胡子要讲到什么时候。还好有2位漂亮师姐陪我一起听，要不然我立马就走。奇怪，叶凡怎么还没出现？这不是正好是他的装逼大舞台吗？难道剧情出差错了？等一下，
那个鬼鬼祟祟的人是叶凡。没错，就是他。我记得没错，这个逼果然来了。我就说嘛，他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场合的。看到日记内容，步无双和徐凤儿朝着李银川的视线看去，果然看到一个人。徐凤儿一眼就认出对方，就是那个叶凡。他不是被萧长老抓走了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不应该被逐出宗门了才对？步无双看向此人，穿着破烂，一副体虚的样子，眼神带着凶狠，淫邪，绝非善良之辈。在心里默默给叶凡打上了不良少年的标签，往后一定要远离对方。话说叶凡离开刑罚处，想前往膳食堂吃饭，结果兜兜转转走到了讲学广场上来。现场上千名的弟子，叶凡一眼就看到了坐人群中的步无双，无他，唯对方太过耀眼，颜值惊人，看得叶凡都迈不开腿。这种美人必须是我叶凡的女人。叶凡自信一笑，朝着广场中央靠近，心里想着该如何引起那个美人的注意。此时讲学长老刚好讲到炼气之初，须先静心凝神，心乱则气浮，根基则不稳，服用丹药堆砌炼气之路，短期效果斐然，但脏腑长期受到丹药的药性侵蚀，往后每进一步都会艰难无比，后患无穷。叶凡眼睛一亮，老远声音就响起：我看不然，长老所言甚是迂腐，感悟灵气本就缥缈，自当优先强行吸纳，不快些突破，卡在炼气底层，连气源的尾巴都摸不到，安稳却无尽意，守着你那扎实根基，怕是一辈子困于蝼蚁之境。丹药同样必不可少，若无丹药助力，资质平庸之辈一辈子都困在炼气初期，谈何晋升之路？畏首畏尾，不敢借助外力，空有宝山而不入，修炼意图何时能够登顶？众弟子齐齐转头看向出生之人，有些人听了觉得甚有道理，丹药都不能吃，那炼丹师岂不是失业了？叶凡享受着众人投来的目光，心中一片畅快，这才是他应该得到的待遇，走到哪儿都是焦点，所有人都要以我为尊。叶凡不露痕迹地瞥了眼步无双，心中暗道：哼哼，老子这么帅，就不信还打动不了你。李银川听了却是想笑，这叶凡的理论自然是秦老教给他的，因为叶凡就是这么过来的。两人论道，我还以为叶凡有何高论，原来是如此谬论。叶凡忽视了很多的东西，强行吸纳的灵气十分斑驳，若是没有秦老为他亲自调配的药剂驱除多余灵气，后续根本无法修炼。还有丹药，长老也没说过不让使用，长老意思是说不要依赖丹药，任何丹药都有一定的药性，服用多了肯定对身体没好处。叶凡却直接将其统统摒弃，断章取义，最后更是直接恶意嵌套动机。就这种言语手段，我都懒得睬他。长老有些生气，这小子找茬的是吧？但自己又不好出手，毕竟对方只是一个弟子。一时间他还真不知如何反驳。这时步无双突然站了起来，起身说道：长老刚才所言炼气之法并无问题，天地灵气繁杂，强行入体壁将带来伤害。此外，长老也未曾说过不让使用丹药，好的丹药可以事半功倍，但服用丹药过多，对以后的修炼绝无好处。那些元婴境、出窍境大能者，从不是靠服用大量丹药，而是靠得本身力量。听完步无双的话，长老连连点头，此话甚合他意啊，不愧是紫霄宗的天才。李银川听了也亮起眼睛，哇，大师姐说的和我想的一样，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意相通吗？叶凡微微一愣，背对的有些哑口无言。没想到他看中的美人竟然反驳于他，替那个老头说话，真是可恶。哼，我说的就是真理，我就是这么修炼过来的。在场众人，能有何人是我对手？叶凡手持黑木棍，将炼气7层的气息显露出来。有些弟子看到叶凡如此嚣张的模样，纷纷忍不住想要揍他一顿。炼气7层就敢如此叫嚣，你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一位炼气9层的弟子站了出来，让我来会会你。叶凡冷笑一声，来吧。师弟，你等一下，让我来吧。步无双抬手，他通过李银川的日记早就知道叶凡的战力，对战3个筑基都没问题，确实很强。若是这位师弟落败于叶凡，只会使得叶凡更加嚣张，所以步无双决定亲自出手，想看看这叶凡的真实战力。我会将修为压制到炼气7层，和你一样。步无双道。叶凡见状，心里暗喜，自己要是将美人打败了，可就直接俘获他的芳心了。不用，对付一个女人不需要你压制修为，不然我赢得不光彩。叶凡自信道。你再厉害，还能比筑基巅峰还强。等一下，蒋学长老出声道，你们要是切磋的话，去比斗场切磋。好，步无双应道。没问题。叶凡自然也不怕，两人便朝着比斗场走去。长老则继续讲学，他自然是不觉得步无双会输的。有些弟子继续听讲，有些弟子则跟着去比斗场观战去了。李银川自然也是前往比斗场了。大师姐目前的修为应该是元丹境巅峰，
只差一点就能突破金丹了。而叶凡连筑基都没到时候打起来那场面太美，李银川自然不能错过。徐凤儿也是随着李银川一起去比斗场，他可是那里的老主顾了，之前就是靠着比斗场虐人发泄火气，现在倒是不需要了。在去的路上，秦老和叶凡沟通，这小女娃身上有隐蔽气息的法宝，我看不透她的修为，但肯定不止炼气。叶凡不屑一笑，就算对方是筑基巅峰，我也不惧，这不是还有师尊你吗？秦老摇摇头，紫霄宗内我不便出手，被元阴境的长老发现就不好了。没事老师，我的黑蛇棍法已经练到大成了，他不是我的对手，小心为好。一群人很快来到比斗场，比斗场内大部分都是内门弟子，通过相互切磋增加实战经验，能更好地外出宗门执行任务。外门弟子则努力修炼，吸收灵气增加修为，一般实战都比较差。负责人得知步无双和叶凡要比斗，看了下叶凡，询问道：你确定要跟他比？叶凡把头一抬，自然。那好吧。负责人摇摇头，不再说话，将两人引到台上，负责人开启防护阵法，两人便可以开始比试了。李银川想起来原书中的剧情，记得原文里凤儿娘子和叶凡好像就是在比斗场认识的。当时凤儿娘子一人在比斗台上，恰好被刚进入内门没几天的叶凡看见，便上台和他切磋。结果叶凡在秦老的帮助下打败了凤儿娘子，秦老头还发现了凤儿娘子体内的邪火，并告诉了叶凡。然后叶凡借用帮凤儿娘子驱除邪火的名义，要求凤儿娘子当他3个月的保镖。后来直到凤儿娘子献祭，叶凡也没做到他的承诺。叶凡还借助凤儿娘子的名头敲诈了宁长老不少丹药和其他长老的灵石，真是臭不要脸啊！希望待会大师姐能狠狠虐一下叶凡，毕竟比斗场只要不死人就没事，打个半残应该没问题。步无双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长剑，准备出招。等一下，叶凡突然开口：认输了？不，我觉得既然是比斗，就该带点彩头嘛，要不然太无趣了。叶凡道：你想要什么？步无双问道。我赢了的话，你就做我的道侣，怎么样？叶凡笑道。步无双冷眸凝视，这个叶凡果然是个无耻之徒。你要是输了呢？输了我就不再打扰你。哼，你输了不许骚扰紫霄宗所有女弟子，并且我还要剁了你的嘴。步无双冷冷道。叶凡迟疑了一下，然后欣然接受。我就不信还打不过你一个小娘皮。大师姐加油！大师姐打死这个嚣张狗，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一旁前来观战的弟子们纷纷喊道。叶凡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位美人竟然还是大师姐，想必有点本事的，那可就不能放水了。比试开始，步无双抬起手臂，率先一步手持长剑向叶凡刺了过去。好快的速度！叶凡瞳孔一缩，这女人的实力恐怕不止筑基。当，叶凡提棍挡住了这来势汹汹的一剑。黑蛇棍法，叶凡退后抱起，施展棍法，反手围攻。青云剑法第一式，步无双使用玄阶初级剑法，剑气如锋利的刀片般直奔叶凡。当当当！步无双没想到自己这一招竟然被叶凡全都挡下来了。这叶凡果真有几分本事，那自己就不再留手了。步无双释放出元丹巅峰的气息，表情认真。可嗨嗨，噗！叶凡尽管挡下了对方的一击，但身体已经受到了内伤。刚才那道剑气将他打得节节败退，吐出一口血来。这股气息，他竟然是元丹境。叶凡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瞪大了眼睛。我尼玛，随手挑的比斗对象竟然比他高了2个大境界，这还打个鸡毛？师尊救我！叶凡心中呐喊。唉，秦老叹了口气，这徒弟实在太不让人省心了，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还自信心膨胀，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可怜他一把老骨头都成了灵魂体，还要亲自动手。青云剑法第5式，步无双直接放出大招。青云剑法一共5式，步无双已经炼制大成，威力非比寻常，不可小觑。就算寻常的元丹境硬扛这一招，也非死即残。步无双决定了，直接在比斗场杀了叶凡，就算受到惩罚也无所谓了。师尊救我，我要死了！叶凡看到对方使用如此凌厉的招式，自己若被打中，必死无疑。就在剑气击中叶凡的最后一刻，秦老附身，一声强力声波将所有剑气消散。叶凡鬼上身了。台下李银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鬼上身。步无双看了一眼叶凡，让我看看你这老鬼的本事。青云剑法第5式，步无双继续使用他的最强一招。这小女娃是要疯啊！秦老相当无语，你丫的宗门比试怎么打成死斗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叶凡挖了你家祖坟。速战速决，先把这女娃拿下。
秦老立马做出决策，不再保留手段。控龙擒鹤手，只见叶凡直接破开剑气，伸出右手，五指弯曲，直抓不无双的脖子。不好，大师姐有危险！这该死的秦老头，等我拿到了叶凡的戒指，第一个就灭了你。叶凡抓着不无双的脖子说道：你还不认输？不无双被捏得面色通红，眼神却是坚毅无比。炼丹阁，宁雪突然拉住前来取丹药的萧长老飞了起来。宁长老，你这是？萧长老不解，宗门比斗场好久没去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啊！萧长老一头雾水，好端端的去比斗场干嘛？你别管，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宁雪道：好吧。萧长老不敢多言，虽然他修为比宁雪高，但人家会炼丹，宗门内重要性反倒比他高。两人10几个呼吸的功夫便来到比斗场。原本掐着不无双脖子的秦老突然感受到元阴境的气息，立马缩回到了戒指中。不无双感受到脖子上压力骤减，使出全力到腿上，一个飞踢正中叶凡裆部，将叶凡踢倒10几米远。啊！一道撕心裂肺的凄厉惨叫声响起，响彻整个比斗场。任何一个男弟子听了都能感觉到痛不欲生。不无双起身，朝着叶凡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就这么杀了他，实在太便宜了他。叶凡双手紧紧捂着下半身，吃痛不已，脸上即使被揍得鼻青脸肿，疼痛也不及下半部分来的猛烈。不无双手持长剑，准备一刀劈了叶凡，结果对方身上一道强大的血气迸发出来，将他击退几步，手上的长剑也是咔嚓碎裂。李银川看到这一幕，意料之中，看来是叶凡父母留下的血脉之力激发了。这道血气十分强大，化神期之下应该无人能破防，会在叶凡受到致命危险的时候自动触发。敌人手段越强大，触发的血气伤害越强。好在大师姐刚才没有动用灵气，不然情况就糟了。好像一共有9道血脉之力，全部触发后，叶凡的血脉就会得到净化，获得更加强大的实力。有后台的待遇就是好啊。不无双看到李银川的日记，有些惊愕。9道血脉之力，每一道都能触发保护，化神期之下无人能破防，全部触发后，血脉还能得到净化。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主角待遇吗？也太逆天了。宁雪、徐凤儿也是相当意外，没想到叶凡还有这种保命手段。对手越厉害，血气触发的伤害越高。这也就是说，你想要杀了叶凡，伤害不够打不死他，伤害够了还会被反弹死，这种强大的能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无耻之徒身上？虽然这9道血脉之力很强，但也是有应对之法的，要么修炼到化神期之上再动手，要么就设计让叶凡主动寻死。记得原剧情，叶凡就是在几次探险时中计，用掉了5次，然后在秘境中用了4次。今天大师姐消耗了1次，不知道后面叶凡会怎么样。3女看完内容后，各有各的打算。既然暂时杀不死叶凡，那就按兵不动。李银川说的是受到生命危险，那我只要不杀他就可以，对吧？徐凤儿自言自语道，然后手指一道离火弹射到比斗台上，瞬间点燃了叶凡的衣服。邓秃子，记住你说的话，不许再骚扰紫霄宗内任何女弟子。不无双说完话后，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然后走下比斗台。负责人看着倒地不起的叶凡，有些无奈，喊道：你们谁认识他？把他带回去。在场无人应答。徐凤儿扭头看到身后的宁雪，有些意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对了，昨天的日记上统计人名次数时出现过宁雪？这么说，宁雪手里确实和他一样有日记副本。宁雪朝着徐凤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两人通过眼神交流，都互相知晓日记本的事，那也就不意外宁雪会在这里出现了。随即徐凤儿脸色一红，宁雪已经看到了李银川在日记中一口一个凤儿娘子的喊着，让他有些羞耻。宁雪并未在意，简单打完招呼便和萧长老回去了。烤鸡，哈哈哈！徐凤耳边传来李银川的笑声。李银川，你什么时候进内门啊？你都筑基了，外门不适合你了。徐凤儿道。进了内门，每名弟子都有专属的精美住所，比外门的宿舍好上很多。最主要的是，李银川进了内门，他就能更好接触到了对方，不然还要天天往外门跑。啊，过2天吧，我才刚进外门。李银川道。他连外马门都还没熟悉呢。随你吧。徐凤儿没有强求，避免被李银川看出端倪。不无双下台后，众人欢呼着：大师姐好厉害！李银川看到其雪白的脖颈上有道鲜红的勒痕，这该死的秦老头下手到底是有多狠？大师姐，你没事吧？不无双笑了笑，师弟不用担心，小伤罢了。徐凤儿拿出一枚3品疗伤丹，吃了吧。谢谢少宗主，太浪费了，我休养2天就好了。还是吃了吧，不然某人该心疼了。徐凤儿道。不无双红了下脸，接下了丹药，那就多谢少宗主了。
李银川有些纳闷，这姐俩关系啥时候这么好了？可惜他没有疗伤单，不然肯定拿出来刷一波好感。两位师姐，我先回去了，有事的话可以找我。李银川道。行，李银川你走吧，明天我再找你徐凤的。哎，步无双还想说点什么，被徐凤拦了下来。李银川走后，步无双看着徐凤，忽然想到了什么。少宗主你也。徐凤点点头，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适得其反。你今天出现的有些突兀，还好及时用理由补了起来，不然一定会让他怀疑的。步无双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少宗主你说的有道理，我是有些心急了，我好想知道那些仇人在哪。徐凤道，你别急，有机会的话也会帮你打听打听的。好，谢谢少宗主。步无双郑重道。还有一件事，目前除了我俩还有其他人拥有，宁雪长老也是其中之一，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宁长老。我知道了。两女相谈一会儿便各自回去了。李银川回到宿舍跟大牛打了声招呼，便开始修炼身法瞬息步。这身法他已经修炼了2天，还是连皮毛都没学会。地阶身法的难度实在太高，但李银川手上有一个随机技能满级熟练度，只要这身法学会一点就能立马修成圆满，这让他动力满满。又是一个下午加晚上的时间过去，李银川还是差一点感觉。奶奶的，一个破身法这么难，那些主角是怎么看一眼就学会的？明天必须给他学会了。李银川看了眼时间，还有一会儿就12点了，又是新的一天，祈祷能获得好东西。今天的字数应该够了吧？前面写了那么多主题内容，质量起码给我个 S 吧。为了保险起见，再写一点。上次写到哪里来着？我找找。哎，有了，南宫晴改名了，叫宋什么来着？去了宗门正义宗。正义宗的实力远超紫霄宗，也是叶凡在紫霄宗被灭之后获的第2个宗门。又扯远了，这个南宫晴学的道法好像叫忘情道，因为他师父告诉他，忘情道是他们宗门内最厉害的道法，没有之一。可几乎没有人修炼成功，因为他需要抛弃所有情感，包括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但南宫晴竟然学会了，并且修炼进度1日千里，这让他老师都十分惊讶。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南宫晴应该已经到了元婴境了。这才10年时间，就从普通人修炼到元婴境，足见南宫晴的天赋和忘情道的厉害。可惜那场大战中，南宫晴被叶凡利用，施展无上秘术，丧失所有情感。虽然没有死，却最终也是陨落，迷失在忘情道之中，成为一个彻底迷失自我的废人。人如果没有了感情，那还是人吗？只修炼了10年时间就达到元婴境了。步无双看着日记内容感到不可思议，他自认已经非常努力的修炼了，却还卡在元丹境巅峰。还是说南宫晴的修炼天赋太可怕了？原本打算休息的步无双重新起身，今晚不睡了，别人都元婴了还在修炼，我有什么资格睡觉？正义宗，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可爱女孩来到宋建玉的房间。建玉姐姐，我有事情想问你。宋建玉看到来人，嘴唇轻动。茶香，这么晚找我做什么？女孩看到宋建玉一副冷冰冰的模样，更加验证了心里的猜测。建玉姐姐，那个南宫晴是你吗？宋建玉沉默了片刻，缓缓点头。是我。果然，宋茶香想起了他和宋建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和师父回宗门的路上碰巧遇到了一位穿着衣衫褴褛的小姐姐，如果不管她的话，对方一定会被冻死。于是恻隐之心渐起的宋茶香将身上的棉衣脱给了对方，还向他主动自我介绍。小姐姐，我姓宋，叫宋茶香，你叫什么名字呀？对方停顿了一下，回答他叫宋建玉。宋茶香缠着师父将宋建玉带回了宗门。一开始宋建玉拒人千里之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冷冷的漠视，其他弟子自然也不主动接近他，只有宋茶香每天主动靠上去。渐渐的，宋建玉和宋茶香的关系亲近起来，敞开心扉，会主动和他说话了。宋茶香很开心，大姐姐终于不再那么冷漠了。可是2年后的某一天，宋建玉找到他，告诉他自己要修炼一门特殊功法，可能不会再陪他玩了。在之后的几年内，宋茶香只能偶尔见到宋建玉几面，但每次见面的时候，宋茶香总感觉宋建玉身上少了什么东西，却又不清楚是什么。只知道宋建玉的修为飞速提升，短短5年时间已经超过了宗门内的所有弟子。拿下宗门大比第1后，宋茶香开心的前去恭喜，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对方在闭关。建玉姐姐已经那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闭关修炼呢？去询问师父，师父只是说他修炼了一门很厉害的功法，没有时间陪他玩。还有这几年的见面，每次见面都觉得对方更加冷漠了，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热情。这里面一定有他不知道的事。直到前几天的日记本出现，加上今天里面有关正义宗的奇怪内容，让宋茶香第一时间想到了宋建玉。
日记本里的那个南宫晴，应该就是他的监狱姐姐吧？茶香，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宋监狱淡淡说道。老样子了。宋茶香毫不在意。我不是说你的模样，而是你的性格。这东西已经告诉我们，不要透露出去，你却说了出来。宋监狱依旧一副淡定的样子。我不在乎。监狱姐姐，你真的和他写的一样，已经快忘了所有感情了。宋茶香眼中满是浓浓的担忧，她真的很害怕出现日记本里的结局。这难道不好吗？等我忘却了所有的感情，我就能亲手报仇了。宋监狱应该要笑一下，却发现连笑都笑不出了，不行。你还有师傅，还有我，还有长老，我们都会帮你的。宋茶香大声道。这是我的私事，和你们无关。一旦让正义宗的人参与了，那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了，而是一个宗门与一个王朝的战争，说不定会引发更大的波及，到时候会造成多少伤亡。监狱姐姐，宋茶香有些急恼。不用再说了，你回去吧。宋监狱右手一挥，一道强大的灵力将宋茶香推出门外。去找师傅。不行，师傅也不行，那该怎么办呢？宋茶香的脸蛋上露出一抹愁色，嘴巴微微嘟起，在门前来回踱步，小脑袋瓜飞速思考着。12点很快到了。叮！昨日日记本出现角色次数统计：南宫晴12次，步无双11次，徐范儿8次，南宫碧玉5次，南宫瑶5次，骆雨玲2次，宁雪1次，齐雨0次。看到最新的人名次数统计后，有人惊讶，有人意外。比如说步无双就很意外，没想到他的次数竟然达到了11次，位于第2的位置。可日记本上似乎一次他的名字都没有现过。难道是？步无双很快想通了，日记本的规则应该是这样的，并不一定非要以名字出现，能够确定身份的称呼也是可以的。比如大师姐3个字，对李银川来说只有步无双一人，所以日记本依旧把大师姐3个字判定为步无双出现的次数。类似的如凤儿娘子、小师妹、宁长老等。南宫碧玉和南宫瑶两姐妹有些郁闷，明明是她们来定制的主题，结果她们名字出现的次数竟然比其他人还要低。果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人家就在李银川跟前随便晃悠一下就被写进去了。妹妹，记住你的任务，知道了吗？南宫碧玉道。知道了，姐姐。你说待会我们会获得什么奖励呢？南宫瑶十分期待。不知道，就只有5次，卡在了次数边缘，奖励应该不会太好。南宫碧玉摇了摇头。本来今天打算送妹妹去紫霄宗的，结果父皇不在宫里，又不能让妹妹擅自出宫，只能等父皇的回信了。要不是他要掌管王朝的货物交易，他肯定也要去紫霄宗见见这位日记本的主人。系统声音很快响起。南宫晴提名次数12次，获得地阶终极法宝莲花鞭。步无双提名次数11次，获得6品丹药破元丹、玄阶高级剑法吉祥剑法。徐范儿提名次数8次，获得7阶妖兽烈焰鸟内丹。南宫碧玉提名次数5次，获得玄阶终极身法踏空步。南宫瑶提名次数5次，获得霓裳羽衣舞地阶法宝。看到奖励的众女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这日记本竟然连地阶法宝都能拿出作为奖励，他到底是什么品阶的存在？这才仅仅提名12次就奖励的阶了，要是达到20次呢？会不会奖励传说中的天阶法宝呢？紫霄宗目前最厉害的法宝也才地阶中级，强如正义宗也不过的阶高级法宝，天阶法宝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完了，南宫晴拿到了这件地阶法宝，我们的危险更大了。南宫碧玉开始慌了，更别提对方还修炼着无比强大的忘情道了。再给他1年时间，估计连父皇都不是他的对手。姐姐，我获得了一段舞蹈，叫霓裳羽衣舞，简直太好看了，要是搭配碎星流光裙的话，跳起来可美了。南宫瑶的脑海中出现一段他从未见过的舞蹈，比他以往学过的舞蹈都要好看。南宫碧玉捂着脸，家族都要被灭了，你还有心思跳舞？莲花鞭。宋建玉面前出现一把青绿色的长鞭，散发着强大的气息。用手握住莲花鞭，一股清明的力量瞬间涌入他的身体，驱散心中的杂念。宋建玉轻轻挥动一下鞭子，周身的空气都颤抖起来，发出的爆破声如梵音般震慑心灵。好厉害的法宝！宋建玉露出一抹惊诧，就算他师父的凡尘似乎也没有这么强大。刚刚只是随意挥动就消耗了我1/3的灵气，若不是他本身还储存了能量，我可能根本无法使用。以我元婴境的实力催动还是有些勉强，等出窍之后再使用吧。宋建玉收起莲花鞭，继续修炼。李银川，等我杀了南宫元，若是我能见到你，一定会还给你的。7阶妖兽烈焰鸟内丹，觉醒火凤肢体的材料之一。徐凤儿手上拿着一枚燃烧着火焰的内丹，脑海里浮现出一段文字，没想到是让我觉醒的材料。
7阶妖兽相当于人类的化神期大能了，要不是系统奖励的话，徐凤儿即便知道他需要，也没有办法得到。等他彻底觉醒后，实力嘎嘎猛涨，到时候就能帮助爹爹保护紫霄宗了。不知道觉醒火凤肢体还需要什么材料，该如何觉醒，徐凤儿对很多东西还是一无所知。破元丹，6品丹药，元丹境巅峰使用后突破到金丹境，且必定至少为7文金丹。修士修炼到元丹境后，需要不断打磨丹田中的内丹，使内丹出现金纹，变成金丹。金纹越多，基础越扎实，进入金丹期后就越强，能修炼的境界也越高。步无双打磨了自己的内丹快1年了，也才4道金纹，没想到1枚丹药就能轻松达到7文。步无双看着手上的1枚丹香四溢的破元丹，感到一阵恍惚，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想法。用李银川的话来说，这就是开挂的感觉吗？步无双又拿起身旁的一本剑法，玄阶高级剑法吉祥剑法，同样是奖励给他的。目前他最厉害的攻击招式是青云剑法，但只有玄阶初级，比吉祥剑法差上很多。谢谢你了，李师弟。步无双收好丹药和剑法，进入修炼密室中服用下丹药，准备开始突破。宁雪有些可惜的看着提名次数和奖励，他明明和李银川离得这么近，却无法获得奖励，难不成要和少宗主一样？宁雪脸色一红，不成，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正在选取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选取成功，宁雪抽到我了。宁雪看着最新消息，又惊又喜，没想到第2次就抽中他了，这可太好了。我要定制主题为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超额完成字数，内容质量评价为 SS。 听到系统的声音，李银川感觉到一阵舒爽。 SS 可以，不枉我今天写了那么多字，有日记主题就是好，不怕写歪了。宿主获得黄金大礼包1份。打开大礼包，打开黄金礼包，恭喜宿主获得青木根骨、影息术、地阶高级功法圣木长生诀、玄阶中品宝物青光剑、灵石10万、5品疗伤丹1瓶、5品解毒丹1瓶、5品风行丹1瓶，又是一大串的奖励。李银川非常欣喜，终于有根骨了，这下我学习瞬息步应该不会无从下手了吧。李银川获得青木根骨后，头脑感觉到一片灵光，对瞬息步的理解似乎强上了几分。隐息术学会后可以将修为隐藏起来，化神期之下无法查看，这个好。隐息术非常简单，李银川看了一眼就学会了。地阶高级功法，卧槽，这要牛叉的吗？宗主目前的功法好像才地阶中级，还好奖励了我根骨，不然就算给我肯定都学不会。收好圣木长生诀，李银川的目光看向了那一把长剑，剑长3尺3寸，通体绽放着青色的光芒，宛如深邃夜空，一看就不是凡品。大师姐手上的那把剑今天断了，要不将这件送给他，或许能增加点好感度。刚自语完，李银川又摇摇头，不行，我又不是舔狗，目前我还没有厉害的攻击手段，还是等我获得了更厉害的剑，再把这把青光剑送给他。对，就是这个样子。舔狗不得 house。 剩下还有10万灵石和疗伤丹、解毒丹、风行丹各1瓶，不过都是5品丹药，每颗价值好几万灵石，效果比低阶丹药好上几倍。还不错，今天的收获满满。等我学会了瞬息步，就再也不怕叶凡了。就算是他老爷爷附体，也应该跑不过我吧。先看看今天的主题是啥。凝雪凝冰，你咋不叫蜜雪冰城呢？李银川吐槽一句。今天的主题是蜜雪冰，不是，是凝雪凝冰。凝雪和凝冰2人也是一对姐妹，跟南宫碧玉和南宫瑶一样，不过她们2人可没有后者过得那么幸福。凝雪作为姐姐，对妹妹凝冰是无比疼爱，从小到大都无比照顾妹妹。可偏偏命运捉弄，在凝雪8岁那年，妹妹被一伙黑衣人拐走了。这伙黑衣人的来历可不简单，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寻找圣女凝冰，恰好被他们看中，便将她劫走。再往后，姐妹俩便分开了。凝雪之后，某天得到一个道人传授的炼丹心得，开始学习炼丹，途中吃尽了苦头，后来加入紫霄宗，成为长老，一边炼丹一边寻找妹妹。凝冰的话就更惨了，被带走之后，和其他同时进来的99名圣女一同进行圣女选拔测试，没有通过的死。那测试老惨了，太惨了，我都不忍心写，睡了。下午修炼瞬息步练得有些过头，李银川感觉有些劳累，便倒头睡了。宁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些急切。李银川怎么还不醒啊？他不会睡着了吧？刚说完，日记本上慢慢更新出新的内容。宁雪对前面的描述一眼扫过，只想知道妹妹究竟在哪里。被黑衣人拐走，为了寻找圣女。宁雪有些吃惊，一般来说，只有那些顶级宗门、超级势力才会有圣子、圣女存在，为了接任并成为下一任宗主。
这么说，难道还是一件好事？接着往下看，宁雪瞪大双眼，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妹妹要和其他99名圣女进行选拔测试，通不过就会直接死。最后2句更是连李银川都觉得老惨，那得是多惨。宁雪无法想象自己当时只有7岁的妹妹能如何在100名圣女选拔中存活下来。她什么都不会，只是个普通人啊。妹妹这么多年都没有讯息，大概率可能已经一阵心痛的感觉顿时在宁雪胸口涌起，眼角不禁流出一行泪水。妹妹到底是谁？无论你是什么宗门。宁雪握紧拳头，随即又感到一阵无力。她目前的修为连元婴都没到，想要为妹妹报仇简直痴心妄想。咚咚咚，这时房门外传来敲门声。这座阁楼只有她和小徒弟2人居住，所以不用想，敲门的肯定是小徒弟了。进来吧。宁雪沉吸了口气，擦了下眼角，压下那些痛心的感觉。师尊。骆雨玲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看到宁雪的气色并不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宁雪压着声音问道。骆雨玲想了想，道：师尊，您妹妹一定会没事的。听到这话，宁雪眉头忽然皱起，立马做出噤声手势。这种事不要说出来，不然会受到惩罚的。宁雪叮嘱道，她可不想失去妹妹之后再次失去心爱的徒弟。啊！骆雨玲一愣，她不知道师尊为什么会这么说。师尊，你是说日记本的事吗？此话一出，宁雪面色一僵，更是感到惊吓。上次她话在嘴边没说出口，都察觉到恐怖的死亡气息，这次徒弟竟直接说了出来，岂不是死定了？别说。骆雨玲被宁雪的过激操作弄得不明所以，也是一个字都不敢说了。但等了好几分钟，四周无事发生。骆雨玲怯怯问道：师尊，怎么了？宁雪试着说道：那上面不是说了不允许告诉其他人吗？不然就会受到惩罚的。可是我没事啊。骆雨玲眨着眼睛，他说的是不能告诉没有日记副本的人吧？宁雪想了想，觉得小徒弟说的有道理。那第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就因为这个功能没出现吗？师尊，我觉得您的妹妹应该没事。骆雨玲重新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宁雪惊讶。难道李银川和他说了自己妹妹的事？我猜的。骆雨玲道。既然师兄没有直接写出来，那就肯定没事，说不定她已经成为了圣女。宁雪一脸惆怅，还以为徒弟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结果。冰儿被抓走的时候只有7岁，还是个普通人。我是想不到她能如何在这100人的测试中活下来。唉，宁雪也希望妹妹没死，但希望实在太渺茫了。那我明天问问师兄去。骆雨玲说道。李师兄还真是有些任性，写到一半不写了，好歹把宁冰师姑的下落写出来再睡啊。这下好了，师尊肯定睡不着了。千万不要。宁雪道。为什么啊？我和少宗主他们都商量过了，不能让李银川知道这件事。他要是知道我们能看他写的日记内容，以后还会那样随心所欲的继续写吗？听到宁雪的话，骆雨玲的小脑袋瓜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是啊，师尊说的对，要是被师兄知道的话，他肯定不会再写了。想到师兄在日记本里凤儿娘子凤儿娘子的叫着，骆雨玲脸上不禁浮起一抹红晕。雨玲，你去休息吧，这件事只能顺其自然了。有日记本的奖励，或许我还有一丝希望能救出妹妹，如果她没死的话。宁雪道。师姑一定不会有事的。骆雨玲坚定地说道。魔教圣女房间，为什么宁冰这个名字我感到好熟悉，还有宁雪这个名字，可是我怎么对他们毫无印象啊？头好痛。不行，我得派人去搜查一下这2人到底是谁。次日清晨，李银川起床后打算在宗门内转一转，顺便打听下叶凡的消息。昨天叶凡被打得那么惨，连兄弟都被烤了，不知道情况怎样了。姐夫。一打开门，李银川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王胖子，你怎么在这？嘿嘿，姐夫，我也过了测试，已经是宗门弟子了。向好多人打听都没你的消息，最后还是在库房管事那儿花了点银子，才知道你原来住这儿。王胖子嘿嘿笑道。你小子，李银川故作严肃，宗门内不要叫姐夫，叫师兄就行了，万一被徐凤听到就不好了，那还怎么泡他们？嗨嗨，知道了，姐。哦不，师兄。王胖子憨憨一笑。对了，问你件事。李银川问道。昨天叶凡也进了宗门，你有没有见到他？王胖子点点头。师兄，这事我还真知道一点。听隔壁宿舍王二狗说的，昨天有个人浑身被烧得漆黑，衣服裤子都被烧光了，抬到宿舍里时都没醒来，应该就是叶凡。不过好像半夜叶凡突然大叫一声，发了疯，跑出宿舍了，然后就没见到他了。李银川沉思片刻，没得到那把剑，叶凡暂时应该不会离开紫霄宗的。对了，我刚才打听到一个消息。王胖子突然神秘道。
说，听说皇室的小公主到我们这儿来了，送过来的时候有好几十只飞行妖兽，场面可壮观了。小公主？李银川有些意外。南宫瑶？对，南宫瑶公主。王胖子点点头。她来我们宗门做什么？做客。李银川有些疑惑，书上原剧情好像没提到南宫瑶来过紫霄宗啊。也许来过，只是代表皇室进行简单的问候，所以书上面没写。李银川猜测，是来当紫霄宗弟子的。听说圣皇太宠溺女儿了，让她来紫霄宗锻炼锻炼，顺便加强皇室和紫霄宗的关系。当弟子？李银川听了很是诧异，那个不学无术的丫头还专门跑过来当弟子，一言假好吧，说不定是受不了皇宫里的枯燥生活，跑出来游玩的，想让她修炼，简直天方夜谭。过2天也许就回去了，不必理会。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李银川突然问道。他比王胖子早1天进入宗门，消息却一点也不知道。嘿嘿，都是师兄弟告诉我的，我给了他们一点点银子。王胖子嘿嘿一笑。刚进宗门第1天，王胖子就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些美食美酒和同宿舍的师兄弟分享，还有一些银两之类的。这是他父亲王如海告诉他的相处之道。也许整个宗门的人不能完全友好相处，但宿舍的几个人一定要打好关系，以后有事相求，他们也不好意思推脱。一顿饭下来，几个人的感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一些王胖子不知道的隐秘消息都随口谈天说的聊了起来。紫霄宗长老谁脾气最好，谁不能得罪，哪个女弟子长得漂亮，哪里的饭最好吃，王胖子基本都知道了。可以啊，胖子。李银川听了眼睛一亮，心中顿时涌现出一个想法，这王胖子是个搞情报的人才啊，或许可以让他帮我创建一个情报机构。毕竟有很多事情原书中并没有提到，比如今天的小公主来访，要是能拥有一个情报机构，就能对所有事了如指掌了。目前就可以负责紫霄宗内部的一些消息，等机构做大做强，扩展到东周3大皇朝乃至整个玄黄大陆。想到这里，李银川想到了一个原书中酷爱零食的人，要是能把他找来，或许这个情报机构还真有可能创办成功。王胖子，我有个想法，你要不要来？李银川将王胖子带到房间里，悄声说道。师兄尽管说，能做到的我绝不推辞。王胖子拍拍胸脯。李银川摸了摸戒指，下一刻桌子上顿时出现一大批零食。王胖子眼睛都看直了，姐夫，不是，师兄你拿这么多零食做什么？这桌子上堆积的起码有上万零食了，换算成银两就是亿了。你听着，我想创办一个情报机构，可以了解天下所有大小消息。李银川开始说出自己的想法。目前你可以先试着从紫霄宗入手，从外门入手，再慢慢到内门，到整个宗门，到整个大坤王朝。王胖子被李银川的想法震惊了，没想到姐夫的理想竟然如此远大。如果我能助姐夫一臂之力的话，那后世史书上必定有我王德发的名字。这些零食是你的启动资金，不够再找我要。最好招收几名心腹，你就是他们老大，知道了吗？李银川道。那师兄你呢？我是你的老大。王胖子思考了一下，好，干了。这绝对是一个很疯狂的举动，刚进宗门的第1天就开始打探消息，要是被长老知道了，说不定会把他宰了。不对，长老似乎也是可以收买的。这个空间戒指也给你，里面还有几瓶5品丹药，还有筑基丹等东西，全部交给你使用。李银川脱下戒指放到王胖子手上，王胖子用神识查看了一下戒指里的东西，顿时惊呆了，里面还有一大堆零食，比桌子上的更多，估计有10几万零食，更别说还有每一颗价值上万零食的5品丹药，足足有5瓶。如此大的手笔让王胖子的呼吸都急促起来。姐夫，王胖子非常感动，他和李银川认识满打满算也不过1个星期，对方就如此信任他。行了，要哭回去哭，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创办情报机构这事也不用急，但必须保密，知道吗？李银川郑重道。知道了老大，绝对完成任务。对了，以后找我不在的话，跟李大牛说也是一样。李银川指了指客房，老大，你这里还有2间房，要不我也搬过来住？王胖子嘿嘿笑道。滚一边去，你过来住，谁帮我收集情报？李银川一脚踹去。王胖子走后，李银川看了眼系统空间剩下的东西，刚才给王胖子的东西都是他用不上的东西，零食、筑基丹、聚气丹什么的，5品疗伤丹和亵渎丹、风行丹，李银川只留下1半，每样10颗。毕竟做情报机构要舍得下血本，舍不得花钱怎么行？至于做的怎么样，那就看王胖子的天赋了。失败了也没关系，大不了从头再来，实在不行就把那位找来。送走王胖子不久，李银川看到院外又来一人，是大师姐步无双。大师姐早上好啊。李银川笑着大声招呼。李师弟早上好。
不无双从空间戒指中取出1000枚灵石，这是萧长老让我来拿给你的，是通关测试拿到额外旗帜的奖励，还有1000点宗门贡献值。你把弟子玉牌取出来，我转给你。李银川取出玉牌，看着不无双将他的玉牌轻轻与自己的一靠，贡献值便自动转了过来。哦，好方便，跟刷卡一样。李银川惊奇，什么刷卡？没什么。李银川呵呵一笑，大师姐，今天你穿着这件蓝色紧身服真好看，不过怎么不穿裙子了？不无双微笑，谢谢师弟夸赞。过会儿我要出宗门做任务，穿裙子不太方便。做任务？就你一个吗？不无双点点头。李银川知道宗门弟子每个月都至少要接一次任务，做任务可以赚取宗门贡献值和灵石，任务有难有易，选择合适的就行。不过有一点让李银川感到奇怪，记得大师姐第一次做任务就是单独一个人，然后途中碰到了叶凡，便和他一起去做，结果做任务时遇到了意外，碰到了2个金丹期的魔修，大师姐差点就死在了他们手里，关键时刻还是叶凡暴血杀了2个魔修，大师姐于是对叶凡好感度飞速上升，后来更是在密室里，叶凡发现了大师姐觉醒见到至尊体质的东西，这一波让大师姐对叶凡好感度拉满，从此以后大师姐直接上了叶凡的贼船。刚刚听王胖子说叶凡昨晚恰好跑了出去，难道我去，这剧情怎么发展的有点奇怪了呢？难道因为我的出现所导致的？不管了，反正对小爷没影响就行。我和大师姐一起去，如果这次的任务途中发现了叶凡的话，说明这段剧情已经提前了，没有的话另说。李银川思考了一下，说道，大师姐，能透露一下你要去做什么任务吗？不无双回答，紫霄镇东边的村庄最近出现一伙强盗，附近来往商人都被拦路抢劫，我准备去除掉他们。李银川心神一动，真是如此，果然和原书剧情一样，这帮强盗不是普通的强盗，他们的身后是马蜂帮，而马蜂帮已经被魔教的人入侵，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抢劫，而是为了寻找圣石。圣石的来历有点复杂，暂时不提。不仅是紫霄宗，其他宗门的管辖范围内应该都出现了这群强盗。反正这次任务非常危险，若是叶凡不出现的话，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那2个金丹期的魔修，而且叶凡不来的话，也无法打开那个藏着大师姐觉醒见到至尊体质的镯子。所以说这次任务还必须有叶凡才能完成。你大爷的，没了主角，这剧情还走不下去。李银川有些蛋疼，这世界还真 TM 围绕着主角转大师姐，我跟你一起去吧。李银川道，身上还有几颗5品风行丹，到时候打不过就跑吗？好，不无双一口答应了。有李银川在的话，或许能知道更多的消息，而且似乎他还不知道我已经突破了，并且还是以9道经文突破到的金丹境，对付那2个金丹境魔修应该不成问题。需要我帮忙吗？突然一道悦耳的声音在李银川身边响起，是徐范儿。李银川被吓了一跳，他怎么神出鬼没的，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少宗主，不无双有些惊讶，少宗主应该已经知道了此行的危险，他还要跟着吗？徐师姐，我和大师姐去做任务，你还是不要来了。李银川道，这又不是去游山玩水，自己身上的风行丹可不多，还要留几颗保命呢。不，我偏要跟着。作为紫霄宗的一份子，惩恶扬善我义不容辞。徐范儿义正言辞道。李银川大汗，看来要多消耗1颗风行丹了。既然少宗主愿意来，那我们就一起吧。不无双道，奇怪，范儿娘子好像有意无意的在盯着我看，这2天也总是往我这儿跑，难道小爷已经帅的能让女主主动投怀送抱了？哼，这个可恶的看脸时代。徐范儿俏脸一红，装作无事发生。这个臭屁的家伙，自己刚才的动作太明显了吗？以后得注意一下了。我们走吧。不无双轻轻笑了一下，不用，我有一件飞行法宝。徐范儿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件椭圆形的船状物品，这是爹爹给我的飞行船，只要输入灵气或者投入灵石就能使用。说着，徐范儿取出100块灵石，朝着飞行船的油箱投了进去。飞行船缓慢悬浮起来，这东西好啊。李银川一笑，有这法宝，不用金丹也能飞了。你想要吗？我送给你吧。徐范儿嘴角一扬，先不用了吧。李银川有些受宠若惊，他果然在馋我身子。3人登上飞行船，徐范儿控制好方向，朝着不无双的任务地点出发。宗门大殿内，副宗主莫贤和大坤王朝的使臣热情交流着。莫宗主，小公主这2个月就在紫霄宗学习了，老夫一定会保证公主的安全问题，请圣皇放心便是。莫贤笑道，他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会把小公主送过来，难道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交流？南宫瑶坐在椅子上一脸焦急，坏了，那个坏蛋要走了，他们什么时候谈完啊？
飞行船飞到紫霄镇上空，李银川提议下去买点食物。修饰金丹期以后不需要吃东西，靠吸收天地灵气就行。但金丹期之前还是需要吃东西填饱肚子的。三人走在紫霄镇的街道，道路两边卖东西的摊贩不时地喊叫着。步无双感觉到一丝放松，他好久没下山闲逛了。这烤鸡怎么卖的？李银川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问价声，转头看去，是一个身穿青绿色衣服的女子，腰间佩戴一把长剑。李银川感应了一下对方的修为，炼气9层，看样子也不像个散修。女子感觉到身后似乎有人注视她，便回头看了眼，没想到真的有人在盯着她。看什么看？登徒子！女子没有好气道。徐凤儿一听，顿时就不爽了，都想召唤出火焰枪教训一下对方，却被步无双给压住了。李银川看清对方的容貌，心里惊了一下，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本以为是各路人甲，没想到竟有如此姿色，这颜值不输徐凤儿呀。看样子这绝壁又是一位女主，这个时间段出现在这里的女主能是谁呢？李银川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奇怪，越来越奇怪了，这穿青色衣服的女人绝对是女主，我敢拿叶凡的10年寿命打赌，可我就是想不起来对方是谁。没道理啊，这个时间点除了紫霄宗的4个女主还能是谁呢？李银川突然更新的日记让在场3女都有些意外。步无双和徐凤儿对视一眼，似乎在说她也是女主。青衣女子同样十分诧异，盯着李银川，用手指着他，惊讶道：你是李银川？听到这话，轮到李银川惊讶了。你是谁？你认得我？我。青衣女子有些慌张，自己和他从未见面过，却叫出他的名字，好像表现过头了。李银川眉头微微皱起，觉得情况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徐凤儿眼神狠狠盯着青衣女子，有些气恼。要是因为你被李银川发现了日记副本的秘密，我必须跟你算账。步无双也在思考着用什么方法替女子找补，但不知道对方身份该怎么办。青衣女子沉思片刻，缓缓开口：你们好，我叫王芷嫣，是玄女宗的弟子。步无双和徐凤儿对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好像在哪看到过。快速翻阅了下脑海里的日记本，知道了对方的身份。王芷嫣。李银川有些惊讶，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你认得我？王芷嫣笑了笑，其实我是猜的。猜的？王芷嫣组织下语言，李银川，你在这所镇子上救了我弟弟王德发，对不对？李银川点点头，可以这么说吧。那就对了，得发跟我说了这件事情，还描述了你的外貌。他说你是一个很帅很帅的姐夫。最后2个字，王芷嫣红着脸说了出来。没办法，不这么说，李银川他不信啊。咳。李银川连咳3声，你大爷的王胖子，咋啥事都往外说呢？不对，对方是他姐姐，应该不算外人。可偏偏徐凤儿也在场，这就有点尴尬了。徐凤儿早就在日记本里知道了这件事，只是李银川用来诓骗小反派的借口罢了。你现在当面说这些，是千里迢迢过来抢人的吗？王芷嫣看了下李银川的反应，确认自己没有露馅就好。他从宗门出发，已经赶了2天2夜的路程，本以为弟弟已经出事了，却没想到在刚到紫霄镇的时候，看到了李银川最新的日记，里面还提到了弟弟。那一句刚刚听王胖子说，让王芷嫣意识到弟弟并没有死，反而已经进入了紫霄宗，成为了外门弟子。于是他便准备休息一下，填饱肚子。没想到碰巧遇到了外出的李银川。徐凤儿走向前去，盯着王芷嫣道：你刚才说谁的姐夫？谁是姐姐？王芷嫣看向对方的衣着装扮，这身火红色长裙应该就是那位臭皮王徐凤儿了吧。对方的修为比自己高，打不过。王芷嫣眼珠一转，对李银川扬怒道：我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得发哪来的姐夫，原来是你在骗他。说完这些，王芷嫣又立马接道：看在你救了我弟弟一命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李银川他都还没想好该怎么解释这事，对方就原谅他了。现在这女主都这么好讲话了吗？这应该算扯到对方的名声问题了吧。王芷嫣竟然没有过多计较，那岂不是说真有可能成？李银川看着王芷嫣的一双桃花眼，凤眸流盼，美目含情。嗨，真别说，还真好看，就算是生气也别有韵味。这狗作者别的不行，女主倒是没一个姿色差的。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徐凤儿追问道。我不是说了吗，这都是他瞎编的。王芷嫣瞅了一眼徐凤儿，这人怎么回事？要不是打不过你，我就不跟你废话了。你记住，李银川是我的。徐凤儿右手向上一搂，刚好挂在李银川的脖子上。随着女主越来越多，指不定什么时候李银川就被其他人勾走了，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
不无双愣了一下，少宗主这是主动宣誓主权了吗？李银川也有些恍惚，徐凤儿这是吃错药了。哼，不跟你说了，我去找我弟弟去了。王芷嫣哼了一声，告别三人，朝紫霄宗去了。徐师姐，可以放开我了吗？李银川身高比徐凤儿高出一个头，此刻被他搂着脖子，还要弯着腰。徐凤儿撤回右手，撇撇嘴道：“你别多想啊，刚才那女的一看就没什么好心。”不无双微微一笑：“我们走吧。”三人买完食物，重新行驶飞行船朝目的地出发。可恶的徐凤儿，要不是李银川帮你，你不一定比我厉害呢。哼，你不让我争，我偏要和你争。反正李银川挺帅的，我也不吃亏。王芷嫣心里想着，这个姐夫他当定了。师尊，我废了，我感觉我起不来了。叶凡浑身冒着绿光，表情略带痛苦地说道。昨晚半夜他就感觉到体内一阵燥热，在秦老的指示下飞奔离开紫霄宗，跳到了一条湖泊降温。体内的火焰力量持续消耗着他的心神，短短3个时辰，原先2米深的湖泊竟然露出了湖底的淤泥。即便之后来到树林里修炼，他的那里还是没有知觉。小凡别灰心，你已经筑基1层了。秦老的灵魂飞出戒指安慰道，只要得到了那个女娃的剑尊体质，所有伤势都可以恢复的。该死的女人一点都不手下留情。叶凡愤愤骂道，还有那个放火的女人，我要他们2个都死。小凡，也多亏了那个女娃，你的血脉之力似乎更强了。秦老有些唏嘘道，没想到小凡你体内还有如此强大的血气护体。说起这个，叶凡也有些惊讶，原本以为会死在比斗台上，没想到却活了下来。秦老说道，据我观察，当时迸发的血气似乎不止1道，只有在你受到致命危险时，他们才会自动护体。这些防御手段是你父母留下来的吗？叶凡摇摇头，师尊，我也不知道。自从我出生后，我的父母就失踪了，他们只留下了这个玉佩。叶凡拿出一个通体琉璃的玉佩，仔细端详一番，并未看出有何不同。秦老也没有什么发现特别之处。小凡，这夺灵之术以后还是少用，它毕竟是我从魔教的人手里获得的，即便能快速恢复伤势，但对身体还是有损害的。秦老又道，知道了，师尊。若是能取到剑尊体质的话，这点小损不算什么。叶凡停止修炼，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身边的数十棵大树都已丧失生机，原本粗壮的树干变得干枯，树叶由绿变黄，纷纷凋零。孤叶凡肚子传来一声叫，这附近有座村庄，我们去那里弄点吃的吧。秦老说道。飞行船行驶了大约4个时辰，终于到了任务所在地点的村落附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银川他们都收敛修为气息，扮作普通人。听说强盗他们是在前面山坡那里拦路抢劫的，山坡附近都是树林，我们去那里。不无双道。三人在道上走了半个小时，也不见强盗踪影。无双，是这地方吗？徐凤儿问道。应该没错。不无双话音刚落，20几道身影嗖拦路而出。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为首的彪形大汉光着膀子，举着大刀，额头处有道醒目的血痕，看着十分吓人，结果一张口结结巴巴。身后一群小弟个个都提着砍刀，脸上挂着淫邪的笑容。徐凤儿看到众人的眼神，感到恶心。各位大哥，小弟出门没带什么钱，放我们一马吧。李银川说道。放个屁！彪形大汉恶狠狠说道。这2女的有点姿色，带回去给兄弟们爽爽。男的绑起来，通知他家人拿钱。李银川让我杀了这群狗杂碎。徐凤儿走到上前，哈哈哈！强盗小弟们看到后还没笑完，就被徐凤儿2道凤火烧得一干二净，连尸骨都消散了。徐师姐，等等！李银川话音未落，所有强盗都被杀了，连个惨叫声都未发出。留着这群杂碎干什么？徐凤儿有些气愤。李银川一脸无奈，徐师姐，你好歹留下一个，问下他们的老巢在哪啊？不无双也有些可惜，不铲除他们的老巢，日后还会有强盗过来的。没关系，这不是有你吗？徐凤儿拍了拍李银川肩膀。你都知道了这帮强盗的背后势力是谁，难道不知道他们的老窝在哪吗？李银川一脸无语，我又不是强盗，我怎么知道对方老巢在哪？除非李银川抬头望了望四周，没什么人。你在看什么？徐凤儿好奇道。我在等一个知道强盗老巢的人。谁啊？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他要是没来，咱们就可以直接回宗门。李银川笑着说道。不无双和徐凤儿2人陪着李银川开始等，他们大概知道这人是谁了，除了那个男主叶凡，还能是谁？果不其然，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树林里走出一道男子的身影。李银川抬头看去，此人身上赤裸着，
树叶做成的衣服和短裤遮盖了关键部位，身上皮肤还有些通红，不是叶凡还能是谁？好家伙，一天不见，直接成人袁泰山了。李小贼，还有放火女、比斗女。叶凡隔老远也看到三人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小凡冷静点，要得到他们的天赋，首先要取得他们的好感。秦老的声音在脑海里传来，叶凡忍住怒意，憋着不让自己动手，不然分分钟揍得他们满地找牙。徐凤儿都没眼看对方，一句话也没说，知道这叶凡还有点用，暂时不跟他起冲突。步无双则是呵呵一笑，叶凡师弟，昨日是我有些冲动了，这里向你赔个不是。叶凡一听，顿时眉头舒展开来，露出得意的笑容。这才对嘛，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老子的魅力无人能敌，就凭那个李小贼也配跟我抢女人？那个放火女迟早也要被我征服。不过即便你们弃暗投明，我也不会放过你们。谁让你们拥有剑道至尊体质和火凤肢体呢？恰好老子需要，你们就乖乖贡献出来吧。我一向很大度，没有放在心上。叶凡露出自认为很帅的邪魅一笑。我还要感谢你，让我的血脉得到了提升。昨晚刚刚突破到筑基，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到元丹境了。李银川咳嗽一声，打断了叶凡的吹嘘。叶凡，你就穿成这样子出来？没衣服跟我说，我送你一套。叶凡听到这话，盯着李银川，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是在嘲笑他，还是真要帮他？不过无论哪样，在他心里，李银川都是必死之人。哼，你还敢走出宗门，不怕我杀了你吗？叶凡直言不讳。叶凡师弟，你还是先找个地方整顿一下自己吧。步无双开口道。叶凡一听，心里顿时美滋滋的，这女人开始关心我了，看来拿下她是迟早的事，今天暂且放你一马。叶凡心情有些不错，说完便要离开。李银川连忙用眼神示意步无双，等下，叶凡师弟，我跟你一起吧。步无双说道。跟我一起？可以。叶凡心中大喜，这发展速度这么快的吗？步无双甩给李银川一个东西，随后纵身一跃，直接飞向叶凡那里。叶凡得意地看了眼李银川，轻蔑一笑，仿佛在说，看见没，你个小瘪三。李银川毫无表情，甚至想笑。等叶凡和步无双两人走远，徐凤儿忍不住问道，李银川，你让无双跟他走了？大师姐跟他一起没事的，叶凡能够知道强盗老巢在哪。李银川道，那我们呢？徐凤儿又问。我们当然是守株待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李银川哈哈一笑。叶凡带着步无双来到附近的村子行乞，穿了件破旧的村民衣服，总算稍微有点得体。随后又吃了点东西。吃完饭后，叶凡询问步无双为何出现在这里，步无双总算能开口说出自己的任务了。强盗。叶凡想了一下，昨晚夜里他赤裸狂奔的时候，好像在什么地方路过一个巢穴，那里有不少人的样子。也许我知道这帮强盗的匪窝在哪里。叶凡说道。步无双心中一喜，师弟能告诉我匪窝在哪里吗？我要去灭了他们。既然是剿灭土匪强盗，我叶凡自然义不容辞，我跟师姐一起去。叶凡挺起胸膛，表现自己。那好，我们一起。步无双点点头。两人走后不久，李银川和徐凤儿的身影出现。看来叶凡行动了，我们跟上。李银川看了眼手上大师姐给他的定位符，小心点，别被那老东西发现了。2个时辰后，天色都黑了。李银川看到定位符的标记还在移动，你大爷的，怎么还在动？叶凡这小子不会迷路了吧？李银川吐槽一声。刚说完，标记便停了下来。徐师姐，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吧，先让他们打起来。好。另一边，叶凡凭借着记忆总算找到了地方。这帮强盗的匪窝藏在深山之中，隐匿性极强，周围还有个2阶阵法保护，一般人还真发现不了。师姐，这里的土匪就全部交给我了，你先休息一下。叶凡道。那好，我就谢谢师弟了。步无双毫不客气，直接坐在地上开始休息。叶凡嘴角抽了一下，我就客气客气，你当真了？什么人？警戒！土匪村寨周围巡逻的小喽啰听到叶凡2人的说话声，立马警惕起来。被发现了。叶凡低语一句，师姐，你小心点，不要被看见了。一切都靠你了。步无双微微笑。叶凡提起黑木棍，朝2个小喽啰走去。炼气5层，不自量力。叶凡随手2棍就将他们当场打死，连哀嚎都没发出。土匪寨里的人听到了动静，10几人提着大砍刀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位筑基期2层的小队长。臭小子，你胆子不小啊，竟敢在这里杀人，不想活了。小队长恶狠狠道。哼，区区一帮匪徒，杀了就杀了。叶凡毫不在意。小队长拖着5米长的大刀朝叶凡脖子砍去，叶凡一棍挑起，随后一脚便将其踹飞。
剩下土匪们纷纷吓得退了回去，叫他们的土匪老大出来。不久，寨子里喝酒嘻哈的声音消失，几十人都醉意醺醺地走了出来。步无双注意到，这里最厉害的土匪头子是筑基巅峰的修为。李银川日记里提到的2个金丹期魔修并没有出现，难道他记错了？悉悉索索，正思考着，步无双听到一阵风吹动的声音，忽然警觉大起，向前纵身一跃，砰的一声，步无双原先休息的地方被炸出一个大坑，深度有将近1米，威力巨大。2道黑袍身影如鬼魅般的出现在空中，劫！好香的气味啊！其中一个黑袍陶醉般的嗅了下鼻子，步无双眉头皱起，这2个人就是日记里写的魔修。土匪寨前的众人也听到了这道爆炸声，看到来人后，醉意立马惊醒，纷纷恭敬作揖。大人，黑袍人的脸上裹着面罩，说起话来嗡嗡的。我闻到了美味血液的味道，将这2个人都抓起来，我要亲自品尝。一众土匪纷纷领命，朝着2人出手，但他们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被叶凡和步无双2人轻松反杀。既然不想乖乖被抓，那我们就亲自出手。黑袍人怪笑一声，发起进攻。下一刻，身影忽然消失。叶凡忽然感到后背一凉，刚一回头，就被一掌重重打在胸口，狠狠吐了口血。噗！该死！叶凡骂了一句，他的伤刚好不久，就又被打伤了。扭头一看，另一边的步无双也被黑袍人打中一掌，随后如断线风筝般被打落在地，昏迷不醒，尸解。叶凡一看，顿时就懵了，这女人他妈的不是元丹境巅峰的修为吗？怎么被打一下就倒下了？结，小子就剩你一个了，你的血很香。黑袍人嗡嗡道。叶凡满头大汗，这俩黑袍人至少都是金丹期修为，自己才刚刚筑基，根本不是对手啊。原本以为大师姐能给力点，结果人家一碰就倒。昨天在比斗台上打我，那是毫不留情，今天在这里打外人，却毫无还手之力。叶凡心里都想骂娘了。一旁昏迷不醒的步无双自然不知道叶凡此刻的想法，他知道反正叶凡身上还有8道血脉之力，能够保他不死，为何不提前拿出来用呢？自己就受点苦，倒在这冰冰凉的地上，让你一个人出风头吧。师尊，救我！叶凡喊道。哎，秦老叹了口气，有些郁闷。来子霄宗这几天是咋回事？怎么天天都要附身叶凡？再附身几次，自己的灵魂之力都快消散了，还指望着这小子帮我复活呢。郁闷归郁闷，还是得救一下徒弟。下一刻，叶凡身上的气息陡然发生变化。哦，有意思，我似乎闻到了灵魂的味道。这小子身上有秘密。2个黑袍人相视一眼，仿佛发现新大陆般欣喜。叶凡表现得越古怪，他们越兴奋。一名黑袍人从兜里取出一件闪烁着幽暗光芒的法宝，外形像铃铛，开始摇晃起来。当当当，铃铛的声音如同潮水般将叶凡包裹起来，即便是昏迷的步无双听了都感觉很不舒服。不好，这铃声有古怪，小凡，我帮不了你了。秦老脸色大惊，这黑袍人竟然有针对灵魂的法宝，看来对方绝对不是普通势力。灵魂的味道消失了，你拿镇魂灵出来干什么？一下子就变得没意思了。另一名黑袍人说道。杀了这小子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品尝美味的血液了。叶凡面露惊恐，这2人真的想要他的命？该死，自己怎么好端端的跑到这偏僻地鸟不拉屎的地方葬送自己的性命？滴滴滴，大师姐，情况如何？步无双收到不远处李银川的传音，这里有2个很厉害的黑袍人，你们别过来。步无双眯着眼打量情况，小声回道。滴滴滴，好的，等他们死了报个信。李银川道。行。步无双继续闭眼装死。2名黑袍人看着躲到角落的叶凡，如同待宰的羔羊，面罩下露出奇怪的笑容。结，你放心，我们会轻轻地割断你的脉搏，不会有任何痛苦。叶凡很想挣扎，但他身体却被黑袍人禁锢住，动不了分毫。黑袍人从袍里掏出一个餐刀，刀刃被磨得很锋利，转动刀把，叶凡不甘的眼神映射在刀面上。你小子还带餐刀，真是够麻烦的。另一人则是取出大菜刀，挥舞了2下。2人一步一步靠近叶凡，手拿菜刀的黑袍人毫不客气往叶凡的肚子捅了一刀。噗！叶凡再次大吐血，感觉到情况十分不妙，好像要死了。再来一刀！撕拉一声，一道散发着巨大红光的血盾自动护体，并反射那一刀的威能。2名黑袍人被吓了一跳，连忙后退几个身位。这小子身上还有古怪，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优雅，才躲过了致命伤。毕竟反弹一把菜刀的伤害对他们来说毫无问题。2人一时间不敢下手了，犹豫了起来。即便叶凡已经陷入昏迷，也并不打算动手。要不先把女的杀了。好，我同意。
听到两人的对话，步无双干脆也不装了，从地上站了起来，取出一把长剑，身上的气息顿时散发出来。金丹期5层，步无双不知道为什么叶凡没有杀掉这两个黑袍人，难道是因为自己的举动让所谓的剧情发生了改变？不过此刻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两个魔修就由自己来杀吧。你没事？黑袍人意外。哼，你们有事了。步无双冷笑一声，拔剑上前。自己修炼的剑术已经达到了大成的地步，1对2，他也完全不怕。青云剑法第5式，两名黑袍人显然低估了步无双的爆发，连续交手几次被打得节节败退。他们本身不擅长战斗，而是依靠身法取胜。两人对视一眼，施展鬼魅身法，顿时从原先身形的地方消失了。步无双向后劈了一剑，不在；向前劈了一剑，还是不在。杰，你是找不到我们的。四周传来黑袍人的声音。步无双环视四周，发现不了对方身影，陷入被动之中。放弃吧，我们会留你一个全尸的。步无双仔细寻找黑袍人的踪迹，还是一无所获。嗖！步无双凭借直觉一扭头，一枚不知道什么东西从耳边擦过，连发射的方向都找不到。轰隆！几秒后，地面传来一声爆破。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他落败只是时间问题。无双，我们来了。这时，徐凤儿的声音在不远处传来。步无双脸色一变，少宗主，小心！徐凤儿只有元丹境修为，自己完全保护不了他。大师姐，小心啥？李银川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他耳边，随后又是2道闷哼声。李银川的身影和黑袍人同时出现。大师姐，他们交给你了。李银川道。步无双不知道李银川是怎么找到黑袍人的，但那不重要，他们必须死。你不能杀我，我们是魔教中人。没错，杀了我们，你将会有无休止的追杀。2名黑袍人说道。哼！步无双冷哼一声，举起长剑。师姐小心！李银川突然大喊一声。2名黑袍人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件银色的小球，接着手腕一转，打向步无双。步无双瞳孔迅速放大，速度之快，来不及让他躲避。这颗银色的小球便是之前的爆炸之物，体型虽小，但威力巨大。若是被打中，很有可能会重伤。嗖的一声，步无双刹那间感受到有人从身后抱住自己的腰，躲向一边。轰隆，2道巨大的声音炸起，只见远处冲天的血光泛起，照亮整片土匪村寨。2名黑袍人当场死去。他们死之前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自己的踪迹会被发现。嘿嘿，师姐，你没事吧？李银川松开手，笑道：我没事。步无双愣了一下，刚才是李银川救了自己吗？步无双忍不住问道：你的速度怎么这么快？李银川拿出一颗丹药，笑道：5品风行丹。步无双点点头，心里有些疑惑，即便是5品风行丹也达不到这个速度吧？光靠风行丹自然是不行的，但李银川已经将地阶身法瞬息步给练到圆满了。在早上的时候，李银川就发现自己的技能栏中瞬息步的进度终于显现了出来。001百分号，修炼3天只练到了皮毛。随后他果断将随机技能满级熟练度使用了。这个熟练度只会在系统出品的技能中随机挑选，李银川之前修习的基础掌法不算在内，所以便准确地加在了瞬息步上。有了瞬息步加风行丹的效果，李银川的速度比金丹期9层的黑袍人还要快，自然能轻松将靠身法隐匿起来的2人找出来了。他们2个怎么死了？这时徐范儿走了上来，明明是他们向步无双发起攻击，怎么反倒自己没命了？可能因为他吧。李银川指了指远处昏迷倒地的叶凡，他是真的昏迷了，不是装的，被炸了2下都不吭声的那种。原来步无双刚才的位置刚好是在叶凡的前面，步无双躲过去后，2枚银球便打在了叶凡身上。这2下直接触发了叶凡身上的2层血气保护，算上之前菜刀那1层，叶凡今晚已经损失了3层。他没事吧？徐范儿问道。这银球的威力他见识过了，就连他都不敢正面硬抗。包没事的，叶凡福大命大，这点小伤算啥？李银川说道，然后走到2个黑袍人身边，俯身正要动手，忽然想起什么。徐师姐，干嘛？你帮我，算了，我自己去。李银川走到叶凡跟前，看到叶凡胸口一道巨大的伤口，很明显是被剖开了肚子，这都没死，牛啊！血都快凝固了，这愈伤能力真强，不愧是主角，太抗揍了。李银川赞叹一句，将他扶了起来，带到2人跟前。李银川，你干什么？你不会真要救他吧？徐范儿不解。师姐想哪去了？李银川摆摆手，你们往右边站。2人不知道李银川想干什么，但还是照做。只见李银川将叶凡挡在身前，摆动叶凡的手碰了碰黑袍人的脸。
忽然，2名黑袍人的眼睛猛地睁开，发出一道光芒。一旁的步无双和徐凤儿被吓了一跳，死人竟然睁眼了。好在黑袍人睁眼只是一下的事，随后又闭上了。完事后，李银川便将叶凡扔在一边了。李银川，刚刚什么情况？徐凤儿问道。没啥。李银川一边在黑袍人身上摸索着，一边解释，这2人是魔教的人，他们死后，第一触碰他们的人就会被拍照发回总部，然后那人就会被追杀。拍照？那是什么意思？步无双不解。拍照就是跟画画差不多，将你的样子画下来。两女点点头。那这么说，刚才被拍照的便是叶凡了，以后魔教追杀的也是叶凡了。对此，两女都在心里暗道：干得漂亮。对了，你们俩也别站在那儿不动，找个瓶子装点叶凡的血，待会进密室需要。李银川道。哦。两女乖乖的照做。徐凤儿深吸了口气，纠结了一下，忍不住问道：李银川，你是怎么知道要叶凡的血，还有密室的消息？为了不让李银川怀疑，徐凤儿假装自己没有日记本的样子，不然他这么说自己表现的理所当然，那也太奇怪了。步无双也意识到如此，同样询问：我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知道叶凡知道土匪巢窝在哪里的，还有关于魔教这拍照的消息？嘿嘿。李银川神秘一笑，自己早就准备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运气好，入宗之前遇到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他教了我预测天机之法，以前一直没学会，也是最近才念头通达，突然开窍，所以小小的预测了一下近期情况。李银川直接借用了宁雪的经历，人嘛，有点机遇很合理的，对吧？步无双和徐凤儿听到这个解释，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要不是他们知道实情，差点就信了。谈话间，徐凤儿手上的瓶子已经装了一小瓶叶凡的血液。步无双突然想到了什么：李师弟，咱们这么做不会被发现吧？徐凤儿也意识到，叶凡戒指里还有个老东西呢，要是被他发现，将这些消息告诉叶凡，该怎么办呢？李银川笑道：不用担心，这荒山野岭的人都死光了，不会有人知道的。步无双想说秦老头的事，却无法开口，说出来他自己不就暴露了吗？看向叶凡，步无双突然察觉到一丝特殊的感觉，还未细细感应，李银川突然站起身来。当当当，李银川在黑袍人身上摸索一阵，摸出来几样东西。镇魂铃。李银川右手拿着一个巴掌大小的铃铛，材质看起来是青铜所铸，表面雕刻着繁杂的灵纹，线条尖透着幽光，轻轻摇晃，铃声如恶灵般在耳边嘶吼呜咽，丝丝缕缕能渗进灵魂缝隙，别摇了，好难听。徐凤儿说道。步无双离得近，也觉得有点不舒服，先前黑袍人好像摇过这个铃铛。镇魂铃，这可是好东西啊，虽然只是个玄阶中级的法宝，但能针对灵魂，对付怨灵什么的最好用了。李银川说道。嘿嘿，估计秦老头早就被镇魂铃摇睡着了。这师徒俩睡得可真香啊。看到日记上的内容，两女都放下心来。灵秀，隐秘，将镇魂铃收好。李银川左右手各拿一本秘籍。灵秀，玄阶中级神通，修炼至大成，可以嗅到各种气味，包括杀意、危险、宝物等。这玩意练到最后成了寻宝鼠，或者是增加第六感？李银川有些好奇。这还是一本神通法术，不同于一般伤害类武技，属于辅助型功能。隐匿，玄阶高级身法，修炼至大成，可以于空气中藏匿身影，非急速不可见。李银川看了看两本秘籍，对他吸引力都不大。两位师姐，你们一人一本分了吧？玄阶品次的秘籍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珍贵的吧？那你呢？两人同时问道。我有镇魂铃了，刚好一人一样。李银川笑道。最后步无双拿了本灵秀，徐凤儿拿的是隐匿。徐师姐，放把火把这些强盗和黑袍人烧了吧。李银川道。徐凤儿点点头，掌心冒出一团火焰，随后玉手一挥，火焰精准地将这些人都化为灰烬，周围的草木不受一丝影响。自从吃下火焰灵果后，徐凤儿发现自己对火焰的把控更加完美，也不会再出现暴走的情况，这些全都得益于李银川。徐凤儿悄悄看了他一眼，这家伙还瞒着不说，想深藏功与名呢。走，我们进寨子里，这帮强盗或许抢了些好东西在里面。李银川说道。二女都点点头，跟着李银川一起走。隐约间，实力最低的李银川已经成了三人的领头人。至于倒在地上的叶凡入夜了，睡在外面有点冷，多盖点被子吧。三人走进寨子里，大堂中央有10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开封的酒坛和吃了一半的下酒菜。看得出来，这帮强盗在他们来之前还在喝着小酒唱着歌，突然就被叶凡灭了。大圣，找找有没有密室啥的，说不定他们就把赃物放在那里。李银川说完，三人开始在屋子里一顿搜索。
不无双对这次行动是最为真实的，因为日记里提到他觉醒天赋体质的关键物品就在这里，自己必须尽快拿到。三人四处翻找了10几分钟，从楼上到楼下，地板都掀开了，却毫无发现。李银川相当郁闷，这群强盗藏东西的本事还挺高超的，愣是啥都没发现。奇了怪了，密室倒地藏在那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入口。原剧情里叶凡踏马的随便走走就找到了密室，难道不在这里？不无双看到日记内容后闪过一丝灵光，难道不无双立马找到李银川说道：李师弟，我刚刚在外面有一丝特殊的感应。李银川2道眉毛往上抬了抬，大师姐在哪？就在那里。不无双指着叶凡躺着睡觉的地方，在那。李银川心里卧槽一声，这尼玛的主角光环太过分了，躺尸都能躺到密室入口，怪不得屋子里找不到呢。叫上徐师姐一起去找找。3人从屋内折返回来，李银川将叶凡挪到一边，被徐凤儿一脚踹到屋子里，好像就在这地下。不无双感应了一下，你们让开。不无双取出长剑，挥舞出一道剑气，砰的一下，地面泥土四处乱飞，这些泥土很松，好像被人挖过。徐凤儿道：就在这里，大师姐再来一下。李银川道：好。不无双再度挥舞一道剑气，只听这次当的一声，似乎打在了金属板上。李银川将泥土刨开，果然看到了一扇埋在地下的金属门。哇，真的在这里！徐凤儿有些惊讶，这门怎么开？把你们从叶凡那儿取的血倒在门上试试。李银川道：记得原书中就是叶凡和金丹魔修大战一场后，浑身是血，然后四处乱窜，金属门就自动打开了。看来应该是他的血刚好滴到了门上，估计我们再有一会儿找不到，叶凡就能睡着开门了，睡都睡在门上，这运气找谁说理去？这门后面的东西并不是强盗的赃物埋藏地，而是叶凡父母专门留给他的东西，所以只有叶凡的血能打开。只是恰好这地方是强盗的老窝所在。这门后面有3本地阶高级武技和一些其他东西，大师姐所需要的觉醒手镯只是碰巧有，要是我给他全部拿走，叶凡前期可就直接损失一大波战力。哈哈哈，抢了他老爹给他的东西，这样就能大大延长了叶凡的发育时间。在我面前还想开挂，打咩！不无双拿出瓶子，缓缓将血液滴在了门上。等待片刻，金属门晃动一声，缓缓向两边打开，一条通往地底的楼梯出现在3人面前。走，进去看看。李银川走在前面，举着火把，踩着台阶往下走。每走一步，不无双的感应都愈发强烈。他所需要的东西就在这间密室里面存放着。台阶不多，大概20多块，便走完了。3人走到一间只有10几平米的小房间，在火把的光照下，能清晰地看见房间的4角有4根1米高的圆柱形金属柱，柱子上有个圆台，圆台用着光照保护，里面便放着武技，其中3本秘籍，还有一个是筷子般长度的铁棍法宝。四周墙面上有几处凹槽，凹槽中也存放着东西，其中便包括不无双需要的觉醒手镯。不无双对其他东西都不在意，第一时间便走向放着手镯的凹槽处，正准备伸手去拿的时候，忽然一道白光闪起，将不无双弹到一边。大师姐，这些东西有防护罩，用这个试试。李银川将原先没用完的瓶子往罩子上滴了几滴叶凡血，光罩瞬间破碎。不无双终于将他心心念念的觉醒手镯拿在了手里，没想到大师姐这么容易就拿到了觉醒物品。原剧情中，叶凡和大师姐发现这个手镯后，叶凡直接收入囊中，并没有直接给大师姐，而是告诉他需要找一个剑气浓郁的地方觉醒剑道至尊体质更好。他恰好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只不过需要1个月后才能使用。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借口，叶凡根本不想帮大师姐觉醒。大师姐要是觉醒了，他还怎么转移体质？在这1个月中，叶凡一方面抓紧时间提升修为，为了更好的转移剑尊体质做身体素质准备，另一方面叶凡意外发现了当年杀害大师姐全村人的凶手，便在大师姐觉醒当日将其引来，不仅打断了大师姐的觉醒进度，造成气血逆流，还让大师姐被仇人发现，陷入危险之中。关键时刻他再站出来，带着大师姐离开。大师姐重伤之际，决定将剑尊体质转移给叶凡，叶凡承诺帮他解决仇家。结果嘛，因为这仇家对叶凡有用，叶凡不仅没杀对方，还给了对方好处，就踏马离谱。当时看得我气死了，好在今天没那么多幺蛾子，小爷出马，大师姐觉醒玉镯轻松到手。李银川稀稀拉拉的写了一大堆，不无双愣在了原地，忽然心生后怕，若是没有李银川的话，这个觉醒手镯反而成了断送他生命的罪魁祸首，差点大仇未报，怕是要死不瞑目。想到这里，不无双都觉得自己昨天下手太轻。大师姐想啥呢？李银川看不无双一动不动，上前询问。啊，我有点激动。
步无双快速调整后状态，李师弟，我对这个手镯有很强烈的反应，不知道有什么用。李银川沉思片刻，道：可能大师姐你有特殊体质，这个镯子可以帮你觉醒。我有特殊体质？大师姐你对什么武器最感兴趣？剑。那你就是跟剑有关的体质了。哦，原来如此。两人一问一答，一旁的徐范儿听得白眼都翻出来了。你俩这互相知道实情，明知故问的问答，让人听得真无语。能不能再假一点？大师姐，这镯子你收好。我听说觉醒剑方面的体质时，需要在一个剑气浓郁的地方最好。李银川道。步无双一愣，这话刚才好像在哪看到过。对了，日记本里叶凡说的地方是在骗大师姐，而我刚好就知道真的有这个地方。谁让小爷拥有最牛叉的预测天机术呢？好像就在大乾国和大坤国接壤那里有个藏剑山庄，山庄里共有仙剑10800把，那里的剑气可老浓郁了，觉醒剑尊体质绝对嘎嘎牛逼。那师弟，你知道哪里有这个地方吗？步无双顺水推舟问道。回头我给师姐算一卦就知道了。李银川道。好，谢谢师弟你了。步无双脸上露出柔和的笑容。师弟还真是可爱，明明什么都知道，却故作不知。噗！徐范儿看到李银川高深莫测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凤，徐师姐别笑了，你上去再取点叶凡血来，这瓶子不够了。李银川道。李银川你胆子不小啊，敢命令我？得，我自己去。瓶子给我。徐范儿撇撇嘴，走出密室，里面就剩李银川和步无双两人。不，李银川忽然瞪大了眼睛，僵直了身子。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大师姐，他好像亲了自己。嘘，别告诉少宗主。步无双在耳边轻声道。李银川下意识地点点头。天可怜见，刚才叫徐范儿去上面取血，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徐范儿的动作很快，看到叶凡肚子上的刀痕快愈合了，又给了他一刀，然后装满一瓶子的血。人工造血机，叶凡。叶凡轻哼一声，眉头紧皱，像是梦到了可怕的事情。徐范儿取完血下到密室里，动作快点吧，叶凡好像快醒了。李银川快速将叶凡血滴在了所有防护罩上，全部光罩纷纷破碎。三人取出里面的所有东西。我们先离开这里。李银川道。叶凡呢？步无双问道。留在这儿吧，保死不了的。三人走后不久，躺在地上的叶凡缓缓醒来。他感觉到腹部很痛，低头一看，肚子上赫然出现2道长长的刀疤印。这是什么情况？叶凡感觉到头开始隐隐作痛，随后又是心脏开始疼痛，好像什么重要的东西错过了。师尊，师尊！叶凡摇晃戒指，轻声呼喊。秦老此刻还在沉睡，并没有听到呼叫。叶凡打量了下周围，自己躺在寨子里，记得昏迷前不是在外面吗？出门一看，黑袍人不见了，那帮强盗也不见了，连尸体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太奇怪了。叶凡忽然想起什么，开始寻找步无双的身影，结果还是没有发现，反倒发现一个大坑。这坑好像是个楼梯。叶凡低语一句，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结果发现尽头的密室中空空如也，原本墙上台柱上似乎有什么东西都被人取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血，是血。叶凡看到血迹，再看了眼房间，忽然脑海一沉，心脏突然再次绞痛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他丢掉了。啊！叶凡痛苦地嘶吼了几声，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回音。小凡，你怎么了？这时戒指中的秦老晃晃悠悠地醒来了，先前还好撤得快，镇魂铃只是让他沉睡了一会儿，并没有伤及灵魂根本。师尊，我感觉这个地方对我很重要，有什么东西被我弄丢了。叶凡说道。秦老灵魂飘出来，在房间里环视一圈，这房间的墙壁和圆柱上原本应该有东西，被人给拿走了。师尊，你知道是谁拿走的吗？秦老仔细感应了一下，我闻到了几道熟悉的气息，其中就有那个火凤肢体的女娃和见到至尊的女娃，还有最后一道。秦老没有分辨出来，而是看到了房间里的点点血迹。小凡，这地上的血似乎是你的。我的。叶凡一懵，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来过这里。应该没错，你的血很特殊，我能闻出来。秦老说道。若是李银川在这里，定要忍不住夸赞一声。你又没修炼过灵秀，您老这鼻子比狗还灵呀。叶凡思索一番，最后得出结论，这事肯定和师姐有关，现在他也不见了，回到宗门找他问问就知道了。紫霄镇客栈，其中一间灯火通明，一男二女在房间里做着一些隐秘之事。3本地阶高级武技。李银川将3本武技放在桌子上，地阶高级玉虚掌法，地阶高级归元棍法，地阶高级赤灵剑法。一本掌法，一本棍法，
1本剑法，老样子，1人1本。李银川开始分赃，徐凤儿看得眼睛都直了，地阶高级武技啊，就连他老爹都没有，自己这是要超越老爹的节奏呀。李师弟，这些都是你找到的，我们拿了不太合适吧？不无双道。唉，此言差也，我都说了，见者有份，你们需要啥就拿，剩下1本归我。李银川摆摆手，虽然地阶高级武技目前很稀有，但李银川相信不久后日记本会奖励自己天阶武技的，这些东西到时候就直接拿出去卖了，或者作为奖励拿出去也行。我要这本玉虚掌法，徐凤儿先拿了1本。剑法很明显更适合不无双，棍法的话他也不需要，最后选择了掌法。要是能换成枪法就更好了，可惜换不得。这本赤灵剑法我收下了。不无双将剑法取走，那这本棍法就归我了。李银川收好棍法，虽然他不用棍子，叶凡倒是有根烧火棍，可惜拿不到，嘿嘿。分完武技后，李银川将剩下一些东西都摆到桌上，1根短铁棍，2枚颜色不一的丹药，1个装着红色液体的小瓶子，以及3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符箓。因为没有说明书，3人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李银川看着眼前这些玩意，仔细回忆着原书中叶凡在此次行动中的收获。狗作者没有当场写出来，反而在后面章节中叶凡需要使用的时候才说明用处的。李银川需要将记忆不断往后翻，仔细寻找这根小铁棍是什么东西。徐凤儿拿起铁棍放在手心，下一刻铁棍突然变大。再大点，徐凤儿说道。铁棍果然又变大了一点，和他的红缨枪差不多大小了。哇，这棍子有意思，能变大还能大吗？话音刚落，铁棍窜出3米多高，直接顶住了房顶，再高就把楼上的地板给撑破了。太大了，小点。棍子听到后真的又变小了一点。我记起来了，这根铁棍是件地阶终极法宝，称心铁棍，是叶凡手上黑木棍的上位代替。书中后面叶凡将黑木棍和称心铁棍融合在一起，加上其他材料，打造了一件伪天阶法宝，起名战神棍，一棍横扫千军，可不是开玩笑。不过这棍子现在落到我手上，叶凡肯定是没有机会拿去融合了。结，呸，哈哈，伪天阶法宝。看到日记内容，两女都十分惊讶，这根能变大变小的铁棍竟然是天阶法宝的材料之一。要是被叶凡拿到手了，大昆国内还有谁能打过？刚才那本棍法估计和这棍子是成套的。两女都忍不住有些羡慕嫉妒，叶凡这种人也能获得如此大的机缘，这些还是他父母留下的部分东西，还有叶凡身上的9道血气保护，戒指里的老头。我尼玛，正常人能有这种待遇？剩下这些东西，土黄色的丹药应该是5品丹药龙力丹，服用后短时间内增加1倍战力。那枚绿色丹药就是5品丹药化形丹，可以改变外貌和气息，持续1天。这瓶红色液体应该是叶凡淬体使用的特殊药液，让叶凡的身体变得金刚不坏，硬扛高出自己一个大境界的攻击都没事，价值相当于1枚6品丹药。最后3张符箓，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随机传送符，使用后会随机传到送5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但叶凡这逼3次使用都传送到了人家女孩子的闺房，然后收获3个后宫，不知道我使用了能不能有这种运气。嗨嗨，随着日记内容的更新，两女都知道了桌子上所有物品的作用。两人对视一眼，然后看向李银川，老样子，继续分吧。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些东西的用处，跟你们说一下。李银川说完后，示意他们动手。我已经拿了手镯和剑法，这些东西我就不要了。不无双开口，今晚的收获已经更多了，他不能再贪心了。这符箓有意思，我拿1张，剩下的都归你吧。徐凤儿说道。啊，你们都不要吗？李银川意外，自己是没讲清楚效果吗？这些丹药紫霄宗可没有啊。宁雪目前也没炼制5品丹药的实力。都归你了。徐凤儿确认道。那好吧，以后有机会的给点适合你们的东西。李银川直接将所有东西都收入囊中。徐师姐，你有多余的储物戒指吗？李银川不好意思开口道。他的那个送给王胖子了，系统空间又不收这些外来物。给你。徐凤儿从兜里掏出一个储物戒，扔给李银川。哎，这里面还有2万灵石。李银川道。一并送给你了。徐凤儿摆弄着随机传送符箓道。6。分完赃后，3人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今晚先在客栈休息一晚，明天再回宗门。李银川想起自己好像还有什么事没做。叮，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坏了。李银川一拍大腿。李银川想到他什么事没做了，今天日记的主题内容忘写了，除了凌晨写的那100多字，后面就彻底给忘了。想到的时候已经第2天了。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字数达标，
内容质量评价为 S， 宿主获得黄金小礼包1份。小礼包，好家伙，开了！打开黄金礼包，恭喜宿主获得地阶初级枪法离尘绝念，地阶初级神通天眼，2品治疗丹50瓶，零食5万。黄金小礼包的奖励数量较大礼包少一点，但质量没变。1本地阶枪法，1本地阶神通，50瓶2品丹药和5万枚零食。李银川看到奖励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该怎么使用了。枪法可以给徐凤修炼，疗伤丹和零食给王胖子继续发展势力。这本叫天眼的神通，李银川觉得很不错，就留着自己用了。天眼神通练到大成，如同千里眼一般，可视察方圆千里的一切动静。叮，昨日日记本出现角色次数统计：步无双20次，宁雪、宁冰5次，南宫碧玉、南宫瑶、徐凤1次，齐鱼0次。紫霄宗的炼丹阁，宁雪还未睡，就等着日记本的更新，结果直到12点过去，还是没有更新关于他和他妹妹的事，不禁让宁雪感到有些挫败，自己运气真有这么差的吗？看到最后的统计名单后，宁雪一下惊讶起来，上面竟然出现了宁冰的名字次数，这岂不是说明他妹妹没有死？死了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上面。太好了，妹妹没死。宁雪脸上露出笑容，能够获得这个信息让她十分开心，对于接下来的奖励，她都没那么在意了。只要妹妹还活着，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她。妹妹还活着，难道她真的成了圣女？步无双房间，我20次。步无双十分惊讶，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做，主题也不是他定制的，只是跟着李银川走一天，名字就登上了榜首，而且还是整整20次，比昨天最高次数的南宫晴还要多8次。很多人都在想，提名12次的南宫晴都获得了地阶中品法宝，提名20次会不会获得他们从未见过的天阶法宝？不多时，系统开始发放奖励。步无双提名次数20次，获得大境界提升1；宁雪提名次数5次，获得5品风行丹丹方1；宁冰提名次数5次，获得碎片记忆1。大境界提升什么意思？步无双愣愣地看着奖励，不太理解。还有宁冰的碎片记忆也不太懂，记忆这种东西还能变成碎片？3个奖励只有宁雪的5品丹方容易理解，但下一刻步无双就明白了自己的奖励是什么。一道汹涌澎湃的灵气从脑海中的日记本如同江水般涌向他的丹田，体内的金丹在灵气的不断冲刷下逐渐膨胀，能量越来越多，形成一个能量团。接着能量团内部诞生出一个新生灵体，形状类似婴儿。这是……步无双瞪大眼睛，体内这番景象不是金丹境突破到元婴境的景象吗？大境界提升是让我从金丹突破到元婴吗？步无双呢喃一句，随后脸色巨变。金丹突破到元婴会引来天雷的，一般修士在修炼丹金丹巅峰的时候，沉淀足够会找个安静无人的人进行突破，突破时会有天雷现世，天雷劫会劈向金丹修士体内的金丹进行洗礼蜕变，若根基不稳，心智不坚，渡不过去就会死在这场天劫中，渡过去就能成为元婴大能。步无双倒是不怕自己失败，主要是他还在客栈中，若是天雷劈下，整个客栈都会飞灰烟灭，到时候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死在这里。偏偏此刻他还无法动弹，眼睁睁看着体内的元婴形成。怎么办？李银川、少宗主他们都还在这里。步无双心里满是担忧。客栈之上的天空原本星空万里，乌云突然凝聚起来，接着轰隆一声，巨大的雷声让不少人惊醒，但雷声仅仅响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响了。聚起来的乌云也缓缓散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步无双感觉到一股神奇的能量将自己包裹起来，隔绝了整个天地。时间持续整整1个时辰，步无双体内的元婴彻底形成，并且长大了不少，有3个拳头那么大。步无双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元婴5层，比先前的金丹5层足高了一整个大境界。这就是大境界提升的意思吗？步无双满眼欣喜，他已经比宗门内不少长老的修为还要高了。而就在前天，他还卡在元丹境巅峰，仅仅2天的时间就已经成为了元婴大佬了。这种开挂的感觉让步无双不知如何表达，连金丹5层的力量他都没有彻底适应，修为就已经飙到了元婴，这叫他如何是好啊？陈友谅笑脸。紫霄宗炼丹阁5品风行丹丹方，一本银色卷轴出现在宁雪眼前。宁雪打开卷轴，用灵魂力感知里面的内容，确认是5品风行丹的丹方。5品丹方的价值远比5品丹药要高，很多炼丹师把丹方视作他们的命根子，只要丹方在他们手里，那么那种丹药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垄断，就能创造更高的价值。所以大部分只有在临死前才会把丹方传给自己的徒弟。
目前宁雪手里的5品丹方也只有1本，还是低级的。这本风行丹方来得恰到好处，可以让她磨练一下炼丹技术。魔教，圣女面前出现一块紫色的棱晶碎片，漂浮在空中。这是什么东西？记忆碎片吗？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可是我的名字不叫宁冰，我叫夏银星。夏银星看着漂浮在眼前的记忆碎片，心里一大堆疑问。下一刻，记忆碎片飘向他的眉心处，融合入脑海之中。很快，夏银星如同看电影般的第3视角，飞快地看完整个记忆碎片的内容。记忆碎片的画面很短，一对年龄相差不大的姐妹在山坡上游玩，忽然间周围黑雾笼罩，从黑雾中走出来数十位穿着黑袍、戴着黑色面罩的黑衣人。这些人将姐妹俩围在中央，施展奇特的法印，持续数十分钟，随后窃窃私语，不知在商讨什么。接着，黑袍人果断将妹妹抓走，姐姐丢在一边。妹妹被黑袍人抓在手上，撕心裂肺地哭着：“姐姐，我要姐姐！”但黑袍人不理不睬，和其他所有黑袍人带着妹妹一起遁入雾中，消失不见。记忆碎片的画面到此戛然而止。夏银星看着碎片的内容，脑海中总觉得眼前这一幕似曾现实。黑袍人，这是彼岸花。夏银星注意到所有黑袍人的袖口上雕刻着一朵微小的精致的花朵，这花朵恰好夏银星非常熟悉，因为正是他们魔教的圣花彼岸花。这群黑袍人的服饰确实是我们魔教中人，那这2个小女孩究竟是谁？难道不可能？我从小在魔教长大，怎么会有个姐姐呢？夏银星陷入沉思。右护法在一个肩膀上雕着3朵彼岸花的黑袍人进入房间，让左护法调查的事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你也去查一查。夏银星皱着眉头吩咐道：“是，圣女。”黑袍人融入黑雾中离去。正在选取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选取成功，剑南春。众女看到又是一个新人名字，忍不住吐槽：这拥有日记副本的女主到底有多少个？藏剑山庄庄主女儿闺房，抽到我了，终于抽到我了，哈哈哈！剑南春躺在床上，忍不住哈哈大笑，一双白皙的小腿不停拍打着，脑袋上的马尾便晃来晃去，很快便制定好了主题。今日主题：剑南春。李银川看到今天的日记主题，左右眉毛上下拧起，莫名其妙想喝酒了。今天的日记主题是剑南春，好家伙，差点把我酒虫勾出来了。话说我好久都没喝到剑南春了，几年还是10几年来着。日记本怎么好端端的要以这个败家娘们作为主题，真不想写她。这或是南宫碧玉和南宫瑶结合体，纯恋爱脑的小白甜，比南宫瑶还南宫瑶。但考虑到今天一次性抢了叶凡3本地阶高级武技，小爷心情大好，就简单说说这个败家娘们。先前我提到过，叶凡拿着随机传送符传到了3个女孩子的闺房，然后收获3个后宫，其中之一便是这个剑南春。剑南春何许人也？那简直是坑爹坑到极致的败家娘们。对了，差点忘了说她的身份，是藏剑山庄庄主剑无涯的女儿。剑无涯也只有这么一位女儿，所以对她的宠爱比皇室里的公主还要宠，就差没把天上的星星摘给她了。这也导致了一代剑道宗师的陨落，可悲啊！来简单细说一下剑南春干过的坑爹事。首先，他和叶凡认识没几天，便将藏剑令牌交给了叶凡，叶凡便拥有了山庄所有兵器的调取使用权。记得最后藏剑山庄的10800把仙剑全部被叶凡取走，练成了万剑归宗神通，其中还包括那把镇庄之宝天阶仙剑胚胎，一块被叶凡打包带走。其次，叶凡当时正在被魔教追杀，躲到山庄中，魔教说过交出叶凡就行，剑南春却非要为了保护叶凡，让山庄所有人抵御魔教，最后直接惨死70%的人。最后引来了魔教的大长老出马，大长老乃是合体境超级强者，剑南春哭着求他爹爹保护叶凡，剑无涯无奈出手，但剑无涯只有化神境界，即便他已经将剑道修炼到人剑合一的境界，还是抵挡不了对方的攻势，最后被魔教大长老杀死。中间还有好多事我都不想多说。先坑资源，再坑亲人，最后坑死老爹，这波操作简直666啊！这败家娘们我可不敢娶，什么时候不知道就被他坑的爹妈都没了。过2天带大师姐去藏剑山庄觉醒剑尊体质，希望不要碰到这个坑爹货。没头发。李银川写完这段日记便睡觉了。修炼，我都开挂了，还修炼个屁！藏剑山庄，剑南春满怀期待的看到日记更新，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一定会得到很多夸赞吧？更新了，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夸本小姐的吧。剑南春开始查看最新的日记内容。九重，想喝，是什么意思？看到开头几句，剑南春有些无法理解，但下面的内容他一看就懂，脸上的表情也渐渐从满脸笑容变成面无表情，最后直接红温。
比南宫瑶还南宫瑶。李银川，你个狗贼，是几个意思？剑南春气的大骂。南宫瑶是什么人？通过之前的日记内容，他已经知道了，一个没头脑的傻白甜。但他却是比南宫瑶还南宫瑶，岂不是说比那个傻帽还傻？可恶啊！本小姐聪明伶俐，不到20岁就已经修炼到金丹9层，马上就突破元婴了。而且剑心已修炼到圆满，爹爹都说我是100年不遇的天才，你个狗贼竟敢在日记里污蔑本小姐！剑南春被气得哇哇乱叫，我要看看你这狗贼还要说我什么坏话！剑南春继续往下看，首先，其次，最后，先坑资源，再坑亲人，最后坑死老爹，简直666啊！看完这几段的内容，剑南春的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这种脑残行为真的是他做出来的吗？不可能！剑南春脸色变得煞白。本想以李银川见都没见过他，肯定在胡说八道来开脱自己，结果对方却连藏剑山庄的所有仙剑数量都一清二楚，连天阶仙剑胚胎他都知道，甚至前不久他爹爹剑无涯刚突破化神境的事都了如指掌。这让剑南春陷入超级沉默中，一如当初的南宫碧玉，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剑南春失神地看完最后一点内容，眼神中恢复一丝光彩。过2天他要来藏剑山庄吗？剑南春意识到，血可能是他改变未来的一次机会。紫霄宗客房，等了1天没等到人的小公主撅着嘴，心里十分郁闷。好不容易出趟远门找人，对方却不在宗门，好无聊呀！看看这个家伙又写了什么东西。南宫瑶翻开日记本，百无聊赖地看了起来。这个剑南春是我和我姐姐的结合体，比我还我。南宫瑶拧巴着眉毛，嘟囔着2个腮瓣，总感觉这不是啥好词。什么时候他的名字可以形容别人了喂？看完所有内容后，南宫瑶发现自己的风评好像比这个剑南春要好哎，真是个不错的消息。除了南宫瑶，其他女主都注意到抢了叶凡3本地阶高级武技这条信息。不无双和李银川一起去的，大概率也会分到1本。这尼玛也太香了吧！地阶高级武技啊，即便是顶级势力正义宗都没有几本，其他势力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这样的好事轮不到他们呢？李银川，这都是李银川带来的，要是条件允许，他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找李银川。次日，李银川和不无双、徐凤儿返回宗门，两女昨天皆有收获，要回去闭关修炼几天。李银川回到院子，看到王胖子来了。姐夫，你回来了。王胖子走上来兴奋道。你找我什么事？李银川问道。嘿姐夫，我有重要情报要跟你说。王胖子神秘兮兮的。说吧。李银川笑了笑，有啥情报他还不知道的，这情报机构才刚成立1天不到，能有啥重要情报？不过在说情报之前，我有2件事要说。王胖子卖起关子。别和我废话，有事直说。嘿嘿，第一件事就是，姐夫，咱们情报机构的名字叫什么？昨天你忘了告诉我，招收的新成员问我都不知道。李银川想了下，昨晚回来的时候，天上星星挺亮的，就叫星辰。星辰。王胖子摸着下巴，揣摩一番，寓意着我们情报组织机构遍布大陆，像星辰一样散落在每个角落，无论什么事都逃不过我们的掌控。妙啊，姐夫太妙了。李银川。哦，还有第2件事，姐夫，昨天我姐来看我了。这事我知道，我碰到她了。李银川点点头。姐夫，我把你给我的筑基丹给我姐姐1枚。王胖子如实说道。不过老大你放心，我给的是你之前给我的那颗，组织里的筑基丹我绝对没动。姐姐是姐姐，但姐夫还是老大，所以这件事不应该瞒着老大。哦，还有其他事吗？李银川无语，区区1颗筑基丹还用跟他说吗？好吧，老大，我能以后在我姐面前只叫你姐夫吗？王胖子问道。王胖子还记得昨天下午姐姐临走之前对他的吩咐，以后看到李银川就给我往死里叫姐夫，最好让所有人都知道李银川是你姐夫。王胖子当时还有些纳闷，李银川不一直是他姐夫吗？为什么要所有人都知道呢？后来仔细一想，貌似宗主的女儿徐师姐也对老大感兴趣啊，3天2头往他那里跑。要是徐凤儿真成了老大的道侣，他姐姐顶多就是妾了。况且李银川和王芷嫣还没成婚，只是一条婚约而已。综合来看，王胖子得出一个结论，他急了。没错，就是他姐姐急了，想率先嫁给老大。老大就是牛蛙，不仅能征服他姐姐，还不动声色地拿下了徐师姐，简直是无辈楷模啊！你不怕你姐揍你？李银川奇怪。不怕，我怕你揍我。王胖子回答。我揍你干嘛？李银川想了想，对了，你别在其他人面前叫我姐夫，比如徐凤儿，你懂吧？我懂。王胖子挤眉弄眼，那我就叫你师兄或者老大了。现在可以说你那个神秘情报了吧？王胖子带李银川走到屋子里，小心翼翼地说道。老大，
宗门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就在昨天中午，大师兄墨尘出门历练回来了。据手下说，大师兄带了几件珍宝回来，要送给徐师姐和布师姐，结果他们都不在。王胖子眨眨眼道：这两人去哪了？王胖子当然知道。墨尘吗？李银川微眯眼睛，反派大师兄终于上线了吗？墨尘现在的修为应该是金丹6层，是紫霄宗所有弟子中修为最高的，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兄，许多师姐师妹都暗恋他。但这个刁毛却只喜欢火爆辣椒徐凤儿，对步无双也有点意思，因为大师姐根本不理他。总结，他就是一个有 M 倾向的大舔狗。墨尘喜欢徐凤儿，希望结成道侣，想通过这个方式成为紫霄宗下任宗主。我只能说他想多了，紫霄宗马上都要被灭了，你成个毛的宗主。后来叶凡出现，徐凤儿和步无双都喜欢上了叶凡。墨尘得知这个消息，很快便跟叶凡结仇了。因为主角光环的存在，墨尘完全不是叶凡的对手。一场宗门大比，墨尘被打得落花流水，那些以往喜欢墨尘的女弟子们统统转移喜欢叶凡了，有点无语。再后来，墨尘出现的时候已经入魔了，叶凡发现后出手帮他扩大魔性，在叶凡之后的行动中，刚好墨尘成了背锅侠和工具人。再加一条，一个没脑子的抖 M 舔狗，简称 M 狗摇。王胖子见李银川这么长时间没反应，拿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你干嘛？我还以为老大你被吓到了。我被吓到？开玩笑，小小墨尘直接拿捏。那老大你准备怎么对付墨尘？王胖子问道。他既然跟了李银川，那自然是李银川的人了，即便墨尘再牛逼也不是一路人。你先散播消息，徐师姐和大师姐他们昨天和叶凡在一起，然后一晚上没回宗门。好嘞，姐夫。王胖子拿出小本本记好。我再给你点东西。李银川从戒指中取出5万灵石和50瓶2品疗伤丹。王胖子看到满桌的丹瓶，眼睛都直了，忍不住吞咽下口水。老大，你家里到底是干啥的？你猜？李银川笑了笑，好好发展星辰，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比你王家的势力更大。王胖子吃着李银川画的大饼，脑海里已经幻想出未来的画面，自己就站在姐夫身边，台下数以万计的修仙者听自己振臂一呼，那场面该有多爽。他家王老头还想让他继承王家的基业，继承个屁，跟着老大混，早晚把王家给收购了。老大，我一定好好干。王胖子如同打了鸡血。我这里还有本地接身法送给你。李银川拿出瞬息步交给王胖子。地接功法。王胖子瞪大眼睛，呼吸急促。老大，你没拿错吧？这可是价值好几千万灵石的地接身法，还是有价无市的那种。好好修炼，保护好你的小命，替我发展星辰。李银川拍了拍他的肩膀。知道了，老大。王胖子红着眼，有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老大，我要是女的，一定对你死缠烂打。滚蛋！李银川一脚将王胖子踹了出去。叶凡从强盗匪窝离开后，很早就回到了宗门。打听到步无双的住处后，便找他去，但叶凡不是核心弟子，无法进到里面，只能在外面等着。这一等就等到了天亮。不少核心弟子从他们的住处出来了，却依旧没看到步无双的身影。这位师姐，请问步师姐出来了吗？叶凡上前询问一位女弟子。你说的是大师姐吧？她昨天出去做宗门任务，至今还没回来。女弟子回答。哦。叶凡有点心累，步无双既然还没回来，那她跑哪里去了？王胖子回去后，立马找到同宿舍的几个师弟们，开始散播李银川发布的消息。消息传得很快，没一个时辰的功夫便传到了大师兄墨尘的耳边。这叶凡是谁？竟敢和我抢女人，活得不耐烦了。墨尘阴沉着脸。大师兄，叶凡是前几天刚进宗门的弟子，但没2天就通过考核进入了内院。听说他还主动和大师姐切磋，增进感情，也和徐师姐一起探讨武技。一位师弟说道。听到这话，墨尘的脸色如同猪肝一般。趁他不在宗门，竟敢主动挖他的墙角。叶凡在哪？墨尘语气不善地问道。听其他师兄说，叶凡昨天一整天和徐师姐、大师姐在一块，一晚上都没回来。早上才有人看到叶凡的踪迹出现在大师姐住处附近。师弟回答道。一晚上都没回来，好，很好。墨尘手上的一对铁球已经被他攥成粉末。随后他缓缓起身，随我去找这个叶凡。墨尘在宗门美声望很高，走到哪儿都是师弟师妹跟他打招呼。随意打听了一下叶凡的行踪，墨尘便找到了他。你就是叶凡？墨尘挡在叶凡身前质问道。你谁啊？叶凡看了一眼挡路者。你先告诉我是不是叶凡？墨尘再次厉声质问。滚开，哪里来的狗东西，敢挡老子的路！叶凡直接开骂。本来心情就不好，等了几个时辰都没等到人，
现在又遇到个傻叉挡路，真是晦气。很好，紫霄宗内，你是第一个这样骂我的，不管你是不是叶凡，你都死定了。墨尘怒极反笑，一记蕴含着极强力量的掌法向叶凡快速拍了出去。金丹期6层，秦老立马鉴定出墨尘的实力。小凡别动，身体交给我。秦老飞速对上了叶凡身体，并打出一道印记，挡住了这一威力不凡的掌法。敢跟我大放厥词，看来有点实力。墨尘冷哼一声，既然如此，我可就不留手了。吃我一招玄阶高级武技怒云血手。墨尘的右手变得通红，青筋暴起，整个手掌包裹着一层浓郁的血气。随着墨尘右手拍出，空气仿佛都被这道血气撕裂，发出一阵爆鸣声。秦老看着这道如血红色闪电般的攻击打过来，心里咯噔一声，对方这是冲着叶凡的命来的。叶凡这几天怎么回事？天天遭受到比他强那么多的人攻击，快倒没成扫把星了，都自己让叶凡选择紫霄宗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不，只要拿到那把剑，一切都是值得的。排云化功，秦老师展出一股柔和的功法，将墨尘的凌厉攻势尽数化解。你不是我的对手，走吧。秦老说道。墨尘看出叶凡似乎使用了某种秘法，强行提升了修为。这种秘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时间一到还会反噬自身，只要等他秘法时间结束即可。我问你，你昨天是不是跟徐凤儿还有步无双在一起？墨尘问道。叶凡想了想，我确实和步无双经历过一段时间，徐凤儿也见到过他。很好，承认了，说明你还不是敢做不敢当的小人。墨尘冷笑一声，我要和你去比斗场切磋切磋，今日身体不便，改日再约。叶凡说完后立马离开了这里。秦老隐约感受到有一道元婴气息的人快来了。哼，你往哪跑？墨尘追了上去。叶凡跑，墨尘追，叶凡再跑，墨尘再追。步无双离得很远，就看到这里的情况了。看到叶凡和墨尘两人不知道什么原因狗咬狗打了起来，不禁心情大悦。这两个讨厌的人打在了一起，最好打死一个，这样就少一个烦他的人了。墨尘这家伙回来了，我先闭关几天修炼赤灵剑法。步无双转身前往修炼场。你到底要怎么样？秦老真的是服了，身后这家伙跟狗皮膏药一般，死死的粘在身后，甩还甩不掉。这样下去，他的灵魂之力都快耗光了。这都1个时辰了，秘法还在生效，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有多长时间。墨尘说道。等一下，你为何对我出手？我从未惹过你吧？秦老问道。想他一个生前渡劫期的超级强者，竟然被一个金丹期小辈追得要死要活，真是丢脸。就凭你骂我那2句，我也要弄死你。墨尘道。你要是不挡道的话，小凡，我也不会骂你。秦老继续说道。哼，你自己做了什么，心里清楚。敢抢我的女人，必须付出代价。墨尘哼了一声。抢了哪个女人？秦老稍微一思考，你是说剑步无双？除了他还有徐凤儿。墨尘决定让叶凡死得明明白白。徐凤儿，放火的女娃。秦老郁闷不行，那个徐凤儿2次火烧叶凡屁股，叶凡怎么可能喜欢上她？不可能。秦老斩钉截铁道。先前我还夸你非小人，看来是我夸早了。墨尘不再废话，双手相对，掌心处凝聚出一颗闪烁着巨大能量的闪电光球。秦老脸色一凝，这光球的能量以他现在的状态是无法抵挡的，硬扛可能会魂飞魄散，所以他选择缩回戒指。小凡，靠你了。叶凡，你都挡不住的攻击，我能挡住当？突然，宗门传出一道声音嘹亮的钟声，这是紫霄宗的会议中听到钟声的核心弟子，长老都要前往宗主殿开会。墨尘身为大师兄，自然也是核心弟子，所以他也需要前去。哼，今天先饶你一条狗命，改日再取。墨尘随意将闪电光球朝着叶凡一丢，便转身离去了。光球朝着叶凡丢来，叶凡连忙躲避。砰的一声，光球爆炸，能量从四周宣泄而出。叶凡还是被波及到，好几道能量击中他的身体，瞬间让叶凡5脏6腑受到巨大伤害，2条腿都被炸成骨折，无法行动。啊！叶凡惨叫声响起，他又一次倒下了。来紫霄宗这几天，叶凡不是在受伤，就是在受伤的路上。得亏叶凡体质过硬，换成别人早就上天见太奶去了。叶凡和墨尘打起来了，有趣有趣啊！听着王胖子传回来的消息，李银川呵呵一笑，淡淡的喝了一口茶。叶凡估计心里恨死墨尘了。最后关头，墨尘竟然走了，主角光环果然恐怖如斯，这都可以帮叶凡化险为夷。李银川估摸着这次会议商讨的事情应该是接下来的宗门大比。这场宗门大比很重要，原剧情中几乎就是为了叶凡而举办的。商讨的内容无外乎宗门大比的人选、奖励以及资格。
大家都以为这次的宗门大比和平时一样，检验众弟子的修炼成果，发放奖励，激励弟子。实则还有一个隐形奖励，就是资格。你大爷的！叶凡没来之前都没有这回事，叶凡一来，立马就有了，简直离谱。原本只有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的宗门大比，经过会议商讨后，变成了内外门弟子加核心弟子、长老亲传弟子等全部在一起比试。比试的前3名可以和其他宗门的弟子共同参加突然现世的神龙秘宝遗迹。这秘境自然有人数、实力限制，最多不超过50人，以及元婴期以下修士。50个名额被几个顶级宗门、皇室、大势力一分，轮到紫霄宗就只有3个了。叶凡作为男主，以内门弟子的身份力压群雄，击败一众核心弟子，拔得头筹，获得第1名的资格。剩下2个被大师姐和凤儿娘子取得。实力最强的大师兄被叶凡打得神志不清，前3名都没拿到，最后导致急火攻心，走入魔道。成功参加遗迹的叶凡自然是继续发挥主角光环，一路砍瓜切菜，不过那是原来的叶凡，现在的叶凡3本地阶高级武技都被我抢了，连墨尘他都打不过，估计这次前3名跟他无缘了。或许也说不定，突然他的主角光环发威了呢。李银川洋洋洒洒写了一段，对这次的宗门大比他也有几分兴趣。第1名的奖励除了资格，还有1枚4品丹药和一次去藏经阁3楼的机会。4品丹药我倒是无所谓，毕竟我已经拿5品丹药随意吃了，反而是可以去藏经阁3层的机会很难得，寻常弟子只能进去藏经阁1、2层，第3层很少开放，里面的功法秘籍都是紫霄宗最好的，据说连宗主修炼的地阶终极功法都在那里。叶凡获得这个机会后，进入藏经阁3层，意外发现了一本残卷。众所周知，路人获得残卷就只能是残卷，而主角获得的残卷必定是来历超牛逼的东西。所以没错，这本残卷即便只修炼前面1/3的内容，就已经是地阶初级功法。后来的叶凡机缘巧合碰到了后面的2/3残卷，成功补全整本残卷，完整版功法一跃成为天阶功法。叶凡的战力直接大涨。要是我能获得这场宗门大比第1名，一定要拿走这本残卷，嘿嘿。天阶功法即便是在中州，那也是稀罕物，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紫霄宗宗主殿，步无双、徐凤儿2人原本都已经前往修炼室进行闭关，结果听到了钟声便赶来了。会议尚未开始，他们便看到了李银川的更新日记。无双，这次宗门大比竟然是遗迹资格选拔。徐凤儿惊讶，少宗主，你应该可以拿到资格。步无双道，我有这个信心。无双你也应该可以拿到。步无双摇摇头，小声道，我已经突破元婴了，无法参加这次遗迹了。元婴？徐凤儿忍不住叫出声。步无双不一直是元丹9层吗？就算他有所突破，那也只是金丹期，怎么就已经元婴了？难道是那个？徐凤儿想到昨晚的日记奖励，就是那个大境界提升，让我从金丹5层突破到元婴5层。步无双缓缓道。徐凤儿瞪大眼睛，没想到这奖励这么好，也太香了吧，怎么感觉拿到宗门大比第1也没那么开心了呢？2人正说着，看到李银川的日记又更新了起来，藏经阁第3层有天阶功法的残卷。得知这个消息，2女都忍不住差点失声。天阶功法和地阶功法完全是2个概念，好比炼气期和化神期的差距，东周境内多少年没有出过了。此等功法一旦现世，必将会引来是一场腥风血雨。我手上有爹爹给我的宗主令，貌似可以随时上3层。徐凤儿在心里嘀咕一声，不过随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先不说有没有主角光环的影响，他不一定能找到这本残卷，其次就算找到了，贸然带走，容易引起李银川的怀疑。还是一切顺其自然，若叶凡真的拿到了第1名，自己再提前截胡也不迟。不多时，宁雪也到了宗主殿，和步无双、徐凤儿2人眼神示意交流一下，便静静等着莫贤的会议。可惜雨林实力太低，不然也是有机会争一争名额的。宁雪心中暗道。众多长老、核心弟子都到场后，副宗主莫贤也出现了。副宗主，请问何事召集我们前来？萧长老问道。莫贤很快说道，最新收到消息，大昆国的东北处前些天出现神秘现象，经过探查发现，乃是100年一遇的神龙秘宝遗迹。听到莫贤的话，众人窃窃私语。宁雪3人暗道，果然和李银川说的一模一样。因为秘境有人数、实力限制，我们紫霄宗分到了3个名额。莫贤继续说道，秘境只能元婴期以下的修士方可进入，现在讨论一下这3个名额给谁吧。大长老率先说道，墨尘已经金丹6层了，是所有弟子中修为最高的，理应有他一人。我徒弟虽然才筑基5层，但他聪明伶俐，肯定能在遗迹中获得更多资源。二长老说道，我家徒弟也不错，还是得我的徒弟进。众长老热烈地讨论起来，如同菜市场的摊贩一般。宁雪想说，
我能不能进去啊？虽然他是长老，却还是金丹9层，刚好卡在条件之下。够了！莫贤沉声一喝，现场立马安静了下来。只有3个名额，无论给谁，其他人都不服气，所以我决定2天后的宗门大比，前3名自动获得这个名额。莫贤做出决定。宗门大比不是内外门弟子的比试吗？一位长老问道。这次大比核心弟子也可参与，只要是元婴期以下的，皆可比试。莫贤拍板道。大长老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胡须，他的亲传大弟子莫尘看来这次是稳了。宁雪倒是在想，我究竟要不要上场和小辈们争夺这个名额。李银川手持青光剑，在院子里一招一式的学习如意剑法。目前以他的根骨修炼玄阶高级武技刚刚好，修炼地阶高级的武技那还是非常吃力，完全看不懂。地阶以上的功法和武技，李银川决定获得更好的根骨后再修炼，不然太耽误时间了，学个2-3天都没入门，太慢了。李银川的想法要是被其他修士听到，他们都想哭。3天学习地阶武技能入门，这得是多么高的悟性啊！有些人修炼个几10年，也才把一门武技练得熟练。修炼了一上午，李银川感觉自己摸索到如意剑法的一点皮毛了。若是有进度显示，应该在0%左右。报告师兄，南宫瑶小公主正在找你，估计不一会儿就过来了。一位炼气4层的外门弟子进来告诉李银川消息，是王胖子让他来的，属于星辰的内部人员。南宫瑶找我做什么？李银川问道。不知道，但据说小公主提过要揍你的话。外门弟子道。揍我？李银川纳闷，自己啥时候得罪这个傻白甜了？2人甚至都没见过面好吗？行了，你先走吧。李银川挥挥手让对方离开。管他呢，就请他那3脚猫的功夫，炼气3层的人都能轻松制服他，还想揍我？李银川收剑休息了一会儿，扭头一瞥，看到了院外不远处穿着一袭蓝色水仙裙的女孩走来。对方身材窈窕，身高和小师妹差不多，脸上化着淡妆，琼鼻挺立，唇红齿白，头上插着好几只金簪，身上戴着珍宝首饰，俨然一副富家少女的样子。南宫瑶，李银川很快认出对方的身份。吱呀，院子的竹门被打开，南宫瑶探头看了一眼，只见一名男子正擦着一把锋利的青色宝剑，脸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就是李银川？南宫瑶开口问道。你认得我？李银川反问。南宫瑶犹豫了几秒，开口。你是不是在……话未说完，南宫瑶脸色巨变，扑通一下瘫软坐到了地上。就在刚刚，他察觉到一股死亡的气息瞬间锁定住自己，那种恐怖的感觉让他灵魂都在颤栗，只要自己往外再说出一个字，就会立马被当场斩杀。你搞什么？碰瓷！李银川大眼瞪小眼，这傻白甜到底在干嘛？好端端的突然一屁股坐在自己院子的地上，被别人看到了，还以为我在欺负他。喂，你有病吗？李银川看到南宫瑶的小脸突然变得煞白，仿佛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东西。不可能是我吧？小爷我帅的流油，女主看了都倒贴，怎么会可怕呢？那就肯定是他有病。你才有病！南宫瑶愣神了好几分钟，才缓过神来，骂道。李银川一脸无语。宁长老说的是真的，南宫瑶小声嘀咕一句。昨天李银川不在宗门，南宫瑶便拜访了宁雪长老，和他交流了一番。宁雪告诉他，千万不要在李银川面前提起日记本的事，否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南宫瑶不信邪，和姐姐讨论都没事，怎么李银川就不行了呢？况且这个是他写出来的。于是在想了10几秒后，南宫瑶选择开口询问。结果这一问，差点让他见到太奶。南宫瑶站起身子，拍了拍衣服上不存在的灰尘，走到李银川身前。他身上穿着的蓝色水仙裙是一件玄阶初级法宝，拥有不染灰尘、自动清洁等功效，还能保护自身，抵御敌人的攻击。听说你想揍我？李银川嘴角上扬，看着南宫瑶微微笑。李银川讨厌的不是傻白甜，而是对别人好的傻白甜。无脑对自己好，拿出所有东西支持自己的妹子，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南宫瑶心里一大堆想说的话，都被刚才那道死亡气息整怕了。自己随口一说，就可能告别了这个美丽的世界。南宫瑶原本以为姐姐的任务非常轻松，不就问一下的事吗？现在她完全不这么认为了，这是道送命题啊！算了，你找我做什么？李银川看对方一脸害怕的样子，还以为自己真的吓到他了，便决定不再逗他了。一个没有心机的傻白甜，比狗还肥的小公主，李银川都没有逗乐的兴趣。李银川，南宫瑶仔细转动着小脑袋瓜，组织自己的语言。忽然他灵光一闪，李银川，我姐姐她说她喜欢你。李银川，我他妈听到了什么？恋爱脑喜欢自己？你没事吧？对，就是这样。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南宫瑶眨眨自己的眼睛，眼神坚毅地把这件事当成事实。大小姐，
我都没见过你姐，她凭什么喜欢我？李银川问道。嘻嘻，我姐姐喜欢大英雄，你就是大英雄呀。南宫瑶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是英雄，不是狗熊呢？李银川道。哈哈，这些都是洛师姐告诉我的。洛师姐是洛雨林呀，我拜了宁雪长老为师，她就是我的师姐了。南宫瑶笑着说道。李银川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小师妹竟然成师姐了，这是什么奇怪的剧情发展？那这小师妹的称呼岂不是换人了？小师妹跟你说什么了？南宫瑶晃着脑袋。洛师姐说你救了她，还救了徐师姐，还救了布师姐，是个厉害的大英雄。我姐喜欢大英雄，所以她喜欢你。李银川给出答复。六，你姐知道了，一定夸赞你没毛病，然后给你一顿爱的呵护，就这么把她给卖了。小丫头说她姐喜欢大英雄，确实没错。南宫碧玉第一次见到叶凡时，就是被叶凡的霸气英姿所迷。当时南宫碧玉跟随商队途经一座山林时，碰到一伙匪徒，押镖的镖师全都中了迷药，失去战斗力。关键时刻，叶凡从天而降，救下南宫碧玉。从此，南宫碧玉便对叶凡一眼动情。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这帮匪徒和叶凡有仇，才不远万里追杀到这里，恰好碰到南宫碧玉的商队，想打劫一点物资，补充战力。阴差阳错，让叶凡收获一个恋爱脑后宫。南宫瑶孤愣愣地站着，看到李银川的日记更新不是，他没有笔，怎么写的？不对，我们也不需要眼睛看，在脑海里一时就读了出来。听说你跳舞挺不错的，跳一个给我看看，跳得好有赏哦。李银川露出坏笑，想看本公主跳舞，先拿奖励。南宫瑶伸出手，连舞都没跳，还要奖励，想屁吃。李银川一点也不惯着对方。南宫瑶嘴巴气得鼓鼓的，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说话，无论是爹爹还是娘亲、姐姐，都对她特别温柔。这李银川才见一面就说她有病，还想屁吃，太过分了。哼，那我就不跳给你看。南宫瑶扭过头去，那就请你离开这里，我还要练剑呢。你挡在这里，小心我一剑劈了你。李银川拿起泛起青光的长剑。小公主眉毛一皱，这李银川真是一点都不肯吃亏。为了姐姐，我先忍下这一口气。小李子，南宫瑶开口。叫师兄。李银川纠正。小李子。叫师兄。李银川擦起了他的宝剑。师兄，我马上跳。南宫瑶心里忍下这口恶气，等回到宫里再找人好好教训你一顿，这不就对了吗？李银川收好青光剑，做了个请开始的手势。南宫瑶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轻轻低腰弯膝作揖。李银川看这架势，有点东西。南宫瑶十分热爱跳舞，舞蹈一旦开始，即便面前无人，她都会认真地跳完整篇舞曲。一开始的步伐轻盈，似踩在水面泛起涟漪，动作随后变快，身体旋转起来，穿着的蓝色水仙裙如同花朵绽放开来。之后越跳越好，南宫瑶逐渐进入状态。李银川忍不住鼓起掌来，这小妮子平时看起来普普通通，一跳起舞来气质完全不同，果然有点东西在身上的，不然也成为不了后宫女主之一。一曲舞蹈跳完，南宫瑶缓了口气。怎么样，本公主的舞蹈还不错吧？还行，跟我们村头王傻子跳的差不多，他发疯的时候就这样跳。李银川笑着说道。哈哈，南宫瑶要被气死了。李银川太可恶了，竟然把他和傻子相提并论。呵呵，既然你也跳了，我送你件好东西吧。李银川从怀里取出一个锦囊。这是什么？南宫瑶说着就要拆开，等一下，等你回去的时候再开，保证是个惊喜。南宫瑶将信将疑，把锦囊放到储物戒指中。今天时间不早了，我就不留你了。李银川开始送客。哼，谁愿意来呢？南宫瑶哼了一声便离开了。反正姐姐交代的任务已经差不多了，我直接把姐姐介绍给李银川，姐姐想知道什么直接问她就行了。嘻嘻，我可真聪明。感谢各位彭于晏、吴彦祖送的发电礼物。南宫瑶哼着愉快的小曲儿回到了住处，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李银川给的锦囊。让我看看是什么惊喜。锦囊打开，里面是一张崭新的白色卷轴。这是什么啊？南宫瑶好奇地慢慢摊开卷轴，卷轴从下往上起开，南宫瑶发现这上面竟是一幅画。先是鞋子，接着是一双玉腿，然后是蓝色水仙裙，这不是我吗？南宫瑶看到已经显露半个人物身子的卷轴画，当即认出来这画的正是自己。我刚才跳舞的时候李银川画的。南宫瑶心情不禁好起来，这上面的人物画的栩栩如生，让人光是看着画就能感受到画中人翩翩起舞的场景了。作画人俨然也有绘画大师的水准，画的还不错嘛。南宫瑶笑得露出虎牙，看在你把我画得这么漂亮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卷轴继续往上摊开，人物的上半身逐渐显露出来，纤细的腰肢、
水仙裙上的精致图案，2条修长的玉手，肩膀上散落的长发，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南宫瑶打开卷轴最后的部分，脸上的喜悦瞬间凝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猪头跃然纸上，就在脖子上的头部。哈哈！南宫瑶大叫3声。那么完美的一幅画，被最后的猪头全部给毁了。李银川，你竟然把本公主画成猪头！李银川，你死定了！南宫瑶拿着卷轴，看着上面的猪头人，气得脸色红通，准备一把撕掉这幅画，却又有些下不去手。毕竟除了猪头，其他部分都是无比完美的，就算是宫廷里的绘画大师也画不到如此境界。可恶的林川，有这么好的画工，非要画个猪头上去，除非他再帮我画10幅画，我才能原谅。南宫瑶气呼呼地说道，最后还是将那幅画收进了自己的储物戒中。1下午的时间转瞬即逝，李银川终于靠着自身的努力，将如意剑法练到了小成。一剑挥出，院子里的地面被剑气炸出一个大坑。李银川看着自己院子里的坑坑洼洼，意识到以后修炼武技的话，得去宗门专门的修炼场，不然这小院子根本不够自己造的。看着天上的明月挂上树头，繁星点点，李银川进屋开始歇息。看今天日记写的东西有点少，字数还差一点，李银川决定再写一点。今天天气不错，是个练功的好日子，剑法也练得差不多了，身法也练到大成，还有反甲、传送符、风行丹保命，只要不是遇到元婴老怪，应该都是不去的。不知道现在叶凡在做什么，有点想他了。明天有时间的话，就修炼一下天眼神通，这样就能摸清楚他的一举一动。哎，叶凡，我是真的关心你啊，知道你错失了3本地阶高级武技和地阶中品法宝，我真的很痛心啊，嘻嘻。让我想想叶凡之后又有哪些奇遇来着？忘了，宗门大比后，叶凡好像被哪个长老看中了，成为了亲传弟子，在紫霄宗待遇猛猛提升。字数够了吗？我数数，靠，还差200字，再水一点。上午南宫瑶这个傻白甜来找我了，他竟然成了宁雪的徒弟，小师妹骆雨林当了他的师姐，这发展就离谱。来找我的时候也是奇怪的很，说话吞吞吐吐，不知道这傻白甜在搞什么幺蛾子。最后他说把他姐介绍给我，果然够傻，要是被南宫碧玉知道了，非把他屁股打开花。南宫碧玉这恋爱脑对其他男的根本不感兴趣，除了主角，就连他那圣皇老爹碰他都不行，啧啧。除非这傻白甜把他自己送给我，嗨嗨，这小舞跳的还是不错的，练功之余看看舞蹈，有益身心健康。哦对了，临走时我送了他一个惊喜，让他回去再看，不知道这傻白甜看完后有没有被气死，哈哈，笑死我了。李银川看字数差不多了，便没有继续写。等了一会儿，时辰很快就到半夜12点了。每天发放奖励的时刻到了，李银川搓搓手，目前功法什么的已经不缺了，希望系统奖励点别的。哼，姐姐才不会打我的屁股呢，她最疼我了。南宫瑶撅着小嘴，看着最新的日记内容，看到倒数第3段，除非这傻白甜把她自己送给我时，南宫瑶的小脸唰的一下子红了。他什么意思？什么叫把我自己送给他？南宫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对方的想法太邪恶了，绝对是一个大坏蛋。可是还有好些14、15岁的妹妹都已经出嫁了，她这个岁数早就到了该嫁人的年龄，要不是有姐姐和父皇母后的宠爱，她早就被嫁了出去。哼，就算嫁人也绝对不会嫁给这个坏蛋。南宫瑶将那张猪头舞者的画拿在手里看了起来，即便他是个画工高超的坏蛋，正在修炼的徐范儿看到了林川的日记内容，眉头轻轻一皱，自己才刚刚闭关1天不到的功夫，就有人主动送上门了，还连着他姐姐一起推销出去，真当我紫霄宗无人啊？那个南宫瑶果然心怀不轨，怪不得突然要来我们紫霄宗修炼，原来都是幌子。老娘1天不在，正宫位子就岌岌可危，修炼个屁！心境不稳，继续修炼容易走火入魔，更别提还有玄女宗的那个贱人，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砰的一下，徐凤儿一枪爆了元丹境巅峰傀儡的头。不行，跟林川说下考核内门弟子，让他直接住我旁边。徐凤儿想着，随即便离开了修炼场地。大坤皇宫，南宫碧玉辛苦了1天，看到日记内容后，感觉天都塌了。自己这亲爱的妹妹究竟在紫霄宗干了什么蠢事？让你打听个消息，怎么不是风就是雨的？这让紫霄宗那些持有副本的人看到了会怎么想？我派他出去打探消息，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草率了？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字数达标，内容质量评价为 S， 宿主获得黄金小礼包1份。李银川迫不及待地打开礼包，打开黄金礼包，恭喜宿主获得颜值加10，好运锦囊1，神通天机推演术，万里传音符3，建议满级。
这次的奖励和李银川期待的一样，没有功法，而是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颜值加10，小爷的颜值还需要增加，再增加就跟读者大大们一样帅了，这还了得？李银川话是这么说，但动作上还是麻溜的接受了这个奖励。随后走到房间的镜子前，打量了一下自己，脸部的轮廓更加有型了，身材也稍微变好了一点。还不错，跟彭于晏差不多，不过距离读者大大还差一点，但也够用了。李银川接着看剩下的奖励，好运锦囊，需要使用它的时候再开启，会有惊喜。惊喜？猪头话吗？李银川掂了掂手上这个毫无重量的红色锦囊袋，没想到系统也跟自己玩惊喜这种东西，不确定里面有什么东西。李银川思考着要不要开了，最后还是没开，目前也不缺什么，那就是不需要使用它，还是等以后需要的时刻打开，或许真有意外惊喜呢。神通天机推演术。李银川看向第3样东西，觉得有些耳熟，随后想起来这不是昨天他跟步无双随口扯出来的东西吗？没想到系统竟直接作为奖励给他了。还有锦囊也是，难不成系统还会根据宿主平时说出的话进行定向奖励？这么说我吧，不贪，天阶高级功法来10套，天阶高级武技来10套，根骨、天赋、体质、灵根全部来最顶级的，然后气运值拉满。系统你懂我意思吧？系统。李银川接着看下一个物品，万里传音符，可传音至万里之外的任意地方。万里之外，这妖牛逼吗？王胖子给他的通讯器也就几百里的距离，已经算品质非常好的了。等一下，1亿公里也算万里之外吧？李银川想着，玄黄大陆的最远距离有1亿公里吗？可能没有，但上界肯定有。试试。李银川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果断拿起一张万里传音符，脑海里想着传音给上界的谁，最后确定好人选，混沌宫影。喂，影，听得见吗？我是你妹妹的保护者，她现在遇到了非常危险的情况，需要你的帮助。听到请送点天阶武技和食品丹药过来，我帮你保护她。喂。李银川随口扯了几句过去，发现没有对面动静，对方可能没听到，也可能这传音符是单向传音，听不到对方的回音。李银川兴致缺缺地收好剩下2张传音符，满级剑意。李银川看向最后一个奖励，好东西，取出剑意。李银川的脑海里瞬间涌入大量关于剑道方面的知识，浑身散发出惊人的剑意。下午修炼的如意剑法，此刻全部融会贯通，了然于胸。即使没有拿剑，李银川知道自己的如意剑法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了。修炼剑之一道，首先是剑招，会基础的用剑格挡、顺劈等招式，熟练之后便会习得剑术，比剑招更加强大的攻击方式。接着便是剑气，挥剑之间能发出剑气，攻击远距离敌人。李银川才勉强刚刚达到这一步。然后是剑心，拥有一颗剑心后，即便是一把普通铁剑也能发挥出巨大威力。再往下是剑意，此时已经对剑道的理解十分通透，随意提起的东西在手边是剑。继续修炼会逐步形成剑势、剑灵、剑魂以及剑道的最高境界人剑合一。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对于同境界的修士以一敌十都不是问题。哈哈哈哈，小爷目前感觉很妙，御剑飞行不是问题。即便李银川还没到金丹境，但领悟了满级的剑意后，通过御剑方式依旧可以飞行。李银川对这次的奖励非常满意。叮，昨日日记本出现角色次数统计：剑南春11次，南宫瑶9次，南宫碧玉8次，步无双徐凤3次，宁雪骆雨玲1次，齐鱼鱼0次。剑南春因为是他自己定制的主题，所以提名次数最多，没有什么意外。倒是南宫碧玉，因为妹妹的缘故，还被提及8次，成功上榜拿到奖励，这让他有些欣喜。至于南宫瑶就更开心了，上次提名5次就获得一段让他非常喜欢的舞蹈，不知道这次能够获得什么奖励。剑南春提名次数11次，获得抗雷符咒1；南宫瑶提名次数9次，获得武王体质；南宫碧玉提名次数8次，获得5品丹药清明丹1。剑南春的眼前出现一张悬浮在空中的符咒，符咒上隐约有丝丝雷电闪烁。剑南春刚触碰到符咒，脑海里立马得知它的作用，抗雷符咒，抵御金丹修士晋级元阴境的所有天雷。这符咒能抵挡天雷。剑南春看着手上这一张薄薄的纸片，无法理解他该如何抵御那恐怖的天雷。虽然有些诧异，但还是选择相信，毕竟这日记本连7品丹药都能作为奖励，抵御天雷的符咒应该不会骗他。武王体质，武者中的王者，全面强化身体，起舞时永不疲倦，拥有振奋人心的效果。哇，好厉害的样子！南宫瑶瞪着大眼睛。
武王体质进入身体后，他感觉到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变化，柔韧度、体魄都得到极大的增强，修为更是连涨2层，达到炼气4层。平常跳完一顿舞蹈后会感到一丝劳累，但现在只要跳舞就永远不会感到疲惫。对南宫瑶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5品丹药清明丹，服用后增加大脑灵光度，对数据更加敏感，使用大脑时疲劳值大幅降低。南宫碧玉拿着一枚青色丹药，一口便吃了下去。作为掌管全国4成贸易额的总负责人，南宫碧玉每天要看的账目很多，几乎每天都要看到很晚，这让他总是身心俱疲。现在有了这枚清明丹，再复杂的数据看一眼立马就知道结果了，这会极大缩减他的工作量。这里竟然出错了，这里的数据也不对。吃下清明丹后，南宫碧玉随意翻阅了2本账单，立马发现其中有几处数据漏洞，像是被人专门作假的。数据极其相近，若是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看来太久没敲打他们了。南宫碧玉有些生气，自己辛苦养着手下这帮人，他们却偷偷在账单上动手脚，还赌自己不会看到，看来得找个机会整顿一下了。正在选取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选取成功，冰。选取成功，冰。一个叫冰的副本持有者姓名出现在众女眼前。冰，是妹妹吗？宁雪看到这个名字十分欣喜，既然日记本主动抽取到了冰，说明妹妹肯定没死。不知道妹妹会不会透露出她在哪里？南州雪原世界，这里常年下雪，平均气温在零下50度，寒气逼人，鲜有人质。此刻却有一名穿着无比单薄的少女正在雪山之巅上修炼。她有一头天蓝色的长发，头顶上戴着一顶镶嵌着蓝宝石的白色王冠，身上仅仅穿着一件轻盈透明的薄纱长裙，2条玉腿裸露在外，闭眼盘腿坐在雪中修炼。身边竖立着一把长长的类似法杖的武器，法杖的顶端嵌着金色的金属五角，杖柄与杖头间系着蓝色6边形的装饰品。少女突然睁开眼睛，她正是此次被日记本抽取中的幸运儿冰。这日记本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没想到这下界还有如此之物。冰浏览了一遍日记里的所有内容，并无太大表情变化。先前日记本突然出现的时候，他就并不在意，只想快速恢复伤势、修为，拿下罪孽，返回上界。定制主题，无聊。冰对这次的主题名额不感兴趣，他不认为这里面的东西对他有用，选择继续闭关修炼今日。无主题，请宿主自由发挥。看到系统给出的最新主题后，李银川有些意外。无主题也算主题吗？还是单纯的就是没有主题？那以往的每日主题是怎么来的？李银川总感觉哪里奇奇怪怪的。今天没有主题内容，那就随便写好了。时间不早了，先睡，明天再说。李银川很快倒头便睡。众女看到这2句话时，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这个冰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么宝贵的定制机会都不要了？不要给他们啊！每一次定制主题都代表着大量的提名次数，意味着获得的奖励越好，真是浪费啊！翌日清晨，李银川打开房门，看到院子的石凳上坐着一人，那火红的长裙装扮，看一眼背影，李银川便认出了来人。徐师姐，一大早怎么坐在这里？徐凤儿起身走过来，看了眼李银川，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这家伙貌似比昨天好看几分了。徐师姐，你这么盯着我看，我会不好意思的。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李银川娇羞道。徐凤儿回过神来，瞥了一眼李银川，你已经筑基6层了，赶紧晋升内门弟子吧。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啊，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李银川道。他在外院待了才不到1个星期，不快，骆雨林才练气，直接成为了亲传弟子。好吧，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就去参加内院的晋升考核。李银川想了想，叶凡都已经成了内门弟子，这外院也很少能见到他了。为了见到想念的叶凡，李银川决定也去内门。那你快点，我陪你一起去。徐凤儿道。啊，李银川不知道徐凤儿这么心急干什么，搞得跟他自己要晋升一样。徐师姐，你昨天不是说闭关修炼几天吗？这是练好了没？等你搬到内院，我再回去继续。好吧。李银川看了眼坑坑洼洼的院子，换个住所也挺好的，于是便先回屋子跟李大牛叮嘱了一些事情，包括王胖子的某些消息传递，便跟着徐凤儿一起往内门方向走了。内门考核很简单，只要在修炼场击败筑基1层的傀儡即可，就算你是炼气9层，有越阶挑战的实力，亦可进入内门。李银川拔出青光剑，随便一道剑气便将傀儡斩成2半，轻松通过考核。库房管事在徐凤儿的示意下安排了一间屋子，等李银川搬进新住所才发现，
这屋子竟然在宗主峰上。宗主峰上的建筑不多，除了宗主本人住这里之外，只有徐凤住这边。现在李银川搬了进来，徐师姐，这对吗？李银川疑问。有什么不对吗？徐凤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这不是你住的地方吗？这座山头也只有你住这儿，我一个男弟子住在这里不太好吧？李银川道。我一个女孩子都不在乎，你个大老爷们还扭扭捏捏的。徐凤白了一眼李银川，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老弟，别想太多，上次你帮了我，住的近，你可以随时问我修炼上的问题。好吧。李银川点点头。徐凤见住房的事情安排妥当，便准备返回修炼室继续修炼。李银川则是打算去内门弟子的住所处打听一下叶凡的消息。南宫瑶一大早穿着新的粉红裙子，兴致勃勃地跑到竹林里的院子，还想着在李银川面前再刷一波存在感。这近水楼台的感觉让他感觉到真香，原来不用定制主题也能拿到奖励。不过这次情况似乎有些不一样。南宫瑶在院子外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回应。进了院子，从里屋走出一个高高的壮男。你是谁？李银川呢？南宫瑶问道。我是李大牛，老大他搬走了。李大牛说道。搬走了？南宫瑶一脸诧异，昨天都还住这儿，今天就跑了？难道怕自己来找他报仇？本公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你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南宫瑶继续问。老大没说。李大牛挠挠脑袋，不过老大说了，要是有个看起傻傻的小姑娘来找他，就跟他说我进内门了。进内门了？南宫瑶蹙眉一拧，好端端的这家伙怎么去内门了？自己还要找他玩呢。哦，知道了。南宫瑶想着如何进内门去找李银川，忽然转想起刚刚那句话好像哪里不对劲。什么叫傻傻的小姑娘？臭李银川，那个大个子也可恶啊！李大牛凭什么看到他就认为他是李银川口中那个傻傻的小姑娘呢？这两个人都是大坏蛋。叶凡返回宗门的时候身上受了很重的伤，不过相比于前几日每天昏迷的情况，这点伤就不算什么了。昨日被墨尘打得半死，勉强逃生的叶凡双腿被炸成骨折，经过一夜的休养，总算能走动了起来。秦老都惊讶起叶凡的身体素质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于是决定让叶凡的身体强度更上一层楼，便让叶凡在附近的山里寻找配置断体灵液的灵草。就在采摘草药的过程中，叶凡不慎遇到一头5阶的火狮子，相当于人类的元婴境修士。双方交战了1个时辰，叶凡好几次差点被火狮子一掌拍死。不过妖兽的智商没有人类高，在叶凡和秦老的全力周旋下，总算杀死了那头火狮子。叶凡也因此损失了2道血脉之力，原本共9层保命的血脉之力，如今只剩下了3道。好在叶凡的修为突破到筑基5层，外加1颗5阶的妖兽魔核，以及叶凡意外获得了1道兽火。有了这道狮子兽火，叶凡就可以开始学习炼丹了。虽然身上的衣服破旧风尘，也受了很重的伤，但叶凡觉得很值。好久没有这样的收获了。叶凡师弟，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一位身穿灰色道袍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对方一脸柔和，说话语气温文尔雅，对人态度十分亲和。夏莲师兄，这些伤都是意外，昨日墨尘大师兄一回来，不知为何对我出手。叶凡叹了口气，若是他能像你一样该多好。眼前这位年轻弟子叫夏莲，筑基5层的修为，乃是2长老的亲传弟子。听说他在宗门内的人缘很好，唯独和大师兄墨尘的关系不和。在打听到昨日出手之人的身份便是墨尘后，叶凡便心中一动，开始挑拨离间。最好能拉拢此人，获得2长老的资源支持，最差也能让2人鹬蚌相争，他叶凡渔翁得利。这个墨尘真是太无理了。夏莲听后果然生气，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伤人，我定要向长老参他一状。身为宗门大师兄，却做出如此无礼之事，墨尘不配做我的紫霄宗大师兄。叶凡心中暗喜，继续拱火。夏莲师兄消消气，大师兄可能许久没回宗门，不认识我才出手的。夏莲一脸严肃，师弟放心，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说着，夏莲从兜里取出一枚丹药，这是枚2品疗伤丹，希望对师弟的伤势有所帮助。叶凡眼睛一亮，好处这不就来了吗？但还是装作推诿一下，嗨，师兄不用了，我这些小伤不用，这疗伤丹还是给其他受到重伤的师兄弟吧。夏莲呵呵一笑，拍了拍叶凡的肩膀，叶凡师弟别跟我客气，一枚疗伤丹而已，以后有需要了尽管和师兄说。叶凡美滋滋地收下丹药，那就谢谢师兄了，若是师兄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也跟我说。好说好说。夏莲笑着摆摆手，让叶凡回去疗伤。叶凡心里暗爽，对秦老说道，老师，这个夏莲有点傻，被我利用了他都不知道。秦老却有不同看法，此人表面敦厚，但有几分心机。他刚刚拍你肩膀的时候，
已经用灵气探查了你的修为。叶凡一愣，他还没有发现这件事。知道就知道呗，反正明天的宗门大比我也是要展露实力的。秦老点点头，你实力越强，那个夏莲对你的态度越好，这也是好的一方面，但小凡你切不可轻看此人。知道了，老师。叶凡无所谓的摆摆手，转身回去，先将伤势治好，再准备炼制断体灵液，继续强化身体。夏莲告别叶凡，转身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变回原先儒雅的样子。这位大兄弟，你知道叶凡住哪儿吗？夏莲没走几步，迎面遇到一个穿着内门弟子服饰的帅气男人，向他问路：你是谁？为何我从没见过你？夏莲想了一下，不记得内门弟子中有他。哦，我叫李银川，今天刚进内门的。来人正是前来寻找叶凡的李银川。你和叶凡什么关系？夏莲问道。叶凡是他看中的人，不能出现意外。叶凡是我的手足兄弟，挚爱亲朋。李银川张口就来，昨天一天没看到他，我就想死他了。这不，打听到他进了内门，我也进来了。夏莲看着眼前这名外表俊酷的男子，说话大大方方，看眼神应该是真的。你好，我叫夏莲。夏莲伸出手来。夏兄弟，你好。李银川与对方握手。握手的一瞬间，李银川了一声，有什么东西通过手臂进入到自己的体内了。这东西速度非常快，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又从体内消失了。李银川和夏莲手握着手，两人大眼瞪小眼。隐息术自动触发了，他是在探查我的修为。李银川心道，怎么会，我的灵处竟然失效了。夏莲心道，两人相视哈哈一笑，松开双手，装作无事发生。老狐狸，两人彼此都在心里给对方打上标签。哈哈，李师弟，刚来内门，想必不是太熟悉，你住哪儿？晚些我找你带你逛逛。夏莲道，不用了夏师兄，我来找叶凡的，告诉我他住哪儿就行了。李银川笑嘻嘻道，叶凡住在前面第3间屋子。夏莲想了想，最后还是说了叶凡的位置。就算他不说，其他师兄弟也会告诉李银川的，还不如他自己说，搞好点关系。谢了师兄，我先去找叶凡了。李银川说完便朝着叶凡住所走去。夏莲望着李银川的背影，心里不知道思考着什么。夏莲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啊。李银川在脑海里想着。卧槽，我记起来了，我想起来夏莲这个刁毛是谁了。我踏马差点把他当成路人甲 NPC 了，原来他就是造成紫霄宗大灭族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夏莲。怪不得刚才他探查我的修为，原来他是在选人，估计叶凡已经被他选中了。这个夏莲的真实身份是魔教的奸细，潜藏在紫霄宗有秘密任务在身，表面上只有筑基5层的实力，实际上早已金丹巅峰了。所以其他弟子都不太理解为什么夏莲敢跟墨尘对着干，因为他自己就有这个实力。仅仅2天的时间，叶凡就从筑基1层突破到筑基5层，这等资质天赋，夏莲早就看中了他，把他当成了圣子候选人。若是叶凡能够成功当上圣子，夏莲这个推荐人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除了寻找圣子之外的任务，夏莲最主要的秘密任务还是收回魔剑。之前说过，紫霄宗建宗的时候曾遭受到魔教的围攻，当时那一场大战，魔教的一把魔剑就被镇压在紫霄宗下，而魔剑的具体位置只有历代宗主知道。夏莲不知道的是，叶凡来紫霄宗的目的也是那把魔剑。魔剑威力巨大，乃是天阶法宝，非魔教中人，非习得魔功者无法使用。但叶凡作为主角，自然有应对的办法。这两人的最终目的都是那把魔剑，结果自然是叶凡拿到了，谁让他是主角呢？这俩人现在充其量互相利用的关系罢了。为了这魔剑重新出世，紫霄宗必须灭亡，叶凡和夏莲这2个狗东西臭味相投，狼狈为奸，集结各方势力对紫霄宗大力打压，导致紫霄宗覆灭。你说夏莲这掉毛是魔教的卧底奸细，灭紫霄宗还有情可原，但你叶凡在宗门修炼那么长时间，拿到那么多资源，还联合外人灭宗，妥妥一个吃里扒外的反骨仔啊。不过如今因为小爷的出现，剧情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小师妹、大师姐还有凤儿娘子都对叶凡无感，应该不会主动献计了。凤儿娘子早上的傲娇模样似乎喜欢上我了，都怪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为了凤儿娘子的心愿，在紫霄宗覆灭之际，尽量出手救一下吧，救不了就带人直接溜走。小爷我直接发动克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了，除了紫霄宗有魔教的奸细，其他宗门也有。我突然想起来了，宁雪的妹妹宁冰就是被魔教抓走的，不知道和夏莲有没有关系，说不定通过夏莲的嘴能知道魔教的位置。不想了，反正离灭宗日还有挺长的时间，到时候再说吧，说不定那时候都已经化神了呢。不对，修炼室，徐凤儿刚练习枪法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李银川的日记更新，便开始观看起来。
原本以为今天的日记无主题，他会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想到却让他看到了一个大消息，下联竟然是魔族奸细。徐范儿柳眉扬起，明眸睁大，感到不可思议。下联作为二长老的亲传弟子，在紫霄宗已经待了有3年多的时间，虽然修为不高，但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友善，在宗门内弟子对他好评如潮。谁能想到他会是魔族派来卧底的奸细呢？若是李银川不说，徐范儿打死都不敢相信。但既然李银川这么写，那肯定就是真的。下联，好一个下联，原来宗门被灭还有你的一份功劳。徐范儿手持红莲枪，想立马过去给下联戳几个透明窟窿，但对方的隐藏实力却是金丹境巅峰，他完全不是对手。况且李银川也说了还有时间，暂时不用着急。下联和叶凡的目标都是魔剑，原来这魔剑就是紫霄宗被灭的原因。可他从未听他宗主老爹提到过，或许真像李银川所说，只有历代宗主才知道吧。下联这个魔族奸细要除，等爹爹出关，魔剑的事我要跟他商讨一下。没有那把魔剑，或许宗门就不会被灭了。炼丹阁宁雪有些惊讶地看着今日的日记内容，原来紫霄宗被灭是这个原因，没想到下联还是魔教中人。下联的名声宁雪也听过，也跟对方见过几面。当时下联来炼丹阁取丹药，宁雪觉得这名弟子恭敬有礼，为人不错，没想到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接着往下看，宁雪忽然瞪大眼睛，什么？妹妹是被魔教的人抓走的？下联和此事有关系？宁雪眼中闪过一丝怒火，说不定通过下联的嘴能知道魔教的位置，呵呵，不错的建议。宁雪心里做出打算，不能在宗门里打草惊蛇，那就李银川一边写着日记，一边往叶凡住所走去。小凡，有人来了。屋内秦老立马提醒道。叶凡此时正在把玩到手的5阶狮子兽火，心情大好。有了这团兽火，他就能正式学习炼丹，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炼丹师。他叶凡的崛起之路即将开启，以后这片大陆都将臣服于他的脚下。吱呀一声，房门被推开，叶凡连忙将兽火收了起来，抬头一看，竟然是他最不想见的人。但现在身体伤还没好，不宜产生冲突。你来干什么？这里是内门弟子区域，外门。说着说着，叶凡哑口了，因为他看到李银川身上也穿着内门弟子的服饰。哦，听闻叶师兄受伤了，我特意前来关心一下。李银川笑嘻嘻道。滚，我这里不欢迎你。叶凡轻哼一声，他可不认为李银川有这么好心。等我伤好了，不一棍子锤死你。就算你关心我，我也要锤你。嗨，叶师兄脾气真大，容易被揍。李银川继续道，听说师兄身上的伤是被大师兄打的，奇怪，大师兄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偏偏打你不打我呢？叶凡捏着拳头，他发现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欠揍，再跟他纠缠下去，以后怕是会成为自己的心魔，必须得做点什么了。突然来亮了，感谢所有彭于晏们的催更和评论礼物。李银川，叶凡盯着李银川的眼睛，开口道，昨日长老传讯所有弟子，明天是宗门大比的日子，想必你也知道了。李银川点点头，所以呢，敢不敢跟我赌一场？赌什么？就赌明天我们在宗门大比上的名次。若是你输了，舌头给我剁下来，自断双臂，以后不许出现在我眼前。叶凡狠狠说道。玩这么大，你要是输了呢？李银川双手抱在胸前，我输了也自断双臂。叶凡一口说道。李银川呵呵一笑，叶凡能说出这种话，那就代表他不怕断掉双手，想必他应该是激发了至少6道血脉之力了吧。只有激发了6道血脉之力，叶凡才能拥有断肢重塑的能力。若是9道血脉之力全部激发完，叶凡的血脉不仅能得到净化，还能拥有不死体质，只要还有一口气，给他足够的时间，不需要疗伤丹药都能顽强的活下来。事实和李银川想的一样，叶凡在损失第6道血脉之力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恢复能力大幅提升，连2条严重受伤的断腿都快休养好了。有意思，不过我要你2条胳膊有什么用？我要……李银川停顿一声，你要什么？我看你手上戴着个储物戒指，虽然有点丑，但勉强能看，就用那个做赌注吧。李银川道。叶凡手上的戒指自然不是普通货色，里面能容纳秦老的灵魂，甚至一些低级活物，价值甚至堪比一些天阶材料。不可能。叶凡一口回拒，切，那就没意思了，连个戒指都出不起，还想跟我赌？李银川翻了个白眼。我……叶凡被噎了一下。秦老突然说道，小凡，跟他赌武技，我这里有本地阶高级武技，本来是准备等你突破元丹境让你学习的，现在刚好挫挫他的锐气。秦老对李银川也没什么好感，好像这小子每次出现总没好事。第一次在镇上见面，叶凡被火烧屁股逃离；第2次入宗测试，在后山上叶凡直接被活捉。
第3次长老讲经，叶凡被步无双打到吐血昏迷。第4次前去剿匪，同样被打成濒死泥马。这小子有毒啊！得到秦老指示，叶凡露出一个歪嘴笑容，从戒指中取出一本武技。哼，这是地阶高级武技，你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东西，我就拿这本武技跟你赌。要是我输了，这本武技就归你了。你要是输了，除了舌头、2只手，还有2条腿，全部给我留下。李银川咧嘴与之对笑，从戒指中也取出来一本武技。我手上这本同样是地阶高级武技，叫归元棍法，平时我都放在戒指里吃灰的。区地阶武技，不值得炫耀的。叶凡听到李银川手上的是一本棍法武技，顿时就眼红了。他感觉到这本归元棍法和他有种灵魂的契合。叶凡目前修炼的黑蛇棍法仅仅是玄阶武技就能越阶挑战，要是能把这本地阶高级棍法武技弄到手，他有自信丹挑金丹期的人。这本棍法我感觉好熟悉，它就是我的，我一定要拿到它。叶凡在心里狂喊。李银川看叶凡一副跃跃欲抢的样子，感到好笑。就算你满状态都不一定打得过我，别说你这残血了。小凡别急，秦老开口道，这小子身上竟然有地阶高级武技，这可不是什么白菜萝卜随处可见，即便是紫霄宗的宗主都未必拥有。只要将他有地阶高级武技的消息放出去，到时候就算在紫霄宗内都会有无数人找他的麻烦。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筑基期就敢抱着地阶武技到处跑，不知死活。即便他有什么背景，我们只要不出手，借刀杀人即可。叶凡稳住心神，我知道了，老师，不就是杀人夺宝吗？他很熟悉。所以你想怎么样？叶凡冷声问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那个戒指就行了。叶凡沉默良久，我不赌了。李银川，你他妈的那么久没说话，我还以为你在跟秦老头聊战术，如何击败我，结果没想到半天不说话，最后不赌了。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这么怂的主角，看来在叶凡心里，这枚戒指的分量很重。那我就更要拿走你的戒指了。只不过这枚戒指很特殊，除非叶凡亲自摘下来，否则外人是无法取走的。怂货！李银川吐出2个字，一脸看不起的离开了叶凡的房间。不知道这能否动摇天命之子的心态和信念。有些天命之子能一路所向无敌，除了机缘外，就是靠着谁也不惧的心态和勇往直前的信念。如果能动摇其根本，或许主角光环也有打破的可能。今天叶凡他怂了，以后见到李银川，说不定就会产生一丝微不足道的潜藏在心底的恐惧，会渐渐演化成执念。渡天劫时，面对心魔时，随时都会给他沉重的打击。除非有朝一日他能正面击败李银川，除掉那根执念。叶凡当场被气红温，差点要跟李银川干上一架。走出房门，李银川脸上的神情变得平静。刚才进门没看错的话，叶凡手上的应该是5阶火狮子的兽火，看他那凄惨的样子，就知道应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剧情又提前了吗？记得原来应该是叶凡在小师妹的引荐下成了宁雪的弟子之后，出宗门做任务时意外获得的兽火，没想到现在叶凡就拿到了。这颗兽火的火种对叶凡前期的帮助还是挺大的，不仅能拿来炼丹，还能作为攻击手段。靠着这个兽火，叶凡在1个月内就成为了2品炼丹师，让宁雪对他刮目相看，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煽动剧情。不过现在嘛，叶凡估计很难入宁雪的门下了。要是我能把叶凡手上的兽火搞来，叶凡估计得气死。想起来了，我手上不是有个好运锦囊吗？让我看看有没有用。李银川心念一动，一个红色的锦囊出现手上，然后李银川打开锦囊袋，从里面取出东西，是一个巴掌大小的香囊。恭喜宿主获得道具窃焰囊。窃焰囊可以窃取100米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火焰。李银川看到手上这个小香囊的说明，心中一喜，系统没有坑人，果然是他需要的东西。李银川离开叶凡屋子外100米左右，握着窃焰囊发动效果，收取叶凡的5阶兽火。窃焰囊通体一热，随后隐隐发光，不到3秒的时间，香囊就从干瘪的状态鼓了起来。李银川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放着一团鲜红的火焰，正是先前叶凡收起来的那团溜了。李银川快步离开内门弟子宿舍区。叶凡将屋门关好后回到房间，师尊，时间不多了，你赶快炼制药剂吧。秦老的灵魂飘荡出来，点点头，让你看看老师是如何炼药的，这对你以后炼丹有帮助。你的兽火拿出来借我用一下，可以加快药材融化的速度。好的，师尊。叶凡伸手召唤兽火，却发现感应不到兽火的存在了。奇怪，火呢？叶凡再次感应了几次，依旧没有发现兽火的踪迹，不禁心里有些慌了。小凡怎么了？秦老见叶凡额头冒汗，感到奇怪。让你拿个兽火用用，怎么这么难呢？
这兽火还是他们2个一起杀掉火狮子取得的呢。师尊，兽火好像不见了。叶凡语气中有些惊慌。不见了？怎么可能？秦老根本不信，我不是让你收在戒指中吗？怎么会不见了？师尊，真的，不信你自己去看。叶凡略危险的不耐烦了。没了这团兽火，他比谁都着急，这可是他崛起之路的起点啊。秦老灵魂在戒指中寻找了一番，确实没有发现兽火。怎么会这样？好端端的兽火怎么会不见了？秦老陷入困惑，这种情况他还是头一次见。师尊，你说会不会是李银川干的？叶凡突然想起刚离开的李银川，他跟那家伙非亲非故，突然跑过来找自己，指定没干啥好事。应该不是。秦老摇摇头，他身上没有火焰的气息，修为也才筑基，不可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将兽火偷走。师徒俩陷入短暂的沉默。叶凡咬着牙，攥着拳头，总觉得哪都不对劲。在进入紫霄宗之前，他的修炼之路都是一帆风顺的，现在却屡屡受挫。以2道血脉之力，费尽心力，好不容易到手的兽火竟凭空消失了。该死！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叶凡发出低吟的怒吼。小凡，不要沮丧，成为强者必然要经历挫折，或许这兽火的消失对你好事。秦老只能无奈地安慰道，毕竟自己的复活还要靠叶凡，要是他疯了，自己也得完蛋。没有兽火也能炼制药液，顶多时间长一点罢了。好吧，师尊。叶凡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李银川看着香囊里的兽火，闪烁着鲜红的火焰，狂暴的气息在叶凡收取的时候已经被去除了，变得温顺柔和。不过想要将其融合进丹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需要其他的保护措施，不然火焰的温度会将丹田烧毁。这东西先留着，对我来说用不到，凤儿娘子身上的凤火可比这好10000倍。李银川收起切焰囊，去往炼丹阁。好几天没看见小师妹了，还怪想她的。没一会儿的功夫，李银川便到了炼丹阁。这里平时几乎没什么人，李银川隔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丹香，看来有人正在炼丹。李银川先是走到大殿，没看到人，然后跟着丹香传来的方向走去，在炼丹房外看到一道身影。小公猪。南宫瑶听到有人说话，抬头看去，看到是李银川，脸上不禁露出笑容。李银川，你跑哪去了？我都找不到你了。南宫瑶撅着小嘴，将不开心写在了脸上。找我干啥？还要跳舞给我看吗？李银川呵呵一笑。找你玩呀，我在宫里闷死了，除了练武没人陪我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当然要好好玩了。南宫瑶笑嘻嘻道。李银川看着南宫瑶这变脸速度，简直收放自如。那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明天宗门大比，我还要修炼。李银川道。我知道，明天我姐姐也来看哦。南宫瑶眨眨眼。你姐姐？南宫碧玉。李银川惊讶，记得原书剧情中宗门大比的时候，南宫碧玉没来啊？难不成是南宫瑶在这儿的缘故？是呀是呀，我把她介绍给你，怎么样？南宫瑶笑着问道。李银川感到好笑，你还真是个卖姐小能手，你要是能把她介绍给我，我就陪你玩1个星期。你要做不到，每天给我跳1支免费的舞蹈。好，不许反悔。南宫瑶伸出小拇指，李银川同样伸出小指跟他拉钩。做完这些，李银川问道，宁长老和小师妹呢？他们在里面炼丹呢。南宫瑶指了指炼丹房内。你不是拜宁长老为师了吗？怎么不进去学习？我不喜欢炼丹，就在门口守着喽。李银川耸耸肩，好吧，傻白甜出来就是玩的，让他修炼还不如要他的命。两人正说着，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道蓝色的倩影出现在李银川眼前。师兄。骆雨玲兴奋地看着李银川。小师妹，好久不见。李银川笑着摸了摸骆雨玲的头。师兄是来找师尊的吗？骆雨玲抬头问道。不是，我来找你的。骆雨玲一听，脸蛋红了一下。李银川打量了一下骆雨玲的穿着，好漂亮的裙子，你穿起来真好看。嘻嘻，这是我送给骆师姐的。南宫瑶在一旁说道。骆雨玲和南宫瑶的年龄差不多，个头也差不多，所以南宫瑶的衣服让骆雨玲来穿同样很合身。是瑶瑶师妹送给我的。骆雨玲笑了笑。这件蓝色长裙的材料做工无疑不是顶尖的，穿起来质感细腻，看起来高贵典雅。只不过穿着裙子炼丹合适吗？说着，骆雨玲从戒指中取出2个白色瓷瓶。师兄，这是我炼制的一品丹药，叫增力丹，可以增加一些力量，持续1炷香的时间。李银川一愣，给我。骆雨玲点点头，我刚学会炼丹，还只会这个，希望师兄不要嫌弃。李银川忍不住笑了起来，截胡小师妹的福报这么快就来了吗？原剧情中，小师妹将无数丹药送给了叶凡，如今变成送给自己，这主角的待遇就是爽啊。小师妹，
你真厉害，那我就收下了。李银川看着2瓶增力丹，直接收了下来。这是小师妹的一片好心，自己当然不能辜负。况且宁雪也在炼丹房里面，肯定也看到了，都没有阻止，就代表默认了。李银川打开其中1瓶，看了下增力丹的成色，十分不错，近乎完美。小师妹这才学习几天啊，就已经能炼制1品丹药了，让其他炼丹师看到不得羞愧死。不愧是落水之体，这炼丹的领悟速度是其他人的数倍不止。前期炼制低品丹药厉害，后期炼制高品丹药优势就更明显了，活生生多出3成成功率，这谁看得不眼红啊？可以说拥有了小师妹这个炼丹天才，就等于拥有了用不完的丹药，只不过现在需要给他足够的成长时间。李银川倒出1枚增力丹吃了下去，体内很快涌出一股力量，大约是1成左右。境界越低，增力丹的效果越好。原书中叶凡多少次遇到危险，都是靠着嗑药反败为胜的。现在没有了小师妹的帮助，自己又劫了他的寿火，估计叶凡连丹药都吃不起了。炼丹好啊，炼丹得学，搞得我也想学炼丹了。李银川笑道：那师兄我们可以一起啊。骆雨林眼睛一亮，要是李银川也过来学习炼丹的话，他就可以天天见到师兄了。我学习炼丹和你不一样，全靠机缘，机缘到了就能学会。李银川扯上一句。骆雨林一脸迷惑，听不懂师兄的话。炼丹这事不是要慢慢练习的吗？李银川走进炼丹房内，看了眼炼丹炉，有点忍不住想要动手的感觉。你会炼丹？宁雪问道。会一点。李银川点点头。能否让我试试？可以，这是增力丹丹方。宁雪不记得李银川会炼丹这件事，1周前他还是一名杂役弟子呢，哪来的时间学习炼丹？李银川回跃起脑海中的1品炼丹师经验大全，很快那种熟悉的感觉变上来了。炼制1、2品丹药只需要普通的火焰即可，炼丹器材也不需要专门的丹鼎，用丹炉代替就行。李银川灵魂力量迅速扫过丹方上的所有内容，很快便记住了所需的材料以及炼制步骤，然后催动灵气，接下来便是控制火焰的温度、时间、大小以及药材之间的融合。这就跟上坡起步一样，油门和离合要相互配合恰当，不然就容易熄火。丹药错过最佳融合时间，就会炼丹失败，药材也全都作废了。这动作好丝滑。宁雪看着李银川一整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完全没有一点生疏，宛如一个炼丹几10年的老师傅坐在眼前。无论是药材的凝练，对火焰的把控，都是无比完美，有些地方就连他这个5品炼丹师都无法做到。师兄好厉害！骆雨林看着李银川炼丹的样子，满眼的崇拜。这可比他厉害太多了。就连不懂炼丹的南宫瑶，此刻也觉得李银川的动作非常帅气。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这话没毛病。不到半刻钟，丹炉内便传出一阵香味。成丹了。宁雪面露惊讶。这1品增力丹的成丹时间一般是1刻钟的时间，也就是15分钟。高阶炼丹师能通过一些细微的操作加快炼丹进程，但那最快也只能快1、2分钟。现在李银川却仅仅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就炼制出来了，提高了整整1倍的速度。这种炼丹领悟力简直可怕。献丑了，不知道第1次炼丹练得怎么样。李银川笑呵呵地收回灵气。你是第1次炼丹？宁雪表情十分惊讶。骆雨林也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他想起自己第1次炼丹的时候，连如何控制火焰都不知道，师兄却可以如此流利地炼制成功了丹药，差距简直太大了。看来我还是不够努力，修炼比不过师兄，炼丹也比不过师兄，我真是太笨了。李银川点点头，表面一副波澜不惊，实则心中暗爽，装叉的感觉真不错。原书中叶凡就是各种美女面前秀他的炼丹技术，让美女投怀送抱。没想到我也有一天用这种方式装叉，这就叫装主角的叉，让主角无叉可装。宁雪看到日记内容，心里不禁一笑。不过有这种炼丹技术，足够让他自豪了。骆雨林红了下脸，美女面前秀技术，是说我吗？南宫瑶理所当然的点点头，本公主当然是美女了，不过投怀送抱就免了。宁雪上前打开丹炉的盖子，准备取出里面的成丹，随意往炉内看了一眼，突然愣住了，然后瞪大了眼睛。这是？南宫瑶好奇地问道。师尊，怎么了？李银川炼制失败了吗？李银川拍了下他的头，叫师兄。南宫瑶皱着俏鼻，恶狠狠道：我可是公主，你竟敢打我！呵。李银川不想理他，这又不是皇室里面，为啥不敢打你？不是。宁雪摇摇头，伸手一摸，然后将3枚还是热乎乎的丹药放在众人眼前。南宫瑶仔细看了看，这丹药怎么了？不是和洛师姐炼的差不多吗？骆雨林也观察一番，这些丹药除了成色比他炼得好，十分完美，没什么稀奇的呀。这时宁雪看着李银川，缓缓开口道：我记得没错的话，
刚刚你只放了一枚增力丹的药材，对吧？听到这话，骆雨林脸上无比震惊，眼睛同样瞪大，和刚才的宁雪达成师徒同款表情成就。师兄，你只用了1份材料，就炼出来3枚丹药。南宫瑶眨眨眼，不理解师徒俩的震惊。李银川点点头，我炼丹的时候觉得丹方有点瑕疵，在炼丹的时候稍微改动了一下。修改丹方？宁雪倒吸一口凉气。丹药的丹方可都是无数炼丹师在无数遍炼丹过程中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能流传来下来的都是被认证过的最佳配方，基本没有更好的修改空间。而李银川却随手一改，直接让1枚丹药的材料炼制出3枚丹药，即便只是一品丹药，也足够说明问题了。这种消息传到炼丹界，不亚于2大超级王朝打了起来。李银川的这种天赋被那些炼丹老怪知道了，怕是不远千万里都要跑过来抓人。对此，李银川表示，都给我坐下，急操勿六。宁雪将3枚增力丹交给李银川，并嘱咐骆雨林、南宫瑶2人，今日之事切不可传出去。骆雨林点点头，知道了师尊。南宫瑶附和，我也知道了。看着李银川毫不在意地将丹药收进瓶子里，宁雪顿时起了爱才之心，但心里也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做李银川的师尊。李银川，日后你有什么需要，或者想来练手的话，尽管过来。宁雪道。李银川微微一笑，那就多谢宁长老了。和小师妹聊了一会儿后，李银川便决定回去了。明天就是宗门大比，趁有时间再练一门武技。李银川，你住哪里？我跟你一起去玩。南宫瑶跟上离开的李银川，我住在宗主峰了，那里有专门的弟子把守，你进不去。李银川笑道，我是公主都不能进吗？不能。李银川伸出食指摆了摆，你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有时间我会来找你的。好吧。南宫瑶有些小失落。不远处的骆雨林看着李银川离开的背影，心里有些羡慕南宫瑶可以大方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身旁的宁雪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发，你若是喜欢李银川，直接跟他说吧。骆雨林摇摇头，不，师兄能来看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要早点学会炼丹，才能帮到师兄。李银川回到住所，估摸了下自己的实力，筑基6层，灵根和根骨一般，掌握了一门玄阶高级剑法，身上穿着一件防御甲衣，还有一门地阶身法，对付普通的筑基巅峰应该不成问题。但要在一群亲传弟子都参加的宗门大比中取得前3名有些不够看，除非自己修为还能再进一步。仅剩半天的时间用来修炼武技，能提升多少呢？倒不如想办法薅一薅系统的羊毛，来得更快。成就，李银川记得上次偶然激活了系统的详写就写成就，所以理论上还会有其他成就。可是要怎么才能触发呢？童子哥，你这还有什么成就能让我触发吗？李银川想了想，还是直接开口问比较方便。系统。李银川，别不说话，今天日记无主题，肯定是你搞的鬼吧？不给点补偿？叮。鉴于特殊情况，系统给予宿主补偿。触发成就提示1。提示：女主的名字。听到系统的声音，李银川悦了，没想到自己随便一炸，还真有补偿。女主的名字，这是啥意思？我写名字就更触发成就？这几天日记里我写了多少次名字，也没反应啊。李银川思考了一下，灵光一闪，既然是成就，说不定跟数量和种类有关。可嗨嗨，今天看到了小师妹骆雨玲，我好开心呀。骆雨玲穿着一身蓝色长裙，真可爱。骆雨玲的头发长长的，骆雨玲的皮肤白白的，骆雨玲的小腿滑滑的。李银川一口气写了50次骆雨玲的名字，结果系统还是毫无反应。我猜错了，数量不对，那就是种类。李银川继续尝试。炼丹房内，骆雨玲重新盘腿坐下，准备继续炼丹，增加自己的炼丹技术。突然，脑海里的日记内容更新了。宁雪和南宫瑶都立马翻阅起上面的内容。李银川刚从他们这儿离开，说不定写了他们的名字呢。没想到这一看，3个人都懵了。骆雨玲的，骆雨玲的，南宫瑶都傻了，这上面怎么全是骆师姐的名字？我的名字呢？只有几百字的内容，骆雨玲3个字出现了几十次。南宫瑶仔细一数，足足达到50次。50次，雨玲，这次你可能要。宁雪倒吸一口凉气。在之前的奖励中，提名12次的南宫晴获得了地阶中品法宝，提名20次的不无双获得了大境界提升。不敢相信提名50次会有什么样的奖励。至于骆雨玲自己，早就懵逼了。师兄他发疯了，怎么好端端把他名字写这么多次？虽然这几天骆雨玲都没有拿到提名奖励，但他一点也不嫉妒。自己已经拜了宁学长老为师，还学会了炼丹，已经获得了很多，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四处流浪的小乞丐了。他
他感激李银川，感激宁雪，感激紫霄宗，感激所有的师兄师姐们，除了叶凡。所以看到步无双和徐凤儿拿到日记奖励的时候，骆雨玲只会替他们开心。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单练好，在师兄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一点帮助就行了。师尊，你说师兄会不会已经知道了日记本的事？骆雨玲问道。宁雪想了下，应该不会。他要是知道了，还会这么写吗？骆雨玲看到上面的内容，骆雨玲的小腿滑滑的，骆雨玲的小手嫩嫩的，骆雨玲的臀部翘翘的，脸色红了几分。看得出来，师兄他确实不知道。这么羞耻的内容被人知道了，他的形象可就全塌了。虽然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是到底为什么呢？哎，师尊快看，李银川他又写了。南宫瑶说道。三人齐齐开启吃瓜模式。没用，那我换个方式。第一眼见到步无双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第二眼见到徐凤儿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第三眼见到骆雨玲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第四眼见到宁雪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第100眼见到冰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哎呦卧槽，真有，触发了。哈哈，小爷我成了，道爷我成了。又是几百字的更新内容，给几人都给看沉默了。李银川他这是鬼上身了。南宫瑶默默数了数自己的位置，第12眼见到自己的排在他姐姐后面。可恶，为什么没有进到前10名？师兄不会疯了吧？骆雨玲弱弱地问道。宁雪摇摇头，我看不像，他好像在做某种实验。实验？宗主封上。叮，宿主在一天的日记中提到的女主姓名达到100人，解锁女主大赏成就。女主大赏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当年皇帝玉女3000而白日飞升，我的宿主不能落后于他。恭喜宿主获得成就奖励：50年修为，先天武灵根，星辰根骨，枪法武技熟练度满级1，2品炼丹师经验大全，好运锦囊3。李银川哇的一声，这次的成就奖励比上一次的可要好太多了，根骨和灵根全都有，还有修为，不错不错。系统，先给我把根骨和灵根取出来，然后再取修为，这顺序可别搞反了。刚说完，李银川的身体一抖，他感觉到自己整个大脑如同放空一般，脑海中的意识变得清明起来。他的灵根从原先的善一木灵根蜕变为先天武灵根，相当于同时拥有金木水火土5行灵根，吸收灵气的速度是原来的5倍。同时根骨也从原先的青木根骨替换为现在的星辰根骨，品质从普通变成稀有。原先在木系植物多的地方修炼武技能加快速度，现在变成了能借助夜晚星空的力量修炼武技。系统，我原来的木灵根和青木根骨能回收吗？换点别的东西也行，灵石、丹药我都能接受。李银川笑嘻嘻道。系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宿主，谢谢夸奖。李银川接着取出50年修为灌顶，雄厚的灵气从李银川的天灵盖向体内涌去，不断的冲击着筑基到元丹的壁垒。筑基7层，筑基8层，筑基9层，灵气还在继续灌顶，突破还未停下。咔嚓咔嚓，李银川听到了体内筑基台的破碎之声，丹田之中液态的灵力急速凝固起来，化作一个小小的丹球。元丹境，系统的修为还未停止，灵气不断的冲刷着体内刚刚形成的元丹。元丹1层，元丹2层，这次突破足足持续了1个时辰，李银川最后的境界成功突破到元丹9层，一口气突破了13个小境界，距离金丹境只剩1步之遥。爽！李银川站起身来，眼中爆射一道金光，随意挥出的一拳都带着阵阵拳风，房间的桌椅都被吹得晃动起来，果然还得开挂。大师姐也才元丹9层，和我一样，这下可以进前3名了吧？李银川信心满满。剩下3样东西，好运锦囊李银川用过了，这次又给了3个，还有2品炼丹师经验大全，李银川毫不犹豫地直接使用了，瞬间脑海里的知识从1品丹药扩展到2品丹药炼制经验，再复杂的2品丹药李银川也能信手拈来。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样枪法武技熟练度满级1，仅限于枪法武技，但不需要练习，可以直接使用。李银川跟前刚好有一本地阶初级的枪法离尘绝念，二话不说也将其用了。要是换成棍法就更好了。李银川念叨一声，他学会了枪法，但跟前没有一件枪类法宝，棍子倒是有一根抢叶凡的。战力大幅提升，李银川便着手修炼神通天眼了。天机术也得学起来，这2大神通都是十分有用的东西。一晃时间便到了晚上，李银川忽然收到了王胖子通讯器的消息。老大，姐夫，我姐来了，想见你一面。李银川诧异，你姐？王芷嫣？是啊，姐夫，你快来，我顶不住了。李银川，真是奇怪，王芷嫣怎么来了？前2天不是刚来过吗？我去，
他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李银川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准备去到外门宿舍见对方一面。自己已入元丹，还能怕一个连筑基都没到的娘们？当李银川刚走下宗主峰的时候，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小公主，李银川叫道：“是公主了。”南宫瑶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你在这儿干嘛？”“嘻嘻嘻，我来找你了。跟你说，李银川，我姐姐已经到了。”南宫瑶神秘兮兮的小声道。南宫碧玉。南宫瑶点点头：“要不要我带你去见她啊？你答应过我的事可不许反悔。我现在有事，明天见吧。”李银川有些头大，怎么突然一个两个的女主都跑了过来？好吧。南宫瑶说完便又回去了。回去的路上碰到一个脸上有伤的男人挡住了他的路。“你干嘛？”南宫瑶问道。“请问你是皇室的小公主吗？”男人很客气地询问。“是我，你有什么事吗？”“你好，我叫叶凡，能认识一下吗？”这名脸上带伤的男人正是出来散步的叶凡。一下午的时间，经过勤劳的药剂强化身体，他的伤基本都好了，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其中的痛苦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他出门无意间打听到，明天紫霄宗的弟子比试时，皇室的2位公主会前来观看，听说还有其他宗门的长老弟子也会来，其中甚至包括大前王朝的顶级宗门正义宗。要是明天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实力，被皇室看中，或者被正义宗看中，以后的修炼之路不就会更加顺畅吗？叶凡已经幻想出自己拿下宗门大比的第1名。正义宗的长老询问他是否加入宗门，皇室的2位公主也对他青睐有加，一见倾心。没想到现在提前见到了其中1位公主，这岂不是说他的缘分来了？你就是叶凡？南宫瑶脸上露出一抹嫌弃的神情，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叶凡。是我。怎么，小公主认得我？叶凡有些意外，自己的名声已经名扬在外了。滚！南宫瑶眉毛一拧，吐出一个字。就这种满脸伤痕的家伙，也配让他把破镜丹送出去？光看相貌都没有李银川一半帅，本公主怎么可能看上这种人？你说什么？叶凡觉得自己没听清，对方让自己滚。滚蛋！别挡住本公主的路！南宫瑶大声说道。听到明确的回复，叶凡脸色一黑，表情从温和变得阴沉，拳头不自觉地握了起来。你瞅啥？还想打我？我让我姐姐把你抓起来！南宫瑶哼了一声，踩了下叶凡的鞋子，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叶凡感觉到自己的怒火快要不受控制了，一个炼气4层的女人也敢对他大放厥词，要不是看在她是公主的份上，早就变成一具尸体了。南宫氏也有取死之道。叶凡低声道。宗门大比的结果，叶凡会不会进入前3名呢？李银川来到王胖子宿舍，吱呀一声推开门，里面就只有2人，王胖子和他姐姐，几个舍友都不在。老大，姐夫你来了。王胖子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样跑了过来。李银川注意到王胖子的耳朵红红的，不是被冻的，就是被拧过的。姐夫，我姐想你了，你们2个聊，我先出去。王胖子回头瞅了一眼自家老姐又要发飙的样子，连忙跑了出去，还贴心地关上宿舍大门。王芷嫣起身，有些慌乱模样，发现李银川比之前好像又帅了一点，略微紧张地解释着：“别听他乱说。”李银川呵呵一笑，看着对方的眼睛，越看越喜欢。这一双桃花眼，含情脉脉，带着几分纯真与灵动，辩解的时候都那么好看。你这么看我干什么？王芷嫣似乎被盯得有些羞涩。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很好看。李银川眨眨眼，将视线往别处瞥去。听到这话，王芷嫣的脸色更红了，同时在心中窃喜，自己还是有点姿色的嘛。我回家一趟，问了下爹爹，他跟我说确实有一桩婚姻。王芷嫣整理下心情，道：“之前有个人救过爹爹一命，便将我许配给对方的儿子，这个人该不会真的是你吧？如果是我的话呢？”李银川笑道：“那我就看在你对的发这么好的份上，我就同意了。”说到最后同意2个字，王芷嫣的声音如蚊蝇般细小，脸上的红晕比刚才还要深。李银川眯着眼打量了一下王芷嫣，这小妮子答应就答应，还非得给自己找个理由。不错，真不错，看来王胖子没少在他姐姐耳边吹耳边风，甚合我意。这女主不就拿下一个了吗？就算最后王芷嫣发现不是我，那也为时已晚了。结这王芷嫣的恋爱情节虽然不如南宫碧玉那么无脑，但也相差不远了。不愧是弟弟被人家干废，还成了人家后宫的伏地魔。过来，让我抱一下。李银川坏笑着说道。啊！王芷嫣一愣，这剧情发展这么快的吗？我还没准备好。李银川哑然，抱一下还需要准备吗？哦。王芷嫣慢慢走了过去，原来只是抱一下啊。娇躯入怀，淡淡的香味入鼻，李银川差点缴枪投降。没出息。李银川心里暗骂一句，穿越5年来终于抱上其中1位女主了，真不容易。
回头就给王胖子涨工资。李银川，这事我还没告诉爹爹。王芷嫣轻声说道。不慌，明天宗门大比完了，找个时间我就去你家提亲。李银川说道。这件事情越早定下来越好。突然，砰的一声，房门被人一脚踢开，只听王胖子的声音传来：“哎呦，徐师姐，你轻点，老大还在里面谈事呢。”李银川身体一颤，卧槽，怎么后背有点发凉的感觉？李银川，怒气冲冲的徐凤儿走了进来，大声道：“你不修炼，跑到这里来泡女人是吧？”王芷嫣回头看到徐凤儿，嘴角微微上扬，眉毛抬了抬，似乎在挑衅。呵，我比你快一步。李银川左手抱着王芷嫣转身，脑海中突然浮起一个画面：你来的正好。然后李银川将右手张开，暴怒的徐凤儿微微一愣，他这是什么意思？你来的正是时候。李银川笑着招了招手，反应过来的徐凤儿突然被气笑了。李银川，你胆子不小啊，想左拥右抱是吧？让姑奶奶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徐凤儿右手一抬，红缨枪出现在手中，朝着李银川小腿敲去。王芷嫣眼睛睁大，这个疯女人，她是要杀人吗？不过李银川根本不慌，随手取出青光剑挡住了这一击。笑话，小爷都已经元丹了，还能一直被徐凤儿欺负？现在就是重振夫纲的时候。怀中抱妹，伤害翻倍。徐凤儿一击即退，她也没有要伤害李银川的意思，只是想敲打敲打，但没想到李银川竟然防下来了。就算这力度不大，筑基期也很难抵挡下来。元丹境，徐凤儿惊讶。早上的时候李银川还是筑基6层，这才1天的功夫就晋升元丹境了。这尼玛嗑药也没这么猛吧？徐凤儿傻傻地站在原地看着李银川，手上的枪忽然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上，眼角竟流出几滴眼泪。卧槽，别搞！李银川懵了，一向强势的徐凤儿此时竟然哭了起来，这让李银川都不知如何下手了。呜，徐凤儿哭得更大声了。李银川感到头疼，不会刚才这一剑把他的自尊心给打断了吧？啪嗒，李银川手一抬，灵气将房门关上。王胖子还在门外吃瓜，回头就扣你工资。你没事吧？李银川放开王芷嫣，走上前擦掉徐凤儿的眼泪。徐凤儿顺势从正面抱住李银川。李银川慢慢地拍着徐凤儿的后背，小声安慰道：“别哭了，刚才逗你玩呢。”李银川不知道的是，徐凤儿抱住他的时候，看着王芷嫣原本伤心的表情突然变成嘚瑟的样子。徐凤儿的嘴角高高扬起，脸上绽放出得意洋洋的笑容，眉毛轻轻上挑，眼神中有着毫不掩饰的炫耀与挑衅，似乎在说：“快有什么用？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王芷嫣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随后竖起大拇指：“现在你赢了好吧？但是我也没输，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等李银川跟我回家，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再看你笑不笑得出来。”李银川见徐凤儿没哭了，缓缓将她放开。徐凤儿立马换上一副委屈的小表情。王芷嫣心里喊溜：“你这演技真不错。”咚咚咚，房门被敲响。老大，两位小公主，还有正义宗的人来了，他们都要见你。王胖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李银川眉毛一拧，南宫碧玉和南宫瑶也来了。这尼玛两个都快搞成修罗场了，还来！原书中叶凡是怎么管理后宫来着？想起来了，没用的都被杀光了。都进来吧。李银川放开徐凤儿，整理了下衣服。吱呀一声，房门打开，外面站着数十人，除了南宫瑶，其他都是生面孔。不过站在南宫瑶身边，牵着她手的那位女子，李银川猜测应该就是恋爱脑南宫碧玉了。乌黑的秀发披露在双肩，头顶戴着镶嵌红宝石的簪花饰品，身上穿着红色锦衣，做工精细，金丝绣线在衣角处勾勒着玫瑰的花纹，领口刚刚遮住白皙的玉颈，腰间束着一条红色腰带，显得雍容高贵。面容姣好，皮肤白皙，五官精致，柳叶眉，樱桃口，瓜子脸，颜值直接拉满，仙女一般的美貌，从哪个角度看都好看。李银川打量着对方时，对方也在打量他，两人四目相对，一道看不见的争锋在视线内交锋。最后还是南宫碧玉败了，他先一步移开了视线。李银川，我姐姐来了。南宫瑶拉着南宫碧玉走了进来，身后还有两位元婴境界的人保护。你好，我是李银川。李银川微微一笑，恋爱脑虽然长得好看，但对男人不感兴趣，李银川也没抱太大期望。自己又不是叶凡，无法改变他的态度。南宫碧玉，南宫碧玉轻声说道，微微弯腰行了个礼。近距离观察对方，这皮肤是真低白啊。李银川看向南宫瑶，这傻白甜一脸笑嘻嘻的样子，难道之前的打赌他来真的？南宫碧玉的性格较为高冷，一般不会主动开口。李银川也不知道说什么，一时间无人开口说话，场面陷入尴尬之中。喂，李银川，不欢迎我吗？一道稚嫩的声音从南宫碧玉身后传来。李银川侧身低头看了过去，
是一位看起来5、6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扎着一个马尾辫，粉嫩的脸颊捏一把能出水似的，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正盯着李银川看，丝毫没有害怕之意。李银川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自己见过这娃娃吗？我是正义宗的弟子，我叫宋茶香。小女孩自报家门。宋茶香。听到名字后，李银川很快记起对方的身份，脑海里意识一飘，宋茶香，那个误食灵通果的倒霉蛋女主。小屁孩在他5岁那年，跟他师父去往迷雾森林，意外发现了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子，散发着淡淡香味。小屁孩贪吃，趁师父不注意将果子给炫了。结果没想到那颗果子是100年一结果的灵通果，吃完后会将食用者身体机能定格在5岁孩童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永远长不大了，哈哈哈哈！小屁孩，噗嗤！李银川写着写着忍不住笑出声来。再次看向宋茶香时，对方脸色黑得不行。小屁孩还会生气，哈哈哈！哎呦，你干嘛？李银川感觉到他的膝盖被人跳起来踢了一脚。宋茶香顶着一张娃娃脸，恶狠狠地说道：“李银川，你很没有礼貌啊！不好意思，嗨嗨，欢迎正义宗的道友光临紫霄宗，欢迎宋茶香小屁小道友光临紫霄宗。”李银川连忙说道。房间里除了宋茶香的4位女主都忍住憋笑，千万不能笑出来，不然就得罪正义宗了。哇哇哇！李银川你完了，我要挑战你！宋茶香右手一指，元丹境1层的气息瞬间爆发出来。据他所知，李银川的修为前几天还是炼气9层，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谁料李银川催动灵气，全面压住宋茶香的气息，然后摸了摸他的娃娃头。小道友乖一点，明天我赢了比赛，给你买糖吃。本来李银川还想说几句骚话的，看到人家身后还站着几个元阴境长老，还是算了。小屁孩在正义宗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别摸我的头，老娘今年已经20岁了。宋茶香气得哇哇叫。身后长老见李银川没有恶意，就没有出手。李银川稍微逗了一下便收手，故作惊讶道：“宋道友竟然2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啊。”宋茶香撇撇嘴，一脸鄙夷：“你个戏精，要不是看你有点用，就把你抓到正义宗，天天用鞋子打你屁股。”李银川看了一下现场众人，竟然有5位女主到场，而且出现了一些极其诡异的画面。徐凤儿和宋茶香见面了，原书中这2人可从来没见面，小屁孩在紫霄宗这一副本中都没出来过，还是在200章后灭大坤王朝那一段中，因为南宫晴的原因才出场的。宋道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还有我们之前认识吗？李银川问道。小屁孩刚才就叫出了他的名字，李银川却不记得2人何时有过交集。我跟他来的，都是他跟我说的。宋茶香指了指南宫瑶，将锅全都甩给他。南宫瑶，我不是跟你说有时间找你吗？怎么自己跑过来找我了？李银川有点不爽，刚才差点就能完成左拥右抱的壮举了，都被这傻白甜给打扰了。南宫瑶眼珠一转，将南宫碧玉推了出来。姐姐说她想你了，我就来找你了。南宫碧玉听到这话，回头给南宫瑶一个死亡凝视，当着我面都敢说出这种离谱的话，不敢想象他不在的时候，南宫瑶又说出什么逆天言语。瑶瑶等回到宫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一顿。南宫碧玉想掐死这个妹妹。嘿嘿，南宫瑶乖巧。JPGE， 不知道南宫碧玉是因为性格高冷不想辩解，还是默认了南宫瑶的话，他竟没有出言反驳。李银川感受到身后2道视线的杀气，这尼玛闹呢，就不能等我好好把紫霄宗这个副本通关了，再一个个继续闯关征服？一下子都涌上来了，小爷有点头痛啊。王芷嫣基本上没问题了，凤儿娘子还差点火候，还有大师姐、小师妹，再加个凝雪长老，嗨嗨，通关还要点时间。门外的王胖子伸头朝里面看了一眼，不愧是老大，就是牛逼，连2名公主都收下了，太牛了！跟着这样的老大魂，还能没有出息？我王德发跟定老大了，老大就算让我把家炸了，我都得多买点炸雷符。在场面局势向惨烈那边倒向时，李银川当即拿出4字秘诀：崩、撤、卖、溜。王胖子，这是你宿舍，我先回去休息了，各位告辞。李银川说完便施展身法瞬息步，1秒撤离了现场，留下5女在房间内面面相觑。跟随宋茶香而来的几位长老街是有所惊讶，这么快的速度，起码达到地阶身法了吧？看来这紫霄宗的底蕴不容小觑。王胖子根本不敢进去，没看到刚才局面差点就炸了吗？李银川不在，众人也没了继续待下去的意义，便纷纷散了。我了个大槽，这几个女的都啥情况啊？怎么要来都一块来了？商量好了，光是一个徐凤儿都差点翻车，又来3个，小爷身上可没有主角光环啊。不过在小屁孩他们来之前，总算搞定一个，解。不出意外的话，
王芷嫣就是小爷第一个正式娶进门的娘子。嘿嘿，芷嫣娘子的身体真香，手还很软，脾气还好，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被我抢了娘子。记得原书中王芷嫣跟了叶凡之后，叶凡上门提亲，结果王如海不同意，一定要让王芷嫣完成婚约。叶凡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当天夜里趁王芷嫣不注意的时候，便将老丈人给杀了，事后还找来土匪扮作入室抢劫杀人，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罪行。不仅如此，叶凡还找到了和王芷嫣有婚约的那个倒霉蛋，出手将对方全家给灭了。这个倒霉蛋从头到尾连名字都没提过，就被叶凡杀人灭口，简直太惨了。现在轮到小爷了，我不能像叶凡那个畜生一样，跑龙套的命也是命啊！我先找到那个倒霉蛋，直接平易近人，将婚约书搞来就行了。对方不给，那就只能恭迎叶凡大帝了。开个玩笑，不给的话，就只能送个孙子给王如海了。解。今天的字数够了吧？绝对够了，哈哈哈！赶紧12点吧。李银川躺在房间写完最后一行日记，不禁心情大好。今天不仅修为突飞猛进，达到元丹境9层，还解决了人生大事。就是不知道徐凤儿的态度怎么样。虽然说在李银川的计划中，徐凤儿也是需要拯救的女主之一，但她若是不能同意跟其他人和平共处的话，那也只能保她不被叶凡献祭了。毕竟这个世界的女主那么多，总不能为了一棵大树放弃一片森林吧。咚咚咚，李银川突然听到有人敲门，这个点能在门外的除了徐凤儿就没有人了。徐师姐，进来吧。李银川道。徐凤儿脸上似乎挂着心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徐师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想到刚才把徐凤儿欺负哭了，李银川还有些小愧疚。李银川，你和王芷嫣什么关系？徐凤儿问道。这个嘛，我说我跟他有婚约，你信吗？徐凤儿点点头，随后又摇摇头，然后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李银川，我知道他喜欢你，但是我也喜欢你，所以我要做正宫。李银川的最新日记让徐凤儿突然有种火烧眉毛的危机感，加上南宫碧玉的到来，还有送茶香，小屁孩不用考虑，自己再不做点什么，恐怕正宫的位子不保啊。听到徐凤儿的话，李银川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灯泡。啊，没错，王芷嫣进门后必须听我的话，我是正宫。徐凤儿恢复霸气的模样。李银川有些傻愣了，没想到徐凤儿竟然主动表白了。好家伙，这不说一句，李银川，我宣你。可嗨嗨，徐师姐，李银川整理一下话语，别叫我师姐了，叫我徐凤儿，语气渐缓。凤儿娘子。李银川轻轻吐出4个字，唰的一下，徐凤儿小脸通红。日记里的内容亲耳听到，完全是2种感觉。叫我凤儿就行了，我爹爹也是这么叫的。徐凤儿小声道，你是要我做你爹？去死！师姐饶命！两人打闹了一阵，戳破这层窗户纸后，感情飞速上升。凤儿，宗主封上就我们2个人，不如我们。李银川道。干嘛？切磋一下，我刚好学会了一门厉害的枪法，交给你防身。好啊。徐凤儿点点头，她的红莲枪法只有玄阶初级，随着实力提升，伤害已经有些跟不上了。这门枪法名叫离尘绝念，乃是地阶初级枪法，一共9层，炼制大成，9层叠加，威力堪比地阶高级武技。李银川介绍道，他有系统的枪法满级熟练度，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情况下再来指导徐凤儿，可谓事半功倍。李银川，你现在什么境界了？徐凤儿好奇地问道。他的邪火问题被解决后，修炼速度极快，如今已是元丹境2层了，没想到被李银川给压制了。元丹9层。李银川歪嘴一笑。徐凤儿瞪大眼睛，感到不可思议。没记错的话，几天前的李银川还是炼气3层的杂役弟子，这境界提升的跟吃饭喝水一般，简直恐怖如斯。按照这样的速度提升，不出半年，不对，不出1个月，估计就能达到元婴了。哥，这是天赋，你学不来。李银川教导道，修炼之途要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不要想着一步登天，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卦。李银川心道。徐凤儿无语的撇撇嘴，你说的都对。在接下来的1个时辰内，李银川尽数将自己对枪法的理解全部交给了徐凤儿。徐凤儿的领悟力也极强，1个时辰内就已经枪法小成，学会了2层。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到这里吧。李银川看时间快到12点了，便回屋子了。接下来便是聆听美妙的系统声音了。与此同时，宁雪也是很期待12点，小徒弟练了一下午的丹，已经睡去。不知道他提名了50多次，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励。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超额灌水完成字数，内容质量综合评价 S+，宿主获得黄金中礼包1份。6，李银川比了个手势，黄金大礼包、黄金小礼包都出过了，现在来个黄金中礼包，实在是6。
打开黄金礼包，恭喜宿主获得查询女主所在地，机会1，破元丹1，灵石10万，天赋掠夺卡1，大师级琴棋书画。李银川仔细查看了这次的奖励，似乎混入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10万灵石就不说什么了，这查询女主所在地机会和大师级琴棋书画是什么鬼啊？我这里是玄幻世界，不是都市啊！大敌当前，你跟对方说，别杀我，我给你弹一曲命运交响曲，你就放了我怎么样？你猜对方会不会放了你？李银川捂脸，这就是自述灌水的代价吗？破元丹，6品丹药，元丹进巅峰使用突破至金丹，必定至少为7文金丹。李银川拿着这枚破元丹，系统，这才7文金丹啊，不给个9文金丹对得起开挂的我吗？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这破丹药留着给娘子们用。系统，天赋掠夺卡，使用后可以强制掠夺对方的天赋，这张卡算是最好的东西了，至于对谁使用，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的亲朋挚爱手足兄弟了。不过叶凡目前还剩3道血气守护，没有开启不死血脉天赋，等他彻底觉醒了再说。这大半夜的我都在想着叶凡，谁是真爱没得说吧。李银川咋舌道。内门弟子宿舍区，叶凡脱光衣服正泡在浴桶里断体，突然打了个喷嚏。老师，我感冒了。叶凡纳闷，你这体质凡间所有疾病都无法入身，专心修炼。秦老道，奇怪，好端端的怎么打了个喷嚏？叶凡挠挠头，继续泡着断体药剂修炼。叮，昨日日记本出现角色次数统计，正在统计，请稍后。此次请稍后。统计完成。骆雨玲59次，宋茶香、王芷嫣10次，步无双、徐范儿、宁雪6次，其余1次。骆雨玲提名次数59次，获得1品至7品炼丹师经验大全1， 7品丹药丹方10，天阶法宝9霄丹鼎1。宋茶香提名次数10次，获得改变岁数机会1，区间610岁。王芷嫣提名次数10次，获得月老姻缘线1。步无双提名次数6次，获得玄阶终极宝物冰魄剑。徐范儿提名次数6次，获得玄阶中品法宝紫玉枪。宁雪提名次数6次，获得5阶兽火1。日记副本持有者骆雨玲首次突破50次，获得额外奖励大境界提升2。一连串的系统声音在众女耳边响起。提名次数统计完后，所有人就将注意力全部放到骆雨玲身上了。毕竟这足足59次的恐怖次数，若不是李银川突然发疯，怕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的。宁雪对自己的奖励都不关心，全看小徒弟去了。1品至7品炼丹师经验大全，这是什么意思？使用完后直接成为7品炼丹师？宁雪一脸震惊，她从10岁开始学习炼丹，如今已炼丹18年，不过才是5品炼丹师。这小徒弟开始学习炼丹，不过才短短4、5天的时间就已经7品炼丹师了。不是，这让那些练了几十年的还没到7品炼丹师的人怎么想？10张7品丹药丹方，每一项奖励都让宁雪心头一颤。一张7品丹方的价值堪比地阶武技，足以当作传家宝传下去了。这一下子来整整10张，你这是要飞啊！接着是第3样奖励，天阶法宝9霄丹鼎。众人无比期待的天阶法宝终于出现了。没想到日记本真的奖励了传说中的天阶法宝，只要提名59次就够了。这件天阶法宝还是一个丹鼎，简直是为骆雨玲量身定制的。骆雨玲明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名年仅18岁便拥有天阶丹鼎的天才少女兼7品炼丹师。一件散发着无比强大气息的赤铜色丹鼎漂浮在骆雨玲身边。轰隆，天空突然打了一声巨雷，仿佛在咆哮着神兵现世。雷电不断聚集在炼丹阁的上空，似乎要劈了这件东西。宁雪额头冷汗直冒，如此强大的雷电威严，比宗门长老突破元阴境还要恐怖。他是丹鼎引来的。宁雪立马猜到，想用储物戒指将丹鼎收起来，但戒指品质太低，无法容纳。这雷电劈下来，必死无疑。宁雪已经准备抱起骆雨玲离开炼丹阁了，但下一刻，天空凝集的雷电全部消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没有了，宁雪松了一口气。小徒弟还在安稳地睡着，突然就在宁雪眼皮子底下，熟睡的骆雨玲身上的气势开始暴增。炼气9层筑基1层，筑基5层，筑基9层元丹1层，元丹5层。骆雨玲的修为一路暴涨到元丹9层才停息下来。宁雪瞪大眼睛，这又是发生了什么？改变岁数的机会，我可以长大了。宋茶香看到自己的奖励后十分欣喜，终于可以摆脱灵童果的束缚了。但看到后面一句区间610岁，是什么意思啊？阿伟，好消息，
能长大了。坏消息，只能长几岁。哇哇哇！李银川，你就不能多写几次我的名字吗？老娘要变18岁啊！宋茶香哇哇大叫。门外长老有些心疼。哎，小香香想长大，已经想得走火入魔了。月老姻缘线，这是什么东西？王芷嫣看着手上的一根红绳，根据名字猜测，应该是对姻缘有帮助的。我要连我和李银川。王芷嫣说道。正在修正姻缘线，已修正成功。手上的红绳渐渐消失，王芷嫣感受不到任何效果。耍我呢？王芷嫣一剑将桌子劈成了2半。正在选取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选取成功。冰，又是这个冰。众女看到这个名字有些无语，昨天已经抽中他一次，没想到今天还是他。怎么感觉这里面有黑幕呢？还是对方单纯的运气好呢？南州雪原。冰缓缓睁开眼睛，先前一连串的日记声音吵得他有些头痛，好在每天只有这么一会儿有生意。听到今日份的抽取名单又是自己的名字，冰依旧不想理会。不过区区7品凡丹，天阶凡顶，对我毫无用处，这种奖励不值得我浪费时间。若是能治好我的伤势，还算你有点用处。不知道我这么多天没回去，哥哥有没有派人过来帮我？冰喃喃道。随后看了眼日记，随意定制了一个主题。今日主题疗伤。李银川看到这个日记主题的时候是一头雾水的。疗伤这个主题也太宽泛了吧，让他有些无从下手，不知从何谁起。疗伤是什么奇怪的主题啊？系统你能不能给个详细点的说明？这是要让我写叶凡疗伤吗？这家伙每天都在受伤，关于这个话题他肯定很有心得。老样子，先睡觉，明天还有笔试呢，先不说了。李银川关上日记本，呼呼大睡起来。修炼？不存在的，有这功夫写几百字日记他不香吗？清晨，骆雨林醒来的时候，看到宁雪在身边闭眼打坐。他想起来昨晚因为炼丹太久，精神力耗空，便睡在了炼丹阁。忽然，骆雨林感觉到脑海里多了一股庞大的如潮水般的记忆。这些是什么东西？骆雨林一点点地接受着。一品炼丹师的炼丹经验。骆雨林有些惊讶，这脑海里的炼丹经验正在与他融合，仿佛这些经验就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的炼丹过程获得的，并且这些炼丹手法对丹药的理解水平都非常之高，感觉比师尊讲的还要好。原来师兄昨天是这样炼制的。骆雨林回忆起李银川的炼丹操作，顿时豁然开朗。好比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几十步的繁琐解答步骤，忽然在眼中如同1+1般简单，这种感觉无比美妙。雨林，你感觉怎么样？听到骆雨林的嘀咕声，宁雪睁开眼笑着问道。不知道怎么了，我突然对炼丹有些新的理解。骆雨林说道。你试试重新炼下增力丹。宁雪将丹炉点燃，准备好药材，让骆雨林开始炼制。不到半刻钟的时间，骆雨林便完成了这次丹药的炼制。宁雪打开丹炉一看，里面赫然躺着3枚新鲜出炉的1品增力丹。宁雪略带羡慕地看着自家小徒弟，这种炼丹水平已经完全超过了他这个师尊。师尊，我练得还好吗？骆雨林问道。别叫我师尊了，你是我师尊。宁雪说道。啊，骆雨林有点蒙圈，不知道宁雪什么意思。这是在鼓励自己倒反天罡吗？你的炼丹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我了，足以和李银川媲美了。你俩都是100年难遇的好苗子。宁雪笑着说道。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你有这样的炼丹技术，那就代表你拥有这样的炼丹水平。雨林，你知道昨晚你睡着后日记本的奖励是什么吗？宁雪问道。骆雨林摇摇头。昨晚睡得很香，隐约好像听到一道雷声。我告诉你，昨天你提名高达59次，获得了医治7品炼丹师的所有经验，并且还有10张7品丹方，以及宁雪深呼了口气，天阶丹顶，医治7品炼丹师的所有经验。骆雨林眼睛瞪大，面露不可思议之色。他总算知道脑海里那些庞大的记忆是怎么回事了。师尊，你的意思是我成了7品炼丹师？宁雪点点头。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老师了。骆雨林苦笑一声，老师你别打趣我了，这些都是日记本的奖励，不是我自己修炼得来的。宁雪摇摇头。不，既然你获得这样的奖励，那它就是你的东西了。从炼丹水平来说，我已经不如你了。骆雨林不语，总觉得这似乎在做梦一般。他才入宗门学炼丹几天就成了7品炼丹师，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前2天宁雪教他炼丹的时候还教导他，你拥有落水之体，一定要认真学习炼丹，未来肯定会超过我的。没想到这才几天的功夫就已经超过了，未来来得太早了。对了，这些东西我帮你收起来了，你自己保存好。如果觉得危险，在没有自保的能力之前，不要出宗。宁雪将10张丹方以及天阶丹顶拿给骆雨林。骆雨林看着这些东西愣了一会儿，
师尊，还是你帮我保存吧，这可是天阶法宝，你让我保存，不怕我把它带走吗？宁雪说道。天阶法宝啊，整个大昆王朝几乎都找不出来第二件，换成别人，就算是亲爹都可能闹到父子反目成仇。师尊教我炼丹，我没有什么回报师尊的东西，师尊要是需要的话，这个丹鼎就送给你了。骆雨林突然笑道。雨林，你……宁雪沉默片刻，也笑了出来。头一回见把天阶法宝送人的，你比宗主还大气。宁雪将丹鼎重新收好，我先帮你保管吧，你要使用的话随时告诉我。说完丹鼎的事，宁雪提了一嘴。雨林，你的修为也提升了，应该是元丹9层啊。今天宗门大比，原本我不打算派你去比试，现在你修为上来了，你想去比试一下吗？宁雪问道。骆雨林感受了下自己的修为，竟真的已经元丹9层了，难道这也是日记本的奖励吗？师尊，我还是不去了，我先把脑海里的记忆消化一下。骆雨林修为虽然上来了，但武技却没学习几个，也没什么比斗的经验，上场可能打不过那些修为比他低的弟子。这样也行。宁雪点点头，小徒弟对自己的定位清晰，让宁雪十分欣慰。既然你不去的话，赶紧告诉我是如何做到炼制3枚丹药的吧。小罗师尊，紫霄宗今日的比斗场特别热闹，上千名弟子同时在比斗台上比试，副宗主莫贤也是到场观战，观察有哪些不错的好苗子。比试场分为3个区域，外门弟子、内门弟子、核心弟子。核心弟子区大部分都是众长老的亲传弟子，徐凤儿也在这个区，所以不会和李银川对上。每个区域都会有相应身份的弟子两对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最终各选出10个人获得大笔奖励。最后的前3名奖励则是让这30人进行互相切磋，最终取胜的3位弟子获得名额奖励。比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数虽然众多，但有些弟子实力相差较大，基本上不用几秒就完成了切磋。李银川穿着内门弟子服饰登上了比斗台，很快便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对手。在下方小修，师兄有些面生，请问师兄如何称呼？教坊小修的弟子礼貌问道。我叫李银川，师弟你好。李银川呵呵一笑。李银川，方小修忽然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李银川不明所以，我的名字很好笑。你笑什么？没什么，李师兄，比试开始吧。方小修说道。好。李银川活动下筋骨，准备出手。话说李银川获得日记本后，基本上没动过手，武技学了好几门，实战经验还不知道咋样。唯一动手打过的，怕是只有王胖子了。叶凡倒是天天受伤，但那都是女主动的手，跟李银川无关。所以李银川想趁着这次比斗，好好锻炼一下实战经验。李银川右手一抬，取出青光剑，正准备出招，忽然只听得方小修大喊：师兄，我认输，你赢了。说完后便果断地跳下了比斗台。李银川，什么情况？我已经把我的修为压制在筑基5层，你跑个毛线？李银川，你赢了。稍等一下，马上安排下一个弟子。负责人说道。李银川在台上等了1分钟，第2轮比试开始了。师兄你好，我是南瓜，请问你怎么称呼？对手问道。我叫李银川。李银川回答。南瓜听到名字后，脸上同样露出欣喜的笑容，像是中了彩票一般。你笑什么？李银川好奇道。前一个方小修听到他名字时，好像也这么笑了。没什么，师兄，好好比赛吧，我可不会放水的。南瓜提起自己的长剑。好。李银川感受到对方的战意，顿时来了感觉。比试开始。负责人的话音刚落，只听南瓜喊道：师兄，我认输，你赢了。随后果断跳下比斗台，兴高采烈地跑了。李银川，这场面似曾相识，你大爷的，说好的不放水呢，打都没打就直接认输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李银川问向负责人。负责人甩了个白眼，回答道：我怎么知道？对手认输，你偷着乐你就完了。李银川。2分钟后，第3轮比斗开始。李银川迎战一位个子很高但很瘦，长得像虾条的弟子。师兄你好，我叫夏条，请问你如何称呼？夏条问道。我叫……等一下，我报完名字后，你是不是就笑？笑完后就认输？李银川说道。哪里，我都不认识师兄，只是想认识一下，以后在宗门内有个照应，你说呢？夏条笑呵呵道。好吧，我叫王德发。李银川道。夏条突然一个后撤步，你是李银川？你怎么会是王老大呢？裁判，我认输。他赢了。比试都没开始，夏条就跳下台，哈哈大笑着跑掉了。李银川，你大爷的！负责人耸耸肩，他也是头一回遇到这个情况，保存体力应对接下来的对手吧。负责人道。已经过了3轮，剩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实力很强的弟子。
李银川扫视了一圈场内，没有一个低于筑基7层以下的。不远处的叶凡同样是3战3胜，不过对比李银川毫发无伤，叶凡似乎出了点状况。叶凡的实力倒是不会让他受伤，但他的衣服似乎有点惨烈，上衣被爪子撕开了一大块，后背全露在外面。此时叶凡正满脸阴沉地站在台上，同样注意到了李银川。李银川没有理会他，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比试，就你搞得跟死了爹一样。很快第4轮比试开始，上来的是一位筑基8层的女弟子，颜值不及几位女主，但也看得过去。师兄你好，我是糖果，你叫什么啊？女弟子礼貌问候。你猜？李银川不回答了。怎么这一个两个的上台都问名字？现在的弟子都这么有礼貌吗？嘻嘻，师兄这么帅，我猜叫李银川吧。糖果笑道，然后挥挥手，那师妹我就先认输了。李银川，有完没完了？怎么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都认输了？绝壁有人在针对自己，难道是凤儿娘子？李银川猜测。徐凤儿的老爹是宗主，他跟徐凤儿喜结连理，其他师兄弟知道后便选择认输。也不对啊，自己跟徐凤儿昨晚才正式在一起的，这消息都没传出去啊？难道是？李银川脑海中灵光一闪，想起之前一位弟子的话，这个下调叫王胖子为王老大，肯定是这个死胖子搞的鬼。李银川想明白原因后，第5轮比试开始了。师兄你好，我叫……哎，等等！李银川打断施法，我想知道王胖子跟你们说了什么。师兄你认识王老大？那看来你就是李银川了。哈哈，师兄我认输。这名弟子大笑着跳下了台。李银川，第6轮比试开始，李银川被负责人带往另一个比斗台。一上台，李银川就抓住对方男弟子的衣服，让其想跑都跑不了。师兄你干嘛？男弟子很紧张。王胖子跟你们说了什么？老实交代，不然我认输。李银川威胁。这男弟子想找借口敷衍一下李银川，看到李银川的眼神后还是放弃了。好吧，我说，王老大说，若是我们在比斗中遇到一个长得特别帅的，我们不认识的人，就问一下对方的名字，如果对方叫李银川的话，就立马认输。成功输了比赛的人能拿到1000灵石的奖励，所以我们都希望能遇到你。1000灵石是我快10个月的月俸了。李银川听完这话后气笑出了声。好，王胖子真不错啊。那李师兄，我认输了，我回去领灵石了。说完，这名男弟子飞快地开溜离开比斗场。第7轮比试也在李银川意料之中，报出了名字后便赢了比赛。李银川成了几千名弟子中唯一一位一场比试没打，毫发无伤进入前10的弟子。李银川下了比斗台，观赛的步无双、南宫碧玉、宋茶香、王芷嫣等人都走了过来。原本想看看李银川身手如何，毕竟他在日记本里对其他人指指点点，想必自身应该很厉害吧。结果看到李银川的对手一个接一个的笑着认输下台，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李银川，怎么回事？你怎么一场没打？南宫瑶问道。比斗原来这么简单的吗？早知道他也上了。超能力，李银川说道。几人有些疑惑，超能力是什么厉害的武技吗？直接让对手认输？咦，大师姐，你没有来上来比斗吗？李银川突然问道。原剧情中就是叶凡带妹带着大师姐和凤儿娘子一起参加遗迹，在里面发现一株超级灵药，却遭遇其他宗门弟子的抢夺。本来一株灵药给了也就给了，结果叶凡说这灵药对他很重要，不想交出去，导致凤儿娘子第一次暴走，陷入昏迷，失去清白。大师姐也是身受重伤，被叶凡占了很多便宜，就叶凡一个人毫发无伤，最后还获得了很多机缘。仔细想想，感觉像是叶凡有意为之啊。不过剧情怎么发生了变化？大师姐连比斗台都没上，怎么去参加遗迹啊？叶凡还怎么？不对，我还怎么带妹啊？难道大长老搞黑幕？直接内定。听到李银川的疑问，不无双微微一笑。我最近修为提升的有一点快，想稳固一下境界，顺便再练练新到手的一门剑法，就不去争夺名额了。修为提升？大师姐，你突破金丹了？李银川问道。不对啊，大师姐不是参加完遗迹之后才突破金丹的吗？紫霄宗是所有宗门中唯一一个没有金丹期带队的宗门，然后就被其他宗门欺负抢资源。不无双想了想，是也不是。李银川听到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有点无奈。大师姐，你这么温柔的一个人，也跟我玩谜语人是吧？正说着，徐凤儿手持红缨枪走了过来。李银川赢了，侥幸，差一点就输了。李银川道。观赛几人有些无语，你连手指头都没动，这是的差多少才输啊？你受伤了？李银川注意到徐凤儿的手背上有道伤痕，已经结痂了。没注意，小伤罢了，不碍事。徐凤儿摆摆手，这怎么行？来，快把这颗丹药吃了。
李银川拿出一枚5品疗伤单。徐范儿，大哥，你是认真的吗？这就好比病人感冒发烧，你选择开刀化疗。李银川这边一群人谈笑着，叶凡那边就有些孤单了。妈的，该死！老子衣服本来就不多，还都撕我衣服，要不是在比斗台，老子飞宰了他们。叶凡对战7场，遇到的对手全都冲着他的衣服来的，对方根本不跟他打架，一心想毁掉他的衣服，导致叶凡现在光着膀子，穿着破了几个大洞的裤子，一个人站在比斗台上。不少弟子看到叶凡这个模样，都忍不住笑出声。长老们也都看到了叶凡，有些不忍直视。谁家内门弟子连衣服都穿不起啊？光着膀子搞行为艺术呢？这是谁的弟子？怎么不穿衣服？有长老问道。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应该是老关的。去你星号币的，是你的弟子，他叫叶凡，是走后门进来的。萧长老给其他长老介绍道。哦，原来如此，那就不奇怪了。其他人纷纷点头。最后还是夏莲发现了叶凡的窘境，走过来从戒指中取出一套衣服递给叶凡，这才让他保留了最后一丝体面。叶凡穿好衣服，注意到李银川身边围绕着一群莺莺燕燕，有放火女，还有个眼睛很好看的女人，还有对自己有好感的大师姐、正义宗的小丫头，甚至连2位皇室公主都在李银川身边。他到底凭什么啊？这明明应该是自己的待遇才对。叶凡看得牙痒痒的，很想上去踢走李银川，并代替他。夏师兄，那个李银川是什么身份？叶凡愤愤道。夏莲顺着叶凡的视线看过去，原来是那个帅气的男弟子。怎么，他不是你的亲朋挚爱、手足兄弟吗？夏莲好奇道。当时李银川就是这样跟他介绍自己的。看叶凡的样子，这里面好像有些不太对。当然不是，这个狗贼，我恨不得想杀了他。叶凡眼冒怒火，咬牙切齿。夏莲心中一动，看来自己被李银川给骗了，这2人有深仇大恨。不过刚好这个给了自己机会。叶凡师弟，你的修炼天赋很强，潜力无限，紫霄宗实力弱小，根本不足以让你腾飞。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夏莲轻声说道。你要帮我？叶凡问道。没错，师弟的天赋无人能及，我这也算一种投资吧。若是师弟未来崛起，不要忘了师兄就行。夏莲笑道。这是当然。叶凡心中冷笑，投资？怕不是利用我吧？待会的混战，我希望师兄能帮我对付李银川。叶凡提出请求。没问题。夏莲点点头。不给点甜头，对方怎么会愿意跟着自己呢？李银川这边说着话，步无双忽然抬手。我闻到了杀意。步无双琼鼻微动，顺着杀意的方向转身寻找。李银川也随之看去，在不远处的核心弟子区看到了一个充满杀意的眼神正盯着自己。是墨尘。徐范儿说道。这家伙之前一直在骚扰我，前段时间不在宗门，我稍微清闲一点，最近又回来了，真是烦得要死。墨尘的实力是金丹7层，是你们这些弟子中修为最高的了。步无双面色凝重，这股杀意明显是针对李银川的。待会就有一场大混战，墨尘肯定会对李银川出手的。师弟放心，若是他敢胡来，我一定保你周全。步无双道。李银川点点头。谢谢师姐，不过我不觉得我打不过他。没事，待会我们一起揍他。徐范儿搂起李银川的肩膀。墨尘原本黑得滴水的脸上快要黑得滴冰雹了。很快休息时间到了，最后一轮比试开始，请30位弟子上台。负责人大声喊道。李银川和徐范儿一起上台。哎，好像哪里不对劲。李银川忽然反应过来步无双刚刚说的话，什么叫你们这些弟子中修为最高的？难道他不是弟子吗？奇怪，大师姐也不过刚突破金丹，他能从墨尘手下保我？大师姐最近说话越来越听不懂了。最后的比试是先前取胜的30名弟子共同上大比斗台混战，战到最后的3位弟子获得参与遗迹的资格，同时第1名还有额外的奖励，1枚4品丹药和前往藏经阁3层的机会。负责人说完规则后，10名外门弟子都果断弃权了，他们连筑基都没到，怎么可能打得过元丹境界的核心弟子？内门弟子也弃权了4人，只有6人还在台上，加上10名核心弟子，台上一共有还剩16人。比试开始。负责人说完跳出了比斗台。有元婴境长老观战，不用担心闹出人命，因为是混战，而且有3个名额的机会，所以在第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抱团，不会傻乎乎到单打独斗。团结合作也是一种实力。台上16人很快分成4组势力，李银川和徐范儿一组，夏莲和叶凡，给予夏莲交好的3名核心弟子一组，墨尘和4名核心弟子一组，剩下4个内门弟子一组。因为墨尘实力最强，另外3组人都比较关注他，若是能趁乱将墨尘打出比斗台，他们获胜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叶凡并不在乎，
他要趁这个机会狠狠揍一顿李银川，结果却被夏莲拉住。等等，莫尘好像要对付他。哼，抢我的女人，死得好！叶凡冷笑。莫尘谁都没看，从上台后就盯着李银川，看到李银川和徐凤儿走到一起，眼中怒火更盛。徐凤儿是他钦定的女人，谁都无法抢走。你和凤儿是什么关系？莫尘冷冷问道。别叫我凤儿，只有李哥哥能这样叫我。徐凤儿挽起李银川的手臂，亲昵地说道。突破关系后，徐凤儿没有以前的扭捏，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的感情。徐凤儿的话，看台上的长老们同样听到了。李银川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了个大小姐啊，你这生哥哥怕是要人命，正常点好吗？好，很好。莫尘手指头咔咔作响，今天你死定了，副宗主也保不了你。李银川听到这话，一副害怕的模样，指着莫尘对看台上的莫贤喊道：副宗主，你听到了吗？这家伙说你没用。莫贤老脸一黑，作为元婴境后期的他，台上的动静自然听得一清二楚。莫尘作为众弟子的大师兄，大长老的亲传弟子，在宗门内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本来正常的放狠话环节，你这么当场喊出来，让大家搞得都下不了台啊！嘿嘿，你放心，有生命危险我会出手的。莫贤说道。李银川在刚刚的比试中一次手都没出过，很多长老都注意到了。这种黑幕他们并不在乎，因为最后这大混战会让他显露原形。实力太差是站不到最后的。真不知道少宗主怎么看上这种小白脸，不就长得帅一点吗？别的方面哪里比得上莫尘呢？莫尘无法理解李银川的脸皮为何如此，之后竟然像个孩子一样找人告状。放狠话，狠话你懂吗？你最好一辈子别出宗门，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莫尘阴沉道。李银川举手，副宗主，这家伙威胁我，让我一辈子出不了宗门。莫贤，众长老，徐凤儿，噗嗤，不好意思，没忍住。夏莲在一旁注视着李银川，此人好生不要脸，很有他们魔教的风格啊。若是能把此人拉到魔教，至少也能做到大队长的位子。叶凡一脸不屑，瞧不起李银川，弟子交战却向宗主告状，令人不齿。看着莫尘朝自己走来，李银川叹气一声，原本属于叶凡的祸转移给自己了，这也许就是截胡女主所要承担的责任吧。凤儿，你先离我远点，让我会会他。李银川道。这好吧，你小心点。徐凤儿点头，随后走到了比斗台的另一边。原本应该混乱的大乱斗，此刻变成了李银川和莫尘的1对1。莫尘的双手逐渐变得血红，一股浓烈的血气凝聚在手心。怒云血手。莫尘的动作极快，瞄准李银川的心脏，如同雄鹰般伸出锋利的手爪，瞬息步。李银川施展地阶身法，速度比莫尘还要快上几分，躲过了这一猛烈的袭击。一击未成，莫尘再补一击。怒风血手，追踪。这一次莫尘打出的攻击是一道血气，并带有追踪的功能，光靠一般的闪避是无法躲开的。李银川不急不慌，吞下一颗5品风行丹，瞬间速度快到飞起，跑到了莫尘身后的4名弟子那边。血气跟着追踪过来，砰的一声打在了其中一名核心弟子身上。噗，那名元丹1层的核心弟子当场倒地大吐血。李银川嘶了一声，这家伙还真不留手啊。看台上的一名长老大叫：停停，随后飞到台上带走那名受伤弟子，同时有些愤愤地看向李银川。吐血弟子正是他的亲传弟子，他可不敢去怪莫尘，只能瞪李银川了。找死！莫尘大怒，开始施展玄阶中品身法追杀李银川。叶凡在角落一隅，看得心里十分烦躁。这里明明是他的舞台，全场的目光应该锁定在他身上，风头怎么全被2只小丑给抢走了？不行，我要出手了。叶凡说道。再等等。夏莲抬手，我等不了了，先把那4个内门弟子干掉。叶凡眼神瞬间锁定4名吃瓜的内门弟子，提起黑木棍向他们发动进攻。柿子要挑软的捏，叶凡还是知道的。哎，我们去打莫尘那些人吧。夏莲吩咐跟随自己的2名弟子。台上就徐凤儿一位女弟子，孤独一人，还是宗主女儿。不到最后，谁也不想主动欺负她。当然，打不打得过另说。李银川，你只会像老鼠一般东躲西藏吗？莫尘有些气急了，这家伙的修为不高，但速度却比他还快。他修炼的可是玄阶中级身法，已经是紫霄宗最好的身法了，对方怎么会比他还快？那就是那颗丹药的效果了，肯定是能提升速度的丹药，等丹药效果结束就能追上了。你想跟我打？李银川忽然停了下来。怎么，你不敢吗？莫尘冷哼一声，跟我打你还没有这个资格，除非你能击败我的大哥叶凡。李银川朝着叶凡跑去，大声喊道：叶凡大哥，快来帮我！叶凡听见有人喊他，回头一看，
竟是李银川。你找死吗？叶凡冷声道。大哥，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俩情同手足，可是过命的交情。李银川笑嘻嘻道，眼下老弟有点麻烦，你就帮帮我呗。滚！叶凡吐出一个滚字。这么低级的借刀杀人，就算是智障也能看出来。此时的莫尘已经追了过来，看到李银川和叶凡在一起，一个抢了他的徐凤儿，一个抢了他的步无双，两个人都得死。李狗贼的小把戏，你不会看不出来吧？叶凡对着莫尘说道，哼，看出来又如何？你们都要败于我手。莫尘不屑道，两个连金丹期都没到的家伙，不配和他讲道理。大哥，你这么说太伤老弟心了，亏大师姐那么喜欢你，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嘛？李银川一脸痛心，喜欢如何，不喜欢又如何？我叶凡看上的女人必定是我的。叶凡傲气道，那就好，我要是女人，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男子气概的英雄般人物。李银川道，你还不配。叶凡打量一眼李银川，好像还挺帅的，但他不喜欢男人。傻叉叶凡，你再说一遍。傻叉叶凡，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莫尘看着两人一人一句，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叔可忍，婶不可忍，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跳梁小丑全都去死。莫尘手中出现一把巨大的利斧，朝着离他比较近的叶凡砍去。怒云血斧。叶凡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连忙催动血脉之力，增加肉身强度。靠，莫尘你他妈有病啊！这小贼在利用你，看不出来吗？叶凡硬扛一记斧击，胸口气血翻涌，大骂莫尘：哼，他要死，你也要死！莫尘双眼通红，彻底上头。叶凡还想远离战局，让李银川先消耗一下莫尘，结果一个转头的功夫，发现李银川不见了。大哥加油，这狗屁大师兄肯定不是你的对手。李银川隔老远的声音在两人耳边传来。正在动手的夏莲听到声音，莫名觉得好无耻，我好喜欢。莫尘双眸死盯着叶凡，先解决这只小卡拉米，再解决剩下一个。蠢货！叶凡骂了一句。他不想跟莫尘先动手，但对方都这么逼他了，没有不还手的理由。真以为我怕了你吗？黑木棍。叶凡从当下掏出黑木棍，施展黑蛇棍法。莫尘不用武技，光凭自身的力道顺劈，就将叶凡逼入绝境。好在叶凡的身体经过各种断体药剂的强化，挨了这么多攻击，愣是挺了过来。筑基巅峰能做到这个地步，很了不起，但你今天必死无疑。莫尘冷笑着。台上莫贤和关长老、萧长老他们都听到了，选择静观其变。叶凡这小子本来就是靠着紫霄令走后门进来的，管他死活呢。叶凡被莫尘逼入角落，情况十分危急。叶凡开始昏招频出，叶凡陷入苦战，叶凡进退维谷，叶凡垂死挣扎，叶凡全面崩盘，叶凡败局已定。忽然只听一道巨大的轰隆声，血光冲天后，莫尘倒地不起。叶凡获胜，发表获胜感言不对。叶凡身上伤痕累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卧槽，刚才发生了什么？大师兄怎么倒在地上？叶凡赢了？怎么可能？吹牛逼吧，大师兄早就金丹了，打一个筑基巅峰不是轻轻松松。不是你眼睛睁开啊，现在是大师兄昏迷不醒，叶凡还能说话呢。前排围观弟子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哼，跟我斗。叶凡朝着莫尘吐了一下口水。夏莲看到战况结果，瞪大了眼睛，不愧是他选中的男人，连莫尘都不是他的对手，未来的圣子之位妥妥到手啊。夏莲从混战中撤退，来到叶凡身边，掏出一枚3品疗伤丹喂给叶凡。谢谢。叶凡一口吞下，丹药的效果加上身体变态的恢复能力，叶凡很快便能支撑起身子了。哈哈哈，就这啊，莫尘不过如此吗？此时场中突然传出一道大笑声，大师兄这也太拉了吧，连3招都没挡住就倒下了。以后莫尘见我还是绕道走吧。李银川哈哈大笑，声音传遍场中每个角落以及台下远处的师兄弟耳中。夏莲不明所以，他这是在干嘛？无耻！叶凡咬牙切齿，他这是在抢我的功劳。莫尘的3名追随者先前陷入混战中，并不清楚发生了具体什么事情。什么？大师兄竟然被他打败了？不会吧，他长得帅也就算了，还这么能打？完了，我们快撤，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3人一番商量，立马跳下比斗台，选择弃赛。徐凤儿听到李银川的话，立马会意，惊讶道：师弟你好厉害啊，莫尘都不是你的对手。台下很多女弟子都满脸崇拜，李师兄好厉害啊，我好喜欢他。大师兄都败于他手，看来大师兄的位置要让人了。李师兄又帅又厉害，和徐师姐简直天生一对。我想给李师兄暖床，不知道他要不要我。李师兄，李师兄！台下女弟子齐齐喊出声。叶凡老脸一拉，
这可是他打出来的战绩，怎么被李银川给抢去了风头？墨尘是我打的，叶凡大声喊道。但除了亲眼看到的10几名弟子外，没人相信。李银川笑着摆摆手，一脸的谦虚，大声道：低调低调，这件事算作叶凡师弟做的吧。此话一出，那些女弟子更加疯狂了。哇，师兄不仅实力强大，还这么低调，不像有些人，臭不要脸。就是这叶凡好无耻啊！听说叶凡是走后门进来的，进来第一天就挑衅大师姐，结果差点被大师姐打死。笑死，这叶凡真下头，下头男，真恶心。就是叶凡还没李师兄一根毛帅，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夏莲搀扶着叶凡，能感受到叶凡气到发颤的双手。这群女人，该死，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李狗贼，敢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吗？叶凡棍指李银川。李银川邪魅一笑：叶凡，你不会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吧？刚才给你个面子，让你表现表现而已。夏莲安抚道：叶凡师弟，冷静一下，你受伤严重，硬拼不是他的对手。叶凡推开夏莲的手：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要跟这狗贼打一场。李银川几次三番陷害自己，从入宗测试就开始了，实在欺人太甚，他叶凡必须出一口气，不然以后修炼都不顺畅。好吧，那你小心点。夏莲没法劝说，只能由着叶凡来。叶凡以筑基巅峰的实力，刚刚击败了金丹7层的墨尘，这战斗潜力简直无人能比，必要时自己出手保他一命。李银川，接着徐凤儿取出一杆通体紫色的长枪，扔给李银川。这把枪正是他从日记本那里获得的奖励紫玉枪。李银川接过紫云枪，耍了个枪花，笑看叶凡：叶凡，你确定要跟我打吗？我真的很强。哼，别废话了，墨尘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连金丹都没到，受死吧！叶凡二话不说，提着黑木棍冲了上来，很有精神。两人很快兵戎相割，打在一起。李银川见叶凡气势汹汹的模样，完全没有受到重伤的样子，不禁对他的小强体质更加感兴趣了。我真的希望你早日觉醒血脉天赋。李银川说道。你说什么？叶凡迟疑了一下，他竟然听到对方希望他早日觉醒血脉天赋。没什么。李银川咧嘴一笑，但这个笑容在叶凡来看，怎么越看越见里面绝对有阴谋。哼，不管你打什么主意，等我彻底觉醒体质，就算是元婴境界我也不惧。叶凡张狂自信。李银川眨眨眼，也就你是男主，换成别人说这话，在小瘪三的时候就被人按在地上捶死了。黑木棍法第5式，黑蛇出洞。叶凡施展他最厉害的进攻手段。认真了，那我好好陪你玩一下。李银川开始施展枪法，离尘绝念第7式，破心赤阳焚天怒。紫云枪瞬间枪身通红，一条咆哮着火焰的巨大炎龙从枪间爆发出来，带着灼热的气息朝着叶凡涌去，连空气隐约都被压缩几分。此招一出，整个比斗场的温度都高上好几度，观战众弟子皆是哗然。好恐怖的招式，这是什么品阶的武技？这不是我们玄阶武技吧？玄阶哪有这么大阵仗？感觉像是地阶武技，还是枪法武技？难道是徐师姐给他的？卧槽，瞬间羡慕起李师兄了，能娶到宗主女儿，这功法武技完全不用愁啊。切，就你那狗看了都摇头的根骨，地阶武技放你面前，你一辈子都学不会。师兄好猛啊，我快受不了了。你最好再说他的武技。场中其余比斗弟子都停了下来，如此震撼的招式他们还是头一回见，没有一人觉得自己能在这样恐怖的攻击中能活下来。卧槽，还好没惹李银川，这尼玛真的是内门弟子吗？怎么感觉大师兄都打不过他？他原来没吹牛，他真的能暴揍墨尘。好恐怖，好热血，好燃！你燃个鸡毛啊！叶凡才觉得燃好吧。看台上莫贤等长老眼中闪出一丝光彩，看了这么久，总算有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打斗了。老公，咱们宗门有这样的武技吗？萧长老问道。叫老公的长老摇摇头，他是负责管理藏经阁的长老，藏经阁里有多少本武技，什么品阶的，他一清二楚，没有任何一本武技能和眼前这威力恐怖的一招匹配。莫贤开口道，此人还是内门弟子吧，没有老师的话我就勉强收下了，好久没收徒弟了，想活动活动筋骨。几位长老心里斐腹，这么好的苗子谁不想收啊，你还勉强收下？要不是看在你是副宗主的面子上，外加打不过你，高低跟你抢一下人。莫宗主看中此子是他的福分啊。关长老立马说道，是啊是啊。其余长老附和。徐宗主不在，莫贤就是紫霄宗最大的。台上面对一条数十米长的火焰巨龙，叶凡瞳孔张到最大，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压得他喘不过气，连黑蛇棍法打到一半都打不下去了。
二者的攻击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你拿着小刀上去砍，结果发现对方掏出一把 AK， 这怎么玩？这小子身上不止一本地阶武技。秦老眼神中露出一抹贪婪之色，要是能将李银川给打劫一番，实力绝对可以提升数倍。师尊，我感觉我要死了，你快帮我！叶凡心里吼道。你快使用刚才那一招。秦老说道。刚才叶凡爆血触发了一道血气护体，成功反杀了墨尘。这么多元阴境长老在这里，秦老疯了才会附身出去。师尊，我感觉我的血气不多了，最多3下就彻底消失了。叶凡有些心疼道，总感觉自己啥也没干，稀里糊涂的损失了好几道血气。虽然每次使用完后修为会增进几分，但保命的底牌变少了。不要怕，等你修炼到元婴，可以自行凝聚血气，到时候就随意使用了。秦老道。真的吗？叶凡眼睛一亮。当然。秦老郑重道。是假的。最后仨字秦老没说出去，这血气怎么储存的他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知道如何凝聚呢？也就鼓励夏叶凡的信心，这不算骗。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叶凡与秦老的对话在一瞬间完成，随后叶凡直接爆血，实力突破筑基巅峰，达到元丹境3层。李狗贼，让你尝尝我的黑木棍！叶凡大喝一声，正面迎着火龙朝李银川挥棍。吼！火龙瞬间吞噬掉叶凡，将其身上的衣服烧得一干二净。啊！火焰中传来一道惨叫。噗！李银川突然胸口一闷，猛吐了口血。徐凤儿上前扶住。李银川，你是没事吧？李银川擦了擦衣服，没事，衣角微脏罢了。没有了那3本地阶武技以及称心铁棍，叶凡完全不是李银川的对手。战斗几乎是李银川的碾压局。李银川擦掉嘴角的血迹，庆幸道：刚才还好没使出全力，不然自己怕是小命不保。他可没有叶凡那么变态的恢复能力。啊啊！比斗台中央被火龙炸出一个大坑，烟尘四起，叶凡连续传来2道惨叫声。李银川摸了摸自己的胸前，忽然发现身上穿着的反伤甲破碎了。这件玄阶中品护甲彻底报废。结合叶凡的2次惨叫声，李银川做出分析，自己先前吐血一定是触发了叶凡的血气守护，血气反弹回来的伤害被反伤甲给抵挡了一半，并再次弹了回去。第2次反弹的伤害再度触发了叶凡的血气守护，也就是说李银川的这一记枪法直接破了叶凡的2层血气。众人看着场中砸出的大坑，不禁想知道叶凡是否活了下来。如此威力的招式，换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挡不下来，就连李银川本人也是靠着反伤甲挡了一半的伤害，最后都吐了口血。灰尘散尽，夏莲第一个跑到坑里寻找叶凡。之前说着叶凡遇到危险时自己会上前帮他一把，结果谁知道这李银川的招式太猛了，夏莲感觉自己就算展露全部实力也是死翘翘啊，只能在心里替叶凡祈祷不要嘎了。咳咳咳，坑洞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声。叶凡竟然没死！一名内门弟子惊讶。此时的叶凡身上泛着淡淡的红光，浑身进入一个玄妙的状态，他正在觉醒不死血脉天赋。李银川立马做出判断，没想到刚才自己打掉的竟然是叶凡最后的2道护体血气。现在9道血气全部消耗完毕，叶凡的血脉开始进化，觉醒血脉天赋。与此同时，叶凡的修为也在猛涨，元丹1层、元丹2层、元丹3层，几个呼吸的功夫，叶凡的修为就突破到元丹9层，并且还在持续上涨。这个叶凡身上有点奇遇啊，一名长老说道。是啊，硬扛火龙不死，肉身力量强悍，现在貌似还觉醒了什么天赋。另一人说道。啧，我倒是有点想收他为弟子了，如果叶凡能够像李银川一样稍微低调一点就更好了。李银川低调？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他的脸皮之厚，不允许他低调。你说的有几分道理，先前李银川的动作他们可全都看在眼里。莫贤对此倒是比较欣赏，拥有实力却不露锋芒，懂得使用心计让对手内讧，最后再一举拿下比斗，这孩子蛮不错的。关长老率先说道。就是宗主说的对，谁说这脸皮厚的？这脸皮太棒了。萧长老竖起大拇指，还得是你啊，马屁官。场上一阵喧嚣后，只剩下了5人，李银川、徐凤儿、夏莲、叶凡，还剩一名苟到最后的内门弟子。那名弟子跑到李银川跟前说道。李师兄，我叫金华，是王老大的人，你叫我华子就行。李银川一听，心里卧槽一声，又是王胖子找来的人，加上前面的7场1对1，李银川遇到了足足8位。真不知道王胖子是怎么发展星辰的，作为一个外门弟子，连内门弟子都被他收了这么多人，不会连长老都被他给收买了吧？他跟你说了什么？
金华嘿嘿一笑，老大说让我们帮你拿到前3。哦，还有徐师姐。李银川看了下场上的人员，夏莲和叶凡2人，李银川肯定不会让他们进入前3的，那就没得选了，只剩自己和徐凤儿，外加这个狗王金华了。李银川朝着叶凡走去，夏莲看到后一脸紧张，生怕李银川下死手。李师弟，你要做什么？夏莲问道。哦，场上人有点多，还要清除2个。李银川耸耸肩，这好办，你、我还有叶凡，我们3人进入一记。夏莲已经做好了打算，叶凡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我们3个人绝对是最强组合。徐凤儿的话，待会我来处理，不用你出面解决。你觉得怎么样？李银川摇摇头，我觉得不怎么样，我的人选和你不一样，还是委屈一下你俩吧。没得商量。夏莲咬牙道，这个男人的实力已经得到他的认可，但他的实力现在还不宜暴露出来，没得商量。既然如此，那就……夏莲话音未落，叶凡已经觉醒完成，整个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查看修为后，叶凡竟达到了金丹境7层的修为，直接追上了墨尘的修为。哈哈哈，我叶凡果然是天命之子。李银川，你这个小丑怎么和我斗？叶凡大笑3声，他感觉到神清气爽，身体充满了能力，好久没有这种令人舒畅的心情了。同时，叶凡感知到自己的血脉天赋效果，恢复能力极其恐怖，就算断肢也能在短时间内重生。只要不是一口气从肉身、灵魂双重秒掉他，就能一直不死。小夏，跟他废什么话？这名额我们要了，最后再加一个放火女。叶凡大声宣布。看着叶凡满血激昂的状态，李银川都不忍心打断，只是默默地退至徐凤儿身边，从系统空间里掏取出一张天赋掠夺卡，然后小声嘀咕：使用目标叶凡。天赋掠夺卡锁定目标，正在使用。叶凡还在感受着身体的强大机能，已经幻想出徐凤儿和大师姐2人对他崇拜的样子。那些看不起的女弟子纷纷调转心意，将他围在中间。2位公主同样对他青睐有加，尤其是小公主，一口一个叶凡 GT 的叫着。李银川在他的脚下痛苦的哀嚎着，说下次不敢了。想着想着，叶凡的嘴角歪得飞起，身体忽然猛地一颤，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脱离的身体。叶凡师弟，你的修为……夏莲惊恐道。叶凡的修为正在垮垮狂掉，先前涨得有多快，现在跌的就有多快。不，叶凡从美好的幻觉中醒来，他的修为已经跌到了金丹境1层，还在持续下跌。我的修为不对，我的血脉天赋。叶凡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恐无比。叶凡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吐着白沫。他已经完全感受不到自己血脉天赋的存在了，已经彻底消失，连带着修为也倒退到筑基巅峰。短短的1分钟内，叶凡体验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天赋已掠夺完成，储存于卡中，请查收。李银川将卡片重新放回到系统空间。夏莲兄弟，你还是带着叶凡下台吧，不然我出手没轻没重的。李银川笑嘻嘻道。夏莲重新再取出一套衣服，将叶凡包裹起来，跳下比斗台。至此，台上仅剩最后3人。比斗的第1名人选自然是李银川的了，徐凤儿不需要，金华也没那个实力，全凭狗。比试结束，南宫碧玉招了招手，让1名随身保护的元婴供奉，暗中去除掉重伤的叶凡。趁他病要他命，此时不除，更待何时？随后和妹妹一起上前恭喜李银川拿下第1。宋茶香因为南宫晴的原因，对2位公主并没有什么好感，便先回去了，趁人少的时候再找李银川问问。王芷嫣和步无双也走了上去。除了他们，莫贤同样飞到了台上，对李银川道：李银川，你还是内门弟子吧，我想收你为徒，你看如何？李银川看了眼面前这个头发稀少的大叔，莫宗主，谢谢你的好意，小子喜欢无拘无束，拜师就算了。莫贤不愿放弃这个好苗子，继续道：拜我门下，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藏经阁的功法随你学习，灵石随便你用。李银川呵呵一笑，紫霄宗的功法最高也就地阶中级，自己手上的阶5级都好几本，还有1本的阶高级的圣木长生诀都懒得练，当然不是因为学不会，灵石这玩意对他来说更没用了，有凤儿娘子在，还需要操心这东西。莫宗主，还是算了吧。李银川再次婉拒。哎，那好吧。莫贤有些失望，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好苗子，对方却没答应做他弟子。这是藏经阁第3层的令牌，只能使用1次，还有这枚4品丹药解毒丹。莫贤将第1名的奖励发给李银川，一季开启的时间是5天后，趁这段时间好好提升修为吧，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李银川将东西收好，那就谢谢莫宗主了。眼看着周围弟子越来越多，李银川迅速离开比斗场。回去的路上，李银川想了一下，
原书中，在宗门大比结束到遗迹开启这段时间中，叶凡除了进藏经阁3层，发现那本天阶功法残卷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剧情发生。现在叶凡被打成昏迷，应该很难再搞什么大动作了吧？李银川决定趁这段时间，先将自己的事处理掉。昨天晚上从王胖子那儿离开后，王胖子发讯息告诉李银川，他老家来消息了。没错，就是李银川的世俗老家，他的父母派人将消息传到紫霄宗，通知李银川回家一趟，有大事。李银川脑海里并没有关于自己父母的记忆，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杂役弟子在原书中也就一个炮灰的角色，作者怎么可能把炮灰的父母给写出来呢？所以李银川决定先下山一趟，回去看看父母，再到王芷嫣家上门提亲，最后陪着大师姐去藏剑山庄觉醒天赋。5天的时间算算应该差不多。时间一晃而过，马上就要到了半夜12点钟。李银川今天没怎么写日记，主题内容疗伤太过宽泛，不知道写啥东西。哎，写点啥呢？有没有人告诉我写点啥呢？今天日记奖励不要了，明天先回家看看。俗话说，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我这5年都没回去，回家一趟不过分吧？李银川提笔2句就断了下文。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内容，字数不达标，内容质量综合评价为 D， 获得奖励011。好好，给个安慰奖是吧？李银川笑了笑，反正自己目前不缺什么武技功法，也就修为弱了点，但只要比叶凡高，那就没问题。反正距离紫霄宗灭亡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根本不慌。还是先睡觉吧，有啥事情明天再说。昨日日记本出现角色次数统计：不无双4次，徐范儿2次，其余0次，无人获得奖励。因为李银川日记字数很少，提名最多的不无双也才4次，没有达到奖励的最低标准。李银川怎么这么懒呀？南宫瑶吐槽道。你也不差。南宫碧玉无语地看着妹妹，你还好意思说别人？正在选取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选取成功，许灵石。许灵石，看到这个名字，南宫瑶立马往前翻了翻日记本，找到了，排在27位。南宫碧玉有些疑惑，瑶瑶，什么27位？你认识他？不认识。那你说什么27位？你看李银川昨天的日记啊，他第27眼看到的是就是这个许灵石。南宫瑶说道。啊，南宫碧玉往回翻了翻，第27位还真是这个名字。李银川一口气从第1眼写到第100眼，这是不是代表着至少有100个人拥有日记副本？每天随机抽1个人，那就是1%的概率，他和妹妹加在一起也只有2%。但日记本第1天就抽中了南宫瑶，说明自己这个傻妹妹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嘛。众女等了一会儿，没见日记本更新内容，都知道了李银川肯定睡着了。这家伙明明都已经元丹境了，基本上不需要睡眠，偏偏却每天都按时睡觉。大元王朝某个小边陲镇，镇头处有一个算卦的卦摊，上书一卦知天命。摊主是一个70多岁的白须老头，刚刚算完最后一卦，正准备收摊，忽然老头神情一变，抽到我了。老头面露惊讶之色，没想到这日记本还真能抽中自己。李银川，有意思，一个连我都算不出来的男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难道他就是师傅说的上界之人？让我定制主题的话，嘿嘿，那必须是这个了。老头很快定下自己早已准备的主题。上午8点钟，李银川醒来，这几天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晚点起床。1日之计在于晨，让我看看今天的日记主题是什么。今天的日记主题是如何快速赚取1亿块灵石。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主题啊？有点奇葩，但比昨天的疗伤要好点。怎么赚1亿块灵石？这不简单吗？一本地阶武技就价值上千万灵石，卖个10本不就有了？再不济卖几枚7品、8品丹药，1亿灵石不是轻松到手。这样写是不是太简单了？感觉很快就没内容写了。那就插个题外话，说起赚1亿块灵石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书中一位女主，她叫许灵石，是天机门门主的亲传弟子。许灵石她非常喜欢灵石，看名字就知道了。她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够1亿块灵石。这傻娘们最后也是被叶凡坑的裤衩子都不剩，偌大一个天机阁被叶凡给霍霍完了。勘破天机，窥见命运，这种事情寿命不长的人都干不了，所以天机阁的那些人可都是拿生命来赚钱啊。说到许灵石，我老早就想找他了，现在他应该在大元朝吧，当一个算卦老头，具体什么位置不清楚。星辰要是有算卦女许灵石的加入，情报机构绝对更上一层楼。记得许灵石第一次接触的是芷嫣娘子，两人一见如故，拜了姐妹。我手上刚好还有一个女主定位器，可以让芷嫣娘子将算卦女带回来，嘿嘿。就是不知道天机阁主知道后
会不会过来找我麻烦，毕竟他给徒弟的考验还没完成。不过我可以提前帮助许灵石完成任务，然后冒充那个天命之人，嘿嘿嘿。李银川简单划了2笔，便去了客房区找王芷嫣。今天要陪芷嫣娘子回家提亲，王如海要是不答应，就送她一个外孙。大元朝边陲小镇挂摊前，许灵石观看起李银川写的日记，卖10本地阶功法，或者卖7、8品丹药，1亿灵石轻松到手。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就算是1级宗门，也没有10本地阶功法吧？哎呦，他居然根据这1亿灵石猜到了我。许灵石有些惊讶，这个李银川有点东西吗？我被叶凡坑的裤衩子都不剩。许灵石看到自己的未来遭遇，一脸惊愕，他根本不穿这玩意好吧？傻娘们，算卦老头、算卦女，这些都是指我吗？许灵石产生一股想揍人的冲动。这个王芷嫣是有多漂亮啊？我会主动和她拜姐妹。哎呦，这家伙连师傅给我的考验都知道，还想拐我走，不怕我师傅追到你家里？冒充天命之人，他知道那个天命之人是谁，不会是叶凡吧？许灵石看完日记内容，陷入沉思。师傅给他的留下的任务是在这里算满1000卦，第1000个来算卦的人便是他的天命之人。如今他才算了799卦，还差201个人。每天来算卦的人不多，只有2、3个，正常来说还要100多天才能完成任务。东西都是收拾好了，咱们回去吧。王芷嫣甜甜的笑道。李银川和王芷嫣坐上飞行法器，朝着临城出发。这飞行法器是徐范儿给李银川的。昨晚徐范儿便找到李银川，知道他的想法后，主动拿出飞行法器，要求是李银川不许和王芷嫣第一个成亲，他要当正宫老大。李银川当时笑了笑，告诉徐范儿，你们都是平等的，没有大小之分。那女人居然舍得将飞行宝器拿出来让我们用。王芷嫣倒是有些惊讶，别这么说她，你是我娘子，她也是，别搞针对。李银川摆出一家之主的模样，2个女人要是都搞不定，再来几个岂不是完犊子了？我知道了。王芷嫣微微一笑，反正她是李银川的第一个，回去就把亲成了，哼哼。飞行船很快驶离紫霄宗，速度不快，但比走路要强，预计需要1天的时间才能抵达临城。飞了2、3个时辰后，王芷嫣突然眉头一皱，李银川有些不对劲。怎么了？李银川问道。有人跟踪我们。王芷嫣道。李银川回头一看，并无任何情况，但既然王芷嫣说了，那肯定有事。王芷嫣的直觉向来很准，对方这么畏畏缩缩的，显然不怀好意，要是把他们带到王家，可不是什么好事。何方道友，不如出来一见。李银川大声喊道。话音落下，2道穿着黑袍的人出现在李银川面前。这2名黑袍人相比于其他黑袍穿着更加严实，浑身上下都包裹起来，只留下一对眼睛在外，仿佛有点见不得人。结，小子，将你身上的地阶身法留下来。黑袍人尖着嗓子说道。你们是魔教的人？李银川诧异，什么时候魔教中人如此胆大了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出来，既然你不愿意，就受死吧。黑袍人二话不说，开始攻击。李银川吃下一枚风行丹，让王芷嫣先走，让我来会会你们。李银川取出紫云枪，施展地阶枪法，离念绝尘第8式双华凌尘灭。2名黑袍人对视一眼，心里卧槽一声，这什么人啊，哪有这样玩的？刚开始就放大招。他们还想着使用战术将李银川引入陷阱，然后擒获。快闪！2名黑袍人猝不及防，连忙躲避，但李银川的攻势凌厉，追在2人的屁股后面捅去。啊，我的大腿！啊，我的菊花！李银川打断其中1人的腿，另外1人则是局部地区有血。李银川，我！2人搀扶着一瘸一拐，飞速逃走。看得出来，对方骂得很脏。李银川一招结束，体内灵气被抽干，便没有继续追了。还是得早点将圣木长生诀学会，不然这体内的灵气用1次的接5记就没了。昨天也是如此，最后全靠演技将夏莲吓退比斗台。这声音有点熟悉啊！李银川摸着下巴回想着，记起来了，一道声音有点像夏莲，那另一道是……李银川又吃了1颗风行丹，很快追上王芷嫣。李银川，你没事吧？王芷嫣关心道。无碍，2个偷鸡摸狗的家伙被我打回家去了。李银川歪嘴一笑。飞行船行驶了1天1夜，李银川2人终于抵达了临城。昨日的日记内容只有许灵石1人获得了8次的提名奖励，李银川则是获得了1件防护阵法奖励。而最新的选取人物刚好是王芷嫣。王芷嫣定制的主题是选女宗，就是她目前所在的宗门，想看看未来宗门的境遇会不会像紫霄宗一样。选女宗嘛，一个只收女弟子的宗门，结果就我芷嫣娘子一个女主，什么原因该反思反思了。
玄女宗的宗主听说是一个长得很丑的老女人，具体长啥样我也不清楚，反正出场没活过3章就被叶凡斩于马下了。谁让你长得那么丑？可恶啊，丑一点就没有人权了吗？我为玄女宗宗主花生。玄女宗前期存在感不强，中期存在感不强，后期没有存在感，因为被叶凡灭了。当时纸烟娘子喜欢上叶凡，说了很多关于宗门的事，所以让叶凡有机可乘，一举歼灭玄女宗。在这一点上有点难攻瑶了。同为一级宗门，紫霄宗虽然先被灭，但出场了100多章，不比玄女宗强。玄女宗的唯一贡献就是帮纸烟娘子的7窍玲珑心进阶成9窍玲珑心，不过最后也成了给叶凡的嫁妆，有点惨，有点惨。有机会去趟玄女宗，跟他们的老宗主谈谈，关键时刻还能成为紫霄宗的助手。写着写着，李银川便到家了。根据王胖子给的情报，李银川的老家居然也在临城，是在临城管辖的一个小农村中，叫李家村。快到村头的时候，李银川便和王芷嫣步行进村。一路上走来，遇到的3、3两两村人，李银川一脸迷茫，完全不认识。姨，这不是李铁柱家的娃子吗？你回来了哟。迎面走来一位大婶，让李银川有些蠢蠢欲动。婶儿，你认得我？李银川问道。说的啥子话哟？你不是银川吗？这才离家几年就不记得婶子了？婶儿，我爹在哪儿？李银川挠了挠头。老地方嘛，你家又没换位置哟。大婶随手指了个地方，看到了跟在身后的王芷嫣，顿时眼睛睁大。哦哟，银川你耍个女娃回来喽，长低真俊。李银川拉着王芷嫣朝大婶指的方向走去，轻轻推开一间房门，李银川敲了敲门，有人在家吗？不多说，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妇人，约莫30、40岁，面容慈祥，目光柔和。看到李银川的瞬间愣了一下，随后眼泪哗哗往下掉，走过来一把抱住李银川的头，一句话没说。听到动静，从房间内又走出来一人，是个40多岁的大汉，面容略微黝黑，长得有些雄壮，2条手臂肌肉发达。川子回来了。大汉黝黑的面庞笑了笑。李银川身体内的血脉反应告诉他，这2人就是他的父母。爹娘。李银川轻轻喊了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王桂花摸了摸李银川的头，感到十分欣慰。忽然李银川的脑海中多出一股记忆，是6年前的时候，李银川和父母吵了一架，然后跑出村子，说出去闯荡一番，不闯出一番成就绝不回家，然后加入紫霄宗，因为天赋太差成了杂役弟子，结果在一次任务中出事嘎了，之后现在的李银川便穿了过来。这位是父亲李铁柱，看向王芷嫣，他是我的道侣。李银川说道。王桂花听了眼睛一亮，听说儿子拜入宗门成了仙人，没想到是真的，还找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娃做道侣。王芷嫣微微一笑，拿出一对手镯，伯父伯母好，初次登门，一点小心意收下吧。这对手镯蕴含了灵气，戴在凡人身上能延缓衰老，抵抗病毒，还有一定的防御能力。李铁柱面露犹豫之色，说道，不好意思啊姑娘，我有点事想跟川子说。王芷嫣点点头，被李母带到房间去聊天。什么事啊爹？李银川问道。王胖子传讯说家里有大事让他回去，回来一看都还过得挺好的，能有啥大事？川子跟你说件事。李铁柱表情严肃，当年你离开家后，我有一次上山打猎，遇到了一群土匪抢劫一个富商，然后我提着猎刀赶走了土匪，那富商为了感谢我，就和我定下了一门亲事，说把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也就是你。现在你已经找了道侣，这门亲事你有时间就去退了吧，免得让这位姑娘不高兴。李银川听着听着，这剧情怎么总感觉有点熟悉呢？直到李父将那张婚书拿出来交到李银川手上，李银川看到上面的名字后，瞬间陷入懵逼之中。这婚书的落款名字是王如海3个字，也就是说王芷嫣的原定成婚对象竟然是自己。我了个青天大老爷啊，这是什么离谱的剧情发展？自己当初跟王胖子随口一说的是他姐夫，没想到成真了。那个被叶凡随手灭掉全家连名字都没有的倒霉蛋，竟然是自己。李银川本来打算用生个外孙的方式来劝说王如海，实际上是自己绿自己，简直离了个大谱。哈哈哈，这一下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老爹，我爱死你了。李银川突然哈哈大笑，对着李铁柱的黑脸亲了一口。李铁柱面露疑惑，心道，儿子这是修仙修傻了，实在不行还是我自己去退吧。李银川拿着婚书越看越欢喜，这是他跟王芷嫣命中注定的姻缘。什么狗屁叶凡，敢抢我娘子，杀无赦！王芷嫣和李母2人从里屋走出来，不知道李母跟他说了什么，王芷嫣脸色一片通红。李银川走过来，将婚书拿给王芷嫣看，这是，你看看就知道了。王芷嫣一眼扫过全部内容，看到最后的落款名字，
王如海，我爹。王芷嫣十分惊讶，这落款名字的字迹，王芷嫣认得就是自己老爹写的。这么说，真的是你啊？王芷嫣又惊又喜，竟然让李银川给说中了，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等等，说到缘分，王芷嫣突然想起一样东西，是她之前获得的日记提名奖励月老姻缘线，当初使用了不知道有什么效果，难道就应验在这件事上吗？那自己就是李银川堂堂正正的第一夫人了。什么？老王是你爹？李铁柱有些惊讶。自打他救了王如海一命，王如海就跟他拜把子成兄弟了，非要亲上加亲。本以为儿子带了个道侣回来，这件亲事要黄，没想到竟然老王的女儿，这事儿也太巧了吧？是的，伯父，我叫王芷嫣，王如海是我爹爹。王芷嫣微微一笑，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李铁柱高兴的黑脸上盛开了花。老王总跟我说他女儿多漂亮，没想到是真的，哈哈哈！川子能和你做成道侣，那可真是他的福气啊！我太高兴了。川子他娘中午杀头猪庆祝一下。李银川连忙止住，爹，不用杀猪，我们不用吃饭。李铁柱一拍大腿，对，你们现在是仙人了，不需要吃饭。李银川有些无奈，他们只是刚刚步入修仙的道路，距离成仙还有108000里远呢。但在老爹这些凡人眼里，会飞的金丹修士就是仙人了。爹，我准备跟芷嫣去他家提亲，你跟娘要来吗？李银川问道。来。李铁柱点头，这么好的事怎么能错过呢？王家在临城中心最豪华的地段，距离李家村有些距离。李银川取出飞行船，让老爹老娘上去。儿子，这是什么？李母好奇地问道。这是飞行法宝，坐上去跟鸟一样在天上飞。李银川笑着解释道。随后王芷嫣也上了飞行船，搀扶着李母，怕他待会可能站不稳。飞行船在李银川的操控下缓缓飞起来，朝着王家出发。许多李家村的村民看到这一幕都十分震惊。仙人，这是活的仙人，上面站着的不是李铁柱夫妇俩吗？还有个是他儿子，我刚才碰到银川娃子了，就是他。我去，银川他真的成仙了。桂花没跟我开玩笑。坏了，昨天我偷了铁柱家一颗白菜，我不会要死了吧？飞行船行驶了半个时辰，抵达了临城的护城墙处。李银川探查到一道阵法，将临城守护其中，几人只能下船入城，换乘马车。不多时便来到了城中心处，这里有一座占地巨大的府宅，门口牌匾上挂着镶金的王府2字。你家挺大的吗？李银川笑道。这比他在宗门内的住所都大上些许。原本这里是城主府，后来我爹把这里买了下来。王芷嫣道。666，你爹真有钱。李铁柱突然想起什么，哎，我忘了买点东西，空手上门不好。王芷嫣摆摆手道。伯父，我爹不在乎这个，你人来了就行。几人走到王府门前，看门的护卫看到王芷嫣后纷纷喊道。大小姐好。李银川看了眼这些人的实力，没想到其中还有2个是炼气3层的修士，这老丈人有点东西吗？还能请来修士做护卫？我爹在家吗？王芷嫣问道。回大小姐，老爷在家。王芷嫣带着李银川3人进入王府。王如海正在喝茶看账本，府中下人已经将王芷嫣回来的消息告诉他了。嫣儿回来了。王如海放下账本，上次王芷嫣回来的时候，问他是不是私自给他定下一桩婚事，最后有点小不愉快。今天回来，不会是想通了吧？爹！王芷嫣还没进去，就大声喊道：“乖女儿回来了，上次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王如海起身问道。王芷嫣还没回答，王如海看见2道熟悉的身影。哎，这不是老李吗？还有夫人，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王如海有些意外，热情地招呼起来，吩咐下人泡茶去。哈哈，老欧，我儿子回来了，这不就上门来了？李铁柱哈哈大笑。李银川看向王如海，作为临城最大的富商，完全没有大腹便便的肚子以及沉迷酒色的俗气，反而身体精壮，气息雄厚。最令李银川惊讶的是，这王如海竟然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筑基期的修士，这就很奇怪了。自家老爹不过一个凡人，是怎么出手救的王如海呢？李银川打量王如海的同时，对方也在打量他。这位便是贤侄吧，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和我家嫣儿在一起，简直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王如海看向李银川，非常满意。爹王芷嫣拽了拽他爹的衣袖，你俩这才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草率地做决定了，虽然这正合他心意。伯父你好，我对芷嫣一见钟情，以后一定会好好爱她的。李银川笑道，随后取出一瓶丹药，递给王如海，这是5品疗伤丹，伯父请收下。5品丹药，王如海露出惊讶之色。5品丹药的价值上万块灵石，换成银两就是上亿了。这瓶子里足足10颗5品丹药。
贤侄竟有5品丹药，叶儿以后的幸福可就靠你了。王如海没有推辞，大大方方收了下来。这是自然，既然贤侄出手如此阔绰，我也不能亏待了你。王如海笑了笑，从兜里取出一枚通体碧绿的玉如意。这件玉如意是我有缘遇到一位仙师赠予的，仙师曾说遇到有缘人可转交与他，现在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有缘人。李银川接过玉如意，触感冰冰凉凉，体内的灵气都变得活跃起来，整个人瞬间精神抖擞。忽然李银川想到了什么，瞪大了眼睛，这该不会是那个可以登天门的天书神药吧？王芷嫣眨了眨眼睛，看向李银川手上碧绿色的玉如意。什么天书神药，他怎么从来没听过？我靠，这玩意儿竟然在王如海手里！修士修炼到大成期后期，想要更进一步，必须进入上界。想要进入上界，必须打开登天门，而这把玉如意便是开启登天门的钥匙之一。登天门的钥匙，整个玄黄大陆只有3把，一把在西周妖族的最中心区，一把在魔族背后的老大手里，最后一把便是这天书神药了。原书中，叶凡杀了王如海，一方面王如海不同意女儿和他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秦老感受到王家有个让他都心悸不已的宝物，便杀人夺宝，结果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最后叶凡为了登临上界，才选择出手杀掉魔族背后的老大，拿到登天门的钥匙，进入上界。这让无数修士百姓对叶凡感恩戴德，都以为叶凡是为了救他们才出手灭掉魔族的。玄幻大陆的这些女主嘛，在这之前都差不多死光了，拥有的特殊体质天赋也全都转移给叶凡，有几个侥幸存活下来的女主过得也是相当凄惨。不说了，没想到这把天书神药竟然落到了我手里，小爷的气运不比叶凡差啊。不对，应该是芷嫣娘子的气运太强，连带着我也好起来了。至于老丈人说的那个仙师，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上界的那个赤霄老头吧。赤霄老头外号赤霄猎狐，还是赤霄宫的公主，修炼的是逍遥道，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他从上界游历到玄黄大陆，没想到老丈人有缘遇到了他，还获得了这把钥匙，估计老丈人的修为也是老头带给他的。后面因为王芷嫣跟随叶凡，叶凡有气运加持，也是获得了赤霄老头带给他的机缘。如今芷嫣娘子跟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获得他的机缘。嘿嘿，这老头一出手可都是天阶起步，简直太香了。话说回来，怪不得王胖子能在入宗测试中发现墨神石，原来这一家子都有气运。只是王胖子在原书中下线太早，气运都没发掘出来。我让王胖子去创办星辰，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李银川在脑海里写起日记，没忍住一下子写了一大堆。李铁柱和王如海看着愣神的李银川，都有些蒙圈。贤侄这是怎么了？王如海问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在修炼吧。李铁柱猜测。叶儿，你怎么也没反应了？王如海朝王芷嫣挥挥手，发现他也睁着眼没动静。直到写完日记，李银川看到自家老爹正看着自己，一言不发。爹，你瞅啥呢？李银川问道。你刚才怎么不动了？李铁柱道。刚才在修炼，对，我就是在修炼，只不过跟别人修炼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修炼灵气入体，自己修炼动动手笔。哦，我就说嘛。李铁柱没想到自己还猜对了，贤侄已经突破筑基了吧？如此年轻还这么努力的辛苦修炼，真是让人敬佩啊。王如海道。哪里。李银川摆摆手，一点也不辛苦。王芷嫣也从愣神中回过神来，他看完了日记的内容，对什么天书神药并没有太大的感觉。他才刚刚进入筑基，距离大成期太过遥远，想那么多没用。不过叶凡杀了自己全家这件事，有机会一定要亲手报仇。来，别站在这里了，进来坐。王如海笑着招呼道。下人给每人倒了一杯上好的茶水。叶儿和贤侄既然如此投缘，这门亲事不如马上定下来，如何？王如海问道。看他们俩的意见吧。李铁柱道。王芷嫣没说话，全看李银川的想法。随时可以。王如海大笑一声。贤侄爽快，改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下午吧。啊！此话一出，李银川和王芷嫣都愣了一下。话是这么说，但也太快了吧。不用担心，保证热热闹闹的，婚服什么的我都准备好了。王如海笑道。李银川没想到王如海这么着急，你这是怕你女儿嫁不出去吗？当天下午，整个临城到处都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王如海大开酒席，全城百姓只要送上一句祝福，就能入席参宴，连城主府的人都送来了贺礼庆祝。整个王家张灯结彩，人人都特别高兴。大小姐出嫁了，还是一个特别帅的姑爷。除了一个人，王胖子。等手下将消息传到他耳边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虽说修士结为道侣不会如此场面，但为了双方长辈，还是随他们的意思操办。
当天夜里，李银川和王芷嫣拜完堂，便入了洞房。芷嫣娘子，银川，不，叫我夫君。夫君，娘子你好漂亮。时间不早了，该关灯了。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系统似乎知道李银川正值人逢喜事精神爽之中，当天晚上12点，系统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宿主完成昨日日记内容奖励，完美破元丹，服用后必定获得9文金丹。定，宿主身心愉悦，解锁法效皇帝1成就，获得奖励。地阶高级身法孤影化霜，地阶高级剑法剑主天地，地阶高级阴法红尘一梦，法宝3息造化珠，小境界提升5。卧槽！李银川大叫一声，身旁的王芷嫣都被吵醒了。不好意思，嫣儿，你继续睡。李银川安抚下激动的心情，没想到误打误撞又完成了一个成就，看样子还是连续系列的成就。奖励无比豪华，直接送了3本地阶高级武技，外加法宝和境界提升。系统等一下，我找个地方去。李银川怕突破动静太大，穿好衣服很快离开王府，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服用下完美破元丹。接着是境界提升。等等，在使用小境界提升的前一刻，李银川突然想到什么。我现在已经突破到了金丹期，童子你确定一次小境界提升只提升1层修为吧，万一2层是不是就直接突破元婴了？李银川问道。一方面突破元婴会有天劫降临，在这灵城中突破会造成破坏，另一方面突破元婴，李银川就不能参加神龙秘宝那个遗迹了啊，遗迹只能让元婴境以下的修士进入。是的，宿主想得真美。好吧，保险起见，问一下吗？李银川嘿嘿一笑。昨天提名次数王芷嫣10次，获得藏息项链，恭喜王芷嫣完成隐藏任务，获得奖励大境界突破3。李银川离开房间后不久，王芷嫣也醒了过来，便听到了系统的声音：藏息项链，大境界突破。王芷嫣还没看清奖励效果，便感觉到一股潮水般的灵气向她的丹田处涌去，生生不息，源源不绝。王芷嫣的修为如坐火箭般飞速上升，筑基1层，筑基2层，筑基9层，几个呼吸的时间就从筑基1层突破到筑基9层，并且修为增长还未停止。元丹境，元丹1层，元丹2层，元丹9层。又过了10几个呼吸的时间，王芷嫣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元丹9层，这对她来说至少省去了3年的苦修时间。还没停，王芷嫣喃喃道。面对着突然暴涨的修为，王芷嫣的小脸上忍不住露出开心的笑容。金丹境了，金丹1层，金丹2层，金丹9层。再次过去半炷香的时间，王芷嫣已经突破到金丹境9层。还没停，王芷嫣深呼吸口气，此刻她只想大喊一声：我不当然了！轰隆隆，原本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突然变得乌云密布，天色顿时暗淡下来，天空上传来阵阵雷鸣。天劫！王芷嫣兴奋的脸上露出一抹凝重，坏了，自己没想到竟然能一举突破元婴，把天劫给引来了。这天劫要是劈下来，整个王府怕是都要灰飞烟灭。婚后第1天就家破人亡，可还行？李银川不在，我得赶紧出城。王芷嫣做出打算，但刚打开门，王芷嫣抬头一看，积聚的乌云已重新散开，雷声响了一下便消失了。天劫没了。王芷嫣愣了一下，听师傅说，他当年渡天劫时提前准备了数件防御宝物，寻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头渡劫，即便已经做好精心准备，结果在渡天劫时还是被劈得外焦里嫩，九死一生。所以说元婴境和金丹境是修仙的一道分水岭，渡过去寿命延年千载，实力大幅提升，渡不过去就陨恨当场。王芷嫣一摊手，这天劫也挺简单的啊，并没有师傅说的那么恐怖嘛。王芷嫣又想起师傅说的修炼不要走捷径，有些修士只会通过服用丹药来提升修为，那样会造成根基不稳，无法踏足更高境界。所以王芷嫣基本上没使用过提升修为的丹药，只吃过一枚弟弟给的筑基丹，突破到筑基。这么说的话，今天这修为涨得这么猛，该不会出现师傅说的情况吧？王芷嫣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与修为，怎么一点儿也没有虚浮的感觉呢？握拳轻轻对着院子打了一拳，石桌顿时炸成粉碎，地面炸出一个大坑。没有后遗症啊，也不虚浮啊，师傅不会唬我的吧？王芷嫣看了看自己的拳头，该说不说，这种修炼方式也太爽了吧。回想起在宗门里那段每天晚上打坐费劲的吸纳天地灵气，只能一点一滴的增长修为的日子，简直过得太苦了。尝过开挂的滋味，这破逼境界修为是一天都修炼不下去。呜，李银川带我一起开啊。城外，这是怎么回事？哪来的雷劫？
我也没突破到元婴啊。李银川看到天空乌云聚集，雷声阵阵，一副有人将要渡劫的样子。搞错了，不好意思。系统电子音落下，雷声很快消失。李银川也顺利突破到金丹期5层。修为突破如此之快的，怕是只有我一个了吧？哈哈。李银川露出得意的笑容。要是让纸烟娘子知道，她怕是会惊讶的合不拢腿。李银川取出奖励的宝物3息造化珠，听名字挺有逼格，不知道有啥用。3息造化珠，宿主可选择任意3位女主绑定，绑定者修炼的速度提升3倍，且宿主同时获得他们所提升的修为。看完效果，李银川卧槽一声，3倍提升修炼速度，我还能同时获得他们修炼提升的修为，那我还修炼个鸡毛啊，直接当包租公就完了。干得漂亮啊，童子，这才是正确修仙的姿势吗？李银川夸赞道。李银川想了下，这3个名额给谁使用？首先一定要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女主，能够双倍提升己方实力。其次，修为不一定要越高越好，像王芷嫣才筑基1层，本来修为就低，给别人加速，他还怎么追得上？最后，对方一定要是个勤奋之人，像南宫瑶这样的大懒虫，给他100倍的修炼速度，估计还是练77。当前符合这3个条件的，只有王芷嫣一人了。徐凤儿本来也挺努力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懒了，好几天都跟在自己身边，也不去修炼。步无双和南宫秦修炼也都很勤奋，几乎不眠的那种。不过跟他们的关系还没那么亲密，暂不考虑。嘿嘿，先给芷嫣娘子一个惊喜。绑定第一个目标，王芷嫣。绑定成功，王芷嫣修炼速度提升3倍。突破结束后，李银川返回王府，看到王芷嫣也起来了。叶儿，不是叫你多睡会吗？睡不着，起来修炼了一会儿。我发现我最近修为长得有一点点快。王芷嫣说道。自己现在有项链遮掩气息，平时没关系，一旦出手就容易暴露。若是被李银川发现自己的元婴修为，有点不好解释，所以便说自己修为增长飞快，到时候被发现了就用这个理由解释。嘿，我可真聪明。哦，那你可要多多修炼。李银川笑了笑，没想到这3息造化珠的效果这么明显。等下一次见面，保证你会大吃一惊的。王芷嫣笑道。好，不过现在谁吃惊还不一定。李银川露出坏笑，拉着王芷嫣的玉手，走，跟我进屋。讨厌这一大早的。修士的体质远比凡人强上万倍，即便是一整晚不睡觉也不觉得困，这时候就体现出修炼的好处了。紫霄宗炼丹阁，步无双和徐凤儿一起跑过来找宁雪。王芷嫣的奖励你们应该看到了，大境界提升3次，现在他估计已经金丹期巅峰或者元婴了。徐凤儿说道。这奖励简直太逆天了，宁长老知道他究竟完成了什么隐藏任务吗？步无双和徐凤儿讨论了半天都没讨论出来，最后决定询问宁雪。宁雪心中有所猜测，根据李银川的日记所说，这次回去是向王家提亲，对方父亲不答应的话，就送个外孙给他，由此推测两人很可能是宁长老。你也不知道吗？徐凤儿问道。这种能一下子提升3个大境界的超级奖励，谁能忍住不要啊？不好说。宁雪有些犹豫，他卡在金丹巅峰好几个月了，一直未能突破元婴，心里也有些着急。但修炼之徒偏偏要静下心来，不能心急，不然容易走火入魔。眼下有这样一条轻松突破境界的方法摆在眼前，任谁看了不心动。有什么不好说的？距离紫霄宗的大难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要抓住一切机会提升修为。无论任何办法，我都愿意去做。他王芷嫣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徐凤儿说道。步无双也点点头，能够提升修为的方法，他也很想知道。宁雪有点无奈，只好说出自己的猜测。李银川这次回去是向王芷嫣家里提亲，若是成功，他们则会拜堂成亲；若是失败，李银川会让王芷嫣生个孩子。所以，宁雪话未说完，徐凤儿和步无双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哼，我不是说我要做第一个吗？臭师弟！徐凤儿哼骂一声。对于要娶王芷嫣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不过明明说好的是回去提亲，结果却直接成亲了。早知道前天夜里就把李银川给吃了。步无双红着脸，这种获得提升修为的方式让他难以决定。李师弟对他确实很好，不仅帮他取得觉醒手镯，日记奖励还给了剑法、仙剑、修为、丹药一大堆东西。这些步无双十分感激李银川，但感情这种东西，他想报完仇后再慢慢发展。如果为了修为就出卖自己的话，不是他想要的。徐凤儿不一样，即便没有这回事，他和李银川也已经成为了道侣。姑爷，少爷来信。李银川打开房门，门口护卫将一封信递过来。打开信件，上面是王胖子发来的讯息。
叶凡跟夏莲一起离开了紫霄宗，这两人该不会搞到一起了吧？李银川摸着下巴思考，本以为叶凡能安稳几天，没想到这又开始作妖了。夏莲是魔教弟子，一直想拉拢叶凡。叶凡在原书中前期过得意气风发，后来因为需要夏莲的帮助，答应了对方，假意加入魔教。现在的叶凡太过坎坷，不会提前加入魔教了吧？我了个丢！把魔教的人引来了，紫霄宗目前的实力还真解决不了。不行，得赶紧回趟宗门，看看这个小瘪犊子跑哪儿了。李银川做好决定，便准备先回宗门了。出来一趟休息了3天，也差不多了。临走之前，李银川让老爹老娘搬到王如海家里，灵城外有阵法保护，比村子里安全很多。李银川又给王府又增加了一道系统奖励的防护阵法，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性。做完这些，便跟众人辞别，行驶飞行船离开了灵城。一晃眼，时间过去了1天，终于快回到了紫霄宗。恭喜宿主完成日记，字数达标，内容质量 S， 获得黄金小礼包1份。打开礼包，获得定点传送符2，灵兽大礼包1，3品炼丹师经验大全1，守护天使1，定点传送符，可固定传送至一定范围的地方。灵兽大礼包包含灵兽孵化丹1，灵兽升阶丹1，灵兽保护丹1，守护天使春歌甲，宿主受到致命伤害后5秒后复活，冷却时间7天。不错不错，李银川看了下今天的奖励，都十分的不错。正愁不知道怎么去藏剑山庄呢，刚好给了2张定点传送符，一来一回都有了，还爆出了保命用的复活甲，可以防止老六暗中阴人。灵兽大礼包来的也不错，李银川第1天获得的3阶灵兽蛋都1个多星期了，还没动静。李银川取出灵兽蛋，然后将孵化丹头喂进去，没一会儿，蛋壳出现咔咔声破裂，咔嚓一声，一只毛茸茸的鸟头从蛋壳里伸出来，微黄的尖喙啄开脖子周围的蛋壳，紧接着一双黑色的羽翼展开，2只锋利的爪子将蛋壳碎成粉末。雕！李银川看了眼出生的灵兽，这副模样和杨过的那只雕兄差不多啊。大雕亲昵的用头拱了拱李银川的胸口，他破壳时就已拥有灵智，自动认主。你这块头挺大的啊！大雕若是完全站立，怕是有3米多高，这才刚出生呢。你会飞吧？能驮人吧？以后我就骑你了，上演一出神雕侠侣怎么样？雕兄！大雕尖叫一声，李银川似乎能听懂他的话。这雕好像在说，他是个母的。不对，准确来说是雌的。这和我骑你有啥关系？李银川有些无语。妖兽起码要9阶才能化形成人，你才3阶，想的有点太多。再说了，老子也不是那种人。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叫什么好呢？李银川看了下大雕的外形，黑色的羽毛在阳光下泛着金色光泽，气势不凡。就叫你黑凡怎么样？就！大雕叫了一声，摇摇头，不满意这个名字。那就黑毛。大雕还是摇摇头，有点幽怨地看着李银川，给雕起个好听的名字，这么难吗？金毛不行，这听起来像狗。黑羽，黑羽怎么样？鸠大雕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他拒绝了，连这个名字都没有了，将就着用吧。那好，你以后就叫黑羽了。老黑，来，张嘴。李银川说道。黑羽的雕脸上一阵无语，自己这主人好像有一点毛病，但还是慢慢张开了雕嘴。李银川将灵兽进阶丹扔进黑羽口中，黑羽一口吞了下去，感觉到腹部传来一阵火热，翅膀上的羽毛哗哗往下掉，好像一个被脱光了衣服的美女一般。李银川有些无语的是，他竟然在雕的脸上看到了害羞的神情。害羞个坤吧，你是雕啊！羽毛差不多掉光后，黑羽的骨骼体型咔咔的增长，肉眼可见地，黑羽的身高从3米多长到了5米多，羽翼重生长，变得更加丰满坚实，鸟喙、爪子都更加锋利。还有这个灵兽保护丹，吃下去以后不许找我要吃的了。李银川道。黑羽表情复杂的看了一眼自己的主人，你现在是4阶灵兽了吧？速度应该比这个飞行船快，让我骑骑。黑羽展开翅膀，李银川一跃而上，雕背上的空间很大，足以躺着3、4个人。李银川收起飞行船，吩咐着黑羽朝紫霄宗出发。李银川骑着黑羽进入紫霄宗势力范围的第一时间，就有一位元婴长老飞出来查看情况。原来是你小子啊！我当是什么人敢如此大摇大摆的闯我紫霄宗呢？说话的正是萧长老，当初负责李银川入宗测试的通关长老。弟子见过萧长老。李银川拜礼。这只雕不错啊，还是个4阶妖兽，你小子运气真好。萧长老有些羡慕地看向黑羽。萧长老想要的话，弟子以后有机会弄制给你。李银川笑道。李银川记得有个女主的天赋是授予者，从出生时就可以与妖兽通话，
要是能和他进行一番友好交流的话，弄只4阶妖兽还不是简简单单。哈哈，你小子有心了，不过不需要了，到了我这个岁数，以后在宗门内养老就行了。萧长老哈哈大笑，两人聊了几句，萧长老便放李银川进宗了。啧啧，多好的一个长老，袁术里死的渣都不剩。李银川叹息一声。不多时，李银川来到王胖子宿舍，找到了王胖子。嘿嘿，姐夫。王胖子十分高兴，姐夫2字喊得特别重。行了，叶凡去哪儿了，你知道吗？李银川开门见山。王胖子收起笑容，说道：昨天我派人一直盯着叶凡，夏莲进入叶凡房间后，2人一块出宗门了。有人看到他们一直往西去，因为速度很快，后来不知道去哪了。往西去，李银川想了想，紫霄宗位于大昆王朝的东边，往西的话是大乾王朝。难道夏莲带叶凡去了魔教总部？原书中并没有具体写出魔教总部的位置，李银川也不知道在哪里，只能进行推断。若真是如此的话，那剧情可就提前太多了。紫霄宗灭宗之战会不会提前发生，也不得而知。哦对了，早上有情报回来告诉我说，叶凡最后和夏莲分开了。王胖子补充道。分开了，那就说明叶凡没去魔教，情况稍微好那么一点。不过事情还是超出了李银川的掌控，就挺烦的。你让人继续找叶凡，有什么风吹草动跟我说。好的，姐夫。对了，这个给你的。李银川将破元丹10万灵石拿给王胖子。我给你的东西，你自己随便用，把修为升上来，不然以后怎么管人。好嘞，老大。叶凡没有跟夏莲一起走，那他会去哪儿呢？他不可能放弃魔剑离开紫霄宗的，这就说明叶凡肯定找到了能提升实力的地方。难道他去大乾王朝正义宗了？算了，不管了，先带大师姐去觉醒天赋吧。李银川一边写着日记，一边朝步无双的住所走去。不多时，李银川便到了地方，恰好步无双刚好出门。大师姐，我回来了。李银川道：我之前不是告诉你有个剑气浓郁的地方适合觉醒你的体质吗？回去我算了一卦，就在藏剑山庄。步无双惊讶道：真的吗？那就太谢谢师弟了。哎，不客气，咱俩谁跟谁？这个地方远吗？还有2天你们要去遗迹，时间来得及吗？步无双问道。放心，我有这个。李银川拿出定点传送符，这玩意可以带我们直接去藏剑山庄。步无双查过藏剑山庄的位置，在大昆王朝和大乾王朝的交界处，距离紫霄宗有几10万公里的路程，即便是元婴期的修士，也需要好几个时辰的时间赶路。没想到这么一张小小的符咒可以跨越这么长的距离。大师姐，你觉醒手镯带了吗？步无双点点头。那好，我们出发藏剑山庄。李银川握住步无双的手，使用定点传送符。藏剑山庄，这个李小贼终于要来了吗？哼，骂我是南宫瑶那个废物，还想带人过来觉醒。我先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对本小姐不敬。见南春立马吩咐管事告诉山庄护卫，这2天会有个从紫霄宗来的弟子，对方不是好人，想窃取我们山庄的机密，看见了给我往死里打。李银川带着步无双离开后紫霄宗后，大约1炷香的时间，宗门上空突然出现2道黑袍身影。黑袍人的气息极为强大，俯瞰着紫霄宗的地势格局。当副宗主莫贤第一时间感应到黑袍人，同时命人敲响宗门警戒钟，让弟子警戒防御起来。莫贤带领10位元婴长老飞到空中，直面黑袍人。结，你们就是紫霄宗管事的吧？我们是来找人的。一名偏瘦的黑袍人说道。莫贤感受到对方的气息比自己还要强大，深不见底，绝对不止元婴境。在下是紫霄宗的副宗主莫贤，请问阁下何人？莫贤问道。你管我们什么身份？告诉你们，我们前来找一个叫骆雨林的人，劝你们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可别怪我下狠手。另一名偏胖的黑袍人说道，他的脾气明显不如瘦黑袍人好。骆雨林，那不是您长老新收的弟子吗？有长老记得，听说他的炼丹天赋很强，未来肯定能超过您长老。另一位长老说道。莫贤听到这话，拱了拱手。骆雨林乃紫霄宗弟子，我们不可能不明不白的将他交出去。你们到底有何目的？胖黑袍人哈哈一笑，我魔族行事，不跟废物说话。此话一出，莫贤和众位长老脸色一变，对方竟是魔族之人。魔族之人向来杀人随心所欲，看你不爽就杀你，不跟你废话。不过还有一个宗门比魔宗更可怕，便是邪宗。邪宗是为了杀人而杀人，魔族是随心所欲的杀人，二者目的不同，但被他们盯上的话，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关长老回去，其余长老随我结阵。莫贤大声喊道。关长老第一时间跑回宗主殿，放入一枚5品聚灵丹，启动传音阵法，传音给其他的3个一流宗门。
他们4大宗门早就站在同一阵线，一旦某一宗门遭遇灭宗之灾，就通知其他宗门的人前来相助。结，真有意思啊！一群元婴老在我面前放肆。胖黑袍人显露自己的修为，出窍境的强大气息瞬间将莫贤等人压得喘不过气。宗主还未出关，紫霄宗不能毁于我手。莫贤顶住压力，吞下一枚丹药。众长老将灵力通过阵法传送给莫贤。蝼蚁的挣扎真是可笑。胖袍人不屑笑道：“吃我一掌！”莫贤催动全身灵力，打出一掌攻势。胖袍人同样伸出手，挥动手掌，2掌打在一起。攻击碰撞的余波将后山的树木尽数摧毁，山头直接被削平。双方齐齐倒退几10步，稳住身形。有点意思，能和我打个平手？不过我可没使出全力。胖袍人手上凝聚出一团火焰，主动发起攻势。该死，必须顶住！莫贤咬牙，又掏出一瓶丹药，哐哐往嘴里送。宗主，你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一位长老担忧道：“宗门危险，我等必不遗余力。”莫贤大喝一声：“众长老，继续！”紫霄宗这边，众人都感受到生死危机。一旁从未出手的兽袍人显得云淡风轻。老左，下手轻点，圣女吩咐过了，别搞出人命。兽袍人说道。知道了。胖袍人手中的火焰小了几分，向莫贤等人的方向轻飘飘地丢去。轰！一阵巨大的爆破声响彻整个宗门，宗门的建筑被摧毁得一片狼藉。所幸的是，所有弟子都已经提前躲起来了，没有受到生命影响。噗噗噗！莫贤和长老们全都被打落在地吐血。哼，螳臂当车！胖袍人不屑道。兽袍人走过来道：“现在可以告诉我们骆雨林在哪儿了吧？”休想，绝不可能！莫贤冷笑一声：“啧，我们不想杀人，怎么总是有人不识好歹呢？”兽袍人摇头惋惜：“不给你们点苦头，看来是找不到人了。”等一下！突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2名黑袍人抬头一看，一位穿着天蓝色长裙的少女站在他们面前。“我就是骆雨玲，你们带我走吧，不许伤害宗主他们了。”骆雨玲说道。炼丹阁被先前对轰的余波炸得粉碎，他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去，他们只是找借口杀人而已。”莫贤说道。他可不信魔族之人的鬼话，什么找人，完全就是借口。魔族的人杀人完全不需要理由。姐，我们魔族杀人确实不需要理由，不过这次我们真的是来找人的，你们怎么不信呢？兽袍人桀桀一笑。2人身影一闪，来到骆雨玲身边。“走吧，我们圣女有请。”骆雨玲回头看了眼宁雪，这次被魔教抓走，基本必死无疑。老师，这次分别可能就永别了，只能下辈子再报答你的教育之恩了。还有李师兄、徐师姐爱，若是还有机会见到李师兄，我一定要告诉他我的想法。走吧。骆雨玲轻声说道。3人身影很快消失在空中。宗主，他们走了。重伤的萧长老不可思议地问道。应该走了吧。莫贤苦笑一声，这2个魔族之人竟然真的只是来找人的。紫霄宗被打得一团糟，建筑被毁，后山被毁，人也被打成重伤。唉，众长老对不住了，是我的原因。莫贤说道。宗主别这么说，你也是为了保护宗门安全。谁知道一向杀人如麻的魔族之人不杀人呢？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作风啊。一名长老道。别说了，咱们快回去养伤吧。叶凡已经离开紫霄宗走了1天1夜。老师，这个藏剑山庄还有多远？叶凡问道。应该不远了，就在前面，穿过这片竹林就到了。秦老说道。老头子我和他们有点交情，若是此行能把天阶剑胎弄来，对你的实力会有极大的提升。回头再把魔剑取到手，李银川那小子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叶凡加快脚步，穿过竹林，果然看到了一座恢宏无比的巨大山庄。叶凡走到山庄门口，立马被看守的护卫拦住了。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护卫问道。在下叶凡，来自紫霄宗，前往山庄有要事要办。叶凡笑着说道。紫霄宗？护卫队长一听，走过来打量了一番叶凡。陌生人，紫霄宗，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没错了，就是他。兄弟们，给我揍他！护卫队长大喊一声，10几名护卫拿起棍子将叶凡围起来。叶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从背后敲了一记闷棍。叶凡吃痛，捂住自己的头。啪啪砰砰，护卫们一棍一棍的朝着叶凡的身上招呼，完全没有手下留情。大小姐可是吩咐过了，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竟敢光明正大的来窃取我们山庄的机密，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些护卫全都是筑基境界的修士，下手还不收力。叶凡失去血脉天赋的强化，全凭肉身强度硬撑。换成另一个筑基巅峰的人来挨揍，
估计早就趴下了。但叶凡还没有倒下，他可是玄黄大陆第一耐揍王，就这么几下子，看不起谁呢？让开，看我的！护卫队长喊道。队长是元丹巅峰的修为，起手就是玄阶棍法招呼，吃我一棍！戒指里的秦老一脸懵逼，这群山庄护卫他妈的吃错药了，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啊？不对，也没不合啊，就是聊着聊着，对方突然动起手来，总感觉这里面透露着一丝诡异。先前护卫们的棍棒已经打得叶凡神志不清，这队长更是过分，连武技都使了出来。秦老不得不附身叶凡，挡下这次攻击。秦老顶着叶凡那张鼻青脸肿的面容，质问护卫队长：“你们为何要向我出手？不给个合理解释的话，即便是你们庄主也保不住你们。”护卫队长一听，笑了起来：“就凭你，老子当上队长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身后护卫们哈哈大笑。秦老气得牙痒痒，现在的小辈真是一个比一个不识礼数。这要是被当年的他遇到，早就灭了对方全家。叫你们庄主出来，我有事找他。秦老吩咐道：“哼，你算个什么玩意，也想见我们庄主？揍你一顿，给你长点记性，下次再有这种想法，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队长冷笑一声：“你！”秦老从戒指中取出一个剑柄图案的令牌：“庄主令牌在此，快去给我叫人。”护卫队长眯着眼打量了一下令牌，没想到是真的。哟呵，小贼，竟然把庄主令牌都给偷去了，你胆子是真的大！兄弟们，给我狠狠揍，这次不用留手，直接打死！秦老一听，卧槽一声，拔腿就跑。这混蛋小子来真的，不跑真的会没命。秦老逃跑的功夫一流，当年他被人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还能跑掉，这小小的护卫不在话下，三两下便甩掉了他们的追捕。柔和的白光包裹着李银川和步无双二人。白光消失后，步无双发现周围的景象已经变了，两人已经不在此消踪。这里就是藏剑山庄了吗？步无双打量了一下眼前场景，他们好像出现在一个人的房间里，看房内的摆设十分温馨，床头边桌上摆放着镜子、化妆盒，窗边挂着白色的帘纱，应该是个女性的房间。李银川看到圆桌上放着一本武技，拿起来一看，还是一本玄阶终极剑法武技。武技旁有2瓶丹药，李银川打开闻下丹香，确认都是3品丹药。能将这些东西毫无防备地放在桌上，对方的身份绝对不低。加上对方是个女性，李银川推断出房间的主人可能是谁了。该不是那个坑爹货的房间吧？李银川呢喃一句。你说什么？步无双问道。没什么，大师姐，我们快点出去吧，不然被房间的主人看到了，影响不好。李银川道。李银川打开房门，探头出去看了一下周围，四处无人，便带着步无双离开房间。师弟，我们怎么走？步无双问道。往这边。李银川也不知道往哪走，在心里点兵点将后，选好一个方向。管他走哪边呢，只要能遇到人，问问就知道了。走到过道尽头的时候，拐弯处李银川迎面碰上来一个女生，对方身穿一袭紫色练功服，腰间悬着一把佩剑，走步轻盈，脸上挂着浅浅的酒窝，一对马尾便晃来晃去，哼着歌，似乎心情很好。哎呦，对方没注意，李银川做贼心虚也没注意，两人就这么磕碰了一下头。你干嘛？女生下意识问道，随后看到对方的相貌，然后愣了一下，双眼瞪大，一副快要流口水的样子，心里头呐喊：我的妈呀，好帅啊！他怎么这么帅？山庄里什么时候有这么帅的人物啊？他从来没见过。你是谁？女生问道。李银川看到对方这副模样，心里咯噔一声，坏了，最不想遇到的事让他碰到了。完了，我求爷爷告奶奶，不要碰到这个坑爹货，怎么偏偏被我碰到了？出现在他房间里也就算了，还一出门就转角遇到爱，你妹的，我又不是男主，我不想遇到他啊！李银川在日记本里疯狂吐槽，这一副花痴样，我一眼就认出你不是人，不对，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剑南春那个坑爹货了。坑爹货不仅坑爹，还是个颜值狗，看到帅哥就走不动道。第一次见叶凡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被叶凡的外貌和8块腹肌吸引住了。颜值狗跟恋爱脑可不一样，颜值狗是看到帅的就发情，恋爱脑虽然也不咋地，但好歹专心一个。叶凡后期好像发现了剑南春的这个颜狗属性，利用完他后就直接给他献祭了。无用者，不忠者，死！小爷虽然对我的长相很有自信，能轻松拿下这条颜狗，但考虑到他的另一条坑爹货属性，还是算了吧。剑南春看着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日记更新内容，脸上的喜悦顿时消失了。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竟然是他朝思暮想要锤死的李银川小贼。说我是坑爹货，我可忍不了；说我是颜值狗，我也忍不了。对了，颜值狗是什么意思？不管了，肯定不是个好词。凭什么啊？凭什么他长得这么帅啊？
剑南春陷入纠结，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帅哥，竟然是他想要狠狠揍一顿的人。你是李？剑南春指着李银川的鼻子想骂回去。姑娘你好，我们是紫霄宗的弟子，我叫步无双，这位是我的师弟李银川。步无双及时打断，防止剑南春说出什么暴露的话。如果换做别人，或许步无双都不会这么无礼，但这个剑南春不好说，脑子不带点问题都不会这么坑爹。啊，我叫坑，不是，我叫剑南春。剑南春大声说道。突然他想起来什么事，你们怎么进来的？他不是安排了人手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李银川吗？怎么看他完全没事的样子？不对，他刚才说他出现在我房间里，他们竟然擅闯我的闺房，太可恶了！就算你长得帅也不行，我一定要报仇。我们当然是从山庄大门走进来的。李银川道，要是让这小娘皮知道自己闯了他的房间，不得弄死自己。我不信。剑南春说道，看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肯定不是从正门进来的。我要告诉爹爹，把你抓起来，狠狠抽你的屁股。李银川愣了一下，指了指步无双，啊，他也要抽？步无双捂住眼睛，感觉有些丢脸，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他呀，剑南春笑了笑，这么漂亮的姐姐，我要罚她陪我睡觉。果然是条眼狗。李银川吐槽一句。这时不远处跑过来一名护卫，对剑南春说道，大小姐，事情和您说的一样，刚才果然来了一名紫霄宗的弟子，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好人，我们已经将他狠狠打了一顿，最后把他撵走了。啊！剑南春表情疑惑，瞥了眼李银川，我要教训的人就在这里啊，那他们打跑的是谁？李银川也感到疑惑。紫霄宗？他怎么知道紫霄宗会来人，还提前让护卫蹲守那人？总不能是在蹲我吧？我刚才刚来这么一会儿，他不可能提前知道的。那是什么情况呢？还有，这被打的紫霄宗弟子是谁呢？这2天也没人过来吧？等等，好像有个人可能会过来。叶凡。王胖子说他一直往西走，原来不是去大钱国，是到藏剑山庄来。看来他是想要提前取走天阶剑胚，就算他手里有老庄主的令牌，估计也有点难度。剑南春看到日记，小嘴一抿，有些心虚，连忙问向护卫，对方是不是叫叶凡？护卫点头，没错，对方就是叫叶凡。那就对了，打的就是他。剑南春余光瞄了一眼李银川，语气坚定地说道，好的小姐，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个叶凡进山庄的。护卫说完继续回去站岗。果真是叶凡来了，不过奇怪啊，这坑爹货是怎么认识叶凡的呢？还知道他提前会来，这个时间点他们俩应该没见过面啊。李银川带着疑惑问道，喂，你怎么认识的叶凡？剑南春眉毛一拧，为什么喂？老娘我有名字，我叫剑南春，我爹叫剑无涯，是藏剑山庄的庄主。你管我怎么认识叶凡的？你们擅闯山庄，我还没教训你们呢，还敢管我的事？既然不知道怎么解释，那就不解释了。李银川不想和剑南春起冲突，这里是人家的主场，自己还有求于他。不好意思啊，剑姑娘，我们不是故意擅闯山庄的。步无双放低姿态道歉。哼，大姐姐你陪睡我1个星期，我就原谅你了。他嘛，罚他给我们山庄扫地1个月，外加做1个月苦工。剑南春昂着头，得意洋洋，让你吐槽我坑爹，看我不好好惩罚你。李银川敷衍道，好好，等我有时间保证做到。不过现在我们有事要做。剑南春知道李银川来这里的目的，但还是要问一句，紫霄宗和藏剑山庄的关系还不错，人家大师姐来这里觉醒个体质，自然是没问题的。你们有什么事？步无双笑了笑，知道对方也在演戏，并且大概率已经同意，不然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剑姑娘，师弟说这里的剑气浓郁，不知可否借贵宝的觉醒一下我的体质？原来是漂亮姐姐的事啊，那没问题。剑南春说道，要是这个臭男人，我才不管他呢。多谢剑姑娘了。步无双微微一笑，漂亮姐姐，我知道哪里剑气最浓郁，我带你去。剑南春挽着步无双的手臂，两人亲昵的一起走。李银川跟在身后，有些郁闷，自己跟着小娘皮第一次见面，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奇怪，还有叶凡，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难道这丫不喜欢男人，改喜欢女人了？卧槽，大师解围！秦老附身叶凡离开藏剑山庄，一连跑了半个时辰才停下来歇息。叶凡被揍得已经昏迷过去，秦老感到十分无奈，怎么自打入紫霄宗以来，哪都不顺呢？想着想着，秦老脑海里蹦出个人影，人影回头对他贱兮兮的一笑，然后倒霉事就接踵而至。这人绝对有毒。秦老嘀咕一声，忽然一道数十米粗的雷电打在秦老跟前，瞬间秦老眼前出现一道几百米深的大坑，这道雷电出现的无比突兀，直接给秦老脏话干出来了。卧槽！秦老浑身冷汗直流，刚才那道天雷距离他只有几公分就劈中他了。今天真是邪门，
差点就被劈死了。秦老抬头一看，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好端端的怎么出现一道雷电呢？蝼蚁魂，别看了，是我放的雷。秦老耳边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顿时大惊，对方是谁？竟能看出他是灵魂状态，还弄出了如此恐怖的天雷。蝼蚁魂，往西500公里处有个灵池，你带小凡去那里提升修为，我准备了一些东西给他。声音继续说道。秦老捕捉到小凡这个字眼，看来对方是认识叶凡的，并且和叶凡关系不浅。既然是友军，秦老稍微放下心来。前辈，您是准备帮助小凡吗？秦老卑微地问道。我帮他这件事，不许让他知道。那道声音变得冷酷几分。秦老胆子一横，道：前辈，这段时间小凡修炼很不顺利，虽然不应该麻烦你，但我还是想请您出手，干掉一个叫李银川的人。此事我自有安排，你好好帮助小凡，日后定会复活。女人说完这句话便消失了。秦老叫了几声，对方都没有应答。然后秦老一屁股坐在地上，缓了一口气。还好，我还以为那些仇家找到我了，原来是来帮小凡的。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秦老感知到叶凡醒来，便退回到戒指中。师尊，我头好痛。叶凡摸了摸头，头上流出的血都已经结痂了。不碍事小凡，我探查到附近有个大机缘，往西走500公里就能看到。秦老说道。叶凡没有回答。上次秦老也是跟他这么说的，说藏剑山庄有大机缘等他，结果还没进门就差点被人家用棍子打死，现在又来，身上的伤还没好呢。是真的，小凡，为师没有骗你，这次保证你能提升很大一阶修为。叶凡将信将疑，提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往西走去。剑南春带着步无双来到藏剑山庄的剑种所在地，这里埋藏着山庄历代打造出来的名剑，至少有9000多把在此。剑气交相辉映，融合沉淀，是整个藏剑山庄剑气最为浓郁的地方。二爷爷，剑种的守门人是一个白发老者。剑南春看到后亲切地喊道：老头名叫剑锋侯，是剑南春的二爷爷。哎，小南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这2位贵客是谁？剑锋侯问道。二爷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姐姐是紫霄宗的弟子，想过来觉醒一下体质。后面那个男的是坏蛋，你稍微教训他一下。剑南春说道。剑锋侯笑了笑，看向步无双，查看他的体质。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剑锋侯惊住了。你这难道是？剑锋侯感到不可思议，这位紫霄宗的女弟子身上的剑道天赋比他在剑无涯身上看到的还要强大。剑老您好，借用宝地帮我觉醒天赋，事后若见姑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绝不会推辞。步无双说道。剑锋侯定下心神，忽然开口道：你可愿加入我们藏剑山庄？步无双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剑老，我是紫霄宗的弟子。哎，可惜了，头一回见到如此强大的剑道天赋，你们进去吧。剑锋侯叹了口气，挖人弟子这种不道德的事，问一遍就足够了。剑南春和步无双进入剑种里面，李银川也想进去，被剑锋侯给拦下了。剑老，我进去帮我师姐。李银川恭敬一笑，这老头是除了剑无涯之外，藏剑山庄第2牛逼的人物了，实力再出鞘境巅峰，目前属于前辈境。李银川自然非常礼貌。小南刚刚可说你是个坏蛋，让我教训一下你。剑锋侯笑道。剑老是出鞘境的强者，岂会跟我小辈一般见识？我和大小姐只是有点小误会而已。李银川说道。可是小南说了，我就要做到。剑锋侯气息锁定住李银川，忽然问道：我怎么看不透你的修为？李银川将隐息术解开，金丹5层的实力浮现在剑锋侯眼前。有点意思，年纪轻轻已经金丹了，我将修为压制到金丹5层和你切磋，不算欺负你了吧？剑锋侯看守剑种十分无聊，好不容易有人来陪他解闷，可不能放过。李银川知道今天这关是躲不过去了，索性陪他一战。你会剑法吗？剑锋侯问道。会一点。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用剑法切磋。你没有剑的话，我送你一把。剑锋侯爽快道。不用，小子刚好有把能用的剑。李银川将青光剑取出来，握在手上。哦，玄阶中级，不错的剑。剑锋侯一眼看出青光剑的品质。如意剑法第5式如意归元。李银川二话不说，直接释放最强横的一招剑法。出其不意，发动攻击，有点意思。剑锋侯淡淡一笑，丝毫不慌。只见他右手一抬，身后不远处的剑种上飞来一把仙剑，同样是玄阶中级品质，然后挡在胸前，轻松化解李银川的攻势。还有什么厉害的招法，都使出来吧。剑锋侯似笑非笑，这小子的实力真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剑锋侯表面云淡风轻地接下这一招，实则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若是双方都是金丹5层的修为，
结果还真不一定。李银川也不再藏拙，既然如此，剑老，您看好了，这一招会很猛。李银川舞动青光剑，一股惊人的剑意从身体爆发而出。这是剑意？这小子竟然已经练出了剑意！剑锋侯十分震惊。想当年他90多岁才练出剑意，这小子才多大？即便是剑南春这个剑道天才，如今也才练成剑心而已。好小子，不比刚才那个女孩差。李银川此时已经积蓄了足够多的灵力，将所有力量都灌输到青光剑之上，对着剑锋侯发出威力强大的一击。剑主天地第5式陨风，风起云涌。霎时间，剑声嗡鸣，四周狂风骤起，数米粗的铁树被吹得连根拔起，连空间似乎都被吹得压缩了。剑锋侯瞪大眼睛，地阶5技，好小子，你连地阶5技都能使用得如此娴熟，有点本事。青光剑剑锋直指剑锋侯，剑锋侯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抵挡，随后反击，将所有剑气击散。李银川体内的灵气几乎用光，还是没能击败对方。后生可畏，你赢了。剑锋侯说道，刚才他已经使用了元婴境界的力量，才抵挡了下来。若是只有金丹5层，怕是要栽跟头。多谢剑老留手。李银川脸色有些泛白，不必谦虚，若是你我同水平实力，我不是你的对手。剑锋侯说道，剑老不会再找我麻烦了吧？李银川道。剑锋侯呵呵一笑，小南这丫头平时调皮惯了，她父亲经常不在山庄，无人管教，请你多多包容。李银川听着有种奇怪的感觉，大小姐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热情好客，是个非常好的人。李银川捂着良心说道，哈哈，既然你对她印象这么好，不如你娶了她吧。剑锋侯突然开口。李银川，剑老，你刚刚说什么？李银川怀疑自己听错了，我说不如你娶了我孙女吧。剑锋侯呵呵笑着。李银川心里卧槽一声，这尼玛是什么奇怪的剧情发展？你个老登，跟我开玩笑吧？不好意思啊，剑老，小子已经成亲了，大小姐还是找别人吧。李银川摆手拒绝，这剑南春踏马的好像不缠男的，开始缠女的了，真把这坑爹货带回家，估计后宫很快就完了。哎，有能力的男人3妻4妾很正常，你再娶一个便是，不差这一个。剑锋侯说道。李银川无语，您是多想把您的孙女嫁出去啊？嗨嗨，剑老，这种事情吧要有感情，大小姐对我完全不感冒，还找你揍我，怎么可能喜欢我？这件事还是算了。李银川继续推辞，感情这事可以慢慢培养的吗？实在不行，我帮你先上车后。剑锋侯话未说完，忽然察觉到剑冢深处传来一阵强大的剑气回响，当当当，剑冢开始震颤起来，无数把插在冢上的仙剑都应声摇晃起来，发出清脆的声音。嗡嗡嗡，近万把仙剑脱离剑冢的束缚，漂浮在空中，嗡嗡作响，鸣声彼此交织。旋即剑柄齐齐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去，似作朝拜之礼。连李银川和剑锋侯手上的剑都忍不住剧烈摇晃，仿佛要觐见即将登基的皇。李银川松开手，青光剑同样学着其他仙剑一般，剑指深处。你那个师姐是什么体质？剑锋侯诧异地问道。剑无涯当初觉醒体质时，引起了5000把仙剑的共鸣。剑南春比他父亲天赋还要好，但也只引起了7000把仙剑的共鸣。但不无双如今觉醒，已经引起了近万把仙剑的共鸣。这或许不是他的极限，而是藏剑山庄的极限。李银川缓缓道：剑道至尊。至尊。剑锋侯眼睛瞪大，他知道不无双的天赋很强，但没想到竟是至尊天赋。玄黄大陆至今从未出现过剑道至尊体质的消息，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我后悔了，这么好的苗子，我都不忍心放他回去了。剑锋侯苦笑道。呵，李银川心里想笑，之前想留我下来，现在又想留师姐下来，想得挺美啊，老登。嗡嗡嗡，剑冢内的仙剑嗡鸣声越来越强烈，数万道剑气朝着深处聚集，汇入不无双的体内。剑气规模十分庞大，就连剑冢之外的藏剑山庄弟子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身上佩戴的宝剑都不受控制地晃动起来。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剑怎么自己动了起来？一名弟子惊恐。俺也一样。剑气泄露，仙剑失控，快丢掉他们，还是听我的，练棍子好吧？我这棍子18分米，就是强。万剑齐鸣的情况持续了足足3个时辰。白天来的，现在天都要黑了。大师姐这天赋这样牛逼的吗？还没结束。李银川等的花都谢了，原以为半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硬是陪着剑老头聊了3个时辰，嘴都快要聊秃噜皮了。这老头平时是有多闲啊，说的没完没了。李银川很心累。就这么说定了，我帮你搞定小南这丫头，你娶了她，尽快生个娃娃，趁我活着还能帮你们带带。剑锋侯一本正经地说道。
李银川，喂，谁 TM 跟你说定了？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到了生孩子，这合理吗？既然你不说话，就代表你答应了。剑锋侯又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给李银川插嘴的机会。正说着，李银川一扭头，看到了剑冢深处的上空悬浮着不无双的身影，一袭白衣飘飘，宛如清新脱俗的仙子一般。周围剑气逐渐趋于平静，仙剑也重新落到剑冢上。大师姐看来觉醒成功了，李银川有些开心。这下紫霄宗将会多一个强大的战力，应对灭宗之战多出几分胜算。见到至尊体质，果然厉害。剑锋侯凝视一眼不无双的修为，顿时感叹一声。随即李银川看到剑南春的身影也飞到了空中，挽住不无双的手臂，两人一起飞出剑冢。不无双刚刚觉醒完体质，气息没有收敛完成，李银川感觉到一股令人压迫的感觉。大师姐，你现在是什么修为了？李银川好奇道。大师姐原本是元丹巅峰，就算突破也只是金丹境，即便觉醒见到至尊体质后，金丹境的压迫感这么强的吗？不无双微微一笑，缓缓说道，我已经元婴巅峰了。李银川心里卧了个大槽，元婴巅峰，这尼玛我又没听错吧？不是哥们，你从金丹晋升元婴的天劫呢？被你吃了吗？离谱，太离谱了！元婴巅峰修为已经比莫贤还要高了，觉醒一个体质能提升这么多修为吗？怪不得叶凡后期那么牛逼，得到大师姐的献祭之后修为猛涨，吃饭喝水都在涨修为，不带停的。这都要多谢师弟还有剑老剑姑娘的慷慨相助。不无双笑道，现在已经觉醒了剑尊体质，突破到元婴巅峰，距离出窍境只差一步。不无双感觉自己强到可怕，就算是和剑锋侯打一架都不带虚的。呵呵呵，不用感谢，你要不留在山庄做我徒弟如何？剑锋侯厚着老脸说道。剑老说笑了，我还是紫霄宗的弟子。不无双意料之中的推辞，剑锋侯有些无奈，自己好歹也是出窍境强者，跟两个小辈提出请求，竟然都被他们拒绝了。好在最后有一个答应了。李银川，谁答应了？你说清楚。无双姐姐，今晚你留下来陪我吧，我要和你一起睡。剑南春说道。李银川默默翻了个白眼，我都没和师姐睡过呢，你还想睡？想得美。是啊，今天天色不早了，你们在这里歇息一晚，明早再回去。剑锋侯也说道。他已经想好一波偷梁换柱的计划，就是将不无双换成李银川，扔到剑南春房间去。李银川刚想说些什么，不经意间瞥到不远的天上出现一道身影，这道影子越来越大，在靠近他们。离得近了，众人都看到了对方，是一个红色头发的老头，躺在一头毛驴上，一只手提着酒葫芦往嘴里灌酒，另一只手拿着个木头玩偶。老头身上毫无修为的气息，李银川却突然心头一紧，师弟，危险！不无双脸色一变，仅仅那么一瞬间，他嗅到了恐怖的气息。李银川的心头警戒骤起，一股从头到脚的冷汗直冒。叮，宿主遭受到致命伤害，守护天使自动使用，剩余冷却时间7天。红发老头喝了一口酒，咦了一声，慵懒地从毛驴背上翻了个身，看向李银川，你小子怎么没死？红发老头问道。李银川脑袋陷入空白，5秒钟后回过神来，咽了下口水，刚刚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眼前这老头实力无比恐怖，不用出手就能杀人于无形。你是谁？休想伤害师弟！不无双挺身而出，挡在李银川身前。剑锋侯眯着眼打量这红发老头，完全感知到不到对方身上的任何气息，但剑锋侯完全不认为对方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那就是实力远远在他之上的超级强者。小子，你怎么不说话？中了老夫的逍遥灭魂诀还能活着，有点意思啊。红发老头说道。逍遥灭魂诀，听到这几个字，李银川脑海里疯狂回想，今天要是不知道这神秘老头的身份，怕是会死得不明不白。等等，有了！李银川终于想出来了，原剧情小说中500章后，叶凡登临上界后遇到的那个爱喝酒的酒鬼老头，赤霄宫的公主赤霄老道，外号赤霄猎狐，修的是逍遥道，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这逍遥灭魂诀是赤霄宫的主打仙法之一，威力极为强大，杀人于无形。你是赤霄老道？李银川喊出声。哟，下界之中竟然有人认得老夫我，有点意思。赤霄老头有些惊讶，既然认得我，乖乖告诉我刚才你怎么没死，老夫可以让你待会死得舒服一点。赤霄老头喝了一口酒说道。李银川看着老头醉醺醺的模样，脑海里疯狂想着计策。这赤霄老头是天仙巅峰的强者，跑肯定是跑不掉了，无论我躲到哪里都会被他找到的，得想个办法，打肯定是打不过了，即便是大成期的修士来
人家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捏死。不对，他都不需要动手指就能弄死。不知道这老头哪根筋抽了，为什么要杀我？小爷没得罪过他吧？妈的，怎么办啊？童子你有办法吗？快点帮我，不然你的老大就要嘎了。你大爷的，我写的这段日记不会成最后的绝笔了吧？看到这段日记，步无双和剑南春都瞪大了眼睛，心中皆是掀起惊涛骇浪。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红毛老头竟然是上界之人，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要杀死李银川呢？难道他知道了日记本的秘密？李银川临死前脑子灵光一闪，想起一个东西。赤霄仙人，你看这个东西。李银川从戒指中取出一件碧绿色的玉如意。赤霄老道喝口酒，瞥了一眼，咦，这东西怎么在你手上？李银川尽量扯出一个笑容，这是我岳父赠予我的，他觉得我是有缘人。有缘人，呵呵，有点意思。赤霄老道喝了口酒，叹了口气，没想到你竟是那个有缘人，可惜啊。可惜什么？李银川问道。可惜有人买你的命，即便你是有缘人，我也要杀你。赤霄老道又喝了口酒。李银川脸色又耷拉下来，拿出这把天书神药也不行吗？自己还有什么能抵抗对方的底牌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即便是使用随机传送符，也依然逃不过对方的追杀。这世上的死法有很多种，每一种都会让人死亡，只是方式不同罢了。我能问问对方是谁吗？李银川苦笑一声，难道是自己的存在得罪了天道？为了帮助叶凡，连天道都亲自出手剿灭自己这个艺术了吗？保密。赤霄老道吐出2个字。唉，李银川重重叹了口气。原以为元婴境界差不多可以随便浪了，没想到对方连仙人都派下来干自己，真是太不要脸了。李银川对着天空竖起一个中指，对天道发出强烈鄙视。时间不多了。赤霄老道喝下一口酒，既然你不说，我也不想知道了，你还是去死吧。李银川嘎嘎到一半的时候，天空之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众人抬头看去，只见一道巨大的光束从天上倾泻下来，如同天空破了一个大窟窿，将光芒全都洒了下来。谁是传音之人？一道略带邪魅诡异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连赤霄老头都停止了施法，放下酒葫芦，看向来人。下一刻，一名穿着黑紫色外套的男子出现在众人眼前，对方一头灰白色短发，提着一把格外长的紫色长剑，2只眼睛的瞳孔是红色的，面容冷峻，身边飞着3只羽毛漆黑的幻鸦。鹰！赤霄老道突然喊出声。短发男子瞅了一眼赤霄老道，不屑地哼了一声，原来是你啊，赤霄老鬼。赤霄老道听到这称呼也不计较，反而饶有兴致地打趣道：鹰，你个修炼狂魔，难得见你一次出混沌宫，没想到在下界看到你了。鹰完全不理睬他，反而看向李银川等人。你们谁是传音之人？鹰的声音霸道且狂傲。李银川心里咯噔一声，忽然想起来他几天前用万里传音符传音给上界的影了，当时对方没反应，李银川还以为没传过去，没想到人家不仅听到了，还亲自下界来找到他了。要是被他知道自己骗他，自己恐怕会死得很有节奏。一个赤霄老道想要他命，一个影被他发现说谎也会要命，这个副本太难了。我是李银川说道。你影一瞬间瞬移到李银川跟前。你叫什么？你怎么会有我妹妹的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影快速问道，眼神犀利地盯着李银川。如果对方敢跟自己撒谎，他一定会让对方后悔出生，即便是只剩下灵魂，也会让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对影强势的夺命3连问，李银川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李银川死到临头，忽然松了口气。我叫李银川，影，既然我能通知到你，我自然知道你妹妹的消息。李银川语气不急不慢地说道，你的妹妹身受重伤，无法行动，我甚至原本可以带你去找你的妹妹，但现在恐怕不行了。影凝视着李银川的眼睛，2人视线交锋，影没有发现对方在说谎，那也就是说对方说的是真话，妹妹真的受到了重伤。为什么？影问道。李银川指了指旁边的毛驴老道，这老头要杀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影撇头看向赤霄老道，你要杀他？影，劝你别多管闲事，有人买他的命，老夫我也只是个跑腿的而已。赤霄老头喝了口酒说道，此人我保了。影淡淡说道。本来他还不想管的，但赤霄老头的语气让他很不舒服。赤霄老头笑了，影，据我所知，你现在正值突破的关键期吧，所以你这只是一道分身而已。影语气平淡，冷冷道，一道分身对付你也足够了。赤霄老道不信邪，老道我天仙巅峰，打不过你本体，还打不过你的区区一道分身，既然如此，便来试试。影擦了擦他那5米长的紫色长剑，
你，赤霄老头看到尹随身携带的本命影刃，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上品仙器。好，看在你的面子上，今日我便放他一马。赤霄老头从心道：这个人我保了，以后都不许找他麻烦，懂了吗？尹一个眼神看向赤霄老道。赤霄老头有点恼火，自己都退一步了，对方还要追上来，要不是打不过你，早就跟你翻脸了。今天要是不答应你的要求，怕是日后没好日子过了。赤霄老头他能跑是没错，但赤霄宫的弟子怎么办？他们跑不了啊。好，老夫认栽，就当没接到这单。赤霄老道再次从心，两人的对话镇压全场的气息，谁也不敢说话出声。人家可是一个眼神就能杀人的存在。说吧，我妹妹在哪？解决掉赤霄老头的顾虑，尹开口问道。好吧，兵现在就在玄黄大陆，也就是这个位面的南州雪原那里养伤。李银川如实说道。兵，听到这个名字，步无双和剑南春对视一眼。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兵似乎在日记本中提到过，还被日记本连续2天抽到过提名。步无双原以为兵是宁雪长老的妹妹宁冰，原来不是，这个兵竟然是上界之人，是眼前这个霸道、狂傲、一道分身压赤霄的邪魅男人的妹妹。兵，他受伤严重吗？尹小心翼翼地问道，似乎连问话都会产生伤害一般。原本挺严重的，现在没那么严重了，不过还要疗伤，起码5年时间才能痊愈。李银川根据原书中的剧情推断，叶凡就是在南州雪原发现的兵，最后也是在兵的帮助下解决掉魔族背后的老大，也是兵的最大敌人。下界资源不足，竟要5年时间。尹眉头一皱，你传音时说的非常危险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李银川了一声，危险情况已经解除了，现在没事了。尹敏锐地察觉到李银川最后一句话是在说谎，但其他的话都没有问题，也就代表妹妹真的并无大碍。尹懒得计较这些蒜皮小事，没有出手，也许后面还需要他帮助妹妹。这次算了，记住，下次跟我说话不要撒谎。尹淡淡说道。李银川点点头，这尼玛是开了读心卦吗？我分身来下界的时间有限，你要的10品丹药，天阶武技给你。尹甩出来1本武技和1枚丹药，这些东西等级太低，丹药只找到了这1枚，武技也只找到了这1本。丹药在经过天门时，药力好像有点损失，你将就用吧。另外，帮我把这个簪子给我妹妹，知道了吗？尹说道。好的，好的，保证送到兵的手里。李银川拿着10品丹药和天阶武技，脸上的笑容完全忍不住。没想到当初随口一说，对方竟然真的找来了。结果因为等级太低，只找到了1枚。早知道跟他要几颗仙丹，基本仙法就好了，这波简直血亏。不过也不是完全血亏，起码有点收获。老鬼，我记得你身上这东西挺多的吧？赶紧拿出来1本。尹看向赤霄老道。啊，我……赤霄老道一脸郁闷，自己只是吃个瓜，怎么出血呢？老夫，我今天心情好，无所谓。赤霄老头从兜里取出1本武技，扔给李银川。李银川一看，又是1本天阶武技。此刻，李银川只想唱一曲：金个儿老百姓，真呀嘛，真高兴。我得回去了，兵的事交给你了。尹最后说道。保证完成任务。李银川做出保证。下一秒，尹顺着光束，提着长刀重新返回上界，留下几人的心情如过山车般回味。赤霄仙人，您老还有什么事吗？李银川笑眯眯地问道。爽啊，这老头在我面前一言不合就杀人，还不是被尹压制得死死的，这背后有人的感觉真不错。你小子别跟我放肆，我不杀你也能惩罚你断胳膊少腿。赤霄老头说着，将酒葫芦倒个底朝天。咦，没酒了，真没意思。李银川心念一动，取出一个好运锦囊。你知道我要什么吧？李银川心道，然后打开锦囊，从里面取出一坛酒来。赤霄仙人，感谢你的武技，看您的酒喝光了，我这里有坛美酒，要不要尝尝？李银川笑着说道。切，你们下界的酒不好喝，味道淡的跟水一样，狗都不喝。赤霄老头说完，便拍着毛驴的屁股飞远了。李银川不紧不急地解开酒坛的盖子，顿时一股浓郁的酒香飘散出来，几秒钟的时间传遍了整个藏剑山庄。咦，小友，你这坛酒有点意思，和其他酒不一样，能否让老道尝尝？下一个，毛驴拖着赤霄老头闪现到李银川身旁，耸耸鼻子嗅了嗅。卧槽，真香！李银川捂住酒坛坛口。哎，我这是下界之酒，不好喝的，狗都不喝。赤霄老头嬉皮笑脸，厚颜无耻道。老道我就喜欢喝点狗都不喝的酒。李银川表示，您老修炼的哪里是逍遥道，明显是无耻道吗？赤霄老头趁李银川没注意，将酒坛抢过去，打开盖子，灌了一口。
咕噜，美酒入喉，赤霄老头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这酒真不错啊，太香了，这比他在上界喝过的不少鲜果酿制的酒还要够味。咕噜咕噜，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一整坛的酒被他喝光。赤霄老头舔了舔酒坛口边缘，厚着脸笑道：“这酒还有吗？”“有倒是有，但我还要留着自己喝。”李银川道：“哎，这么好的酒不拿出来分享，简直太浪费了，不如我俩一起喝，咋样？”听到赤霄老头的话，李银川很想把系统对自己说的话送给对方。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李银川没理他，反而招呼部无双几人准备回去了。剑锋侯愣住，不知道要不要走。把这么一位上界的仙人晾在这儿，真的好吗？赤霄老头一瞧，嘿，这小子不给点好处，真不拿东西啊！小子，你别走，我给你东西跟你换还不行吗？赤霄老头说道。李银川停下脚步，笑眯眯地看着对方。您老用什么东西跟我换呀？这本地阶高级功法，咋样？赤霄老头掏出来一本功法。李银川白了他一眼。就这？赤霄老头又掏出几本。3本，换不？5本，10本。好好，这本天阶功法跟你换行了吧？李银川摇头，都没有要。经过这次教训，李银川觉得再牛逼的功法，遇到被战力碾压的敌人，毛用都没。要不是影出现，这次就凉了。听说赤霄宫里宝物不少，随便给我一个仙品防御法宝就行了。李银川道。赤霄老头两眼一愣，卧槽，小子，你好无耻啊！一坛酒就想换我仙品法宝？彼此，我可没有你无耻。李银川拱手道。嘿嘿嘿，好，我就喜欢你这无耻的样子。赤霄老头渐渐一笑，从毛驴屁股里取出一颗类似夜明珠的东西扔给李银川。这是琉璃仙珠，仙品初级法宝，开启后可以抵挡地仙以下所有攻击，持续半个时辰。李银川接过仙珠，打量了一下，确实是个好宝贝。有了这玩意，在玄黄大陆基本上没人能打穿自己。哎，不对，这老家伙会这么好心吗？把这么一件厉害的防御法宝送给自己，你这玩意不会是一次性的吧？李银川说道。怎么会？赤霄老头嘿嘿笑道。你可以输入仙力进行充能吗？这样就可以反复使用了。李银川，你大爷的，我哪来的仙力？还说不是一次性的。嘿嘿，等你以后入了仙界，不就有仙力了吗？你也别急，这里面我存了不少仙力，足够你用个10来次了。赤霄老道渐渐道。李银川脸色缓和，能用个10来次也还行，起码有个保命手段，不至于以后太过被动。嘿嘿，老道的酒呢？李银川的酒已经把他的酒瘾给勾出来了，此刻只想喝个痛快100坛美酒。李银川取出好运锦囊，心里默想。哐哐哐，一坛接着一坛的美酒被李银川从锦囊袋取出，最后数了数，一共有50坛。看来这好运锦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李银川的需求。你这袋子真是神奇。赤霄老头感应了一下锦囊袋，也没有空间之力的波动，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袋子，如何放得下那么多坛美酒呢？你要啊？送给你。李银川将袋子甩过去，反正锦囊袋用过后就没用了。赤霄老头将50坛酒全都倒进酒葫芦里，将锦囊袋收起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这酒叫什么名字？老头问道。剑南春。李银川回道。没别的事，我们就走了。好，走吧走吧。美酒到手，赤霄老头也不留人，拍了拍毛驴的屁股，直接飞走了。小子，这东西给你，有事可以找我，不过记得提前备好美酒。李银川耳边传来赤霄老头的话音，抬头一看，一个巴掌大小的红色牌子从天上掉了下来。李银川一把抓住，看到后顿时一喜。赤霄令牌，不错不错，这老头看来是对我彻底没有敌意了。有了这令牌，暂时可以把赤霄老道算作自己人，必要时可以找他帮忙。只不过需要付出一点代价，李银川还是比较开心的。不过日后有机会还是要报仇的。现在嘛，在对付叶凡，不用担心有人在背后捅刀子。你刚刚说那酒叫什么？剑南春问道。剑南春啊，李银川随口说道。李小贼，你胆子不小，竟然用姑奶奶的名字当成酒的名字。剑南春恶狠狠道。我是南方的南，跟你不一样，别想多了。李银川道。剑南春哼哼一声，没有争辩。嗨嗨，李小子，今晚在这歇息一晚。剑锋侯总算可以说话了，实力越强，越能感受到刚刚赤霄老头带来的压力。他可是一个字都不敢说啊，生怕哪里说差了，整个藏剑山庄就没了。从原本的生死危机，到最后李银川竟跟对方搞好了关系。从那一刻起，剑锋侯知道李银川的未来绝不局限于玄黄大陆，若是能上了他的船，
藏剑山庄日后实力必定更上一层楼。小南呐，你可得争口气啊！剑锋侯暗道，做不了第一夫人，那就做第二夫人吗？第二夫人也做不了，那就第三、第四、第100都是可以的。李银川询问一下步无双的意见，天色确实不早了，但自己有传送符，可以随时回去。对方今天帮了一个大忙，这么点小要求还是可以答应的。住一晚吧，遗迹后天开启，时间够了。步无双道，那好吧，就听师姐的。李银川道，剑锋侯也点点头，那行，今晚你们仨一起睡。听到这话，走在前面的剑南春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二爷爷，你在瞎说什么呢？说完后，剑南春偷偷瞄了眼李银川，看到对方脸色正常，松了口气。他对李银川本来就没什么敌意，只是看到李银川在日记本里吐槽他坑爹货，有些小生气，想着惩罚一下。不过今天李银川面对仙人的追杀，表现得云淡风轻，毫不慌乱，让剑南春看得差点入神。再加上他原本的颜狗属性，早就对李银川没有了厌恶。无双姐姐，你别听二爷爷胡说，我才不跟他一起睡呢，我要和你一起。剑南春道。步无双扭头看了眼剑南春红扑扑的脸蛋，微微一笑，师弟这是又迷倒了一个呢。李银川也说道，千万别，我不喜欢女的。剑锋侯啊了一声，李小子，你不是成亲了吗？咋的，男的和男的就不能成亲了？李银川把头一昂，剑锋侯好像也没说不行啊。当天夜里，最后还是李银川单独一个房间，步无双和剑南春睡同一个屋子。可恶的坑爹货，我都没和师姐睡过，你就先睡了，等以后藏剑山庄被你霍霍干净了，看我不整整你，先把你屁股打开花，然后收为侍女，跟傻白甜学跳舞，看你还有没有大小姐的架子，看你还要不要抽我的屁股。呵呵呵。看着李银川新鲜出炉的日记内容，步无双和剑南春坐在椅子上都陷入沉默，他们俩都已经迈入元婴境界，已经不需要睡觉。良久，剑南春弱弱问道，他一直是这样的吗？步无双想了下说道，其实师弟他人蛮好的，对我们态度都很友善，没有过分的行为和举动，只不过写的东西有点奇怪。那无双姐姐，这里面写的东西都是真的吗？未来爹爹真的会被我坑死吗？剑南春又问道，声音有些后怕。若无其他改变，应该是真的。步无双道，师弟日记里的内容大部分都应验了，还有那么多的隐秘他也知道，连上界的仙人他都认识，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呢？无双姐姐，我不要我爹爹死。剑南春声音有些哽咽，一想到疼爱他的爹爹会因为他的过错而死，剑南春的心里如同刀绞般难受。剑姑娘不必担心，既然你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事，就可以避免它的发生。步无双微微一笑，按照师弟的说法，原本未来的我在觉醒天赋的时候被叶凡引来仇家，最后献祭给叶凡，但现在我已经觉醒成功，并且实力突破到元婴境，那些事情并没有发生，所以只要我们能尽量避免或是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改变未来。听到步无双的话，剑南春的心里安稳几分。不过光靠你一个人的话，可能有时候阻止不了，你可能需要师弟的帮助。步无双补充道啊。剑南春张了张嘴巴，让自己去求助李银川的帮助。李银川说要把他屁股打开花泥。阿嚏，谁又在叨叨我？李银川打了个喷嚏，将2本天阶武技和食品丹药放到桌上查看。天阶高级剑法，诛仙剑法，炼制大成，可斩仙人。简介只有8个字，但足以显示这本剑法的牛逼，连仙人都能斩，威力可想而知。这本是影带给李银川的，还花了影不少时间。第2本则是赤霄老道教出来的，天阶终极心法，须弥心法，共4层心法，每层可增长3倍威力，炼至4层，威力翻至81倍。看到第2本武技的名字，李银川同样有些惊喜，这不是书中赤霄老道送给叶凡的那本心法武技吗？没想到如今在自己手上了。这本心法武技不同于其他武技，功能偏辅助性，它的作用是将你打出来的其他武技威力翻倍，第1层威力翻3倍，第2层翻9倍，第3层翻27倍，最后一次则是整整81倍。81倍的武技威力打出来，想想都感觉到恐怖。就算是玄阶初级武技，在这须弥心法的加持下，足以和地阶武技抗衡了。叶凡也是凭借这本心法，曾经以元婴境的实力硬刚化神期强者，最后还把对方打趴下了，收了一个化神期做小弟。这种离谱的剧情都能出现，足见叶凡身上的气运有多深。李银川眉头一动，自己这算不算劫了叶凡的气运？不知道叶凡这小子在干嘛，莫名有点想他了。李银川继续看向最后一枚丹药，食品丹药，需要食品炼丹师无数天才地宝，经过数月时间雷劫历练才能炼制出来的食品丹药。整个玄黄大陆的食品丹药也屈指可数，无一不是被那些顶级势力珍藏起来。
李银川拿起这枚食品丹药开始查看。尹说了，这枚丹药从上界拿下来的时候，药力损失了一部分，即便这样也比9品丹药要强。10转还魂丹，这是一枚保命复活的食品丹药，效果十分强大。就算肉身被毁，灵魂被灭，只要剩下一根头发丝，都能使用这枚丹药借尸还魂。对尹来说可能很垃圾，但对我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好东西。万一哪天被某个类似赤霄老头的老六给偷袭了，还能复活一波。李银川将丹药收好，最后取出一枚蓝色发簪，这是尹给他妹妹冰准备的东西。发簪里面蕴含了蓬勃的仙力生机，估计是让冰用来治疗伤势的。李银川一时半会还给不到冰，先不说东周到南周的距离之远，就算过去了，整个南周那么大，找都得找到猴年马月，还是等实力再提升一点，找人也方便些。李银川查看须弥心法的时候，此时的叶凡正光着膀子泡在一个充满灵气的池子里。叶凡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么多天的疲惫、伤痕、心累、悲催，全都烟消云散。他叶凡重新支棱起来了。等这次的大机缘结束，他叶凡回归，一定要让那些欺负过他的人统统付出代价。泡着泡着，叶凡突然身体抖动一下，师尊，那股感觉又出现了。叶凡脸上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有些心慌。什么感觉？秦老问道。秦老此刻也泡在池子里，他发现这池子的灵气不仅可以提升叶凡的修为，还能恢复自己的灵魂力量，简直太妙了。上次我陪大师姐去剿匪，昏迷后醒来去过一个地下密室，当时我的心头就涌现过这股感觉，好像什么重要的东西消失了。叶凡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感觉，虽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消失了，也不清楚为什么他能感觉到，但就是莫名心里慌慌的。潜意识告诉他，原本应该属于他的东西不见了。小凡，应该是你的幻觉。这阵子你受了不少苦头，虽然修为没增长多少，不过你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你要坚信自己是这片大陆的天命之子，总有一天你会矗立在大陆之巅。秦老一边泡澡一边给叶凡打鸡血，这种说辞他不知道说过多少遍，已经很熟练了。叶凡也总是每次听完后显得斗气昂扬。我会的，师尊。东周魔教圣女阁，骆雨玲自从被抓来就一直被关在房间里，还有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却不见有魔教之人告诉他为何抓他过来。难道就是请他来蹭吃蹭喝？吱呀，房门被推开，骆雨玲以为又是送饭的人来了，回头一看，没想到不是，进来的是一位女子。对方穿着一袭深紫色长袍，袖口和领口处用银线刺绣着彼岸花的图案，腰间束着一条镶嵌黑宝石的腰带，增添几分神秘，和对方清冷的气质相得益彰。女子的乌黑长发披散在肩头，额头上佩戴着一枚精致的饰品，上面同样雕刻着彼岸花的图案，手上戴着一串黑珍珠手链，散发着幽暗的光芒。冷峻白皙的脸庞不夹杂任何感情，一步一步走到骆雨玲身前。你好，请问你是魔教的人吗？骆雨玲轻声问道。女子点点头，我叫骆雨玲，你知道他们抓我来这里做什么吗？骆雨玲又说道。她感觉眼前这个女子似乎有几分神似自己的老师，但太过高冷，不像老师很温柔。我叫夏银星，是魔教的圣女，是我让他们抓你来的。面对纯真的骆雨玲，夏银星自我介绍都说得很柔和。啊，你是圣女，你抓我来有什么事吗？骆雨玲问道。听说你成了7品炼丹师，身上还有天阶法宝。夏银星说道。骆雨玲一惊，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难道他也有日记本？不对啊，他说他叫夏银星，师兄的日记本名单里似乎没有这个名字呀。我有日记本。夏银星开口，直接确认了骆雨玲的想法。啊，你抓我是想要那个丹顶吗？我送给你，你能放我回去吗？骆雨玲弱弱问道。不需要。夏银星淡淡道，我找你来有些事要问你。骆雨玲眨了眨眼睛，什么事？你知道宁雪和宁冰吗？夏银星问道。我知道呀，宁雪是我的师尊，也是紫霄宗的炼丹长老，宁冰是师尊的妹妹，他们从小就分散了，老师一直在找她。说着说着，骆雨玲想起这些信息都是师兄在日记本里写出来的。既然夏银星有日记本，难道他没看到吗？说一些日记上没有的内容。夏银星说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宁雪基本上没跟骆雨玲说过关于她自己的事，骆雨玲了解的事情也都基于日记本上的内容。对了，师尊猜测宁冰师姑没死，因为日记本最后给了他一个奖励，好像是。骆雨玲开始回忆。记忆碎片。夏银星道。对，就是记忆碎片。既然宁冰师姑能获得奖励，说明她没有死，不然哪来的奖励呢？骆雨玲说道。是这个吗？夏银星伸出右手，一枚紫色的棱晶碎片出现在手心。这是什么？记忆碎片。啊！
骆雨林的小脑袋瓜有点不太够用了。他记得没错的话，记忆碎片这个奖励只出现过一次，明明是宁兵师姑的奖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等等，骆雨林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柯南 BGM 响起。师兄写到过，宁兵师姑是被人抓走选拔圣女，而眼前这个女人正是魔教圣女，加上记忆碎片的奖励，还有几分相似老师的相貌，无疑都不再说明她就是老师的妹妹宁兵。我知道了，你就是师尊的妹妹。骆雨林笃定道，脸上露出王有胜同款笑容。我真是太聪明了。我说过，我叫夏银星，不是宁兵。夏银星表情平静地说道。你就是宁兵师姑？就是。骆雨林走过去，握住对方的手，心里非常开心。没想到在魔教还能遇到自己人，而且还帮师尊打听到了宁兵师姑的下落，简直太棒了。夏银星微微皱了下眉头，想抽开手臂。他已经很多年没跟人有过身体上的接触，这让他有点本能的抗拒。不过也许是因为骆雨林太热情，夏银星最终还是没有抽开，任由对方一直抱着。骆雨林笑着说道，宁兵师姑，既然你说你不是他，那你的日记本上应该有名字的，上面写的是谁？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日记本上的名字是宁兵，但我真的不是宁兵。夏银星再次重申。宁兵师姑，既然你自己不清楚，你为什么不派人去查一下呢？我派人查过了，但他们却什么都没查到。夏银星摇摇头，除了宁雪的讯息，关于宁兵的消息一点都查不到。啊！骆雨林惊讶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站在这里，怎么会查不到消息呢？这件事或许只有师兄知道怎么回事了。宁兵师姑不用担心，下次日记本抽中你的时候，你定制主题关于你自己的就能知道了。骆雨林给出建议。好。夏银星点点头。骆雨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宁兵师姑，既然你迫切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直接抓老师呢？抓我过来干什么？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不能接触宁雪这个人。夏银星说道。啊！骆雨林张开小嘴，看对方认真的模样，似乎不像在说谎。算了，不考虑这件事了。夏银星扯开话题，你觉得李银川这个人怎么样？实在不行，把李银川抓来问问也是一样的。这家伙似乎知道不少的事情。师兄呀，他对人很好的，对我好，对徐师姐、大师姐都很好。骆雨林说道。想到第一次和师兄正式见面的时候，对方不嫌弃他脏兮兮的样子，伸出温暖的大手握住了自己，将他抓来问问如何。夏银星道，不要。骆雨林想都没想就摇头拒绝。这时穿着一身黑衣服的魔教弟子进来和夏银星上报消息。骆雨林看着这名魔教弟子的衣着打扮，恍惚间他回忆起10几年前的时候。那天下午，他和平常一样外出寻找食物，意外遇到一个黑衣人，和眼前这名弟子的打扮差不多。黑衣人抓走了许多漂亮的女孩，骆雨林机智的扮丑躲过一劫。结果回去后发现他的乞丐哥哥也被黑衣人抓走了。在宁雪、李银川没找到他之前，乞丐哥哥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了。骆雨林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再见一眼乞丐哥哥。很快，魔教弟子传完消息便离开。骆雨林犹豫着要不要问问夏银星，这可是他最接近魔教的时刻了。有什么事你问吧。夏银星看骆雨林犹犹豫豫的样子，肯定想说些什么。宁兵师姑，你们魔教每天都抓人吗？夏银星想了一下，你怎么这么问？魔教已经很久没抓过人了。那你知道那些被抓走的人去哪了吗？10几年前，教主似乎闭关突破境界，到处抓人取其精血，修炼魔功。如今教主魔功大成，已经不需要抓人了。听到这个消息，骆雨林脸色一白。这么说，他的乞丐哥哥岂不是死定了？夏银星又道，也不一定，有不少天赋不错的人也会被吸纳进魔教，成为魔教弟子。那我能向你打听一个人吗？骆雨林问道。他叫什么名字？夏银星对骆雨林颇有好感，看到他自己的心情似乎也好一点。要是能把他收为弟子就更好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记得别人都叫他兔子，我叫他兔兔哥。骆雨林说道。兔子？夏银星一愣，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是啊，兔兔哥对我很好，他会把找到的食物分我一半，会保护我不受到欺负。骆雨林想起那短暂的美好时光。知道了，回头我帮你查一下，找到了就告诉你。嘻嘻，谢谢宁兵师姑。骆雨林笑道。那我可以回去了吗？夏银星摇摇头，不行，你不是7品炼丹师吗？我刚好需要一枚7品丹药，你来帮我炼，炼完放你回去。骆雨林苦着脸道，师姑，虽然我有7品炼丹师的经验，但炼制7品丹药需要大量灵气支撑，我财源丹境炼不出来的。那你就在我这儿修炼到元婴再回去。啊！一名元婴境大内侍卫来到南宫碧玉面前。公主，人呢？死了没？南宫碧玉问道。属下无能，被他逃走了。逃走了？
他一个筑基竟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逃走了。南宫碧玉皱了下眉头，那家伙身边有个黑衣人，给了他几张符箓，可以连续远距离瞬移。不过张侍卫已经根据气息追了上去，刚得到消息，那小子在大昆帝国边境线的山脉里面。再叫上几个人，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次必须杀掉叶凡。南宫碧玉气场全开。是，公主。定。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日记，字数达标，内容综合评价 SS 加，获得黄金超大礼包1份。打开礼包，李银川搓搓手。打开礼包，获得指定功法5技满级熟练度2，指定神通满级熟练度2，混沌霸体体质2，天赋使用卡1阶至5阶阵法师经验，1到5阶炼丹师经验，1到5阶符箓师经验，随机5品丹药1000瓶，好运锦囊3。李银川看到礼包的豪华奖励后，才注意到今天获得的是黄金超大礼包。童子哥，今天怎么这么大方？李银川调侃道，随后看向今天的日记奖励。好运锦囊不用说了，需要关键道具时使用它还是比较好用的，又给了3个，还是蛮不错的。1000瓶随机5品丹药，1瓶20颗，1颗价值上万灵石，10颗能让王如海卖女儿。这么多的丹药，感觉把紫霄宗买下来都足够了，所以说赚1亿块灵石真的很容易。5阶炼丹师经验，5阶阵法师经验，5阶符箓师经验，好家伙，系统你这是搞批发呢？李银川当即将这3个奖励领取，瞬间成为了炼丹、阵法、符箓3系全才。5阶阵法师足以布置出一个灭杀元婴境界的阵法，3系全部5品，加上李银川本身的实力，就算来个出窍境，李银川也基本不虚。更别说还有2本到手不久的天阶武技，越阶挑战必备。指定功法5技满级熟练度2个，指定神通满级熟练度2个。系统今天真不错啊！李银川目前就只有2门神通，神通天眼，神通天机推演术，所以神通熟练度不用多想，就加在了这2门上。至于武技满级熟练度，李银川有些犹豫。原本计划加给2门天阶武技的，这样就节约了大量修炼时间，直接学会。但考虑到施展天阶武技需要消耗的灵气是一个恐怖数量，凭自己目前修炼的玄阶功法完全供不起，估计连半个武技没释放出来，自己灵气就枯竭了。所以必须分出来一个修炼功法给地阶高级功法圣木长生诀修炼到满级，剩下一个从诛仙剑法和虚弥心法中选择一项。最后李银川选择了诛仙剑法，毕竟这可是号称连仙人都能斩杀的剑法。学会了这门剑法，越阶挑战还不是轻轻松松。天赋使用卡，可以使用天赋掠夺卡中储存的天赋混沌霸体，容纳万物之力，铸造肉身成圣。本天赋可赐予他人。混沌霸体外加捡来的不灭血脉天赋，有了这天赋加体质，10个叶凡也打不动我啊！童子哥牛逼！李银川看到混沌霸体后面的特别备注，本天赋可赐予他人。接着看到系统奖励的混沌霸体不止1个，而是2个，666啊！童子哥这是让我能和别人一起享用混沌霸体啊！李银川在脑海里闪过许多人，思考着给谁比较合适。想了一圈，李银川最终决定好了，给王胖子。一来考虑到那些女主各有各的机缘，霸体仅有1份，给了谁对别人都不公平，所以都不给。二来王胖子实力较低，给他霸体能够自保，并且替自己操办星辰，费心费力。再加上他成了自己的小舅子，当姐夫的宠一点怎么了？紫霄宗王胖子宿舍，萧长老拿着1枚5品丹药站在王胖子跟前。老大，这2个黑衣人是魔教派来的，带走了宁雪长老的弟子骆雨林，对方好像就是冲着他来的。王胖子点点头，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好嘞。萧长老十分开心，没想到加入了星辰，竟然能获得1枚5品疗伤丹，这下他体内的伤势可以很快就能愈合了。等等，王胖子突然喊道，老大还有什么事吗？萧长老问道。记住，以后只有我们星辰的人叫我老大，有其他人在还是称职务，知道了吗？知道了，王弟子。萧长老走好。王胖子摆摆手，距离老大称霸紫霄宗的目的又近了一步。下一个是不是该副宗主莫贤了？王胖子正思考着，突然浑身一颤，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身体中迸发出来，自己身上的每一处肌肤都在强化，晃动的肉肉都带有极为坚实的防御力，这是什么情况？王胖子无比震惊，脑海中闪过混沌霸体4个字。混沌霸体在整个玄黄大陆都排得上名的最顶尖的体质之一。王胖子傻愣了几秒，随后修为突突猛涨起来，炼气6层，炼气7层，炼气9层，服用筑基丹，筑基1层修为一直涨到筑基巅峰，才缓缓停了下来。
原本混沌霸体并不提供额外修为，实在是王胖子修为太低，身体都带不动如此牛逼的体质，才会额外分出一点将王胖子的修为提升上去。感受着浑身散发着的磅礴能量，王胖子觉得自己能和那些金丹境的亲传弟子碰碰手腕。混沌霸体为何会突然降临在我身上？这是我的机缘吗？不对，我可没有这么大福气，肯定是老大带给我的。等老大回来问问他就知道了。丁，昨日日记本提名次数统计完成，剑南春提名15次，获得修为小境界提升5，玄阶高级法宝紫云剑，地阶初级剑法万剑齐发。不无双提名5次，获得定位符咒1。剑南春听到日记本的奖励竟然有15次，获得了5次的小境界提升。看来被李银川吐槽不是件坏事嘛。写吧写吧，姑奶奶让你随便写，嗨嗨。剑南春当即使用了5次小境界提升，从元婴期1层提升到元婴境6层。他从未感觉到修为提升是件如此轻松的事情，自己以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玄阶高级法宝，地阶初级剑法，剩下2样东西都让剑南春眼前一亮。这把紫云剑通体紫色，十分适合他的风格，还有本地阶武技，让他的实力又提升了一截。剑南春看完自己奖励，看了下部无双获得的东西。无双姐姐，你这个是什么东西？不无双微微一笑，展示给剑南春看。定位符咒，一张神奇的符咒，可以帮你找到你需要的位置。啊，这不就是张找东西的符咒吗？没什么用吗？剑南春有些嫌弃的样子。如果是日记本给的，我觉得挺有用。不无双笑道，然后展示了一下他真正的用法。我想知道当年杀了我们全村的凶手位置。不无双说完，定位符咒漂浮在空中晃动几下，随后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上面缓慢浮现出一幅地图，上面某处有个红色标记，随后飞进不无双的脑海中。无双姐姐，你……剑南春听到不无双的话，心里有些难受。他想起来不无双的身世悲惨，全家族被仇人所杀，只剩他一人。看到不无双脸上挂着的淡淡微笑，剑南春差点忘了有这一茬。原来他的仇恨都记在心里，从来都没有忘掉过。我没事。不无双笑了笑，总算知道他们的位置了，这下我终于可以替家族报仇。不无双感到很开心，他是真的开心。这么多年的修炼努力，总算要迎来了最后的成果。无双姐姐，我会帮你的。剑南春说道，不够的话，我让二爷爷也来帮你，他是出窍境的强者。还有我爹爹，他更厉害，已经突破化神了。听到剑南春的话，不无双突然理解了师弟在日记本里对他的吐槽。他们俩这才认识不到1天的时间，为了一个陌生人就叫爷爷爹爹来帮对方，万一自己是叶凡这种瘪犊子，藏剑山庄不完蛋了吗？不无双一开始还以为师弟带点情绪在里面，现在看来，原来师弟对剑南春的评价真的很中肯。无双姐姐，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剑南春看到不无双的眼神中带有一丝同情的味道。不是，我有爹爹，有二爷爷，有那么多亲人，到底应该谁同情谁啊？不用了，这件事我自己处理便好。不无双笑笑不语。叮，正在抽取今日日记主题人选，抽取成功。今日日记本主题人选抽取成功，宁冰。系统的声音响起，骆雨林开心的拍掌，直接让宁冰师姑定制一个关于他自己的事，一切不都清楚了吗？骆雨林打开房门，刚出门就被巡逻的魔教弟子发现，禁止外出。我找你们圣女有事。骆雨林说道。哼，魔教圣女是我师姑，我不怕你。魔教弟子犹豫了一下，圣女吩咐过不许伤害他。你在这儿等着，我去通报一声。骆雨林回到屋子，屁股还没坐下，夏银星就已经到了。哇，宁冰师姑你好快啊！骆雨林惊讶。找我什么事？刚刚系统说抽中了你，你快定制主题，让师兄写你啊！骆雨林激动地说道。夏银星沉默了一会儿，日记本确实抽中他了，但他明明不是宁冰啊！我定制什么主题？夏银星问道。就宁冰是不是魔教圣女，或者夏银星是不是魔教圣女？不对，后面这个不用。骆雨林转动小脑袋瓜，宁冰是不是夏银星这个怎么样？好吧，夏银星有些无奈，总感觉哪里奇奇怪怪的。他本来的目的是什么来着？今日日记主题，宁冰是不是魔教圣女，或者宁冰是不是夏银星？李银川看到这个主题后直接傻掉，这尼玛真的是日记主题吗？而不是一个判断题或者选择题？哪有人主题这么长这么奇怪的啊？系统今天的主题太奇怪了吧？要不是这主题是系统给的，我都感觉有人在耍我。还宁冰是不是魔教圣女，这么脑残的问题让我怎么水字数？系统下次再这样，我就还是会继续写的。这个问题嘛，我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这道题太难了，太难了，我做不到。
袁华英。好吧，结束发疯状态。说回日记主题上来，宁冰是不是魔教圣女？这不废话吗？看过《最强焰少灯大帝》的书友们都知道，那肯定是阿宁冰不仅是圣女，还是9大洲中最强圣女，直接碾压其他8大圣女，最后更是成为了教主。本以为当上了教主就能完成潜伏多年毁灭魔教的终极任务，结果没2章就成了幽冥老怪的养料，结局凄惨又离谱。搁别的电视剧里，这妥妥的大女主励志形象，死的也太草率了。尼玛，当时看到这里真给我恶心坏了，干死这个狗作者！相信看过原书的书友肯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幽冥老怪吸收了宁冰的灵魂之力，灵魂力踏入无上之境，实力也一跃突破大成巅峰，是玄黄大陆巅峰之力，仅差一步就能登天门了。这么强的老怪一定能把玄黄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吧？啊不，他被主角叶凡和那个冰联合起来给几招秒杀了，一点前期最终反派 BOSS 的逼格都没有，太坤八弱了，都给我们反派丢脸。啊呸，现在叶凡才是反派。幽冥老怪死后，他吸收的灵魂力量重新被叶凡给融合了，叶凡灵魂力直接大增。狗作者转了一个圈，还是把女主献祭给了叶凡，真牛啊！叶凡在中后期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了幽冥老怪的谋划，却不阻止宁冰，还在圣女大战中帮宁冰夺得教主之位。刚还开始还以为叶凡转性变个好人呢，原来打的这个如意算盘。算了，不想了，宁冰这么一个励志的女孩子，怎么能被又丑又老的幽冥老怪当成养料呢？本帅比降临这个玄黄大陆就是来拯救你们的，结。至于第2个问题，宁冰是不是夏银星？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啊，那肯定也是啊。黑暗中生长却绽放光明的花朵，出淤泥而不染，坚守本心的善良女孩，如同夏夜的萤火虫和繁星，虽然微不足道，却始终保持着一丝光亮。哎，若是早来15年，想太多了。早来15年，我小学都没毕业，字都不认识几个。行了行了，字数够1000了吧？好像还差点，明天再说。睡觉了。李银川两眼一闭，双腿一蹬，睡着了。吃瓜的女主们此时却没有睡，每天必备的项目之一就是吃别人的瓜，看李银川如何吐槽他们。比如说某个坑爹货，某个傻白甜，某个小屁孩都被他们偷偷暗地里笑过。本以为这个宁冰也会被李银川吐槽，没想到李银川完全没有吐槽，反而认为他很励志。看完内容后，他们都同样觉得宁冰很了不起，竟然敢在杀人如麻的魔教再当卧底，还登上了教主之位，差点就完成了覆灭魔教的壮举。听说魔教教主有读心搜魂之术，他真的不怕自己暴露吗？牛，太牛了！紫霄宗破损的炼丹阁，宁冰。日记本抽到了妹妹。宁雪听到这个人选，脸上扬起了笑容，不知道妹妹会定制什么主题。她会通过日记本告诉我她的位置，让我去救她吗？2分钟后，李银川完成了睡前小更新。宁雪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什么？妹妹她竟然是魔教的圣女，还击败了其他8个圣女，成了魔教教主。宁雪看得一阵胆颤心惊，印象中的妹妹还只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女孩，怎么一转眼成了大陆最大魔教组织的头了？魔教刚刚毁了我紫霄宗，妹妹却是魔教之人，我该帮哪边？宁雪有些纠结。继续往下看，宁雪缓了一口气，原来妹妹不是真心投入魔教，而是潜伏，为了毁灭魔教。刚松一口气的宁雪看到后面一句，结果没2章就成了幽冥老怪的养料，结局凄惨又离谱，脑瓜子瞬间嗡嗡的。就这样死了？不是，妹妹刚当上教主就被弄死，那名声岂不是直接臭了？想做的事没有做，肯定被认为真魔教中人的。可恶的魔教，我跟你们拼了！宁雪攥起自己的拳头，打量了一下破损的炼丹阁，她连魔教弟子都打不过，怎么跟人家斗？好在李银川会出手。这个夏银星又是谁？她是冰儿。妹妹改名了。魔教骆雨林房间。师姑快看，师兄他开始写了。骆雨林喊道。我能看到。夏银星道。2人聚精会神的开始一字一句看起来。师兄说你是9大洲最强圣女哎。骆雨林道。师姑，你们魔教有几个圣女啊？一共9个，每周各1个。夏银星淡淡道。他如今魔功大成，修为已经迈入化神巅峰，再修炼一些日子便能突破合体境界。师姑你最后成了魔教教主哎。师姑，你是魔教卧底，要毁灭魔教。看到这里，原本叽叽喳喳的骆雨林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巴，看了看四周，不会被别人给偷听到了吧？夏银星面露疑惑，他虽然对魔教的做事风格不太恭维，但完全没有毁灭魔教的想法。毕竟他从小就在这儿长大，魔教把他养大，他怎么会毁了自己的家呢？也不可能有这种吃完饭就砸碗的人吧？不会吧，不会吧？啊！
师姑，你当上教主没2章就成了幽冥老怪的养料。骆雨林一惊一乍，师姑你认识这个幽冥老怪吗？一定要远离他呀。幽冥老怪，夏银星仔细想了下，印象中只记得教主提到过什么幽冥老祖。老祖创立了整个魔教，实力很强，但老祖被人暗算受伤，一直在疗伤，从未出现过。魔教杀那么多人，好像也是为了老祖。大成期巅峰的幽冥老怪被叶凡合兵给几招秒杀了。夏银星感到不可思议，他化神期的实力都能够移山断海，不敢相信大成期的修士实力该有多强，而他却被叶凡给几招秒杀，也太离谱了。这个叶凡这么厉害吗？夏银星呢？难道叶凡是个坏人，一点也不厉害？被徐师姐烧得没裤子穿，被大师姐打成昏迷，被师兄打到吐血。骆雨林如数家珍地说道。好吧。夏银星继续往下看，宁斌是不是夏银星？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啊。那肯定也是啊。夏银星看到这里瞪大了眼睛。宁斌是我是宁斌。宁斌原来真的是自己的名字，但他明明记得自己从小到大就只有夏银星这一个名字呢。难道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宁斌师姑，我说的没错吧？你就是我师姑，嘻嘻。骆雨林笑得很开心。这件事让我想想。夏银星独自回到房间，认真回想着自己的身世。次日清晨，李银川醒来后走出房门，看到步无双和剑南春2人亲昵地走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对亲姐妹。师弟，你醒了。步无双打声招呼。这床板太硬，睡得一点都不舒服。李银川道。剑南春回了个白眼，这家伙睁着眼说瞎话，昨晚明明睡得那么香。师姐，我们回去了。李银川问道。南春妹妹让我指点一下她的剑法，过会儿再走。步无双道。好。李银川也不急，反正一个传送符的事。2人手挽着手来到藏剑山庄的切磋场地，李银川跟在身后看他们打架。祖师爷曾说过，他最喜欢的就是看2个女人打架了。步无双和剑南春各自取出自己的剑，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大师解元阴境巅峰，这气息果然恐怖。李银川转头看向剑南春，这坑爹货财金丹，卧槽，元婴了。这颜狗什么时候突破元婴的？看着雄厚的气息，绝对不止元婴一层。什么情况？剧情又发生改变了。李银川一头雾水，剑南春这个坑爹货什么时候突破元婴的？我记得他明明只是金丹期巅峰啊。这坑爹货在原剧情中还进入了明天的神龙遗迹，在遗迹中看到了叶凡，那时候就对叶凡有所心动。所以当叶凡之后使用随机传送符传送到坑爹货的闺房时，坑爹货不仅没怪对方，反而芳心暗许。但现在这货既然突破元婴期了，那他还怎么参加遗迹啊？真的很奇怪。你说大师姐在我的帮助下突破元婴，参加不了也就算了，这剑南春凭啥突破元婴？我不明白。某某口音。剑南春身上刚积攒的剑意，看到李银川的日记后差点被气得消散。老娘我是剑道天才，凭啥不能突破元婴？跟无双姐姐切磋完了，我要好好教训一下看不起人的家伙。无双姐姐请指教。剑南春拿出紫云剑道。南春妹妹小心了。步无双取出冰魄剑，2人一个跃起在空中来回交战。当当当，剑与剑的碰撞声越来越激烈，交战余波的剑气吹起李银川的头发仪，这2把剑似乎有些眼熟。李银川喃喃道。2人切磋了半个时辰，全程步无双收敛着修为，游刃有余。反观剑南春使出了全部实力，依旧打得满头大汗。活该。李银川偷笑一声，跟觉醒了剑道至尊天赋的步无双比剑，哪怕大师姐不用剑，用个竖条都能吊打剑南春。切磋完毕，剑南春向步无双表示感谢，他在刚刚的交战中学到了剑意的凝聚，在剑之一道上有了新的感悟，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了。喂，你笑什么？剑南春看向李银川，这家伙从一开始就在那儿偷笑，真当他没看到呢。我突然想起高兴的事情。李银川道。什么高兴的事情？剑南春问。我有个同门，他的妻子生孩子了。步无双掩面，不好意思，我也想起了高兴的事情。剑南春，你的同门妻子也生孩子了？李银川哈哈大笑。我要跟你比剑。剑南春说道。比剑？那你可比不过我。李银川道。哼，比不比得过，比一下才知道。好吧，昨天我刚好学会了天阶高级剑法，既然你想比，刚好拿你来操练操练。李银川耸耸肩。剑南春，我最讨厌跟玩不起的人一起玩了。切，不跟你比了。剑南春白了一眼李银川，用天阶高级剑法跟我比，真亏你想得出来。地阶高级剑法用出来，就足以将整个藏剑山庄统统毁掉了。天阶剑法用出来，怕是连渣都不剩。
剑南春准备回去，被李银川拦了下来。等下，你手上这把剑从哪里来的？李银川问道。还有大师姐，你手上这把剑从哪来的？叫什么名字？两女对视一眼，一瞬间交流出数条信息。他们俩的剑都是系统奖励给他们的。李银川难道认识此剑？也许他认识，但不敢确信。如果他确信的话，就不会问出来了。这两把剑当然是我藏剑山庄的剑了。我的这把叫紫灵剑，无双姐姐的叫冰霜剑。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剑南春说道。李银川眉毛轻微皱了皱，没什么，只是感觉有些熟悉，像是我认识的两把剑，连名字也很像。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藏剑山庄1万多把剑，有那么2把相似很正常。李银川点点头，不过这2把剑真的和我认识的那2把剑很像，不知道能不能产生合璧效果。合璧？步无双和剑南春都有些疑惑。对，合璧的意思就是指剑与剑之间能够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哎，说了你也不懂。我打个比方，比如大师姐一剑能毁掉藏剑山庄1/4，我一剑也能毁1/4，但我们俩使用双剑合璧，就能一剑将整个藏剑山庄都给毁了。剑南春，我谢谢你哦，我听懂了。麻烦下次换个例子。步无双道。小师弟，你要和我双剑合璧吗？李银川拿出一本剑法。合璧除了仙剑有相性之外，使用者的功法武技也要有相性。大师姐，你学一下这本剑法，说不定我俩就可以了。步无双接过剑法，看了一眼名字，如意剑法。哎，小师弟，我学过一本吉祥剑法，你看看。步无双也拿出一本剑法，两人交换互看，两人的剑道领悟皆是不弱，很快就看完了2本剑法，眼神中都露出了惊讶之色。这2本剑法似乎可以合二为一，组成一本新的剑法。这2本玄阶高级功法组成的新剑法可以达到地阶品质。步无双说道。给他起个新的名字，就叫吉。李银川话没说完，被剑南春打断。就叫情意绵绵剑法呗。剑南春翻着白眼，瞅你们俩那副郎情妾意的样子，是不是忘了我还在你们身边啊？我是不是人啊？我到底是不是人啊？李银川摸着下巴思忖片刻，也不是不行啊。步无双微微一笑，那就叫这个名字吧。剑南春，我就不该多这一嘴。师姐，我们双剑合璧吧。李银川道。好。李银川取出青光剑，两人一起朝着切磋场地中央走去。剑南春看到这场景，很想唱一句：我应该在家里，不应该在这里，看着你们多甜蜜。青光剑，冰霜剑，双剑合璧。轰！切磋场中央被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剑南春，这踏马是我家，你们要试验双剑合璧的威力，能不能出去啊？李银川和步无双看到威力果然比单独2个人打出的要大不少，看来双剑合璧的猜想是可以成立的。师姐，你要不要修炼一下天阶剑法呀？李银川将诛仙剑法拿出来，笑着问道。步无双睁大了眼睛。天阶剑法，没有任何一个剑修能抵挡这个诱惑吧？小师弟，你帮我已经够多了，我却什么都没有回报你。步无双感到有些羞愧，自己的机缘全都是师弟带给他的。嗨，大师姐，首先你叫我的时候可以叫我师弟或者大师弟，小字就不必了。其次，这本天阶功法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又是同门，关系那么近，跟我客气啥？李银川说道。我不能要。步无双摇摇头，等我完成了愿望后，师弟我再回报你，那时候再说吧。剑南春听着两人的对话，羡慕的直流口水。无双姐姐，大姐，姐们，那可是天阶剑法啊！你不要可以让我瞅2眼啊喂！李银川注意到旁边剑南春的眼神，问道：你想要啊？剑南春眼睛一亮，小鸡啄米般点头。李银川翻了个白眼，这么大的因果，你承受得起吗？你就要。我能承受得起。我还有二爷爷，还有爹爹，他们都会帮我学习的。剑南春道。李银川，剑无涯生了你这么个好女儿，这辈子有福了。时机未到，不能给你。李银川说完，将剑法收起来，丢了另一本给剑南春。这本情意绵绵剑法，起码的阶剑法，给你拿去练吧，练完记得还我。切，姑奶奶不要。剑南春手上还有一本地阶剑法，万剑齐发，没学呢。这本情意绵绵剑法，怎么看都像是对他的侮辱。不要算了，回头拿给我家燕儿娘子学。李银川可不惯着他的傲娇。王芷嫣目前修为较低，在筑基初期，修炼地阶剑法可能会有些吃力，天阶就更不用说了，得想办法快速提高他的修为。话说三溪造化珠已经绑定了芷嫣娘子，怎么一点修为反馈都没有？他不会到现在一点都没修炼吧？李银川将青光剑和剑法兜起来，这趟藏剑山庄之旅差不多就结束了。步无双也准备好和李银川回去了。
剑南春欲言又止，脑海里想起二爷爷跟他说的话，遇到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一定要牢牢抓住。你跟他们一起回紫霄宗，多多交流感情，记住最好带个重孙回来。剑南春刚想开口，我想，就听藏剑山庄之外传来一声巨大的轰炸声。李银川发动神通天眼，看向声源处，我擦，是叶凡，这家伙跟人打起来了。李银川惊讶，跟他打的人好像是南宫碧玉。师弟，发生什么事了？步无双问道。叶凡和南宫碧玉他们打起来了，就在西边的山脉里。李银川道。叶凡和南宫碧玉这两人，步无双和剑南春都不陌生，一个是所谓猪脚，另一个是恋爱脑，他俩不是天生一对吗？怎么打起来了？南宫碧玉带了3个元婴境的人围攻叶凡，场面好像僵持住了。李银川发动天眼神通继续探测，我们去看看吧。步无双道。估计南宫碧玉看完他未来的遭遇，忍不住对提前叶凡下手，算起来他们还是同一阵营的伙伴。剑南春也想凑过去看，如果叶凡死了，那他是不是就不用被叫做坑爹货了？走吧，我也挺想他的，好几天没看到，长能耐了呀。李银川笑呵呵道。步无双和剑南春还以为李银川说的是南宫碧玉，想他了，能耐到连猪脚都敢杀。三人施展身法，朝着山脉飞去。南宫碧玉，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破坏我的机缘，还要杀我？叶凡气愤道。原先他在灵池里抛得好好的，修为飞速增长，眼看着就要突破元婴境界了，却被南宫碧玉带人来给破坏了。灵池直接被炸成粉碎，里面的灵液全都消散掉。叶凡，你欺负我妹妹，此仇不共戴天。南宫碧玉随便找了个理由。叶凡听到这话，脑袋有些懵。尼玛的，我什么时候欺负你妹妹了？就算欺负了，这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南宫氏的人竟如此不讲道理，你们一起上，将这叶凡杀了。南宫碧玉吩咐到3名元婴境的超级侍卫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朝叶凡发动攻击。原本看你长得不错，配当我侍女，现在你成功惹怒我了，你和你的妹妹还有南宫氏的所有人全都得死。叶凡震怒一声，取出他的黑木棍，让你尝尝我新到手的地阶终极棍法四海八荒棍。叶凡身上的气息暴涨，修为已经达到金丹巅峰之境。乒乒乓乓，叮叮当当，四人大战了300回合，一身灵气都快消耗殆尽，还没分出胜负，场面一时僵持住，似乎进入中场休息时间。南宫碧玉走过去，取出3枚4品灵气丹，让侍卫们恢复快速灵气。这小子真是个怪胎，金丹巅峰和我们3个元婴境打，竟然打了这么久。一名侍卫说道。不能跟他耗下去了，不然我们会输给他的。第2名侍卫道。这小子的肉身力量强悍，扛了我们很多次攻击，我们得换个地方打。第3名侍卫道。打他的头，或者裆。好，3人很快商定好战略。叶凡喘着粗气，嘴角流出一丝鲜血，身上被攻击了几百下，伤势不重，但很膈应人。叶凡瞥头看到分发丹药的南宫碧玉，眼中冒起怒火。要是他有丹药的话，绝不可能这么狼狈。可恶的女人，先把你宰了。叶凡主动朝南宫碧玉发起进攻。公主，小心！3名侍卫发现情况，第一时间将南宫碧玉保护起来。都给老子去死！叶凡直接暴血，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已经达到了元婴境的修为气息。手中的黑木棍携带着雷火之力，朝着几人劈下。该死！这道攻击我挡不住，给我顶！我们死了，公主都不能死！妈的，狗东西，吃老子一脚飞踢！最后一名侍卫扛着叶凡的攻击，朝着叶凡的裆部猛踢一脚。哦！叶凡双腿一紧，面露苦痛之色。噗噗噗！3名侍卫身受重伤，全都倒在地上，吐血昏迷。南宫碧玉在最后面，受到的伤害最轻，但也吐了口血。毕竟他的修为只有元丹1层，若是没有侍卫帮他挡住了绝大部分攻击，他此刻怕是已经香消玉殒了。叶凡，3名元婴高手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南宫碧玉心里感到恐惧，这样的人任由他成长下去，即便是整个皇室的人一起出手，怕是也难以杀掉对方。难道大昆王朝终究还是会毁在叶凡手上吗？南宫碧玉心里涌现出无尽的懊悔，为何不在看到日记的第一时间就带人杀掉叶凡？那样或许才有挽回的机会。叶凡麻痹裆部的疼痛，一步一步朝着南宫碧玉走去。他现在火气很大，只有用鲜血才能浇灭他的怒火。南宫碧玉，你我无冤无仇，非要惹我，今日就让你死在我的棍下。叶凡举起黑木棍，身上的气息压制的南宫碧玉无法动弹，连储物戒中的符咒都拿不出来，去死吧！
叶凡猛地朝南宫碧玉的头挥出一棍，当！一把不知从哪突然冒出来的飞剑将棍子的轨迹打歪，黑木棍重重地砸在地上，山石瞬间炸成粉末。若是这一击打到南宫碧玉，怕是西瓜会变成烟花，崩沙卡拉卡。是谁？叶凡顺着飞剑的踪迹转身看去，竟是大师姐步无双，身边还有一位穿着紫色绫罗的漂亮女子。叶凡脸上露出欣喜之色，看见美人，心中自然有几分愉悦。这美人竟然在看我，她该不会喜欢我吧？叶凡打量剑南春的时候，剑南春也在看着叶凡。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猪脚，长得人模狗样，没有李银川一半帅，老娘瞎了狗眼看上了他。就是他被魔教追杀，躲进藏剑山庄，导致爹爹被杀是吧？老娘特么待会就灭了你。哈喽，叶凡师弟，想我没？师兄我可想你想的要紧。李银川从步无双身后探头出来，打招呼道。叶凡脸上的笑意不到2秒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妈的，怎么哪都有这个李狗贼？看见他真是晦气。哎，叶凡师弟你这是什么表情？见到师兄难道不开心吗？李银川笑嘻嘻道。叶凡心底暗骂，我开心你马乐。叶凡师弟，你会怪我上次出手太重吗？当时你那么猛，我还以为你很厉害呢，只能使出全力尊重一下你，没想到你那么弱不禁风，一下子就倒地上了。李银川摆着双手，略显无奈的样子。够了。叶凡满脸阴沉，有美人在此，他不想坏了风度，但依旧还是被李银川的三言两语惹得急火攻心。师姐，你们怎么来了？这位漂亮的姑娘又是谁？叶凡强压心中怒火，朝着步无双挤出一丝笑容。你他妈管我是谁？剑南春一步向前，嚣张地看着叶凡说道，这片山脉是我家的地盘，你把这里炸成这样，找死吗？叶凡一头雾水，尼玛这片山脉绵延几10万公里，全是你家的。在下叶凡，不知姑娘芳名。叶凡皱眉问道，心里有一丝不爽的感觉。我管你叶凡叶不凡的，打成这样赶紧赔偿，赔个几亿灵石就行了。剑南春伸手道。几亿灵石？叶凡直接傻掉。我把大坤皇室的宝库给抢了，也没这么多灵石吧？李银川笑了一下，许灵石啊许灵石，你还跟那装老头算命呢？算到什么时候才能赚1块灵石？向人家剑南春学学，伸手就是几亿，比抢劫还快，不赔就把命留下。剑南春说道。叶凡深吸口气，他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个女人是在侮辱他。本来不想大开杀戒的，都是你逼我的。看着叶凡吃人的眼神，剑南春被吓了一跳，往后退了退。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致命的杀气。一旁的李银川偷笑一声，哈哈，这个坑爹货，笑死我了。跟叶凡放完狠话，又被叶凡一个眼神吓退，真是太怂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也很勇啊。叶凡刚干掉3个元婴境，正在气头上，你凑上去。叶凡可是真的会杀人的，一路都是打打杀杀过来的，哪像你在山庄里跟个温室花朵一样。别说人了，连猪都没杀过吧？空有一身修为，却连血都没见过，废物！惹毛了叶凡，叶凡把你给砍了，你可别哭。看见李银川对自己的吐槽，剑南春无话可说，因为李银川说的是实话，没法反驳。好气啊！修为都到了元婴境界，还一个人都没杀过。回去就跟二爷爷商量一下，他准备仗剑走天涯，行侠仗义，看到那些强盗土匪全都给杀了。好了，叶凡师弟，这位是藏剑山庄的剑姑娘，她刚刚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步无双站出来说道。叶凡捏着拳头吞下了这口气，要不是看在步无双的面子上，这女的就死定了。叶凡看到步无双手上的剑，正是刚刚挡了自己一下的那把飞剑。师姐，你刚才为何要挡我？叶凡问道。步无双道，你知道她是谁吗？哼，当然知道，不就区区一个皇室的公主吗？但她派人杀我，就是我的仇人。我要杀仇人，你为何救她？叶凡不爽地问道。你杀了公主，不怕他们找你麻烦吗？叶凡看向步无双，师姐这是在关心我吗？不怕。叶凡道。为什么不怕？因为我能。叶凡抬起头，我能杀得他们不敢来找我麻烦。好大的口气！剑南春开口道。叶凡一个眼神过去，剑南春吓得躲到步无双身后。此仇不报非君子。叶凡冷哼一声。李银川小声嘀咕道，你本来也不是君子啊。剑南春偷偷的哈哈大笑。叶凡脸色如同猪肝，愤怒地看向李银川。李小贼，上次是我大意了，这次我获得奇遇，杀你如同宰鸡。有本事别躲在师姐身后，和我打一场。今天这个贱女人要死，你也要死。李银川看了眼叶凡的修为，金丹巅峰，不得不说这逼的气运是真好，不知道又触发了什么奇遇。
本以为夺了他的血脉天赋，断了他的炼丹之路，抢了他的地阶武技，争了他的一技名额，这小子就能消停一会儿。没想到又被他给支棱起来了。叶凡啊叶凡，你咋那么不省心呢？可惜你强，小爷比你还强。李银川，快杀了他！剑南春在一旁撺掇道。他要是能打败叶凡，早就自己上了。李银川有些无语，你个坑爹玩意儿，坑不到你爹，改成坑我了是吧？叶凡，我真不想出手伤你，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挚爱亲朋啊。李银川道。哼，怕了就怕了，别找借口。叶凡感到身心舒畅。上次在宿舍内被李银川的狠话给吓到了，叶凡心里中了一根刺，这让他一直有种被压着的感觉，突破境界时都有些不通畅。今天终于要拔出来了。哎，叶凡师弟，我是真不想欺负你啊。李银川叹了口气，既然你要打，我就勉为其难地指导一下你吧。哼，就凭你还想指导我？别废话了，赶紧出招吧。叶凡手握黑木棍，死死盯着李银川。李银川取出青光剑，做师兄的不欺负你，先让你3招。哈哈哈，口气真大。李银川，让我3招，你必死无疑。叶凡也不客气，使出全力一棍，狠狠地落在李银川身上。就这，没吃饭吗？大力点。李银川掸掸身上不存在的灰尘。叶凡瞳孔一缩，什么情况？刚才他可用出了金丹巅峰的全部力量，就算是元婴一层的修士，硬挨一下也会吃痛，这家伙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可恶，吃我一招四海八荒棍法。叶凡直接动用地阶武技，朝着李银川的身上打。只听砰的一声，李银川纹丝不动，叶凡竟被自己的力道弹了回去。怎么可能？叶凡大惊，自己这一招可是击败过货真价实的3名元婴境高手，李银川竟依旧没有反应。他难道已经突破元婴，达到出窍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的修为气息顶多金丹5层，不可能更高。李银川笑了笑，这混沌霸体真是好用啊！混沌之力将叶凡的攻击尽数化解为粒子，然后吸收，感受不到一点疼痛。怕是至少天阶武技才能对自己产生抓痒的感觉了。叶凡陷入自我怀疑的情况，李小贼他怎么会这么厉害？明明我才是天命之子。眼看叶凡有些疯魔的迹象，秦老连忙安慰：小凡，稳住心神，这小子肯定穿了一件防御宝物，所以你打不动他。这次朝他的头或者裆部攻击。叶凡眼睛一亮，对，没错，这狗东西肯定穿了防御宝物，等我弄死他，这宝物就是我的了。李银川见叶凡眼神不对，出手攻击的轨迹也不对，卧槽你个老六，想踢我裆，我去你妈的！李银川迅速闪身，举起青光剑，天阶剑法诛仙，天阶剑法诛仙。听说气运之子的生命力都是很顽强的，李银川刚好可以拿叶凡来练手。天阶剑法，不可能！叶凡下意识否定道，连秦老都没有的剑法，他怎可能会有？哇哦，李银川要使出天阶剑法了，太帅了！剑南春狂喜。步无双也感受到一股至高无上的强大剑气正在形成，他体内的剑道至尊体质都被牵引，整个山脉都在晃动，周围所有空气中的灵气全都朝着李银川身上聚集。原本晴朗的天空，乌云都被牵扯过来，变得暗淡无比，地动山摇，雷电交加。李银川浑身散发着青光，随意一个动作就能引起狂风肆虐，天地异响，灵气海纳百川，这真的是天阶武技。秦老震惊道。叶凡感受到脚下的山脉摇晃的不行，心中对李银川的恐惧更甚几分。原本想要拔出去的刺，突然再次朝他狠狠扎了进来。小凡，快走，待下去你会没命的。秦老急促地催道。我走不动了。叶凡惊慌道。让我附身。秦老二话不说，直接选择附身叶凡。刚附身完，秦老感应到一股灵力的剑意锁定住自己。这小子是什么怪物？秦老顾不得消耗灵魂之力了，全力催动身法逃跑。斩！李银川剑锋一指，剑气实质化，裹挟着狂风朝叶凡身后飞速追击。秦老回头看了一眼，顿时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条卷击着狂风的剑气之龙正咆哮着向他涌来。轰！剑气之龙的速度极快，几乎瞬间就吞噬了叶凡的身体。秦老燃烧灵魂之力，形成一道透明的保护罩，无数道剑意顷刻间将秦老的灵魂力消耗殆尽。小凡，我不行了，我要彻底陷入沉睡了，老师只能保护到你这儿了。秦老话音落下，便离开了叶凡的身体。叶凡来不及伤感，身体传来万箭穿心之痛。纵然他的体质得到极大的强化，还练习了一本地阶体法，依旧还是挡不住这剑气攻击。天空中肆虐的狂风忽然消散，李银川啪的一下从空中掉落下来。步无双眼疾手快，接住李银川，没让他一头栽在地上。师弟，你的脸色好白。
不无双有些心疼，比你还白吧，哈哈哈。李银川虚弱道，这天阶剑法威力恐怖，消耗同样恐怖。刚才那一剑，李银川最多只用出了1/10的威力，但就这，已经将李银川体内的灵气全部抽空。李银川修炼地可是地阶高级功法，方圆几百公里的灵气被他吸收，来施展天阶剑法依旧不够。青光剑也隐约有破碎的痕迹，它只是一件玄阶仙剑而已，何时承受过如此强大的攻击？敌未死，己先碎。靠，差点把我吸成人干。李银川心里骂娘，从系统里取出一瓶5品灵气丹，李银川一把往嘴里塞了10颗，使劲嚼，总算恢复了一点。这灵气被抽干的感觉太难受了，就跟连续打了50多把撸啊撸一样，甚虚且无力。金丹期使用天阶剑法，简直要人命啊！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轻易使用。李银川，叶凡死了没？剑南春搀扶着南宫碧玉走过来问道。没死。李银川看都没看，就知道叶凡死不了。没死。两女震惊，在这么恐怖的攻击下，叶凡还能活下来，他的生命力到底有多顽强？噗噗噗！远处叶凡狂吐3口血，捂着胸口踉跄着逃走。他体内的骨头全都被打碎了，5脏6腑伤得一塌糊涂，浑身上下没有一块皮肤是好的，都是血淋淋的伤口，修为也是急速倒退，全凭一口气活了下来。我去杀了他。剑南春说道。现在还不是杀叶凡的时候，我劝你三思。李银川道。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叶凡这个样子还能打过我吧？剑南春皱眉。不，你可以去，顺便让我见识一下天道的力量。天道？剑南春有些疑惑，他有修炼过这功法吗？你去了就知道了。李银川耸耸肩。剑南春提剑就飞了过去。师弟，你是说南春妹妹她杀不死叶凡吗？不无双问道。当然。李银川点头。这叶凡已经伤成这样，怕是筑基期的修士都能杀死他。不无双道。你们看着就好了。南宫碧玉紧紧看着剑南春，这叶凡难道真的杀不死吗？剑南春手持紫云剑飞到叶凡身后，从后面一剑刺向叶凡的身体。噗！叶凡猛吐口血，依旧没死。剑南春再刺一剑，叶凡倒地，还是没死，但气息极度微弱。等到他准备第3剑时，轰隆一声，从天而降一道巨大雷霆，将他的紫云剑弹飞。那道恐怖窒息的死亡气息让剑南春如坠冰窖，但仅仅1秒钟后，气息便消失了。这就是天道吗？剑南春失神般喃喃自语。我就知道，叶凡的父母不可能让叶凡就这么死掉，玄黄大陆的天道都在护着叶凡。剑南春这货胆子还真大，还想杀了叶凡这个气运之子。人家可是主角，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杀掉？为什么主角死不掉呢？不是因为他是主角所以死不掉，而是因为死不掉所以才是主角。且不说叶凡能不能被杀死，就算他被杀死了，也会有另一个主角崛起，什么林凡、王凡之类的。所以干脆还不如养着叶凡，只要不停地打压他，不让他崛起就行了，顺便还能让我刷刷经验。什么时候能彻底杀死叶凡呢？也很简单，就是将叶凡这个气运之子身上的气运全部给掠夺完，到时候他失去了天道的保护，就如同普通人一般。纵观全书的机缘，我差不多将叶凡前期的气运给掠夺差不多了，包括密室里的武技，叶凡的不死血脉，进入遗迹的名额，打击他的自信，以及最重要的获得资源的途径——女人。徐凤儿不会给叶凡撑腰，王芷嫣也成了我的夫人，小师妹不会给他丹药，大师姐的话叶凡应该也没戏，其他人暂且不提。前期叶凡的资源基本上都被我给截胡了，中期再加把力，彻底将叶凡压趴下，后面还不是随便吊打。等到了上界，干翻叶凡的父母，到时候就算天道也奈何不了我。三女看完李银川所写的日记内容后，若有所思。连玄黄大陆这片天地的天道都在护着叶凡，这气运之子的待遇也太好了吧。看来真如李银川所说，想立马杀掉叶凡是不可能的事，只能等李银川掠夺完叶凡的气运，才能出手击杀。既然他们知道这件事，为了自己的未来不被剧情左右，就尽可能的帮助李银川干翻天道。李银川恢复点灵气，带着不无双、南宫碧玉飞了过去。看吧，我就说你杀不死他吧。剑南春额头冒着冷汗，仿佛自己刚才死过一般。那种天地镇压的死亡气息，没有体会过的人无法想象得到。此时叶凡昏迷躺在地上，但三女都不敢有所动作。李银川弯下腰靠近叶凡，看到叶凡右手上食指戴着的储物戒指，这戒指上新增了一丝仙力的气息，就算把叶凡的手臂砍下来也取不出来，更何况现在这种情况，你砍一个胳膊试试。李银川拿出一个红色锦囊袋，里面可以开出他目前最需要的东西，伸手往里一掏，结果啥都没有，里面空荡荡的。怎么回事？
检测到宿主当前所想，需要消耗10个好运锦囊才能开出来。10个，好。李银川看了眼储物面板，他才3个，在成仙之前还得再弄7个袋子才能拿走这戒指。师姐，我们回去吧，这叶凡也带回去，睡在这儿容易着凉。李银川道。好。步无双点点头。李银川可不能让叶凡一个人躺在荒郊野外，有个好歹怎么办？气运之子可不跟你讲道理，万一路过一个绝世大能，临死前看到叶凡躺在这里，直接将修为全都灌输给他，那就不好了。或者睡着突然掉落到一个洞穴，进去一看是位大成期强者的传承，就更不好了。毕竟修炼要一步一步来嘛，增长得太快不利于体会其中的艰辛，对吧？叶凡还是躺在紫霄宗的宿舍，那里的床睡着舒服。师兄，我真是太关心你了。南公公主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返回宗门？步无双问道。可以。南宫碧玉想了想，反正妹妹还在那里。李银川嘿嘿一笑，左手拿出定点传送符，伸出右手。人太多，你们得牵住我的手才行，不然符咒无法生效，带你们一起回去。步无双愣了一下，将手放了上去。来的时候好像不用啊。南宫碧玉想了想，犹豫了一下，也把手搭了上去。我也要去。剑南春说着，一巴掌也拍了上去。4人的手叠汉堡一般的放在一起。叶凡怎么办？步无双问道。好办。李银川一脚踩在叶凡头上，使用传送符，地点紫霄宗。一阵白光闪过，空间之力波动，5人出现在紫霄宗内。南宫碧玉红了下脸，连忙放开手来。咦，这里好熟悉，怎么又传到别人的房间里来了？李银川惊讶了一下，看了下房间的装扮，很快想了起来。我靠，这是徐凤儿的房间。我们快出去，被他看到就记了。李银川连忙说道。他带着3个女的出现在徐凤儿房间，还有一个躺尸叶凡，谁看到都觉得很不正常。这貂毛系统出品的传送符怎么跟叶凡一个样，每次传送都传到别人的闺房里，太不正经了，5星差评。吱呀一声，房门从外打开，徐凤儿的身影出现在门外，他一眼就看到了李银川，2人四目相对。李银川心里有1万头草泥马狂奔，这踏马也太巧了吧！完了，凤儿娘子要发火了。不过李银川预想中的场景并没有发生，徐凤儿的眼眶红了一下，直接扑到李银川怀里。你个大坏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李银川张着双手，一动不敢动。这是啥情况啊？他竟然没发火。步无双给李银川一个眼神示意，然后带着南宫碧玉、剑南春还有躺尸叶凡离开了房间。无双姐姐，你们宗门里有什么好玩的？剑南春问道。好玩的？步无双想了一下，你可以去找南宫瑶公主，她比较好玩。好呀，听说傻白甜跳舞好看，我去找她玩。剑南春嘻嘻一笑。步无双看向南宫碧玉，一副思考的样子。我好像忘了什么。南宫碧玉一拍手，想起来了，张侍卫他们还在山脉那里。剑南春摆摆手道，碧玉公主没事，我让我二爷爷去把他们弄到山庄去。南宫碧玉点点头，那好，谢谢剑姑娘了。说完，3人同时看向睡得正香的叶凡。这人怎么处理？南宫碧玉问道。按师弟说的，送回他宿舍吧。步无双说道。交给我吧。剑南春问道。你们弟子宿舍在哪边？步无双指了一个方向。咻！剑南春一脚将叶凡送回了宿舍。叶凡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凤儿，你没事吧？李银川拍了拍徐凤儿后背。听无双说，你差点没命了，吓死我了。徐凤儿缓缓开口道。李银川愣了一下，大师姐什么时候跟徐凤儿说的？我怎么不知道？没事了，我不是还在吗？你夫君的命大着呢，仙人也拿不走。李银川笑道。徐凤儿站到李银川面前，看着他的眼睛，红了下脸，道：李银川，今晚别走了。别走了？什么意思？哼，就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李银川貌似猜出来了。没什么意思，你回去吧，没意思的男人。徐凤儿哼了一声。哎，这么晚就没意思了。这时李银川的通讯器传来滴滴滴的消息声。李银川拿起来一看，王胖子传来的。好你个王胖子，关键时刻骚扰我，回头就扣你工资。李银川瞥了一眼上面的讯息，顿时瞪大了眼睛。什么？魔教入侵，小师妹被抓走了。凤儿，魔教来过紫霄宗了。李银川收起嬉皮笑脸，严肃地问道。你和无双离开后不久，2个出窍境的魔教人来了宗门。徐凤儿说道。他也有些后怕，自己没见到李银川就死了。李银川皱紧眉头，这时间节点不对啊，魔教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入侵紫霄宗呢？起码还有半年的时间才对啊。王胖子给的讯息上写，魔教入侵造成宗门大面积损伤，
长老副宗主受伤严重，其余弟子安然无恙，只有骆雨林被抓走，而且他们似乎就是冲着骆雨林来的，对其他都不感兴趣。凤儿，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胖子问问情况。李银川道。我陪你一起。徐凤儿说道。不用，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还要去参加神龙遗迹呢。李银川安抚一下徐凤儿，便往外门弟子宿舍飞去。一路上，李银川看到了不少建筑物都是新建的，后山的山头都被削掉了一大块，成了和莫贤差不多的秃子。宗主峰离得较远，没受到太大的波及。不多时，李银川来到外门弟子宿舍，进去后发现王芷嫣也在这里。姐夫，你来了。王胖子特别高兴，这下姐夫成真姐夫了。王芷嫣微笑着看向李银川，活着回来就好。当时看到李银川的绝笔日记，给他吓一跳，好在最后人没事。嫣儿，你怎么在这儿？李银川问道。这个点他不是应该回宗门，为明天进遗迹做准备吗？听说紫霄宗被魔教袭击，我和大长老一起前来协助。王芷嫣道。对，宗门被魔教袭击了，具体发生了什么？胖子，你跟我讲清楚点。李银川道。王胖子很快将他收集到的信息全部告诉李银川。魔教之人来紫霄宗没有大开杀戒，反而只是为了找小师妹一个人。这是什么情况？李银川皱着眉头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他们没有别的动作了吗？比如说找什么剑？李银川问道。没有，洛师姐站出来后，2个黑衣人就把他带走，离开宗门了。王胖子说道。魔教之人来紫霄宗不找魔剑，反而找小师妹，这波操作我是真看不懂。小师妹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抢人的吗？幽冥老怪的伤不是在几年前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吗？应该不需要再献祭人命制成人丹了吧？奇怪，就算需要也不会单单只找小师妹一人啊。让我想想，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哎，有了，难道是他？小师妹的乞丐哥哥兔子哥。兔哥已经被魔教洗脑，修炼魔功，天赋不错，已经成为了魔教中州总部的一位护法。但他看到骆雨林时，脑海里还能回忆起当年的事，出现短暂的神识清醒状态。原剧情中有次小师妹因为陪着叶凡做任务，误闯到魔教总部，叶凡差点被杀死，关键时刻兔哥认出了骆雨林，亲手救下了2人。哎，主角到哪儿都能化险为夷，都给我坐下。基操蛋魔教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最后在几十位魔教弟子的追捕下，兔哥牺牲了自己，救了2人逃出魔教。小师妹获得了兔哥临死前的储物戒指，里面有他数十年的积蓄，是他的全部遗产。当然这储物戒最后归叶凡了，让叶凡实力大涨一波。也因为这波操作，魔教盯上了叶凡，后来追到紫霄宗，叶凡为紫霄宗的覆灭又出了一份力，真是好样的。难不成就是这位兔哥派人抓走的小师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小师妹应该没事，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魔教的位置并不固定，平常人根本无法进入，必须要有特定的法诀才能找到入口。叶凡也是误打误撞才进到魔教总部，真是头疼。难道因为我来了，所以导致剧情乱套了？目前要想进入魔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找到圣女宁冰的位置，然后通过宁冰找到魔教总部的位置。不过这操作起来有点难，人家宁冰凭啥听你的话？不把你抓起来就不错了。难搞哦。王芷嫣看完李银川所写的日记内容，聪明的她很快猜到了怎么回事。既然日记本能抽中宁冰，说明这个魔教圣女也是日记本持有人。她肯定是通过日记本知道的骆雨林，也知道骆雨林身上有一件天阶法宝。这种等级的法宝怎么可能不引人心动？所以宁冰直接出手，派人抓走了骆雨林。骆雨林交出法宝后，宁冰应该不会伤害他，毕竟那是他姐姐的徒弟。也有可能宁冰担心自己卧底的事情暴露，将骆雨林抓走询问情况。所以这2种情况来看，骆雨林都不会有事。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抓李银川，可能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吧。银川不用担心小师妹了，她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的。王芷嫣安慰道。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李银川道。听不无双说你不会是算卦吗？不如给小师妹算一卦。王芷嫣道。李银川一拍脑袋，对，你不说我都给忘了。关心则乱。王芷嫣笑笑。李银川闭上眼睛，开始发动神通天机推演术。很快李银川在脑海里看到了模糊的画面，小师妹正在一个房间里休息，魔教弟子对她态度很恭敬，看来小师妹没事。李银川喃喃道。骆雨林的事说完后，王芷嫣提起了王胖子的事。得发这个混沌霸体是不是你弄的？我一来他就跟我炫耀，已经筑基巅峰了。王芷嫣问道。李银川笑着点点头，系统果然给力。不过芷嫣娘子不觉得我拥有这样的能力很奇怪吗？王芷嫣看到弟弟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就想到是李银川搞的，除了他不可能有其他人赐予弟弟这样的机缘。
姐夫对小舅子这么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李银川了，那就只能今晚在紫霄宗住下来。上次李银川说的几种知识，和他一起探讨了。姐夫你对我太好了，我要是女的，一定第一个嫁给你。王胖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李银川一头黑线，好你个王胖子，恩将仇报是吧？嘿嘿，姐夫老大，你知道我的意思。王胖子憨憨一笑。李银川大手一挥，取出600瓶5品丹药出来，这里全是5品丹药，你拿500瓶做经费，剩下100瓶给你姐。王胖子和王芷嫣都瞪大了眼睛，整整600瓶5品丹药，把他王家卖了，估计都凑不出这么多丹药。老大，这也太多了吧？王胖子震惊道。紫霄宗的底蕴也没有老大一人雄厚啊。不多，我身上还有几百瓶呢，这些你先用着，不够再跟我说。嫣儿，你也收下。修炼上有什么问题，能用丹药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李银川豪气干云道。咱家那么辛苦写日记，不就为了获取奖励，提升实力吗？老大，你真牛。王胖子将丹药全部收下，王芷嫣也在震惊的目光中收下这100瓶丹药。今晚的知识得多学几种啊。老大，紫霄宗的外门弟子8成是我们的人，内门弟子也有7成，还有萧长老、云长老等8个长老都加入了咱们的星辰。王胖子小声说道。李银川卧槽一声，你可以啊，宗主闭关出来，紫霄宗是不是该改名了？嘿嘿，老大，这个新牌给你。王胖子取出一块牌子，我知道老大你想保密身份，手下人不认识你，你做事也不方便，这块新牌是我专门做出来的，见他即见我，你要是想用人，直接甩牌子就可以了。咱们星辰的人也很好辨别，他们衣服的右肩上有个很小的星星。目前除了零食、丹药奖励，我还买了一些低级功法、武技作为奖励，以及上下打点。王胖子絮絮叨叨了一会儿，李银川越听越佩服，这小子的修炼天赋不咋样，但这组织管理天赋很有一套啊，跟他爹王如海的经商天赋不遑多让。我跟我爹商量过了，王家商队也可以成为星辰的一条线，老大你就放心用吧。李银川竖起大拇指，这次就不扣你工资了。王胖子，我这里有2本地阶武技，对突出贡献者可以奖励他们。李银川取出2本地阶武技，随后又给了王芷嫣1本情意绵绵剑法。天阶武技就算了，自己都差点用出世，还是等以后再说。得了，我有件事要交给你做。李银川正色道。姐夫老大请讲，我保证给你做到。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他在大元王朝南边的一个小镇子上摆摊算卦，是一个老头子形象。李银川补上一句，卦摊的标语是一卦知天命。王芷嫣听到这话，知道李银川要找的是那位想赚1块灵石的许灵石。根据李银川日记所写，自己还跟这位许灵石很有缘分，第一次见面就拜了姐妹。王芷嫣还是挺想见到他的。好嘞，老大，1个月、半个月应该就差不多了。王胖子道。李银川身上有一个女主定位的机会，本来打算用在许灵石身上，这样就不用辛苦找了。但现在李银川有个更需要用的人选。丁，尹交代的任务总不能不去做吧？万一人家又下来砍自己一刀咋办？5米长的隐刃他可躲不过去。目前天机术也只能探测到大概位置，具体位置还要更高点的修为。找到这人后，不要打草惊蛇，通知我和你姐就行了，听我后续安排。李银川说道。OK。王胖子比了个手势，这是他从李银川身上学到的，觉得怪帅的。行了，没事我先走了。哎，等下，我跟你一起回去。王芷嫣走上来道。你跟我一起吗？我住在宗主峰，徐师姐也住那儿了。李银川道。没事，我跟他关系一直都很好，而且什么？王芷嫣靠近李银川耳朵。而且我学了几种新的知识。李银川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周，跟我回去。东周魔教。师兄他回宗门了，知道我被你抓来了。骆雨林着急道。没事，他找不到这里的。宁斌笑笑，他还知道需要法诀才能找到入口。师兄他知道兔兔哥的事情哎，他说兔兔哥是中州总部的一位护法，兔兔哥没死。骆雨林看到这里有些开心。宁斌道。他成了护法吗？那还挺有天赋的，能成为中州护法至少都是化神境的。太好了，兔兔哥没死，我还能再见到他。骆雨林笑得很灿烂。时间飞逝，很快到了晚上，李银川和王芷嫣2人进了房间，准备开始修炼。小两口刚经过新婚没2天，对学习知识是很渴望的。李银川随手摆了个简易的5阶阵法在房子外，免得暴露了修炼时的动静。徐凤儿的房子就在李银川住所不远处，见李银川一直没来找到，有些郁闷。他难道真不来了？自己可都那样表示了。不行，我去看看。徐凤儿走到李银川房子前，正欲打开门进去，
却发现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仔细一检查，是道看不见的罩子阻挡了他。李银川竟然用这东西不让我进去，太过分了！徐凤儿气呼呼道，拿出红缨枪戳了戳，没有反应。徐凤儿在李银川屋子四周转了一圈，寻找最佳点位，终于让他找到一个能够勉强看到里面的位置了。是王芷嫣，他的腿怎么倒立起来了？这么晚了，他俩在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咦，什么动静？听不清。可恶的李银川，让我进去听啊！叮，今日提名次数统计：宁冰18次，骆雨玲12次，剑南春9次，徐凤儿、步无双3次。宁冰提名次数18次，获得自传日记本节选1地阶高级武技拂袖暗香。骆雨玲提名12次，获得小境界提升5 6阶一火1。剑南春提名9次，获得 XM 手机附赠3000个游戏永远满电版1。魔教师姑发奖励了，看看你的奖励是什么。骆雨玲开心道，自从知道兔兔哥没死，他就一直很开心。一本地阶高级武技，1本日记本。夏迎新一愣，怎么又来个日记本？要不要看看里面写什么了？骆雨玲道，温馨提示，此物可能会触发因果，造成不同未来，请确认是否查看。日记本传来提示，夏迎新点点头，确认打开了这本自传日记本，看到了上面的内容。我叫宁冰，写日记是个好习惯，李银川哥哥就是这么说的。从今天起，我也要开始学着写日记。从哪儿开始写呢？就从我小时候开始吧。我有一个姐姐，她叫宁雪。我的姐姐很爱我，我的爹娘也很爱我，我的童年是愉快的。直到我7岁那年，这一切都发生了变故。那天，我和姐姐一起去后山上采蘑菇，忽然一群黑衣人出现，把我们围住。他们的脸上都被黑布遮挡住，看不到长什么样子。我很害怕，躲在了姐姐的怀里。黑衣人在我和姐姐身上看了很久，像是看着小动物一般。你们是谁？要做什么？姐姐大声问道。我知道姐姐也很害怕，她的双手都在颤抖。姐，不错的灵魂，这个带回去。其中一个黑衣人发出难听的笑声，随即另外2个黑衣人站出来，他们一个人抓住姐姐的胳膊，一个人把我抓在手上。住手！你们这群坏蛋，把我妹妹放开！姐姐拼命地朝我伸手，我哭着喊着，却怎么也够不到姐姐的手。呜，姐姐，救我！我好害怕，这群黑衣人是坏人，我不要和姐姐分开。我拼命挣扎，痛哭流涕，嗓子也喊哑了。闭嘴！再叫把你姐姐也抓来！抓住我的黑袍人恶狠狠说道。我抽泣了起来，不敢说话。姐，任务完成了，我们回去吧。黑衣人把我带走，我再也看不到姐姐了。当我再次睁开眼时，我躺在一张温暖的床上，这是一个陌生的房间，我好害怕。我推开门，希望能回家找姐姐，却发现门外有好多和我一样的女孩子，有比我大的姐姐，也有比我小的妹妹，她们的脸上都带着泪痕，应该都大哭过一场。啪啪啪！突然，大厅中央传来拍掌的声音，我们都抬头看去，是黑衣人。我讨厌穿黑衣服的人，我要回家。姐，各位未来的圣女们，你们好！你们是我从东周3大帝国中精心挑选的100名灵魂力强悍的人，在这里，我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游戏等你们参与。只要你们通过了所有考验，就可以成为我们魔族的圣女，前途未来不可限量。黑衣人说着让人听不懂的话，我不要参加游戏，我只要姐姐。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洗澡。听到这个游戏名字，好多人都十分好奇，洗澡还能是一个游戏吗？大叔，我们洗澡要脱衣服吗？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女生问道。她扎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穿着碎花裙，长得很漂亮。当然不用，这只是做游戏而已。黑衣人怪笑一声，很快又有3名黑衣人出现，他们一起抬着超级大的锅，这锅比我家的房子还要大。还请各位未来的圣女们进入鼎中，游戏开始后只需要坚持1个时辰就可以了。黑衣人说道。我要回家，我不要做游戏。有个妹妹嚎啕大哭，黑衣人没怪她，走到那名妹妹跟前，轻轻碰了碰她的头，妹妹便不哭了，好像也没声音了。我没有哭，因为那样他们会把我姐姐抓来的。如果做完了游戏，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呢？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走到大锅里，所有人都进去后，2名黑衣人往锅里倒水。不对，这不是水，这红红的、粘稠的、散发着恶臭的东西，好像是血。他们一直倒血，直到血液经过我的脖子，终于停了下来。游戏开始喽，希望你们都能坚持下来。黑衣人说完，大锅似乎晃动一下，我们的位置好像变高了。谁帮帮我，我快呼吸不了了。
有几个个子低的女孩在血锅里用手拍打着，血液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她们的头顶。她们身边的大女生用手撑起她们的胳膊，但很快手臂就酸了，把她们放了回去。她们又开始挣扎起来，我以为这个洗澡的游戏这样站着不动就可以了，但没想到刚过了一会儿，锅底开始发热，有些人已经开始走动起来，缓解脚下的温度。渐渐的，整个锅都开始变热了，血液的臭味越来越浓。我也好热，我快被烧熟了，我要脱掉衣服。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锅里的温度越来越高，感觉里面的水快要沸腾了。救命啊！我好热，我不要玩游戏了。呜，爹爹救我回去！好烫，好烫，我要死了！好多女孩开始哭叫了起来，但黑衣人并没有理会她们，站在一旁看我们。温度越来越高，我好像要快晕倒了。忽然，我看到姐姐出现在我身边，她手里拿着一把刀，对我说：“冰儿很热吧？用这把刀往脖子上划一下就不热了。”我哭着说道：“姐姐，我好热，我好想你，快把刀给我，我要回家找你。”姐姐把刀给了我，太好了，我马上就不热了。我伸手把刀放到脖子上，啪！我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我再次睁开眼，姐姐不见了。醒醒！身边有人晃着我的身体。我转头看过去，是刚才那个胆子很大的姐姐。喂，小妹妹，你没事吧？她问我。我没事。我小声道。你刚刚拿着骨刀，差点就自杀了。大姐姐说道。啊！我看了眼手上，真的拿着一把白色的骨头一样的锋利的刀。还好你最后清醒了，不然你就跟他们一样死了。大姐姐指了指其他女孩，有不少人已经死掉了。他们有的撞到锅壁上撞死，有的掐着对方脖子自相残杀，有的把自己天灵盖打开自杀。这锅里的水有问题，它会侵蚀我们的意识，让我们产生幻觉。水的温度很高，但烧的不是肉身，而是灵魂。大姐姐说了很多，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你的灵魂力比他们都要强大，不然我也叫不醒你。大姐姐说道。啊，哦，谢谢姐姐。虽然我听不懂，但好像是姐姐救了我。不客气，我叫夏银星，可爱的小妹妹，你叫什么？大姐姐问道。我叫宁冰。原来是宁冰小妹妹啊，你长得这么可爱，我都不忍心看你死了。夏银星姐姐对我说道。我们会死吗？当然会，除非你能通过所有的游戏。夏银星姐姐笑着说道。没一会儿，我看到锅内好多人都不动了。夏银星姐姐说，他们要么是经受不住温度已经死了，要么是已经适应了。恍惚间，我好像又看到了姐姐出现在眼前，她呼唤着我赶紧回去。我摇摇头，我好像回不去了。不知过了多久，黑衣人大叔终于说话了。恭喜各位未来的圣女通过今日的游戏，没想到还有60个人，比以往的人数都多，看来明天的游戏更精彩了。他们的手臂一抬，我们就从锅里飞出来了。锅里的水一点都没沾在身上。我看到刚刚的锅底竟然有一把大火燃烧，怪不得锅里很热。火焰燃烧得更大，锅里的水都烧蒸发了。那么大的一锅水，最后竟然变成了一颗红红的又有些黑色的丸子。各位圣女请回房间吧。我回到了原来的房间，桌子上放了香喷喷的饭菜，里面有我最喜欢吃的鸡腿，可是我没有吃饭的胃口。吃饭呀，不吃饱怎么能进行明天的游戏呢？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道说话声，我转身一看，是夏银星姐姐。夏姐姐，你怎么来了？我很开心。见到夏银星姐姐，心里有一股被保护的感觉。夏姐姐揉了揉我的头发，笑了笑。小宁冰，乖乖吃饭吧，饿着肚子可见不到家人哦。我点点头，拉着夏姐姐一起坐下吃饭。可夏银星姐姐一口都没吃，只是看着我吃。夏姐姐，你怎么不吃饭呀？这鸡腿很好吃的。我夹起一块鸡腿伸到夏姐姐嘴边。我不吃哦，我已经不需要吃饭了。你快吃吧，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将食物收走的。夏姐姐温柔地说道。哦，我不理解夏姐姐为什么不需要吃饭，但我是好孩子，一定要听姐姐的话，不然姐姐就不喜欢我了。我刚吃完饭没多久，黑衣人就进来将东西收走了。黑衣人看到夏银星姐姐在我房间里，似乎并不奇怪，只是看了一眼就离开了。今晚我陪你睡觉吧，夏姐姐说道。好呀，我连忙点点头。这一晚我睡得很香，虽然不在家里，但有夏姐姐陪在我身边，真好。第二天，黑衣人大叔又把我们叫到大厅中，跟昨天相比，人数少了好多。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新游戏，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可以各自找一个伙伴，两两结队，一起进行接下来的游戏。我第一时间就拉住了夏银星姐姐的手，不一会儿，队伍全都分好了。很好，姐来的游戏名字叫睡觉。你们一共30组队伍，只要在今天晚饭之前，每组的2人都至少让一个人永久睡着就可以了。哦，对了，如果小队中任一个人没有完成任务，另外一人也会永久睡着。黑衣人说完便飞走了，将大门紧闭，房间门也关上了。
我们都站在原地，不知道这游戏是什么意思。叮叮当当，忽然大厅中央掉落许多东西，我还没看清是什么，夏银星姐姐就跑过去，一口气抱了一把回来。其他人看到后也纷纷上去哄抢。小宁兵，走！夏银星姐姐带我来到一个角落，哗啦一声，夏姐姐抱着的东西就掉在地上，是刀，一把把长刀。小宁兵，你杀过人吗？夏姐姐问我。我摇摇头，没事，一会儿我教你。我不要杀人，我说道。你不杀人就会被杀，你就再也出不去了。夏姐姐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仿佛杀人在她眼里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我从来没杀过人，我好害怕。那些拿到刀的人把刀握在手里，警惕地看着别人。时间飞逝，很快就到了下午。中午大家没饭吃，肚子都很饿。夏姐姐不知道从哪拿出来一根鸡腿，递给了我。吃吧。夏姐姐，你不饿吗？我问道。我不用吃饭。夏姐姐一边说着，一边摩擦着长刀。现在他们又饿又渴，吃饭完就是最好的下手时机。夏姐姐说道。我一口没嚼完的鸡肉被卡在嗓子里，被憋得涨红了脸。夏姐姐拍了拍我的后背，帮我顺清了嗓子。啊，杀人了！在我刚吃完鸡腿没多久的时候，大厅里传来一声惨叫，有个穿红色长裙的女生拿着长刀杀了另一个人。黑衣人说了，我们必须要杀掉一半的人才能存活下来，没拿到武器的人先把他们杀死。红裙女生说道，她手上的长刀刀刃已沾满了鲜血。黑衣人不是说只要睡着就行了吗？我们只要一起睡，肯定会有很多人睡着的。另外一个女生反驳道，她说的是永久睡着，永久你懂吗？就是死。红裙女生走到反驳那人面前，一刀捅向他的肚子。啊！鲜血喷涌，飞溅到身边的其他人身上，原本安静的场面瞬间陷入混乱。有武器的人都纷纷拿起武器，开始寻找他们的击杀目标。拿好，我杀一个，你杀一个。夏姐姐拿起一把擦好的长刀递给我，我看着寒光闪闪的长刀，咽了下口水，双手不停发抖。我不敢。你必须敢，你不杀人就会被杀，我也会被你连累的。夏姐姐眼神坚定地说道。她走到一个没有武器的女生面前，手起刀落，那个女生便永久睡着了。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生出无边的惶恐。我不会杀人，我不能杀人，杀人不是好孩子。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上的刀掉在一旁，哇哇大哭起来。这么小的女孩被选来了，真是可怜，让我来了结你吧。身后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正是第一个杀人的那个红裙女生。她举起刀朝着我的脖子挥舞过来，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当的一声，那柄向我砍来的长刀被打飞了。敢欺负我的人，你胆子挺大的嘛。夏银星姐姐走到我跟前，充满杀意地看着长裙女生。对不起。长裙女生道完歉就转身离开了。下辈子注意点。夏银星姐姐扔出手中的长刀，直接从长裙女生的后背穿过肚子，她也永久睡着了。我愣愣地看着大厅里发生的场景，脑海里一片空白。小宁兵，你这么软弱的性格可活不到最后。夏姐姐说道。我不敢。我低下头小声道，这次的游戏是小队两人都至少各杀一人，不然我们都会死，就算你要死也别连累我。夏姐姐突然说话声音很大，变得好凶。真是倒霉跟你组队，早知道昨天就应该让你死掉。夏姐姐冷漠地看着我说道。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得我眼睛都很疼。哭够了吧？哭够了就去杀人。已经死了20多个人，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夏姐姐把长刀放到我手上，带着我来到一个已经躺在地上的女神面前。这个人动不了了，你用刀砍下他的头。我不敢。你能做到？我做不到。把手给我。夏姐姐握住我的胳膊，朝着女生靠近。我的手一直在颤抖。挥下去。夏姐姐握着我的手用力一挥，呲，血液飞溅到我的脸上。干得好。夏姐姐看了一眼我惊愕的表情，只有这样你才能在魔教中活下来。后来黑衣人好像来了，当时我的大脑已经放空，不记得发生了什么。那一晚上我是一个人睡着的。我想姐姐了。第3天早上，开门出来的只剩下20个人了。听说昨天因为有些人队友死了，他们连同一起死。我扭头看到夏姐姐，她面无表情，没有理我。我好像被丢弃了。不一会儿，黑衣人大叔出现了。恭喜各位剩下的圣女候选人，今天是第3轮游戏，如果赢得游戏之后，将会大大提升成为圣女的机会。今天的游戏名字叫躲猫猫。游戏规则是随机抽取一组人当猫，其余人躲藏，被发现的人可以逃跑，也可以反杀猫。不过当猫的人手上会有刀，请小心点哦。一段时间后，猫会进行轮换。
和昨天一样，先分成10组，每一组2人。今天最终只会剩下1组人哦。黑衣人说完，其他人迅速分好队。我是最小的一个，肯定没有人来找我了。我看到好几个女生都找了夏姐姐，要是我昨天勇敢一点，不拖夏姐姐后腿，她会不会选我呢？没人找我组队，我真的要死了。小宁兵怎么不来找我？夏姐姐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夏姐姐，你还选我吗？我欣喜地问道。笨蛋，不选你还能选谁？我也落单了。夏姐姐说道。我牵住夏姐姐的手，感到特别温暖。黑衣人很快又说道。很好，组队完成。接下来随机挑选，你们为猫。2个胖胖的小姐姐被选中当猫，黑衣人给了他们1人1把长刀。半个时辰内，你们找到人就可以杀了他们，杀的人越多，你们获胜的机会就会越大。其他人可以躲起来了，别被猫给抓到喽。话音刚落，夏姐姐就拉住我的手跑了起来。剩下没当猫的人也都开始找地方躲起来。这个大房子没什么地方能躲藏的，基本上都躲进了房间里。夏姐姐带我跑到了她的房间，关上房门，用桌子抵住。她的房间比较偏僻，我们待了好一会儿都没外面动静。小宁兵，你为什么要出去？夏姐姐问道。我要见我的家人。那你家里都有什么人？我爹我娘，还有我姐姐宁雪。我姐姐人很好，就和你一样。我说道。你这样软弱的性格可不行。夏姐姐笑了笑。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出去吗？我摇摇头。夏姐姐不想出去，因为我父母都被魔教的人杀了，他们抓到了我，因为我的灵魂力强大，于是把我圈养起来。即便我想出去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还要留在这里报仇。夏姐姐的眼神中似乎有一抹悲伤与恨意。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夏姐姐，没有说话，只有夏姐姐一个人在说。我从小就在这长大的，在这待了快15年。我发现魔教教主背后还有人，这个人拥有看透人心的能力，我如果直面对方，肯定会被对方发现。你愿不愿意帮我？我没听懂怎么回事，但夏姐姐让我帮忙，我立马就答应了，因为她也帮过我。好，这2天我发现你的灵魂力也很强大，如果加上我的灵魂力，或许我们就可以击败那个人。这串手链给你，它可以对一个人的记忆做出认知改变，这是我们不让那个人发现想法的重要东西，你一定要保护好。我点点头，将那串黑珍珠手链戴在我手上。你还要设置一个记忆锚点，接触这个锚点，你就能记起所有的记忆，避免彻底忘记自己。夏姐姐说道。那我设置什么呢？我问道。你有一个姐姐对吧？那就用你的姐姐作为记忆锚点，只要见到她就能想起现在所有的事情。不过在完成任务之前，你不能接触你的姐姐，否则就前功尽弃了，知道了吗？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咚咚咚，突然房门传来很大的撞门声。别躲了，就剩你们2个了，肯定躲在里面，快出来。夏姐姐看着我。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夏迎星，你拥有宁兵对他的认知和我的过往记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但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只有在最后的关头才知道。说完，夏姐姐便主动开门，把我留在房间里。她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黑衣人叫出去了。他说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明天还有最后一场游戏，要和其他9个经历过100人厮杀存活下来的女生争夺圣女之位。我的大脑记忆好像被锁住了，我的灵魂力感知好像变强了。我是宁兵，不，我是夏银星。我有一个使命，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使命。明天的游戏我必须要赢。看完整篇日记之后，宁兵陷入一种呆滞的状态，他的脑海里出现许多朦胧的画面，一些回想不起的记忆似乎要打破封印，破土而出。宁兵摸了摸手腕上的黑珍珠项链，项链发出一道黑色光芒。师姑，我就说你是宁兵师姑吧。骆雨林开心地说道。我是夏，我是宁兵。宁兵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不好，我和夏姐姐约定的事情没有完成。宁兵脸色一变，他看完自己的未来日记本后，想起了当年的事，再遇到那个人就会被对方感知到自己的杀意。骆雨林眨眨眼说道。师姑，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就算你成功隐藏住自己的杀意，到了那个人跟前，你还是会失败了。师兄的日记已经写了，你不仅失败，而且没2章就成了对方的养料。宁兵听到这话，如同胸口被人插了一把刀，有点扎心。那我还在这儿做什么卧底？我要回去见姐姐。宁兵说道。自打刚刚恢复了点记忆后，骆雨林明显感觉到师姑没有之前冷冰冰了。不行，我身上有她的印记，我回不去。宁兵突然又颓废起来。骆雨林安慰道。宁兵师姑，既然你记了起来，只要不正面遇到那个人都会没事的，不如就在魔教好好修炼，等师兄杀上魔教，你还能作为内应，这不一举两得。宁兵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所以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徒弟？
骆雨玲，紫霄宗客房。剑南春看着手上多出来的一个铁块，感到有些疑惑，这东西是什么法宝？ XM 手机是什么东西？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有3000个游戏，这也不是空间计宝物啊，就一个普通的盒子还打不开。剑南春非常好奇，但又不知道怎么鼓弄，于是前往非常会玩的南宫瑶房间。南宫瑶和剑南春下午就在一块玩，半天的功夫两人感情就非常好了，即便现在深夜敲门都没有感到丝毫不妥。剑姐姐你来了，南宫瑶喊道。瑶子，你帮我看看这玩意怎么弄。剑南春将手机扔给南宫瑶。南宫瑶作为王朝的小公主，除了跳舞，平时也玩过不少的珍奇玩具，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她都接触过。南宫瑶捣鼓了一会儿手机，按按这儿，按按那儿，突然手机屏幕发出光亮。呀，发光了！南宫瑶叫了一声。剑南春凑上前看向屏幕，这上面的图形是什么意思？剑南春问道。好像可以滑动啊。南宫瑶用手指按着屏幕，这个可以点一下。哎，变了！屏幕上的画面突然一转，进入到某个游戏中。妖兽，这里面有妖兽！剑南春突然大喊一声，他被困在里面了，出不来。南宫瑶说道，里面竟然还有个男人，妖兽要追他，怎么办？啊！屏幕里传来一声尖叫，那个男人跳崖死了。完了，我们害死一个人。剑南春有些手足无措。南宫瑶对屏幕点了右点，剑姐姐，时间回溯了，这个男人没有死，快告诉他跳起来，前面是悬崖。剑南春连忙说道。南宫瑶下意识用手在屏幕上往上一滑，男人跳到了悬崖上的绳索。哎，这也可以吗？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人的行动，让他不被妖兽吃掉。剑南春眼睛一亮，我知道了。南宫瑶的小脑袋瓜灵光迸发，这难道就是一个游戏？我们得保护这个人，有意思。要是我在的话，回头一剑劈了妖兽，这样就不用跑了。两人叽叽喳喳的玩了一晚上的神庙逃亡。次日清晨，徐凤儿的眼睛有些酸痛，鬼知道昨晚他看到了什么。人的身体真的可以摆出那种姿势吗？3个时辰，整整3个时辰。李银川，你们俩不睡觉的吗？徐凤儿吐槽一声。吱呀一声，李银川推开房门，解除了阵法，看到了徐凤儿正站在门口。咦，凤儿，你起得这么早啊？李银川道。徐凤儿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李银川，昨晚让你找我，你为什么没来？徐凤儿问道。啊！李银川一愣，他这么说过吗？昨晚，嗨嗨，王芷嫣过来就陪他一晚上。李银川如实说道。既然已经决定收下两人，那么保证安稳是第一要素。算了，这次原谅你了。徐凤儿美眸一瞪，随后露出吃瓜样。那些姿势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李银川头往后一缩，诧异道。什么姿势？你别乱说，我告你诽谤啊！他在诽谤我啊！南宫碧玉找到南宫瑶的时候，发现妹妹跟剑南春2个人正在争抢一个发光的盒子。轮到我了。剑南春道。这把该我了。你上把那么菜，让你多条命，菜就多练。说好了，我要玩2把的。南宫瑶不让。不算不算，看我这把保证通关。你欺负小孩，这东西还是我的呢。剑南春把头一昂。南宫瑶看到姐姐来了，立马朝姐姐告状。姐姐，他耍赖。说好了，我玩2把，他不让我玩。南宫碧玉捂着脸，原来那东西是个玩物啊！你们俩一个身为王朝小公主，一个是藏剑山庄大小姐，为了一个玩物争成这个样子。行了，妹妹，回头我给找一个。南宫碧玉道。你找不到的，这东西叫手机，是日记本奖励的，我们这儿根本没有。南宫瑶说道。里面有追人的游戏，还有小鸟打猪头，还能种蔬菜打怪物，可好玩了。南宫碧玉一脸无奈，说到游戏，妹妹2眼都在放光。你们俩该不会一晚都没睡吧？南宫碧玉问道。我原因了，不需要睡觉。剑南春头也不抬地说道，手指还在屏幕上滑动。啾，我睡了。前半夜，小声。南宫瑶认真脸。南宫碧玉有点无奈，但这是自己妹妹，还能咋办？宠着呗。行了行了，妹妹，我问你一件事，昨晚你们有听到日记本抽人定制主题了吗？南宫瑶昂起头思考了一下，眨眨眼道，好像没听到。我也没听到。剑南春道，休看我打爆这个猪头。南宫碧玉感到有些奇怪，昨晚他也没听到日记本抽人的声音，前几天也有一次没有抽取。难道是李银川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者说日记本并不是天天都会抽人，每个月会休息那么1-2天。妹妹，今天是进入神龙遗迹的日子，你去不去？南宫碧玉问道。皇室分到了4个名额，南宫瑶不去的话，名额会就给其他人。李银川他去吗？南宫瑶问道。
应该去。那我也要去。南宫瑶心里想着，今天一定要让李银川多写几次自己的名字。他也超级想要这样一款好多游戏的手机。我愿意拿叶凡一辈子的寿命换今天李银川写我名字5次以上，然后奖励我一个手机。南宫瑶心里祈祷。南宫碧玉点点头，那你快收拾一下，等会儿就出发了。南宫瑶只能依依不舍地告别剑南春的手机。临走前，南宫碧玉提醒剑南春道：这个玩物不要让李银川看到的，我们这里没有。他看见会感到奇怪的。剑南春点点头，欧了。南宫碧玉，欧了是什么意思？剑南春，就是好的，李银川教我的。南宫碧玉若有所思，他好像学到了新的知识。啪啊！李银川拍了一下王芷嫣的屁股，都日上3竿了，还在睡呢。我好累，让我再休息一会儿。王芷嫣轻松道。昨晚你不是跟我叫嚣吗？李银川笑了笑，宗门已经传讯，准备出发一季，你再不起来可赶不上了。我不去了，你小心点。王芷嫣闭着眼睛说道。你不去了？李银川诧异道。原书剧情中可就是王芷嫣和另外2名玄女宗女弟子一起进入的，现在王芷嫣不进去，岂不是说明剧情又被魔改了？还是被自己给硬生生干到修改的？算了，不去就不去吧，你歇着吧。反正原剧情中王芷嫣在遗迹里也没什么收获，就是纯跟叶凡加深一下感情，倒不如留在宗门修炼，有自己的3息造化珠加持，修炼速度不得起飞。李银川来到议事大厅，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徐范儿也到了，还有那位苟到最后的弟子金华。本来金华收到老大的命令，想把名额让给骆雨林的，结果骆雨林被抓走了，只能他自己上了。一同出发的还有南宫瑶。小公主看到李银川后，就跑过去围在他身边。你干嘛呢？李银川问道。嘻嘻嘻。南宫瑶嬉笑不语。你倒是快点写日记啊，我要玩手机。萧长老站出来道。时间不早了，人都到齐，我们出发吧。李银川、徐范儿、南宫瑶还有金华，加上萧长老，一共5人。萧长老往传送阵法投入1颗4品聚灵丹，催动阵法。很快，一眨眼的时间，4人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李银川转头一看，咦，这里还有3位没见过的女弟子和一个女长老。看衣服样式，李银川认出来对方是玄女宗的弟子，他们这是传送到玄女宗来了。萧长老，你们来了。女长老笑道。没迟到吧？萧长老道。没有，我们也刚准备出发。女长老给李银川他们介绍起3位女弟子，这是我们玄女宗的弟子，修为都是金丹7亿层，在遗迹中你们可要互相照应呀。萧长老呵呵一笑。这是自然，我们紫霄宗与你们玄女宗关系一向甚好，这点照应是没问题的。女长老看向李银川，这位就是芷嫣那丫头的道侣李银川吧？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实力也相当不错。芷嫣果然没有看错人。李银川淡淡一笑，长老过奖了。3位女弟子看向李银川，眼眸中都闪起一抹光彩。这位师兄长得真是帅气，颜值直接戳中他们的心窝里去。他们时不时的就偷偷瞄一眼李银川。徐范儿撇撇嘴，第1的位置被人抢了，你们还想抢第2？李银川微笑着回应3位女弟子。玄女宗的弟子长得皆有姿色，此3人容貌自然不差，但和女主们相比还是差一点点。若女主们颜值达90分以上，她们则是在80至85分左右。作为女配的颜值已经不低了。李银川，你不许看他们，你都有我姐姐了。南宫瑶突然拽了拽李银川手臂说道。李银川转头看向南宫瑶，你小子刚刚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有你姐姐了？徐范儿眼神不善地看向李银川，老娘第2的位置也没了。嗨，萧长老，我们出发吧。李银川转移话题道。女长老带领众人走到另一个阵法前，投入1枚5品聚灵丹。众人身形一闪，便来大昆国的东北方临海的一处地域。李银川他们赶到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到了。李银川，我大哥、二哥他们来了，我先过去。南宫瑶指着一个方向跑了过去。李银川看去是皇室的人，大皇子南宫正、2皇子南宫方以及护国公田郎的儿子田构。李银川扫过在场不少势力，其中有几个家伙对他们的眼神不太友善。你们进入遗迹后，小心点霸刀宗和狂剑宗。萧长老突然对李银川3人说道。这次紫霄宗遭遇魔教袭击，通知了同为4大一流宗门的另3宗，结果只有玄女宗派人来了，霸刀宗和狂剑宗连个音讯都没回。表面上4大宗门团结一致，实际上怕是关系早已破裂。刚才盯着我凤儿娘子看的那几个猥琐男，就是狂剑宗和霸刀宗的弟子吧？原书剧情中就是这群狗杂碎在遗迹中合伙逼的徐凤儿暴走，还有之后的紫霄宗覆灭，也有这2个宗门在当中出力，想事后分一杯羹。你们给我等着，待会进去
看我先下手为强，直接干碎你们。从你们的弟子开始，收点利息。看到李银川的日记内容，徐凤儿的眼神都变得冰冷起来，看向狂剑宗和霸刀宗的弟子，如同看死人一般。反观狂剑宗的弟子都咧起嘴角，发出淫邪的笑容，心想待会找个什么理由欺负一下紫霄宗。他们宗门最厉害的不无双都没来，这3个人还不是轻松拿下。萧长老，刚才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来这里，还要经过玄女宗？李银川问道。刚刚他就想问了，这个嘛，咱们宗门的传送阵不完善，年久失修了，如今只能发挥出4阶阵法的功能了。萧长老道。早说嘛，我还以为你看上人家长老了。李银川摆摆手，早说他就顺手修一下宗门阵法了，还以为传送到玄女宗跟那个女长老有事呢。刚才萧长老看那位女长老的眼神明显有情况。嗨嗨嗨嗨，你小子别乱说，叫人家听到了不好。萧长老如同呛了口水般说道。这时一道身影走了过来。李小子，好久不见啊。李银川看向对方，原来是剑南春的二爷爷剑锋侯。剑锋侯身后跟着3位男青年，没想到是剑锋侯亲自带队，其他宗门都是元婴长老带队，藏剑山庄把出鞘镜都派来了。好久不见，我不是昨天刚回来吗？李银川说道。哈哈，小南怎么没带过来？你们俩没住一起？剑锋侯说道。噗，李银川心里卧槽一声，你大爷的，能不能好好说话？徐凤儿就在身边呢。徐凤儿，又来一个，老娘第3都排不上了。李银川到底已经结交了多少道侣？这随便算算，已经快10个人了。剑老，你别开玩笑了，剑姑娘不是已经突破元婴了，他俩也没用啊。李银川苦笑道。哈哈，你们年轻人的事要早点定下来，我教你的那几招，懂吧？剑锋侯眼神示意。李银川，这是李银川，未来的山庄姑爷，你们3个今天听他安排就行，知道了吗？剑锋侯回头对他身后的3位年轻人说道。是。3人齐声恭敬道。萧长老向剑锋侯问候一声，看向李银川，心里震惊不已。这小子牛逼啊，我连1个都没搞定，他就默不作声的搞定好几个，有宗主女儿、皇室公主、玄女宗弟子，现在又来个藏剑山庄的大小姐，牛啊牛啊，真是佩服，回头一定要向他讨教几招。正说着，李银川看到南宫瑶带人来了，正是他的2位哥哥，还有护国公的儿子田构。在下南宫正，见过紫霄宗长老、藏剑山庄剑老。大皇子南宫正很有礼貌的问候。南宫方向2位前辈问好。南宫方说道。2位前辈好。田构道。萧长老笑着回应了一下，毕竟是2位皇子，其中1位还可能是未来的储君，尽量交好。剑锋侯则是轻轻点头，便算回应了。李银川，这位是我大哥南宫正，这是我2哥南宫方，他们都很厉害的。南宫瑶笑嘻嘻介绍道。2位皇子好。李银川微微一笑，打了声招呼。早就听闻李兄一表人才，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南宫正儒雅一笑。是啊，李兄不仅风流倜傥，实力也不容小觑啊，不知有没有入仕的意愿？南宫方问道。李银川还没回答，南宫正道。哎，二弟，李兄如今还是紫霄宗弟子，问这话有些不太适合。大哥，对不起，是我的错。南宫方道。李银川淡淡的看着2人的表演，这俩二货还想嫁我呢，为了一个皇帝的位子争得你死我活，最后便宜了叶凡的蠢货。原书中他们见到叶凡时也是发出了邀请。老二南宫方没心眼，简称蠢，蠢到直接当着面问。老大南宫正心眼多，简称精，精正则是以色诱人，将2个妹妹都卖出去了，最后拉拢到叶凡的帮助。至于那个人模狗样的家伙叫舔狗，对，就是舔狗，南宫瑶的舔狗。他老爹带他上朝堂看了一次南宫瑶跳舞后，就成了南宫瑶的舔狗。连南宫瑶这种傻白甜都有舔狗了，你想想的有多甜？当然最后也成了被叶凡利用的炮灰角色。南宫瑶眨巴着眼看向2个哥哥，没想到他们表面兄友弟恭，实际上已经水火不容了。2哥确实很蠢，当着萧长老的面挖人，比我还蠢。哎，我才不蠢呢！大哥更过分，竟然拿我当筹码卖给了叶凡。哼，瑶瑶再也不喜欢他们了。至于那个舔狗，是叫舔狗这个名字吧，管他呢，反正我又不熟，要不是看他老爹是护国公，早就让人把他撵走了。徐凤儿不着痕迹地看了2位皇子一眼，心里鄙夷，哼，连妹妹都能出卖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哎，忘了一件事，今天的日记主题好像没有啊？不对，昨天的奖励也没给我啊。系统，我辛苦写日记的奖励呢？李银川心里问道。叮，恭喜宿主完成昨日日记内容，字数达标，内容质量 SS， 获得黄金大礼包1。
礼包暂不打开，等我结束遗迹再说。李银川道：万一礼包里面有增长修为的奖励，自己这修为一长突破元婴，岂不是血亏？轰隆隆，众人正友好谈论着，忽然地面一阵震颤，紧接着众人面前的海域晃动，大海中心处逐渐形成一个漩涡，漩涡随着时间越来越大，最后漩涡中心竟出现一步步台阶，神龙遗迹出现，弟子速速进入。一位长老大喊，在场众长老纷纷将自家弟子送到台阶处。李银川，我们也走吧。徐范儿道：先等等，不急，等狂剑宗这几个家伙先进。李银川道：玄女宗的3位女弟子，还有藏剑山庄的3位青年也都没动，他们都站在李银川身后，听候李银川的吩咐。南宫瑶也跟在李银川身后，不跟他哥哥们玩了田够道，是想留下来，被南宫瑶一脚踹了回去。秉持着夺宝仙人一步的原则，其余宗门势力都第一时间将弟子送进了漩涡中，很快便只剩下李银川等人了。我们也下去吧。李银川道。李银川等人顺着海上漩涡中心台阶一步步往下走，穿过一片奇异的波动后，周围的景象渐渐地发生变化。哇，好大一所宫殿啊！徐凤儿有些惊讶，没想到这海底竟有如此庞大的建筑。我们所在的位置已经不在大昆国境内，这是一片由上古龙族大能开辟的独特空间。李银川说道。龙族？岂不是说这里曾经是龙族居住的地方？一位玄女宗的弟子诧异。李银川点点头，没错，不过别看这宫殿外表恢宏，内部应该已经残破不堪了。徐范儿拉着李银川的手，那我们快进去吧，机缘别被人抢先了。李银川笑笑，不急，先把仇给报了。华子，金华凑上前，师兄，刚才狂剑宗的朝左边走了。李银川带领众人进入宫殿后，果然看到内部已经是断壁残垣。你们几分不用急，既然长老和剑老把你们交给我，我保证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李银川笑着对玄女宗的3位女弟子和藏剑山庄的青年弟子说道。全听李师兄吩咐。几人抱拳道：我们先将狂剑宗的人杀了，接着杀霸刀宗，全都杀掉，再寻机缘。李银川下达指令。这神龙遗迹中最大的宝物应该就是那道神龙血脉了吧。叶凡获得神龙血脉之后，配合他的不死血脉天赋，战力那是蹭蹭往上涨，越战一个大境界那是家常便饭。之后还得到了徐凤儿的火凤体质，龙凤结合，叶凡几乎打遍铜铃无敌手。除了神龙血脉，这里还有不少残存的龙珠。龙珠是龙族之人修炼吐纳之物，拥有改善修士体质、提纯血脉、净化魔气等功效。话说宁冰修炼魔功之后，体内魔气就很浓郁，直到最后魔功大成，成为魔教教主，彻底被魔气吞噬心智，被幽冥老怪当成养料。还有那位兔哥也是修炼的魔功，年纪轻轻就成了护法，消耗了大量的寿元，就算不救小师妹逃出魔教，也活不久了。扯远了，除了这2样东西外，丹药、法宝很少，都被岁月给腐蚀掉了。武技道是有2本，地阶高级的，不过必须拥有龙族血脉才能修炼，这就很坑了。但对叶凡来说没什么区别，毕竟他获得了神龙血脉。左边这条道上有一株6阶灵药生魂草，原剧情在叶凡就是发现了这株生魂草，给他戒指中的老爷爷恢复了大量的灵魂力，结果被偷偷摸摸跟在身后的狂剑宗弟子发现，双方为了这株灵药展开大战，最后大师姐被打伤，徐凤儿被逼暴走陷入沉睡，叶凡则是美人灵药双双到手。我配一株破草，让我凤儿娘子失身，我干翻你个狗天道。李银川一边走一边写着日记，反正今日无主题，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南宫瑶跟在身后一言不发，拨弄着手指头盘算着什么。1、2、3、4次，还差1次。南宫瑶迈着小腿跑到李银川跟前，笑嘻嘻道：李银川，我今天漂亮吗？说着，南宫瑶跳起来旋转一圈，粉色裙摆如蝴蝶般起舞。李银川，南宫瑶这个大傻子发什么疯？好端端的问我漂不漂亮？这是在危险重重的遗迹中，不是在你家的皇宫里啊，还漂不漂亮？这不废话吗？能当女主的有丑的吗？这货智商有点问题啊，傻白甜的傻字好像变严重了。南宫瑶，好耶，5次了，今天的奖励有了哈，希望是有3000个游戏的手机，和剑姐姐的一样。李银川一脸疑惑，这货在笑什么？他难道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还笑得出来，心真够大的。走着走着，几人来到一个分岔路口，李银川让金华发动能力寻踪术找人。李银川刚才试过使用神通天眼查看，但似乎遗迹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压制，神通范围极为有限，还不如金华修炼的玄阶初级辅助技能寻踪的范围大。他们走的中间，金华说道。李银川招招手，
一行人朝着中间那条路行走。没走一会儿，李银川看到前面路面有几道血渍，小心点，这前面有机关了。李银川道。众人都开始警惕起来。又走了几分钟，众人来到一个园子的入口处，上书灵谱。看来走的没错，灵药就在里面。李银川刚迈进灵谱一步，一对硕大的铁锤迎面袭来。小心！徐范儿喊道。李银川暴撤一步，躲过这次攻击。3道身影跳了出来，正是狂剑宗的3位弟子小子，跟我们一路了吧？先前甩锤的人说道。那我问你，狂剑宗其中一个头顶很尖的男弟子说道，然后没了下文。南宫瑶眨眨眼，你问啊？最后一个贼眉鼠眼的男弟子露出猥琐的笑容，淫邪的目光扫过徐范儿和3位玄女宗弟子，主动跟着我们，是不是想投入本大爷的怀抱啊？放心，玩过你们后，保证护你们安全。徐范儿眼中怒火大盛，红缨枪顷刻出现在手中，找死！徐范儿一枪刺向猥琐男，小美人儿，元丹境可打不过我哦。猥琐男笑了一声，身上金丹6层的修为气息爆发出来，一把黑色长剑挡住了徐范儿的进攻。两人身形一跃，进入灵谱中对战了起来。你们这群人最高的也不过金丹4层，还是乖乖认输吧。甩锤男扫视了一圈李银川身后的人，除了李银川的修为看不透外，其余人最高的是3位金丹4层的男青年，甚至连炼气4层的人都有，简直笑死个人。那我问你，你们怎么打？头顶尖艰难说道。南宫瑶扯了扯李银川的衣服，帮徐范儿师姐。李银川笑了笑，不用，范儿虽然修为比他低，但我教了他一套厉害的武技，不会输。众人齐齐看向灵谱中对战的2人。徐范儿使用隐秘身法，巧妙地躲过了猥琐男的多次进攻，两人打得平分秋色。哇，徐师姐好厉害，元丹境的修为战力丝毫不逊色金丹境。金华感叹，可恶的小妞，是你逼我出手的。猥琐男屡次进攻没有得手，有些恼羞成怒，准备放出大招。看我的玄阶高级武技鬼影一剑。徐范儿吞下一颗丹药，红缨枪间泛起丝丝火焰。地阶枪法，理念绝尘第7式破心赤阳焚天怒。金华瞪大眼睛，这一招他见过。李银川师兄曾经用这一招直接把比斗台打出一个大坑，把叶凡冰死，威力无比恐怖。没想到徐师姐也会这一招，这把稳了。一条气势凶猛的炎龙咆哮着爆出发出来，朝着猥琐男袭去。地阶武技。猥琐男脸色一白，没想到对方竟会地阶武技。炎龙将猥琐男的剑气轻松吞噬，直奔本人。不好，剑人有危险！锤子男大惊，金丹6层打一个元丹境的女人，竟然要被对方反杀了。早就让你少去点高档场所，就是不听，都虚成这个样子，简直丢我们狂剑宗的脸。那我问你，我们还要跟对方打吗？头顶艰难问道。打个屁，把剑人救出来，快跑！锤子男说道。一个女人就这么难缠了，这上10个人怎么打？李师兄，让我们出手吧。玄女宗弟子说道。李银川点点头，我们也去。山庄男弟子道。6人齐齐取出武器，拦住锤子男和头顶艰难。虽然他们修为比狂剑宗弟子低一点，但人多，3打1还是没问题的。李银川不需要自己出手，保存体力，应付后面的情况。我也来帮你们吧。南宫瑶说完，在后面跳起了舞蹈。李银川看到这一幕，不知说些什么。6，真第6，你还真搁这儿跳上舞了，不愧是你，舞痴。哎，等等，这道淡淡的灵力是怎么回事？李银川看到南宫瑶身上似乎飘散出一股肉眼难见的乳白色灵力，飘进了徐范儿等人的身体中。徐范儿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好像增大了几分，速度也快了不少。南宫瑶没跳一会儿，额头就产生一颗颗汗珠。虽然武王体质让他起舞时永不疲劳，但消耗的灵力还是让身体吃不消。本身就炼气4层，能存多少灵气呢？卧槽，这傻白甜什么情况？竟然能通过跳舞给徐范儿他们增加 buff 增益效果，这尼玛是获得什么武圣传承了吗？这也太离谱了吧！怪不得这傻白甜能成为女主之一，原来还有这种能力。肯定是我看书的时候一目十行，将南宫瑶的能力给看漏了，要不然她凭什么能成为女主？就凭她傻吗？李银川心中震惊，似乎发现了新大陆。这种能力要是运用到成千上万人的大战中，该有多恐怖啊！瑶子，你这是什么体质？李银川问道。这还是他头一次算漏的情况。嘻嘻，我厉害吧？南宫瑶停下舞蹈，擦了擦汗珠，取出一枚灵气丹吃了下去。厉害厉害！李银川伸出大拇指。我的体质叫武圣体质，是我有一次睡觉的时候，一个老爷爷，不对，一个老奶奶赐给我的武圣传承。南宫瑶脑海里努力回忆着姐姐教给他的话。武圣传承，以武入圣。
我猜的果然没错。李银川眼前一亮，不愧是女主角，做梦都能获得特殊体质。这么说的话，她姐姐应该也会有所奇遇，不然大昆王朝灭亡后，南宫碧玉岂不是成了废人？哎，当初看小说的时候就应该认真点，一目十行就算了，中间还跳了10几章。李银川自责道：“李银川，你在嘀咕什么呢？”南宫瑶脸色气色恢复了不少。哦，没什么，我突然觉得你有用了。李银川道。南宫瑶撇撇小嘴，我一直很有用的好吧？对，灵谱中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锤子男被玄女宗弟子缠住后，根本无法腾出手去救，猥琐男被徐凤儿一枪戳死，交代在这里。锤子男和头顶尖尖男一看，立马想跑，先找霸刀宗的人会合再说。两人都是金丹期7层的修为，想跑的话，藏剑山庄的弟子还是拦不住的。别把他们放跑了，徐凤儿虚弱地说道。当然，李银川笑了笑，斩草不除根，留着当饭吃呢。李银川催动地阶身法，身形一闪，便追上了两人。下辈子注意点。李银川在两人耳边低语一句，一把青光剑不知何时进入了他们的肚子中。头顶尖男还没反应过来，捂着肚子。那我问你，你到底什么修为？炼气1层。李银川道。你个骗子！尖男死不瞑目的倒下了。锤子男因为练过身体，没有第一时间感知伤害，只是觉得走不动了，脸上的红润渐渐消失，喘着粗气。放轻松点，深呼吸，这是正常现象。李银川道。我要弄死你！锤子男临死前还想举起锤子砸向李银川，却被李银川一脚踹开。好好的狂剑宗弟子不练剑，练什么锤子？你练个锤子你练！3名狂剑宗弟子就此全都死在了灵谱中，没有发生暴走徐凤儿的情况。你们胆子真大，竟敢杀狂剑宗的弟子！你们完了！突然一道嚣张的声音从灵谱墙外传来。李银川扭头一看，好家伙，原来是霸刀宗的弟子。这可太妙了，正愁去哪儿找他们呢，没想到对方主动送上门来了。霸2、霸3，听我命令，杀掉此萧宗的人，替狂剑宗弟子报仇。为首的霸一说道。李银川一听，好家伙，这是严督不严了，看来这霸刀宗早就跟狂剑宗勾结在一起了。是，两人喊道，皆从裤裆里掏出一把大长刀。等下！李银川叫停。怎么，怕了？晚了。霸一哼道。不是，我即使有点好奇，他们俩叫霸2、霸3，排行在老2、老3吧？李银川道。没错，怎么了？那你们排行第8的叫什么名字？李银川问道。霸一想都没想，回答道。当然是霸8。哎，李银川发出一声爽快的应答声。找死！霸一脸色变冷，这个人我要他生不如死。霸2、霸3皆是金丹8层的修为，霸一更是金丹9层，比在场所有人的修为都高。徐凤儿刚刚用过地阶武技，还在恢复中，其余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退后，交给我就行了。李银川上前一步。李银川加油！南宫瑶摆动小拳头。看我天阶剑法！李银川大喊一声。天阶剑法！霸一脸色巨变，随即释然。对方只是紫霄宗的一个普通弟子，怎么可能会天阶剑法？真是自己吓自己。他不可能会天阶剑法的，跟我一起上！撕刀斩，斩天斩地，念刀劈，劈鬼劈神，霸刀宗，宗门永盛！霸一怒喝一声，朝着李银川发出3位一体刀法融合技。呵呵，本来只是想吓吓你们。李银川取出一瓶5品灵气丹往嘴里哐哐倒，现在听到这个破逼刀法，你们必死无疑。诛仙剑法！李银川这次只使用了上次的一小半力量，控制好自己的灵气消耗，免得再次出现力竭的情况。刹那间，整个灵谱掀起一阵狂风，墙壁碎裂，大地震颤，花草飞舞。遗迹中的灵气本就不多，此刻全都被李银川吸入体内，所有人瞬间感觉到呼吸都很困难。霸一脸色再次巨变，如此巨大的阵仗，牵动天地的力量，绝对不止地阶武技，他竟然真的会天阶剑法啊！我们错了，大哥，我们这段刀法绝对没有指示任何一个人的意思。霸一喊道。大哥饶了我们吧，这破刀法是宗主教给我们的，你要杀就杀他。霸2喊道。宇宙级声明，我们绝对是好人，刀法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霸3喊道。李银川呵呵一笑，晚了。一剑落下，整个灵谱硬生生被劈成2半，土地翻飞，尘粒漫天。霸刀宗的3位弟子被劈得渣都不剩。哼，我李银川坚决跟这种胡作非为的人斗争到底。李银川郑重发出免责声明。李银川身后的徐凤儿、南宫瑶、玄女宗弟子金华等人都惊呆了，愣愣地看着眼前被劈成2半的灵谱，感到震惊。这遗迹中的地板非常坚硬，
刚刚徐凤儿使出地阶武技都没能将地板打出一丝痕迹，却被李银川一剑抵朝天，好恐怖的剑法！徐凤儿喃喃道：“师兄好厉害！”南宫瑶被吓到了，连李银川的名字都不敢叫了。万一李银川对他来这么一下，自己死得可老惨了。玄女宗和藏剑山庄的弟子皆是目瞪口呆，他们总算知道为什么长老让他们跟着李银川听他吩咐了。这等实力，就算是元婴期大能，也不是他的对手吧？咕噜，他们咽了下口水。刚才他们表现的还可以吧？李银川师兄带我玩啊！李银川收起青光剑，看了下乱糟糟的现场。哎，忘了收力，搞成这样，生魂草都不好找了。徐凤儿抬起手道：“是这个吗？”刚才灵谱花草被劈得到处乱飞，其中一株灵药飞到了徐凤儿手里。李银川看向这株灵药，每一片叶子都是深邃的碧绿色，边缘微微卷曲，淡淡的灵魂吸引力，确认是生魂草无疑。没错，就是这个。你爹应该需要这个。李银川开口道。徐凤儿一愣：“我爹？”李银川一时口快道：“我猜的，宗主不是闭关突破出窍吗？应该很需要这株生魂草提升灵魂力量。”坏了，差点暴露出来。宗主徐东流实际上早就突破成功了，之所以一直没出关，是因为被人给下了灭魂咒，导致灵魂力量大幅削弱，陷入昏迷中。这灭魂咒目前算算应该快半年了，再有半年就能够将宗主的灵魂彻底消灭。那时候他就成了一座空有肉体的躯壳，最后好像还被魔教的人炼制成了傀儡。这些都是紫霄宗被灭之后发生的事情。徐凤儿先他老爹一步献祭给了叶凡，不知道这事。至于是谁下的灭魂咒，那还用说，肯定是魔教的人啊，就是那个貂毛夏莲干的好事。他让魔教查清徐东流的信息，然后经过持续1年的下咒，才成功完成灭魂咒。不过现在嘛，徐凤儿已经是我的人，我自然不会让这件事发生。回头问下副宗主莫贤，只有他知道徐东流闭关的地方。龙珠除了有驱除魔气的作用，驱除这个灭魂咒也是简简单单。徐凤儿看到李银川刚写下的日记，瞪大了眼睛，心里顿时无限惊慌与害怕。他爹爹竟然被人下了灭魂咒，半年后就会彻底死亡。他一直以为爹爹还在闭关突破。之前日记本奖励的7品丹药涅槃丹，让莫贤转交给爹爹，莫贤却没有发现，什么都没说。难道这个莫贤也是魔教卧底？徐凤儿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凤儿，你没事吧？李银川看到徐凤儿有些呆滞，晃了晃她的身体。徐师姐可能好久没见宗主，有些想他了。南宫瑶插嘴道。徐凤儿反应过来，露出苦涩的笑容。是啊，我想爹爹了。李银川笑道。别急，等这次遗迹结束回去，我陪你见宗主。徐凤儿深呼吸一口，既然李银川说没事，那肯定没事。如果莫贤真的有问题，李银川肯定也不会说要问他的，自己一定是想多了。你将生魂草收好，我们去大殿，那里应该有好宝贝。好。徐凤儿点点头，将生魂草放入储物戒中。几人朝着大殿出发。李银川等人走后不久，灵谱出现一道身影。如此强大的破坏力，最少也是地阶高级武技。你说的不错，有人来了，快躲起来。人影窜动着身体，催动身法，跑往一边。李银川拍着脑袋，慢悠悠地走回来。我这脑子，刚才竟然忘了舔包，还好我走到一半想起来了。李银川走到狂剑宗弟子跟前，将他们的储物戒指和储物袋都取了下来，一把火将尸体烧了。可惜了霸刀宗那3个家伙，一个没注意成渣渣了。李银川叹息一声，不对，有人来过。李银川看到灵谱中出现一道崭新的陌生鞋印，这绝对不是他们当中一人的。神通天机推演。李银川使用天机推演术对灵谱小范围进行推演，还是可以进行的。很快，李银川的识海出现一道身影，那人一转头，李银川看到他的面容，叶凡。此地竟有叶凡出没，叶凡这小子竟然跟过来了，有意思。李银川摸了摸下巴，这遗迹可是限制50人的，多出来这个人，难道不会导致遗迹崩塌吗？叶凡应该是用了某种手段，让他成功躲过遗迹的探查。对了，原书中激活神龙血脉需要血液浇灌，血液品质越低需要越多，叶凡身上的血液品质很高，只需要1大瓶就够了。徐凤儿的火凤血脉品质同样不低，但放他的血我还是有些心疼。刚好送血童子来了，就不用我再费劲寻找，不用白不用吗？为了确保开启神龙血脉，李银川做了2手准备，将狂剑宗这几人充分废物利用，全部收集起来也不过2瓶左右。做完这些，李银川便返回去跟上其他人。有金华在前头带路，一行人走得非常顺利，很快便来到了大殿中央。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南宫正等人个个手持寻宝罗盘，搜寻宝物。你们小心点，这大殿不太安全，我们靠右边走。李银川说道。徐凤儿等人皆是点点头，没有丝毫怀疑。哎，瑶瑶，
李银川，你们也来了。南宫正看到李银川他们，笑着打声招呼。南宫瑶没有理他的大哥，一双眼睛在大殿四周乱看。大皇子，你们来的真早，有什么收获吗？李银川随口问道。哎，别提了，找个半个时辰，什么都没找到。南宫正叹了口气。李银川心中早已了然，这大殿看起来不错，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不但如此，还很危险，一旦触碰了某处禁点，那可就倒霉了。而真正的好宝贝放在神龙宝库之中。李银川手持寻宝攻略，对这次的遗迹之旅是势在必得。呵呵，那我们还是各自寻找，这样找到的几率大一点。李银川说道。瑶瑶就拜托你照顾了。南宫正儒雅一笑，这是自然。李银川扫视了一圈大殿内的众人，约有20-30人。神龙宝物的入口就在大殿正上方的龙椅下，并且为了保护真正的宝物，神龙族的人还做了个障眼法。推动龙椅后会出现一间密室入口，进入其中一定时间，入口便会关闭，进入者会被困死在里面。移动龙椅之后还会触发死亡机关，稍不注意就会有性命之忧，这会让探险者更加确信入口是真。而真正的神龙宝库入口需要打碎龙椅，按动其中开关才会显现入口。原书中叶凡就是与人争斗，无意中打碎了龙椅，发现了真入口。华子，交给你一个任务，李银川取出一枚五品风行丹给金华，等会你假装搜寻到大殿上方那把龙椅处，然后衔椅子碍事将龙椅踹移位置，到时候大殿中会传来龙吟，记住捂住耳朵，第一时间靠右边走出大殿和我们会合。金华点点头，放心师兄，交给我了。李银川和徐凤儿等人简略地逛了一圈，没有发现便退出了大殿，同时示意金华可以行动了。金华演技天赋很好，装作自己被龙椅绊倒，起来后一脚踹翻龙椅，接着快速吞下风行丹。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听师兄的准没错。何人敢闯我龙族之地？一道洪亮的龙吟声响彻整个大殿。金华感到喉咙一甜，被这道声波差点震倒在地，幸好有风行丹提速，他飞快地逃离了大殿。其余实力的弟子没有准备，被震得七倒八歪。就这道声波攻击不亚于一记玄阶高级武技的威力，金丹期之下的弟子直接被震出血。何人敢闯我龙族之地？又是一道龙吟声响起，比第一次威力还要强上几分。南宫正在龙吟声响之前胸口一痛，提前感知到危险，拿出防御法宝将头部护住。南宫方也是取出法宝护住头部，只有田购啥都没有，他将鞋子脱下来堵住耳朵。待龙吟消散，大殿中地板迅速晃动起来，似乎要倒塌的迹象。无数支锋利的箭矢从四面八方射向大殿中的数十位探险者。大家小心！有人大喊一声：“大皇子救命啊！”田购大喊，一支从后面墙壁穿出的箭矢射中他的胳膊，田购忍不住大叫一声：“啊！”南宫正眉头一皱，还是出手将田购护了下来。持续了好几轮的箭雨结束后，一股墨绿色的浓烟在大殿中弥漫开来。这烟有毒！有人喊道：“快吃解毒丹！”众人纷纷掏出保命用的解毒丹，屏住呼吸。怎么突然好好的出现这么多陷阱？到底哪个狗杂碎干的好事？大皇子，你看那里，好像有门开了。田购指着大殿的中心地板，打开了一道地门，宝物就在里面。不知何人喊道，众人捂着口鼻气冲冲地跑到地门处。大哥，我们快点！南宫方催促道。不急，让他们探探路，万一里面有危。南宫正话音未落，就听地下传来兴高采烈的声音。好多灵晶，好多丹药，发达了，这下发达了，哈哈哈哈！卧槽，20本地阶高级武技，还有地阶法宝，赚妈了！五虎起飞，我找到了一枚8品丹药，天阶武技，这里竟然有天阶武技，都是我的！南宫方听得眼睛都红了，大哥我们快下去，宝物都被他们抢光了。田购也是连连点头，大皇子走吧，不然宝物都没了。南宫正还是小心翼翼，走吧，不过要注意陷阱。三人来到地门口，往地下密室走进去。这里有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两旁有一间间密室。南宫正三人来到第一间密室，看到屋内摆满了灵晶与丹药。这灵晶是在灵气浓郁的地方自动形成，比天地之间的稀薄灵气更加容易吸收，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这满满一屋子的灵晶，即便是出窍境的修士吸收完，怕是都能当场突破一层修为如此之多的灵晶，哪怕是皇室都没有。南宫方眼睛一亮，呼吸急促起来，这要是全部被他拿下，分分钟突破元婴啊！这些都是我的，你们去找别的。正在密室里装着灵晶的那名弟子喊道。南宫方想一剑劈了他，敢这么跟他说话，活得不耐烦了。南宫正拦了下来，三人前往第二间密室。第二间密室里面摆放了一屋子的武技，
随后拿起一本都是地阶高级，这要是放到外界，分分钟能创建出一个超过皇室的顶级宗门。田购快收起来！南宫方喊道。田购抄起武技就往储物戒里塞，南宫正没有理会，继续往里面的房间看。法宝、丹药、武技，一间间密室全都摆满，如同穷人来到金山前，根本不知道从哪拿好了。突然，南宫正的胸口又传来一阵剧痛，是他的宝贝玉锦魔蝉咬了他一口。不好，有危险！南宫正脸色一变，急忙往回走。老二，田购，快离开这里！南宫正说道。大哥，这里的武技还没装完呢。南宫方还在乐此不疲地继续装。不走你会死的！南宫正说完就朝着地门入口处飞去。田购愣了一下，二皇子，要不咱们回去？回去个屁！这么多地接武技不拿，你脑子是不是有泡？南宫方打了一下田购的头。哼，有了这些地阶武技，我就能轻松招揽一批修士为我所用，到时候就算是大哥也会被我踩在脚下。南宫方还在做着美梦，不知道地门入口已经缓缓封闭。等到入口彻底关闭后，地下密室里的所有东西化为光电消散，地下室传来一阵嘈杂声。老子的灵晶、丹药呢？操！我的地阶法宝不见了，谁给我偷走了？这些东西该不会都是假的吧？不可能，刚才我都摸到了，怎么可能是假的？不好了，出去的门口被关上了，我们被困住了。南宫方一脸惊愕，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吗？那么多地阶武技一下子就消失了，幻术阵法，一定是幻术阵法。南宫方喃喃道。入口处响起咚咚咚的撞击声，地门纹丝不动。南宫正在大殿中看到地门关上那一刻，也察觉到不妙，这里面果然有陷阱。南宫方死在这里对他并无太大影响，只是少一个背锅的人而已，但自己孤家寡人，没人当炮灰，就有些难办了。李银川，南宫正想到了李银川，他们人不是多吗？让他们顶在前面当炮灰怎么样呢？想到这里，南宫正往大殿外走去，寻找李银川，结果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他们人呢？南宫正继续往别的地方寻找。实际上，李银川在精华出来后，就带着人在大殿外不远处的一间屋子里饮茶。看到南宫正一人离开大殿，李银川才缓缓走出来，果然和袁术一样，只有南宫正这貂毛一人出来了。貂毛身上有一只金蝉，可以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发出警示，让他躲避了不少灾祸。南宫方那个贪心的傻子又被困在地下。原剧情是叶凡是用称心铁棍配合地阶棍法将南宫方救出来的，于是叶凡得到了南宫方的信任与招揽。不知道这次还会不会呢？自己抢了叶凡这么多机缘，他还有这个能力吗？走，轮到我们了！李银川招呼一声，身后几人齐齐跟上。来到大殿，李银川看到了好几具中箭的尸体，几乎都是二流、三流宗门的弟子。这些人没有强力的防御宝物，几乎就是充当炮灰的角色。你们将这些人的血液收集起来，顺便储物戒也取下来，这是他们最后的贡献了。李银川道。空气中还弥漫着难闻的毒气，好在李银川已经提前给他们吃下解毒丹，之前受伤的精华也服用了5品治疗丹，已经痊愈。咚咚咚，地板下方传来敲打声，有不少人被困在里面。李银川没有理会，一掌击碎龙翼，按下其中开关。轰隆一声，几人正面的墙壁一分为二，出现一道悬浮着蓝色波纹的入口。收集完了跟我进来，好东西都在这里面。众人跟着李银川进入真正的宝库入口，墙壁随后缓缓合上。跟着大佬一起探险，就是爽。师尊，我们好像来晚了。大殿中进来一道身影，正是叶凡。叶凡看到大殿遍地的剑矢、断裂的墙壁，还有几具干瘦的尸体，空气中也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叶凡动动鼻子，仔细嗅嗅空气中的味道，脸色一变，不好，有毒！叶凡连忙遮住口鼻，抵挡毒气。我能感应到神龙至宝就在这附近，仔细寻找一番。秦老说道。咚咚咚。叶凡听到大殿中央地下似乎传来声响，靠近之后，里面果然有动静。救命啊！外面有人吗？里面的人喊道。叶凡轻声问道：谁在里面？我是南宫方，大坤皇室二皇子，救我出去，保证给你封官加爵。南宫方大声说道。叶凡微微皱眉，封官加爵，他才不稀罕呢，还不如赏给他几个女人。叶凡最近火气越来越大了，不过二皇子这个身份倒是有点利用的价值。叶凡准备出手救出这个傻缺，取出黑木棍，敲了敲地板门，似乎有些坚硬。小凡，这地门材质似乎是一种稀有金属，很难破坏。秦老说道。没事，看我一棍劈开。叶凡抬起黑木棍，一记黑色棍法猛猛落下，丢 M， 棍子被直接弹飞，地门纹丝未动。紧贴在地门另一边的南宫正也是被震得脑壳嗡嗡的。
靠近地门几人的耳朵都受到巨音伤害，连忙远离的门口。这东西怎么这么硬？叶凡重新拾起黑木棍，又重重一砸，还是毫无反应。小凡，别管这傻缺了，先寻至宝吧。秦老道，万一至宝就在这下面呢？叶凡问道。你说的也有道理。秦老点点头。那你用那一招吧。叶凡脸色一虚，他刚刚受伤痊愈没多久，又要暴血吗？身上的血都快不够用了。不管了，先开门再说。叶凡发动暴血技能，黑木棍怒劈地门。轰隆，没想到地门真的被打开了，叶凡便直接跳了进去。南宫芳看门打开，心情狂喜，终于可以出去了。他正欲逃出这里，没想到一道身影直接跳了下来，一屁股坐到他的头上。哐当一声，地门又重新合上了。地下室，叶凡和南宫芳等人面面相觑。你这个蠢货，为什么要跳下来？南宫芳骂了一句。明明门口都被打开了，结果他们还没出去。你敢骂我？叶凡充满杀意地看着南宫芳。南宫芳被盯得菊花一紧，连忙后撤一步，将田垢拥至身前。我是大昆王朝二皇子，你敢动手杀我？南宫芳哼道。叶凡看了眼前这人的修为，不过金丹一层，而且修为虚浮，一看就是用丹药堆砌上来的。剩下的几个人连金丹都没到，自己一掌就能拍死他们。叶凡抿抿嘴，没有说话，朝里面的密室开始探查。一连探查了20多个房间，里面都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我们好像走错地方了。秦老说道。叶凡不语，他好像被困在这里了。还要抱一次血打开地门吗？他身体已经很虚了喂。你刚刚能把门打开下来，还能打开上去吗？有一个男弟子问叶凡。刚才你要不下来，我们早就脱困了。一名女弟子说道。这个人怎么这么蠢，明知道这里是陷阱，还偏偏跳下来，真是蠢货。都怪他，把门口挡住了。没听到我们的求救声吗？真是个聋子。几人叽叽喳喳，在这密封的地下通道里，声音清晰可见。叶凡的脸色冷得能滴水。找死！一掌拍出，先前嘀嘀咕咕的几个人全部化为血气消散。剩下的人包括南宫芳惊慌不已。这个人竟然真的会出手杀人。兄弟，对不起啊，刚才我乱说的，我道歉。南宫芳连忙说道。在这里被杀，谁能知道是他干的啊？叶凡瞥了他一眼，盘腿坐下恢复灵气。李银川等人进入神龙宝库中，一路走来无比安全。前面的几间屋子是龙族训练族人的地方，里面有虚影试炼，通过后会奖励灵气法宝，你们可以去试一试。李银川说道。好的，谢谢师兄。金华等人无比惊讶，没想到师兄连这个都知道，好像有通关攻略一样，跟他一起探险简直太轻松了。徐凤儿问道。我也去吗？李银川点点头。这试炼非常适合你。西西，我不用去了吧？南宫瑶问道。你别去了吧，我怕你被打死。李银川安排好他们后，带着南宫瑶往最里面走。一扇古朴的青铜色大门矗立在走道尽头，李银川轻轻推开大门，里面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宝物。哇，好多东西啊！南宫瑶张着小嘴惊讶道。别挖了，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假的。李银川道。假的？南宫瑶伸手触摸了下眼前的一件玄阶宝剑，没想到这把剑一碰就化成碎屑消散。又触碰了下丹药，同样如此。这里的东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它们只保留了外形，内部早已被风沙化。李银川一边说着，一边腾空飞起，取下一枚篮球大小的水晶球。这是什么？它没有被风化掉吗？南宫瑶问道。这是龙珠，原本里面蕴含大量的龙气，如今也是十不存一了。不过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修士突破大境界渡劫时会产生种种心魔，使用一颗龙珠后就能完全驱除心魔，效果那是谁用谁说好啊。李银川陆续又收下剩下所有龙珠，一共整整10颗，其余所有物品都是空有其表的模型罢了。这么多东西都没用啊，好可惜啊。南宫瑶看到那数千枚高品质丹药，数万件宝物却不能取走，感叹一句。我们回去吧。拿完龙珠，剩下最重要的便是神龙血脉了。不知道叶凡有没有找到神龙血脉传承地，不过就算他找到了，估计也舍不得放血吧。叶凡师弟没事的，师兄我来帮你。两人回到虚影试炼处，等待徐凤儿他们出来。师尊，我又感觉到好像什么东西失去了。叶凡突然说道。小凡别慌，这肯定是你暴血之后的幻觉，是正常现象，不必理会。秦老说道。那好吧。叶凡心头还是有些慌慌的。师兄，我出来了。第一次从试炼中出来的是金华，他一共击败了5道虚影，最后获得了连升2层修为的奖励，还获得了一本玄阶初级的武技。剩下玄女宗弟子和藏剑山庄弟子也都陆续出来，
获得了不同的奖励。徐凤儿最后出来的，我打败了49道虚影，第50关是元婴6层，打不过了。你的修为如何了？李银川问道。徐凤儿微微一笑，金丹5层的气息散发出来，我还拿到了一本地阶高级的枪法。这奖励听得李银川都想进去试试了。不过万一在遗迹中突破了元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现在时间紧张，还是先去找神龙血脉吧。众人返回大殿，李银川发现地面没声音了，难道他们已经被救了出去？李银川使用天机推演术算了一番，看到了让他差点没笑出声的画面。扑叶凡这货把自己给困在了里面，这地下室简直是叶凡又不气啊哈哈哈哈！虽然暂时没有动静，但李银川知道叶凡迟早能出来。遗迹东边那里还有第2个药园，里面有不少灵药，你们可以去查看一番。完了之后便可以回去了。我另外有事要做，和你们先分开。李银川说道。金华几人都纷纷点头，听师兄的话就对了。徐凤儿问道：我和小公主呢？你们俩也跟华子他们一起吧，我要做的事有点危险，不适合带你们。好吧。徐凤儿知道自己实力不如李银川，就不当这个拖后腿的了。待众人走后，李银川取出一枚绿色的化形丹，身形一变，变换成叶凡的模样。接下来就是我叶凡大展神威的时候了。一出了大殿，李银川一路向北，约莫走了1刻钟的功夫，李银川看到了几个穿着统一服饰的弟子，一些人的衣服上都带有太阳的标志，是日升宗的弟子。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带着月亮标志的人，是落月宗的弟子。日升宗和落月宗是大昆王朝的2大顶级宗门，实力是紫霄宗的数倍。这次前来遗迹试炼的弟子都是金丹7、8层以上的修为，好几位甚至是金丹7巅峰。他们都站在一棵巨大的树前，树干的直径足足10几米宽，至少需要20多人才能合抱围住。树皮呈黑褐色，坚硬厚实，一片片纹路如同龙鳞般覆盖在表面。树叶茂盛，叶子的形状如箭般叠在一起，枝头上挂着几颗椭圆形、拳头般大小的赤红色果子，散发着迷人的香味。这群弟子在树前讨论着，这应该就是古籍记载的那棵神龙树了。传说神龙树是由神龙精血浇灌成长，根部埋藏着龙族尸骸，提供养分。神龙树浑身上下都是宝物，神龙果就不用说了，服下一枚可以大幅度强化血脉，增长肉身力量，越阶挑战不是梦。树叶也可以泡茶喝，强化身体素质，连树枝都是极好的炼器材料。我数了一下，这树上一共7枚神龙果，我们日升宗就拿4枚吧，剩下3枚给你们落月宗。日升宗的一名弟子说道。凭什么你们拿4个？我们落月宗还想拿4个呢。落月宗的弟子不干了，不服那就比比，谁赢了谁拿4个，比就比，谁怕谁。落月宗和日升宗的弟子原本和和气气，现在遇到神龙果这等至宝，谁都不肯放弃，只能比比谁的拳头大了。现场局势一触即发，两边弟子各有10人。等等，不如我们各取3颗，最后1颗交与长老定夺，如何？日升宗的带队大师兄说道。两宗同为大昆国顶级宗门，不想为了1颗果子伤了和气。好，没问题。月落宗的队长也同意。在这里打起来，万一被人捡漏怎么办？李银川躲在不远处，看两宗没有打起来，属实有些遗憾。不过没关系，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便是俗话说天才地宝有缘者居之。如今我看这神龙果与我叶凡甚是有缘，自然全部归我所有。日升宗和落月宗的弟子齐齐转身回头看去，何人竟敢放出如此狂言？你孤身一人也敢在我们这里放肆？日升宗弟子说道。你是哪个势力的？跟我们抢东西，活得不耐烦了吗？你小子长得不帅，想得到挺美。小子，你惹毛了我，现在自废双臂，我还能考虑饶你一命。李银川听着他们的威胁，呵呵一笑，大手一挥，指点江山。渣渣，一群渣渣，一群金丹期的渣渣，敢在我叶凡大帝跟前放肆，我叶凡不怕你们。两宗弟子听到对方叫他们渣渣，都满脸怒气。他们可都是自己宗门的翘楚，平常谁看到了不恭敬的喊声师兄，找死！日升宗的一名弟子准备出手杀了李银川，却被大师兄给拦住。等下，日升宗大师兄看对方的样子也不像傻子，怎么会好端端挑衅他们呢？这里面难道有什么猫腻？对方设了什么陷阱等着他们往里跳？哈哈哈，听我说！李银川大笑一声。日升宗和月落宗等弟子都认真听李银川说话。恕我直言，在场的日升宗和落月宗的所有弟子都是垃圾。此话一出，饶是两宗的大师胸脸上都黑漆漆一片，亏他们还仔细认真去听。老吕废了他，不要直接杀了，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日升宗大师兄吩咐道。好。叫老吕的弟子扭扭脖子，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他取出一对流星锤，朝着李银川凶猛砸去。看我黑木棍的厉害！
李银川取出称心铁棍，一棍将老吕打晕。以李银川目前的实力，不说越一个大境界挑战，也能越8、9个小境界是没问题的。哈哈，废物！就这！李银川大笑一声，催动地阶身法瞬息步，眨眼间飞到了神龙树上。给我住手！神龙果岂是你能染指的？李银川突然抬手说道：“我是南宫方的人，你们敢杀我？”两宗弟子互相对视一眼，似乎在想南宫方是哪位牛逼人物，能当他的靠山。大坤皇室的二皇子好像叫南宫方。有人说道：“啊，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废物吧？上个月皇室从我们宗门换了一颗破镜丹，回去给某个皇子用，该不会就是那个废物吧？”李银川一看他们竟然对皇子这般无礼，顿时怒了。好个日升宗、落月宗的弟子，我们家皇子是天下最伟大的皇子，我叶凡能投入他的门下，是我的荣幸。你们这样侮辱皇子，等着宗门被灭吧！李银川迅速将7颗神龙果全部摘下，收进储物戒内。该死的家伙，给我把果子放下！10几人齐齐朝着神龙树上的李银川攻击。我回大殿找我家皇子，不陪你们玩了！李银川一个瞬息步甩开众人，朝着大殿飞去。给我追！必须把这个叫叶凡的家伙弄死！日升宗大师兄怒不可遏，竟然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夺宝而逃，简直可耻！李银川加速一步，快要到大殿时，连忙恢复本体，恰巧遇到了返回大殿的南宫正。大皇子，真巧啊，又遇到了你！李银川打招呼道：“李银川，你来得太好了！刚才大殿异动，我弟弟被困在了地下，你有办法解救他们吗？”南宫正问道。看南宫正一脸焦急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有多爱自己弟弟呢。李银川刚想说话，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滚开，别挡路！”为首的正是日升宗大师兄，他现在火气很大，只想把叶凡碎尸万段。李银川识相的站在一边：“你们日升宗的人，还有落月宗，你们好啊！”南宫正笑着打招呼：“滚蛋！”日升宗大师兄一脚把南宫正踹翻，剩下10几人齐刷刷的跟着大师兄的步伐朝大殿内跑去。“叶凡，你给我出来！”大师兄喊道。正在地下通道处恢复灵气的叶凡听到似乎有人在叫他：“是不是有人喊我？”叶凡问道。南宫方连忙点头：“是啊，大殿有人在叫你的名字，是你找人来救我们的吗？”叶凡有些疑惑，自己这次进入遗迹是一个人啊，并没有跟其他人一起，难道是宗门的人？他们知道我被困在这里，来找我的。看来那个放火女对自己还是有点感情的嘛。我在这里。叶凡想通后敲打了一下地门板，听到声音从地下传来，日升宗的大师兄眉头一皱，这小子竟然跑到地下躲起来了，还敢出声挑衅，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大师兄取出自己的武器玄阶上品法宝赤铁长矛，朝着地门板猛地一插，当地门发出一声巨响，却没有打开，竟然如此坚固，怪不得敢跟我叫嚣。不过这道门可护不住你。大师兄身上的气息逐渐攀升，金丹大圆满的修为顿时爆发出来，手持赤铁长矛，一声大喝：“玄阶高级武技绝情矛法！”矛尖猛击地门，剧烈的碰撞产生蓝色的火花四溅。地下众人听到上面的撞击声，都兴奋不已。终于有人来救他们了。叶凡更加纳闷了，这也不像宗门弟子的声音啊，那还能有谁这么辛苦地费劲救他呢？这门可不好打开，就连他自己都是暴血才破开地门的，这门竟然还没有打开。大师兄吃了一惊，刚才他那下攻击，普通的元婴修士被打中也会受到重伤，这门却还是毫无反应。大师兄，我们助你。日升宗其余的弟子说道。我们来也帮你。落月宗弟子也说道。叶凡偷了他们的神龙果，此刻他们就站在同一条道上。南宫正一脚被踹在地上，脑瓜紫嗡嗡的。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嘛？刚才发生了什么情况？日升宗的弟子竟然敢踢自己，真是可恶。大皇子，你没事吧？李银川在一旁问道。没事。南宫正站起来，按下心中愤怒，装作无事人般。他们人呢？进去了。李银川指了指大殿。南宫正往里一看，10几人正使出各般武技，朝着地门猛击。他们这是……南宫正懵了，这群人好端端的砸地门干嘛？他们也有弟子被困在里面了，救人吧。李银川说道。南宫正愤怒稍微降了一点，既然他们再救老二出来，看在这么卖力的份上，暂且就原谅他们了吧。只听轰隆一声，在10几个金丹8层以上的两宗弟子齐心合力下，终于将地门给打开了一道口子。哈哈，叶凡，我看你还往哪里逃？众人奋力将地门彻底掀开，一条往下的通道出现在他们眼前。大师兄身先士卒，率先跳了下去，其余师兄弟如同下饺子般纷纷跟着往下跳。
哎，不能下。南宫正话还没说完，只见地门入口又关上了。哎，我为毛要说又。糟了，这地门的坚固你我也看到了，仅凭我们2人之力，完全无法打开啊。南宫正担忧的语气中夹带着一丝快感。让你们刚才踢我，这下遭报应了吧？爽。不过可千万不能李银川看出来了，不然还怎么忽悠他，招揽他。李银川看到2宗诱捕器关上了，决定先去获取神龙血脉，若是无法激活，再来找叶凡也不迟。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行告辞。说完，李银川走出大殿，还是向北出发。这次一路畅通无阻，李银川轻松来到神龙树前，大手一挥，李银川将神龙树的树叶全部摘下，之后留着当茶叶泡茶喝也不错，还能强化身体素质。不多时，神龙树变成了光秃秃一片。李银川在树下写上叶凡到此一游，便离开了这里。几番寻找，李银川终于找到了龙宫后花园内的池塘。这神龙血脉就在池塘下面，一般人很难发现。李银川手上拿着遗迹攻略，自然是难不倒他。大殿地下道，日升宗的人跳进地道后，搜寻一番，便看到了正在恢复的叶凡。大师兄第一时间冲了过去，抓住叶凡的衣领。小子，你继续跑啊！叶凡紧皱眉头，你为何对我动手动脚？放开！呵，死到临头还敢狂妄！大师兄冷笑一声，抬手扇了叶凡一巴掌。你敢打我？叶凡短暂懵逼后，立马还手，取出黑木棍，一棍打了过去。找死！赶紧把神龙果交出来，我考虑留你一个全尸。大师兄说道。神龙果？叶凡一愣，我什么时候拿到神龙果了？他此次进入遗迹，其中一个目标便是神龙果。上次他的不灭血脉天赋突然离奇消失，刚好可以用神龙果重新强化身体，但截至目前，他还没见到神龙果长啥样呢。来到遗迹后，看到一记恐怖武技后，就被一直关在这地下通道，实在是憋屈。还在装愣？我们10几人全都看到你将7枚神龙果收入囊中，还敢不认？既然你不老实交出来，就别交了。大师兄手持长矛，施展武技戳了上去。我没有拿。叶凡用黑木棍格挡，并说道：死到临头还嘴硬。大师兄再次加强攻击力道，压得叶凡有些喘不过气。妈的，一群傻子！叶凡随便一想就知道这群人被人利用了。地阶武技四海八荒棍法。叶凡一怒，将刚刚休息获得的灵气全部用来施展地阶武技，顿时狭窄的地下通道爆发出一股猛烈的攻击。噗！大师兄吐了一口血，他没想到自己金丹巅峰竟然败在了一个刚入金丹的家伙手里。叶凡施展完地阶武技，脸色苍白，拿出1枚2品灵气丹吞服起来，这还是夏莲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用。眼下对方人多，不得不用了。TMD， 这群人都是脑残吗？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真是一群没脑子的家伙。到底是谁在陷害我？被我抓到，一定要弄死你！叶凡心里仿佛日了狗，早知道这趟遗迹还不如不来。竟然打伤大师兄，师兄弟们，跟我一起上，打死这个叶凡！日升宗的一名弟子喊道。